当宁远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悬在头顶上的破旧木梁，以及上面错综复杂的蛛丝网。他轻轻地晃了晃还在隐隐作痛的脑袋，然后慢慢地坐起身来，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这里应该是一座废弃已久的破庙，阳光从破败不堪的木窗中洒落下来，投射在倒塌的佛像上，给原本昏暗的室内增添了一抹微光。宁远还发现在破庙的角落里安静坐着一位女子，她背对着自己，身穿一袭淡黄衣裳，头戴斗笠，衣衫上沾染着一些尚未干涸的血迹。虽然无法看见她的面容，但是从那曼妙的背影来看，她必定是一位极美的女子。女子似乎察觉到了宁远的动静，缓缓地转过身来，轻轻掀起了披在脸上的纱巾，然后取下斗笠。掀起纱巾的刹那，一张秀丽的脸庞出现在宁远的眼前。只见她云鬓如雾，青丝挽成一髻，髻中插着一根木簪，朴朴素素中却是清丽难言，美得令人窒息。她看向宁远，唇齿微张，语气淡然道：“你醒了。”宁远有些愣神地看着她，这女子好漂亮，可是为什么是古装打扮女子？注意到她呆愣的目光，黛眉微蹙，不再与她说话。宁远这才回过神来，忙不迭地回答道：“我叫宁远，请问这是哪里？”“襄阳附近。”女子简单地回答了几个字，便不愿再多说什么。听见襄阳两字，宁远一时之间有些茫然。再看向那女子时，见她手握一根竹棒，一身古代服饰，心中暗忖：难道这是在拍戏？然而宁远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并不是在拍戏。且不说没看见摄影器材，素颜如此漂亮的女人他前所未见，即使是在镜头前化妆过的也没有。这样的角色似不应出现在凡尘间。还有，他昨晚只是跟几个朋友在喝酒，后来发生什么就记不清了。难道是朋友的恶作剧，又或者一个荒谬的想法在脑海中悄然浮现，接着便如野草般不可遏制的滋长？宁远突然感到一阵慌乱，心脏开始砰砰直跳，声音颤抖地问：“现在是什么年号？”女子奇怪地望了宁远一眼，不过还是回答：“咸淳4年。”咸淳4年，襄阳。宁远喃喃自语，像是忆起了什么，猛然抬头，看见他手中碧绿竹棒，试探道：“你是丐帮黄帮主？”女子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反问道：“你怎么认识我的？”宁远只觉得脑海中轰然炸响，仿佛整个世界都颠覆了。他晃了晃身子，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过了好一会儿，心跳才渐渐恢复正常，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在回响：我穿越了，真的穿越了。黄蓉再次询问，声音变得冷冽，握住碧绿棒子的手悄然间变换了一个姿势。宁远意识到对方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不再去思考为什么会莫名穿越的事情，心念电转间找了一个托词：襄阳郭靖夫妇，天下谁人不知？我又见你所持之物似乎像打狗棒，故而猜测你是黄帮主，没想还真猜对了。黄蓉点了点头，神情稍微放缓了一些，转头望向庙口，不再言语。宁远也陷入了迷茫，思考着自己穿越的事情。他脑海中充满了各种疑问和猜测，也无心交谈。破庙中一时间安静下来。过了一阵，宁远的思绪被一声轻吟打断。他侧头看去，见黄蓉脸色潮红，一副痛苦难忍的模样，不禁吃了一惊，忙问道：“黄帮主，你怎么了？”“没事。”黄蓉声音有些沙哑，艰难开口，额头也现出一层细密汗珠。宁远见他很难受的样子，急忙站起身来，关切地问道：“黄帮主，你感觉怎样？”“不要过来！”黄蓉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他只觉口干舌燥，身上燥热难忍，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而白皙脸颊上映出红霞，让原本就娇艳的俏脸更添一份诱惑，看得宁远几乎无法挪开双眼。原来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困，粮草短缺，黄蓉这一日来到后方的大城，与郡守商议借粮一事。原本进展很顺利，可在商定结束的晚宴上，那郡守觊觎黄蓉的美色，竟然在酒菜中下了阴阳和和散。黄蓉不察之下误服，等到察觉之时，已经为时已晚。他杀出重围，逃到此处，这时药效才彻底发作开来。他摇摇晃晃站起，身体不自主地靠向柱子，泥柱传来的一丝冰凉让他稍微恢复了些许神智。然而那一丝冰凉转瞬即逝，很快便被滚烫的身躯驱散。他身子再次变得燥热，神智开始模糊，耳中隐隐传来那男子的呼唤声。黄蓉半睁着迷离的眼睛，努力看向那人，但人影却在他眼前晃动重叠。起初是陌生的面孔，渐渐的那面孔幻化成了郭靖的模样。靖哥哥，他低低呢喃着，眼前似乎出现了幻影，又似乎不是。他看到他的靖哥哥走了过来，握着他的手，眼神露出关切，声音似乎极远又似乎极近：“
蓉儿，是爸，没事。黄蓉脑袋晃了晃，想要将眼前的人影驱逐出去，可身体却不听使唤，热浪似要将他燃烧。宁远见到黄蓉脸上出现异色，身体摇摇晃晃，叫道：黄帮主，你怎么了？次日清晨，宁远缓缓坐起，望向庙中倒塌的神像，透过窗户可见庙外婆娑树影，庙门前是一条官道，而身边躺着一位妙曼的绝色女子。宁远凝视着这位依然沉睡的丽人，回想起昨晚的情景，有一种黄粱美梦的错觉，应该不是在梦里。为了确认这是真实的场景，宁远缓缓伸出手指，碰触黄蓉那张俏丽无比的脸颊，顿时传来温润舒适的触感。他依然觉得那是错觉，又俯身下去碰女子的脸，触感无比真实。这回宁远可以确定，这真的不是梦。感到异常的黄蓉睁开眼睛的瞬间，下意识给了宁远一掌。宁远被推得打了几个滚，狼狈不堪地爬起身，看向脸带愠怒的黄蓉，尴尬道：你醒了。黄蓉猛然坐起，当他看见地上那一片狼藉之时，立刻回想起昨晚的疯狂，他竟然失身给了眼前这个男人。一丝绯红爬上了他的俏脸，接着脸色又变得苍白，大颗的泪珠悄然滑落。他喃喃道：靖哥哥，蓉儿对不起你。宁远见状，轻声喊道：黄帮主。黄蓉抽泣了好一会，才以手背抹去泪水，语气冰冷道：你转过身去。宁远有些尴尬地转过身去，只听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好一会，黄蓉望向眼前男子的背影，心中痛苦和悔恨交织。自从她少女之时离开桃花岛闯荡江湖，遇见郭靖后，便再也没有青睐过任何别的男子，不论是风流倜傥的欧阳克，还是后来那些爱慕她的江湖豪客。自己与靖哥哥相依相守20年，没想到会因为误服和合散，与这陌生的男子欢愉一晚。回想起昨晚心智陷入迷糊，误将他当作了郭靖，做出了对不起靖哥哥之事，他就心如刀割，杀了他。这个念头悄然间在黄蓉心头泛起，便再也遏制不住。只要杀了眼前这人，那么昨晚的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秘密，那位郡守不会说出此事，靖哥哥也就不会知道。对，只要杀了他，一切都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自己还是靖哥哥一个人的蓉儿。想到此处，黄蓉眼睛一眯，手已经悄然握住了打狗棒，内劲开始凝聚于竹棒之上，缓缓举了起来，往前一送，就可以杀死他。宁远忽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涌现，他猛然惊觉，身后女子穿好衣服后便没了动静。他这才想起，这女子是东邪的女儿，是坑杀杨康、欧阳克，让欧阳锋疯魔的黄蓉。如果被他后来贤妻良母的形象迷惑，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现在自己昨晚跟他发生了那段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他会怎么做？一念及此，冷汗悄然从宁远的脸颊流下，他的心脏不争气的加速跳了起来。黄蓉想杀他，以黄蓉的性格，他一定会杀了自己，必须尽快想到自救的办法。冷静，冷静。宁远缓缓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装出淡淡的声音，说道：黄帮主，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举起了打狗棒，想杀死我？黄蓉的手一顿，没有出声。不见黄蓉回答，宁远心中更加紧张了。他已经可以100%确认，黄蓉想杀了他，只要自己接下来一个应对失误，那竹尖就会穿过他的胸膛，置他于死地。他心念电转，一瞬间想了很多对策，又说：你一定在想，只要将我悄无声息地杀死，就不会有人发现你做了对不起郭靖的事了，对不对？黄蓉还是保持沉默，身后静悄悄的，死亡在酝酿。宁远冷汗冒得更多了，他又一次缓缓呼吸，让自己的声音更加平和。可是黄帮主，你想过没有，加害你的人如今是不是还活着？想必当时在场的人也不止一个。你能确保这件事没有人会说出去吗？要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这事传入郭靖的耳中，他必定会想，你当初回到他身边时并没有提及这事，那么事后不论你怎么解释，在他心中也会留下疙瘩。顿了顿，他接着又道：怀疑可是魔鬼，一旦产生，越是不想，反而越会生根发芽，到时你们多年的信任将毁于一旦。你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对吧？宁远说完，庙中陷入了沉寂，他不敢再多说一句，怕适得其反，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时间在等待着悄然流逝，也不知是几秒还是几十秒。对于宁远而言，这几乎是他这辈子最漫长的等待。在煎熬中，宁远终于听见背后传来黄蓉的声音：那些人会不会说我不知道，可我无法容忍你的存在，一想到玷污了我的人还活在世上，我心中便不安，所以你还请去死吧。哈哈。宁远怕他突下杀手，突然哈哈大笑2声，分散了黄蓉的注意力。
果然，本欲出手的黄蓉又一次停下，冷笑道：“你笑什么？”宁远道：“我笑你不过自欺欺人而已。难道杀了我，你就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郭靖？你半夜想起这事时，就真的问心无愧了吗？”黄蓉再次沉默。宁远又道：“况且我有什么过错？”背后传了羞怒的声音：“你再说。”宁远见好就收：“我救了你一命是事实吧？你不谢我，却还要来害我，这就是那个万民敬仰的郭大侠之妻，侠义为首的洪七公的徒弟，丐帮的帮主。”他突然转身与黄蓉对视，淡淡道：“现在我就在你面前，我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等死。用你的这个打狗棒刺过来吧，杀了我，看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事没发生过，然后心安理得面对你的靖哥哥。”黄蓉看着坦然受死的这位男子，犹豫了起来。如果是背后下杀手，他会毫不犹豫，可当着他的面看着他纯净的双眼，黄蓉却发现自己无法出手。他又回想起昨晚确实是自己主动的，而且如果没有他在身边，当阴阳和合散的药效发作时，自己恐怕不出几日就会肌肤寸裂而死。想到这些，黄蓉慢慢松开了手中的竹棒，悠悠叹息一声：“记住，这只是一次错误的相遇，以后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互不认识，再无纠葛。”宁远立刻点头道：“我明白，我会把这件事埋藏在心里，不会对任何人提起。”如此果断的回答，倒是让黄蓉对眼前之人高看一眼。他这时才认真打量起宁远，很少见的短发，白色衣衫，中间是一排整理的纽扣，一条蓝色裤子，看不出什么布料，白色鞋子，整体风格整洁中透着怪诞，可是细看又觉得非常舒适。而他脸型刚毅中带着俊秀，身姿挺拔，身上还散发出一种与武林中人截然不同的谦和气质，想来是读书人，却又少了秀才的那种迂腐，给人一种矛盾之感。这不禁让黄蓉对他产生了一丝好奇，不过他很快便将这种感觉压下，只是冷冷的点头道：“如此最好，我要离开了，我们就此别过，相忘于江湖。”说着起身朝门口走去。宁远注视着他的背影，沉默不语，心中却隐隐有些失落。如此丽人是他平生所未见，一场露水姻缘一场梦，经此一别，江湖之大，怕是再难相见了。然而当黄蓉走到庙门口时，他又突然停下了脚步。宁远顺着他的视线望向外面，只见官道的尽头出现了7、8匹马，朝着这个方向而来。蹄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这些马匹便在寺庙前停下，上面的黑衣人纷纷下马，显然目标就是黄蓉。黄蓉缓步退回到庙内，皱眉看着闯进来的8人，冷冷道：“你们是黄启良的人？”黄启良是颍州郡守，为当今丞相贾似道的心腹，负责战时后勤补给，是这次黄蓉冒险越过交战区所要面见之人。这位好色的郡守初见黄蓉时便惊为天人，与黄蓉一番交谈，商议好了支援襄阳的计划后，于庆功宴上对黄蓉下药。黄蓉虽然为人谨慎，可和散本身便无色无味，又加之郭靖作为襄阳守城的重要人物，名满天下的大侠，实在是没料到黄启良竟然色胆包天，甚至不惜冒着得罪郭靖的风险，也要用卑鄙的手段企图得到他。可黄蓉毕竟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虽是吃下了混杂和和散的食物，依然在郡守的细微表情变化中察觉到了不对，然后果断逃离，在对方的高手合围之前冲出郡府，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启良知道阴阳和和散的药效只会一次比一次强烈，断定黄蓉无法逃回襄阳。他不甘心到手的美人儿就这样跑了，就派出了网罗的一批武林高手四下寻找，终于有一队人马找到了这里。哈哈，真没想到郭夫人竟然找了一个男人来帮你，还真是不挑食啊。没有抓到药效发作的黄蓉，为首那人心中颇为惋惜，否则这里有8人不过没关系，只要抓住了对方带回去，再喂一次和和散也是一样的，只要吃下那种药物，就是贞洁烈女也会主动就范。这位心腹手下看了看在一旁的奇怪男子，又看向黄蓉，眼神不免有些同情。多美的人啊，就这样被一个小子给随意糟蹋了，真是可惜。黄蓉脸上闪过一丝愠怒，竹棒在手，一声怒斥就冲了过去。一起上！对方反应迅速，纷纷抽刀剑在手，将黄蓉合围了起来。宁远一个现代人哪曾见过这样的刀光剑影，悄无声息退到一个角落，紧张的手心冒汗。他不断在心中祈祷，希望那些人千万不要注意到他，否则随便一个人过来，自己就小命不保了。好在确实没有人在意他这样的小角色。那8人只顾着围攻黄蓉，可他们显然还是低估了这位娇滴滴美人的厉害。黄蓉虽然对习武不怎么上心，年轻时靠着诡计多端坑杀强敌，可毕竟奇遇连连，加之聪明伶俐，武功虽不及郭靖，却依然是第一流的高手。
只是短短一盏茶功夫，围攻的5人已经被他斩杀，剩下的3人眼见不敌，夺路而逃，又被杀2个后，最后1人骑着马远去。黄蓉虽然杀退来人，却也身受重伤。宁远见敌人死的死，逃的逃，立刻从角落中跑了过去，扶住摇摇欲坠的黄蓉，语气中透着焦急：“黄帮主，你受伤了。”只见他右肋和大腿中箭，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衫，脸色已是苍白如纸。宁远搀扶着他缓缓坐下，见他右肋伤口处不断冒着血，不由急得满头是汗，慌乱中开始解黄蓉的裙带。你想干什么？不要脱衣衫！黄蓉无力的要阻止宁远，又急又怒，差点晕了过去。你不要乱动，我帮你包扎。宁远说着，捡起地上一把长剑，将裙带割成了2截，缠绕住肋下的伤口。接着又掀开黄蓉的裙摆，只见大腿根部一道极深的剑伤，鲜血顺着腿流淌下，鲜红的血，白皙的修长大腿，构成了一幅奇诡又美丽的画面。宁远晃了下神，忙不迭开始包扎。他的手碰触到那浑圆大腿时，2人都为之一颤。黄蓉紧抿着唇，一方面是他受伤极重，已经无力挣扎，另一方面也是因昨晚已经跟对方有了肌肤之亲，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对方再看了自己身子也是无可奈何。可是被他这么一碰，黄蓉依然羞红了脸。这毕竟不是昨晚有些迷糊的场景，现在自己清醒之下，难免生出些异样来。好在宁远过了初10的那一下，倒也没占他的便宜，很快便包扎好伤口，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你伤得太重，这样下去恐怕不行，必须找到郎中，否则……黄蓉痛得直冒冷汗，忍住身上传来的阵阵虚弱和眩晕，道：“你扶我上马，带着我离开，我知道一个地方有药铺。”我不会骑马。宁远说道：“我背你离开。”黄蓉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才道：“那样走不了多远，迟早会被追上，你自己快些离开吧，再迟些就来不及了。”宁远咬牙道：“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背你。”黄蓉道：“没用的，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你又能背我走多远呢？还不如留在这里，保存一些力气，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拼死一搏罢了。”宁远沉默，心想，要不自己还是先跑了。黄蓉虽然极美，他也非常喜欢，可是自己留在这里跟自杀无异，白白搭了性命，值得吗？如果能学会武功就好了。当宁远这么想着时，一个突兀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合适的学习对象黄蓉，你将有一定概率从他那里习得武技。骤然出现的声音让宁远一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脸上不禁现出激动的神色。如果能习得武功，或许可以改变当前的状况，他不单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中有自保的能力，而且宁远看向黄蓉，见她哪怕脸上苍白，依然掩盖不住那天生丽质，实是一位世间少有的美人。如果有一线机会，宁远又怎会舍她而去？怎么了？注意到宁远表情变化，黄蓉出声询问。宁远努力平复内心的激动，凝视着他的眼睛，严肃道：“黄帮主，现在你身受重伤，正如你所说，我就算背着你，恐怕也无法逃多远。而坐以待毙不是我的性格，你可不可以教我武功？也许我学会了，我们还能有一线生机。”见宁远如此认真的表情，黄蓉莞尔一笑：“你以前习过武功吗？”“不曾学过。”宁远摇了摇头，老实回答。黄蓉点了点头，说道：“我看你步伐虚浮，也不像是学过武功的样子。”宁远心下腹诽：“我脚步虚浮，你心里没数吗？还不是昨晚你所求无度，如果不是我底子好，怕不是真成了第一个穿越惨死在牡丹花下的可怜虫了。”不过他也不会蠢到拿这个说事，诚恳道：“黄帮主，反正你也无法逃脱，何不教我搏一线生机？”黄蓉淡淡道：“别说你没有丝毫的武功底子，就算是习武经年之人，想要新学一招半式，也非1-2日之功。如果你有这份心意，还不如现在离开，去襄阳告诉郭靖，让他来为我报仇。”黄蓉初时想杀了这个男子以保住秘密，可当放下那份心事时，见他在如此危难之际依然不离不弃，心中不免对他生出了些许好感，不希望看到他白白送死，试图将他支开。宁远却摇头道：“只怕还没等我赶到襄阳，你就已经被那郡守玷污了。到那时候，就算郭大侠杀了他又如何？”黄蓉羞怒地斥道：“你说话怎的如此粗鄙？”宁远冷哼一声，不搭理他。黄蓉心下气恼，可转念一想，万一真的被制住了，被迫服下和何塞，也是说不准的事。毕竟昨晚自己还不是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被这家伙给欺负了吗？想到此处，他顿感烦闷无比。可要让他在连敌人是否会出现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自杀，却也无法做到。宁远见他紧抿着薄唇，
眼中出现决然之色，似知道他心中所想。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不论如何，尝试一下好吗？就算我到时候无力杀敌，但只要学了一招半式，也许还能在你被制住的时候帮你解脱。黄蓉闻言微怔，认真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杀敌指望不上他，但要是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没准他还有机会将自己杀死，免得平白被那肥胖的郡守糟蹋。他沉吟片刻，终于开口道：也罢，我就教你一招剑法，至于你能学多少，就看你造化吧。宁远心中一喜，叫道：是，弟子定当不让师父失望。黄蓉白了他一眼，说道：我并无意收你为徒，这一式剑招为郭靖所学，我不过是代为传授。如果有机会逃回襄阳，我再为你说情，让他收你为徒。他犹豫了下，补充了一句：就当作是你救我的报答吧。宁远听得一呆，心想：我原本只是想学一招半式，没指望你做我师父，却没想你竟然要做我师娘。你这个提议真的让我好为难啊。宁远看过不少翻拍的《射雕》或《神雕》，温和猪两个版本是他最喜欢的，可跟眼前这位比起来，却是多有不如的。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萍水相逢，一旦分开，就在难有相见之时，就算日后能遇见，怕也是缘尽于此，离难再续了。可没想黄蓉给了他一个不算惊喜的惊喜。按照黄蓉的意思，是打算让自己跟他去襄阳了，然后再拜郭靖为师。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接近他了？不单一路上能与他同行，日后还能常常相聚，那是不是可师娘这个身份却有些难办呀？宁远心中纠结着，然而就眼下来说，学会武功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走一步算一步吧，先度过眼前难关再说。于是他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说道：我从小就听说过郭靖郭大侠的名字，知道他为国为民，是侠之大者。如果他愿意做我师父，我自然是求之不得。黄蓉微微点头：好，那我就先教你一式入门的剑技。顿了顿，又说道：如果真出现了最坏的情况，你该知道如何做。他依然不认为宁远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学到什么，就想着只传授他一招简单明了的招式，这样至少在关键时刻或许能派上用场，一剑杀死自己。郭靖所学的武功博杂，早年间他曾跟随江南七怪中的韩小莹学习过一套越女剑法。虽然这套剑法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失去了最初阿青所学的精髓，但它依然可以算是一门不错的剑术。在这套剑法中，有一招基础剑法较为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人修炼。我现在要传授给你的是越女剑法中的一招，名为宿命花。你要仔细看好了。他一边艰难地用竹棒做出剑招的动作，一边为宁远讲述剑术的口诀要领。当黄蓉说出你要仔细看好了的时候，宁远的脑海中就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提示。黄蓉将越女剑残缺传授给你，你是否愿意学习？你成功修炼了越女剑残缺，第一式宿命花，此为新手奖励，修炼此招式无需任何经验值。作为新手奖励，系统已为你将宿命花升级到完全版阿青版。你可以利用经验值来学习任何武功秘籍上的武学，或者向他人学习。使用经验值可以升级融合任意武学技能。江湖群侠在线系统开启，每当你击杀一个敌人时，根据对方的实力，你将获得一定数量的经验值。每当你成功刺中敌人一剑，你的剑招速度将提升 1%， 同时你将吸取对方 1% 的内力。请注意，此效果在同一敌人身上使用时会逐渐减弱。每当你成功躲避敌人的一次有效攻击，你的移动速度和躲避速度将提升 1%。 此效果在同一敌人对你多次使用时将逐渐减弱。每当你受到敌人的一次伤害，你的体魄和防御力将提升 1%。 此效果在同一敌人对你多次使用时将逐渐减弱。炼药系统已开启，你可以在系统商铺中用经验值兑换炼药知识和所需材料。请注意，本系统只提供基础材料，丹药的制作需你自行配置。系统储物空间已开启，你当前获得实力方，可升级。宁远看着眼前的一条条提示信息，已经惊呆了。只需要通过接触武功秘籍或有人愿意传授，便能够瞬间习得武技，且达到当前状态下的满级。这种能力简直就是逆天，这让那些苦练多年才成就高手的人情何以堪？宁远这边还沉浸在无限遐想时，黄蓉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我刚才演练的剑招你都看明白了吗？听见黄蓉的声音，宁远回过神来，见她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绷带上渗出鲜血，显然刚才的动作牵扯到了伤口，已是痛得不轻。他心生歉意，忙轻扶黄蓉靠石墙坐下，说道：我已经学会了，你先歇一歇，不要扯动了伤口。
黄蓉刚才注意到他眼神不知飘向何处，明显在走神，心中暗叹一声，却并未出言责备。在他看来，一个从未接触过武学的人，仓促间又怎么可能学得会越女剑士，所以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心想，这次多半是躲不过去了。也罢，等会如果来人武功高强，那自己就自刎当场，免得受了郡守玷污，做出对不起靖哥哥的事。但看着眼前的宁远，黄蓉心中又不禁悲从中来。他或许能避免被那郡守凌辱的命运，但想起昨晚他受到那和何散的影响，在欲海中沉沦无法自拔，与宁远行那荒唐事，让他现在想起都会脸红心跳，实在是愧对靖哥哥。以后该如何面对他才好啊？哀黄蓉心中苦闷交织，泪水不禁又簌簌而落。黄帮主，你怎么了？宁远并不知道黄蓉内心的苦楚和挣扎，只是见她落泪，关心地问：你的伤口很痛吗？黄蓉摇了摇头，勉强笑道：不怎么疼了，我休息一会就好。可眼泪还是怎么都止不住，像断线的珠子坠落。宁远一时间不知怎么安慰，好一会才问道：黄帮主，你听说过乔峰吗？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背景，是神雕世界还是别的，是否出现其他小说中的人物。作为一个穿越众，发生什么奇怪的事都是可能的，因此才是探问出两个极为出名的名字。黄蓉收住眼泪，回答道：听说过，乔峰在北地，据说武功盖世，也是英雄了得。你怎么会问及这人？宁远摇了摇头，没有作答，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起来。作为一个伪金庸迷，他在初中时就经常半夜躲被窝里，怕灯光被老爹发现，开着手电筒偷偷阅读金老先生的著作，对于原著中各种武学宝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比如少林寺藏经阁，灵鹫宫后山崖壁之上的逍遥派绝学，又比如曼陀罗山庄的狼环玉洞，同样藏着让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武学秘籍。如果自己能去寻找到那些秘地，借阅无上神功，是不是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这样的想法虽然过于想当然，不过也给了宁远一个遐想，一个奋斗的方向。他想到曼陀山庄里的王语嫣，他家后山里面可是收藏了天下各大派的武功秘籍，除了顶级的那些，几乎一网打尽。如果能够博得王语嫣好感，跟他借阅狼环玉洞中的藏书，那该是怎样惬意的事。唯一的问题是，那小娘皮一直心仪他的表哥慕容复，要获得他芳心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相对于王语嫣，古墓中的小龙女心思单纯，反而好骗些。活死人墓中的石棺内也刻着半部九阴真经，显然是难度更小的选择。此时小龙女应该还没有遇上尹志平，自己若是能捷足登仙，取得心经的同时顺带骑了小龙女，那可真是再完美不过了。还有侠客岛更是必须要走一趟的圣地，又或者去一趟灵鹫宫。宁远一瞬间想了很多，觉得似乎每一样都可行，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他心思再次回到新学的越女剑上。虽只有一招，然而因为是新手奖励的缘故，系统慷慨地将残缺的一式升级到了阿青所使用的完美招式，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黄蓉所受的建议，也算是错有错着。如果黄蓉传授的是别的剑法，比如桃花岛的玉箫神剑，那么哪怕宁远将那招学到满级，也没多大用处。没有内力的他，凭借一招肯定无法对付一个一流高手。可阿青的越女剑不一样，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剑术，而是超越了普通武学的范畴，属于到那一个层次了。否则阿青也不可能一剑打败几千的军队，这样的战绩就是10个郭靖加一起也不可能做到。除此之外，系统赋予他的另一种能力更是强大的离谱。如果宁远理解没错的话，无论是攻击、躲闪还是挨打，每一次与人交手，他都能获得1%的素质增强。这种增强包括出招速度、内力提升、躲闪、防御和体魄，可以说他的战斗力会越战越强，而且没有上限。唯一的遗憾是与同一个敌人相斗，越往后收益就越少，但宁远想想就明白过来，这应该是系统防止 bug 的产生。不然的话，逮住一个敌人，往他身上戳个几千上万剑，那不得逆天。但哪怕是这样，宁远也心满意足了。如果剧情没有太大改变的话，现在正值蒙古入侵，他可以冲入敌军阵中，杀他个7进7出，那自己的武功还不得蹭蹭蹭往上涨。宁远想着系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黄蓉也想着心事，一时间庙中安静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宁远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说道：我去外面找一些食物。他也不敢走远，只是在附近的树林里摘了些青果，带回来与黄蓉简单的充饥。才刚刚吃完，远处官道上忽然传来蹄声阵阵。宁远凝神望去，远远便看见7、8骑向着这边来，带头的正是之前逃跑的那位。他们在庙前纷纷下马，抽出兵刃就要围将过来。
黄蓉看见来人中有一位叫铁手判官，是黄启良网络的高手之一。在昨天的突围中，他曾与黄蓉交手数招，一手判官笔使得出神入化，勉强算得上一流高手。如果是在平时，黄蓉自然是不会惧怕他，但如今他行动不便，右肋的伤势严重，已非对方之敌，更何况其他数人也非庸手。他凄然一笑，望向宁远，眼中充满了歉疚。这次要连累你跟我一起死了。宁远望着黄蓉，见他那俏脸上神色凄然，透出一种楚楚之意，这种柔弱之美反而让他更加动人，看得他心头微微一颤。怪不得有句话叫红颜祸水，这美人还真是要人命，无论是颦笑嗔怒，还是凄然哀伤，都是如此动人心魄，实在是一位天生丽质的绝代佳人。宁远心中涌起一股冲动，这样的女子，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救下来，也不枉自己来此一遭。如果香消玉殒，该是怎样的憾事？他往前踏上几步，挡在了庙门口，说道：“剩下的事交给我吧。”黄蓉怔怔看着宁远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最后，他轻叹一声，抽出随身的短匕首，已经下定了决心，只要宁远身死，他就即刻用匕首结束自己的性命。铁手判官领着众人踏入庙内，也不急着上前，而是看了宁远一眼，随后又看向黄蓉，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玩味道：“郭夫人，你倒是找了个俊朗的小子，想必不错吧？”黄蓉闻言，气得全身颤抖，她紧紧地咬住薄唇，眼中出现水雾。他是丐帮帮主，在江湖上受人敬仰，何曾遭受过如此的羞辱？在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困之际，他不顾自身安危，口中含着空心芦苇，通过汉江顺流前行而下，以躲过蒙军的巡逻快艇，前来颍州寻求粮草支援方案。可身为颍州郡守的黄启良却不顾大局，为了美色暗算于他。他好不容易奋力杀出重围，最后又深陷这样的绝境。这一切已经足够让黄蓉感到委屈，而现在这些人竟然一见面就拿这件事来羞辱他。若是让他们逃脱，即使宁远不将此事外传，江湖上的人也会知道这事，那郭靖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中立足？他黄蓉又哪还有颜面在丐帮中立足？宁远的眼神变得杀机森然，那郡守以如此下作的手段下毒，而他的属下同样是毫无廉耻之心。宋朝有今天这样外忧内患的局面，与这些腐败无能之辈脱不了关系。他心中对黄蓉很有好感，自然不愿他受此言语侮辱，便一言不发，只是一步踏前，手中长剑看似平平无奇，一剑刺出，直指对方面门，正是越女剑中的一式宿命花。越女剑原为阿青所创，一剑出，千钧破，可以说是超越了凡间武技的恐怖剑法。然而阿青最后不知所踪，他所传授的剑法也无人能真正领悟，最终渐渐沦为军中的基础剑术。后来郭靖从师傅韩小莹那里习得越女剑，却跟最初一代的版本相去甚远，早已不复当年的风采。这也是黄蓉选择传授宁远宿命花的原因，因为它相对简单。可让黄蓉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新手奖励的第一招，宿命花在系统的推演增强下，已经达到了阿青创始时的剑术水平。因此尽管此刻宁远内力全无，但他仅凭越女剑那恐怖的剑意，便已经让铁手判官无法抵挡。剑势起，铁手判官的心神瞬间被剑意所夺，他瞳孔猛然骤缩，极力想要避开那一剑，然而身体却被剑意所侵，僵直无法动弹，竟然避之不开。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宁远长剑急刺，一瞬间7点寒芒在铁手判官身上戳了7个窟窿，他咽喉、心脏、眉心等要害齐齐中箭，鲜血随着剑尖的拔出而四溅，他重重的仰面倒下，生机已然断绝。一时间破庙内陷入了死寂，静得真落可闻。黄蓉怔怔看着眼前的一幕，在他眼中，宁远长剑带着绚丽的光，一剑刺出，化作残影，然后倏然收回，接着铁手判官身上飙出鲜血，倒地身亡。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让他有些没反应过来。他的脑海中只剩下刚才那惊艳的剑意，那的确是宿命花，但又不完全一样，那已经不是剑招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超乎他理解的意境，只需看一眼，心神瞬间为之夺。虽非剑术高手，黄蓉本身也精通御箫剑法，因此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清楚那一招的恐怖之处。他究竟是什么人？怎会如此厉害的剑术？如果他本身就是绝顶高手，为何还要跟自己学习剑法？如果不是，又如何能够施展出那样的一剑？黄蓉想不明白，只是看着宁远怔然出神，心中有着太多不解，还有震撼。剩下的7人这时才如梦方醒，其中一人大喊了一声：“一起上！”随后所有人兵刃齐出，向宁远砍去。黄蓉紧张地注视着，右手紧紧握着匕首，眼睛一眨也不眨。
他体会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紧张情绪，既害怕宁远被对方杀死，又期待他能够创造奇迹。如果宁远不幸身死，他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可是他心中也生出了无限的希望，希望看到宁远大杀四方的情景。然后黄蓉的眼中就映照出一道道寒光，它们像耀目的闪电，在一瞬间占据了他整个视线。那一刻，周围仿佛失去了声音，失去了颜色，等感知逐渐回归，接连不断的惨叫声才传入了他的耳中。紧接着又是几十上百道寒光再次闪现，也不知是不是错觉，在黄蓉的眼中，宁远的出招速度似乎越来越快，只是几息之间，他已经刺出了100余剑。每一次长剑刺出，都伴随着敌人的惨叫和鲜血的飞溅。剩下的7人身上各多了10几20个窟窿，身体如同筛子一般四处冒血，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气绝身亡。倒不是宁远嗜杀，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只因为随着他长剑刺中敌手的次数越多，宁远的出招速度就越快。他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招数，本身基础差，所得的增益就显得极为明显。随着不断的出剑，在刺中对方的同时，速度便肉眼可见的速度快上1分。因此在黄蓉眼中才会出现他速度越来越快的感觉。这种状态会随着宁远内力修为的增加而逐渐递减，直到他彻底适应为止。等到所有敌人尽数倒地，宁远这才喘着粗气，眼中血丝遍布。他感到身体仿佛要炸裂开来一般，庞大的真气在周身游走，体内一阵翻江倒海，内脏在真气的冲击下出现微微裂痕，又很快被修补。你没事吧？身后黄蓉的声音透着关心。他身上传来淡淡清香，似丁似兰，非常好闻。这香气中又夹杂着一丝血腥气，让功力大涨后的感官更敏锐的宁远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转身看着黄蓉愈加苍白的脸色，忍不住问道：你现在感觉怎样？黄蓉露出苦涩的笑容，摇了摇头道：我的肺部应该被穿透了，恐怕很难支撑到有大夫的地方。对于即将身死，黄蓉只是觉得遗憾无法再见靖哥哥一次，却也看得开，又微笑道：我没想到你竟然能杀了这些高手，臭小子，你骗得我好苦。你原本就是一位大高手，对不对？宁远慢慢扶着他坐下，说道：你不要说太多，让我看看。说着就去拆之前包扎的伤口。黄蓉虚弱道：你这是干嘛？宁远不答，小心将染血的布袋拆下。之前他心中慌乱，胡乱为黄蓉包扎，如今得到了系统，才有了些底气，重新查看起来。只见伤口狭窄，所伤之处应该是在肺部区域，也就是黄蓉内力修为高绝，才能闭住伤口硬挺到现在，否则一般人绝对已经晕厥过去了。看见这样的伤口，宁远沉吟了一会，说道：不用太担心，我能为你治疗。黄蓉闻言一怔，他右侧伤口极深，已经上了肺脉，即使有名医在场，没有充足的药物，怕也难救他性命。为何宁远会如此笃定能救他？只见宁远露出微笑，继续语出惊人：而且你放心好了，不会留下任何疤痕的。黄蓉显然是不信的，皱眉道：你不要信口开河。他跟着爹爹黄药师学习，不单精通掌剑、慈腹和音律，同样也精通药理。他家的九花玉露丸就是自研的秘药，具备补肾壮阳、延年益寿的功效，可见在医学上的造诣之深，也不差江湖中的4大神医多少。而他腿部的剑伤深可见骨，哪怕及时医治，没有个把月的时间调养休想痊愈，更不用说不留疤痕。黄蓉已经反应过来了，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而是隐藏了实力的大高手，否则怎么可能刚刚看了自己演示一招剑术，就瞬间诛杀8个1、2流的强手？那不是绝顶天赋，而是神话。至于为什么要隐瞒真相，拜师学艺，黄蓉没有证据，可心中不免有些隐隐的猜测。要知道这些年来，他行走江湖，觊觎自己美貌的没有1000也有几百了，可以说各种招数齐出。什么你跟我死去的婆娘长得像，什么我家良田3000亩，朝中有人的都是小儿科，还有那些故人劫色来一出英雄救美的也不在少数。更有甚者，下药的比如黄启良，可是想出通过拜师接近自己的还是头一遭。这也是黄蓉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否则为何一学会越女剑就变得如此厉害？还有他所使用的看似为越女剑，剑意却是高明不知凡几，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哪怕是自己也远远没有达到那一招的境界。所以说他不是想通过学剑接近自己又是什么？可怜黄蓉号称女中诸葛，多智若妖，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天底下还有系统外挂这样不讲道理的东西存在，因此想破了脑袋也无法猜出具体的原因。他知道宁远是为了接近他才跟他学习剑术，
却不知道结果其实正好相反。宁远是跟他学习了剑术，才找到了接近他的机会，因而开始觊觎他。这中间的误会只能说是阴差阳错，命运使然。黄蓉此刻却是心思复杂，当他认定了宁远想接近他时，一时间有了作茧自缚的感觉。最让他郁闷的是，提出拜郭靖为师还是他的自愿，非是宁远提出，因而只能吃了黄连哑巴亏，有苦说不出。要知道，古时对于拜师极为看重，一旦有了授意的实质，就不是你说逐出门墙就逐出的，总得找个由头不是？现在他要跟着自己，趁机接近，黄蓉还真没法将他赶走。真是作茧自缚，黄蓉心中叹息一声，不再想这种奇怪的事情。如今即将身死，还是想想怎么安排后事吧。他有些舍不得靖哥哥，还有那个不怎么省心的女儿。黄蓉自幼缺乏母爱，为人母后对女儿宠爱有加，似乎要把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都补偿到了女儿身上。这些年来，与丈夫的感情不再激烈，只如那淡淡的茶初入口时淡，却米久而回甘。而更多的情感都倾注在了女儿身上，想起女儿刁蛮任性，一事无成，郭靖2个徒弟又资质平庸，不堪托付，一时间愁思涌上心头，情绪低落道：“你将我扶到墙壁那边。”宁远小心翼翼将他抱着走向墙角放下，道：“你不要说话。”黄蓉却是不听，说道：“宁远，不论你有何目的，你跟我学了一招剑法，这是事实。”宁远道：“对，你今后就是我师娘了。”黄蓉取下秀发上的木簪，继续道：“这是我爹爹交到我手上之物，说是我娘亲留下的遗物，你拿着，将来有机会见到我的女儿郭芙，将这木簪给她，就说是娘亲给她的嫁妆，让她好生保管。”宁远道：“就这些。”黄蓉犹豫了下，又道：“跟郭靖说，就说蓉儿对不起他。”宁远笑道：“我知道了。”黄蓉怒目瞪他，道：“你知道什么？”宁远只是笑。黄蓉渐渐羞红了脸，有发作的事态。宁远忙收拾脸上的表情，认真道：“你调息一下，我为你炼制药物。”他在刚才的杀敌中获得了不少经验值，这些经验值不单可以升级融合武功心法，同样可以用于学习医学药理知识以及炼丹。宁远刚才粗略浏览了系统的药铺以及商城，发现上面的医书着实不少，有些是耳熟能详的古代著述，比如《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有些则是闻所未闻，比如《万古毒经》，里面就记载了各种毒药的配置，甚至还包括尸魁的炼法、蛊毒、魂毒等等，其内容简直惊世骇俗。单就毒药篇，宁远就看见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如腐尸剧毒、三笑逍遥散、伏骨穿心膏以及金波寻花等。至于十香软筋散，都是较为温和的了。又比如尸魁，有些像茅山的控尸术，却是要厉害许多，通过秘法将刚死的武林高手炼制成尸魁，不单能保持尸体生前的大部分内力和武功，具备一定的灵智，身体更是如枯木，几乎刀枪不入。这样的不死物，要是成一定规模，不说一统江湖，为祸一方绝对是不成问题的。宁远甚至都在想，难道自己真的是反派模板，将来要成为正派人士人人喊打的 BOSS？ 好在系统并不是只给了万古毒经这样的邪物，其中的丹石残篇就引起了宁远极大的兴趣。因为在丹石残篇收录的各种丹方中，有不少都超越了武侠世界的范畴，已经接近于道术。例如驻颜丹，服用此丹者青春永驻，容貌将保持到最佳的状态，直到自然死亡的前一刻，相貌才会急速老化。无垢灵丹，冰清玉洁之体，身体无邪无垢，纤尘不染。通俗来讲，就是让身体恢复到母胎中的那种先天的纯净，不受外物污染的状态。要知道，婴孩出生时身体是极为纯净的，是后天大自然的不断污染，才让身体内部不断积累杂质和毒素，直到老时会变得丑陋不堪。而无垢灵丹将打破大自然的规律，让成年人的身体也达到纯净的状态。起死回生丹，身体没有遭到严重性破坏，大脑无损，死后1刻钟内服下可起死回生。这个就有点玄幻了，宁远甚至怀疑自己是穿越到了武侠世界，还是什么修真世界，否则怎会有如此逆天的物品？因此当他看见疗伤丹时，心中已经毫无波澜。疗伤丹可快速治愈非断肢的内外伤，虽然简述非常简单，却是宁远当下最需要的。至于最后看见的长生丹，宁远已经开始畅想未来。长生丹服用1颗可增加100年至1000年寿命，备注：当前不具备炼制条件。长生啊！宁远心中振奋不已，浮想联翩。好在他还知道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摒除杂念，兑换出了丹石残篇、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和难经等。虽说丹石残篇已经超出了常规的范畴，可宁远认为多学一些理论知识对炼丹肯定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看着经验值还够，就将能学习的医书都兑换了出来，一股脑的全部学习了。随着无数医学知识涌入他的脑海，又经过一番整理和融会贯通后，宁远睁开眼睛，轻轻吐出一口气。古人千年积累的智慧还真是让人惊叹，那些医书所包含的知识已经是初步窥探到生命的奥秘了。唯一让宁远不解的是，丹石残篇中记载的很多丹术显然非凡人所为，也不知是古代就有的，还是系统带来的缘故。不过既然都能够穿越，还有系统的存在，那丹石残篇也不是不能够接受的。宇宙之大，有太多的奥秘，他一时想不通，也就不再纠结。于是宁远在破庙中变戏法般取出一个半米多高的丹炉，开始炼制疗伤丹。黄蓉看见莫名出现的丹炉，顿时瞪大了美目，惊讶道：“这是哪里来的？”宁远心情极佳，看着黄蓉苍白却依然娇美无比的脸颊，忍不住调侃道：“你让我亲一下，我就告诉你。”黄蓉皱眉不悦道：“你休要胡说八道。”宁远兑换了炼制的药材放入丹炉内，用系统提供的火晶石开始炼丹。黄蓉显然对宁远随口说要亲她的玩笑有些耿耿于怀，只出神地望着火晶石发出不符合常理的青色火焰，隐隐有些后悔将宁远收入郭靖的门下。这人显然有些邪性，行事风格似乎比自己的爹爹更离经叛道，不受世俗观念所束缚，竟然说出那样的话，不论是否是开玩笑，都过于大胆了。两人一时间都沉默下来。黄蓉不知道宁远是否能救自己，体内的伤势让他有些昏昏沉沉，机遇睡去，可他强撑着不让自己沉睡，害怕这一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来。他还有太多的事想去做，有太多的不舍，不愿就此死去。宁远全神贯注控制着火候，他发现系统提供的材料可以通过经验值兑换，而疗伤丹的炼制并不是什么高深之法。1刻钟后，一颗金黄色的丹丸已经炼制成功。宁远等药液凝结后，取出来观察了一阵，对自己的第一份成果感到满意，才对黄蓉道：“这是疗伤药，你服下后伤势很快就会好的。”黄蓉看着那卖相不怎么好的丹药，有些半信半疑，不过还是纳入口中。丹药入口，清香中微微带着苦涩，很快便化作精液被吞入腹中。黄蓉只觉体内升腾起一股热浪，这热浪瞬间抵达4肢百骸，又汇聚于2处伤口。不一会，伤口处便传来麻痒感，就像有万只蚂蚁在啃咬一样。黄蓉脸上现出难受的神情，想去抓挠伤口，身子不安地扭动了几下，低声道：“宁远，你可以转过身去吗？”宁远道：“你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感到伤口很痒。黄蓉有些难以启齿，脸上微烫：“应该是伤口开始愈合导致的，我看看。”宁远微笑着就要上前查看。“不，你转过身去。”黄蓉感觉身上多了些力气，向后挪动了下，忙开口拒绝。宁远依然上前，温和道：“你当我现在是大夫就好了，救死扶伤是大夫的责任，只是看看伤口，没有关系的。”见黄蓉没有出言反驳，宁远小心将绷带拆下，只见大腿那道狰狞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很快就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红印。宁远满意道：“恢复得很不错，我估计再过1天，那印痕也会彻底消失，不会留下半分疤痕。这下你该放心了吧？”黄蓉松了口气的同时，对这疗伤效果震惊不已，有些惊疑不定地问：“你这是什么药物？怎么会有如此功效？”宁远其实对这药效的霸道也非常吃惊，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关心地问：“你现在感觉怎样？”黄蓉运起内息探查一番，秀眉微蹙，右肋下似乎还有些痛，而且浑身软绵绵的，使不出半分力气。“让我看看。”宁远为他解开绷带，查看染血衣物下的伤口处。黄蓉浑身一个机灵，往后缩了缩，道：“应该没事，不用检查了。”宁远手指收回，探查了一下他的脉搏，半晌后才出声道：“没有大碍了。疗伤丹虽然具有神奇疗效，但愈合伤口还是透支了你身体的部分能量，只需要休息几天，再好好的滋补下身子，很快就会恢复如初。”黄蓉微微点头：“这次亏得你相助，宁远，谢谢你。”“不必客气，你是我师娘，我救你是应该的。”宁远笑道。黄蓉却不知该如何作答，宁远哪有半分弟子该有的恭敬和守礼？不过他对宁远却是感激不已，若非他相救，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是必死的结局，却没想到能捡回一命。过了一会，他才记起一事，说道：“我那木簪呢？给回我吧。”“你有给我木簪吗？”宁远露出无辜的表情，摊手道：“没有啊。”“开什么玩笑，到了自己手中的就是自己的了，哪有归还的道理？”
黄蓉道：“那是我娘的遗物，你拿着干什么？给回我。可是你刚才还说要谢谢我，难道就只是口头轻飘飘一句话吗？这可真是毫无诚意。”宁远反问一句，显然是不打算归还了。黄蓉语塞，心想自己确实该好好感谢他一番，不由答道：“你想要什么？等回到襄阳，我尽量满足你。不必了，就那木簪吧，我看就挺好的。”宁远说着不再理会他，说着走回丹炉，又开始往里面扔材料。黄蓉有些气苦，那木簪有特殊意义，是娘亲的陪嫁之物，以后也是郭芙的陪嫁物，怎能落入别的男子手中？除非他将来是郭芙的丈夫，或者可对于宁远的油盐不进，他又有些没可奈何，心想就先暂时存放在他那里，下次找个机会再回来。见宁远又开始捣鼓那个丹炉，黄蓉好奇地问：“你在炼制什么？等会你就知道了，是好东西。”宁远头也不回，全神贯注在炉火的控制上。刚才看到黄蓉娇艳的模样，宁远想起了驻颜丹以及无垢灵丹。黄蓉如今30多岁，容貌虽然绝美，却抵不过岁月的无情，时光依然在她身上留下了一丝痕迹。与她年轻时的相貌相比，多了些成熟的风韵和时间沉淀下来的睿智，却也少了些少女那种充满弹性的娇嫩肌肤。昨晚与黄蓉发生了那段亲密关系后，宁远原本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毕竟以黄蓉对郭靖的感情，自己与他露水情缘实属偶然，他不杀自己已是万幸，又怎么可能还会再有交集？可因为那朝月女剑，她成了自己的师娘，那就意味着以后还有很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有句话说得好，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他要只是普通人也就罢了。而当系统出现在他脑中时，宁远的心便开始膨胀起来。有了系统，那就一切皆有可能，包括黄蓉。因此他自然希望黄蓉越漂亮越好了，看经验值还够，就开始炼制起丹药来。1个时辰后，黄蓉因身体能量被抽空，早已沉沉睡去，迷迷糊糊间被宁远叫醒。他看着宁远道：“我睡了多久了？”“估计1个时辰吧。”宁远说着，想起当初郭靖正是通过见面就送血汗宝马才将黄蓉泡到手的，因此也决定试一试金钱攻势，递给他2颗丹丸，说道：“我给你2样好东西，你吃了。”黄蓉浑身无力，艰难地用手肘撑地，直起了身子，接过丹丸嗅了嗅，只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入鼻，令他精神都振奋了几分，不禁奇道：“这是什么？”宁远催促：“不要问，赶紧吃了。”黄蓉不疑有他，纳入口中服下。不一会，他猛地睁大了眼睛，接着跌回地上，开始无意识地低呼出声。他只感觉身体像是陷入了一个熔炉之中，每一块骨骼，每一处内脏，每一寸肌肤都在分裂，再重新组合，剧痛和麻痒让他恨不得立刻昏死过去。然而思维又出奇的清晰无比，体内的变化瞒不过他的感知。黄蓉知道自己此刻身体变得鲜活无比，充满着生机，一股股神秘的能量正在不断改造着他的身躯，让身体变得更纯粹，体内的陈年暗伤得到修复，积攒的毒素被排出体外。黄蓉可以清晰地感应到他的身体正在变得充满活力，变得冰洁无垢，他似乎突破了凡人的藩篱。这样的痛苦也不知持续了多久，等体内的变化终于结束，黄蓉无力地瘫软在地上，不断喘息着，断断续续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宁远看着眼前脱胎换骨、散发着迷人气息的黄蓉，笑道：“我给你吃了驻颜丹和无垢灵丹，请支付报酬。”黄蓉闻言一怔，忙问：“那是什么？”宁远给他解释：“驻颜丹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的容貌永远保持在现在的这个状态，直至自然死亡的那一刻才会急速衰老。”“不可能！”黄蓉下意识回答了一句。“你不要打断我。”宁远摆了摆手，有些兴致盎然。“而无垢灵丹就更厉害了，你知道婴儿跟成年人的区别吧？”不等黄蓉回答，他自顾说道：“婴儿身体是大自然的馈赠，处于一种非常纯净的状态，而成年人在不断接触外界杂质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太多被污染的东西，在体内沉淀，加上身体的老化，就渐渐变得不纯粹了。无垢灵丹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比婴儿还要纯净，真正做到冰洁无邪的程度，让肉体达到最洁净、最自然的状态。”看着黄蓉更紧致细腻的肌肤，相貌更是恢复到30岁的美妇人模样，心中说不出的畅快。这个女人跟自己怕是要纠缠不清了。黄蓉细细感受着身上细微之处变化，她能感受到身体变得非常轻松，就好像一个人一直背负着100斤的枷锁，已经习惯了沉重，突然间去掉了负担，顿时变得轻松无比。而远处的虫鸣，微风拂过肌肤的触感，眼中清晰无比的世界让她如获新生。在凝视那双如凝脂的玉手，以及刚才无意挣扎而凌乱的裙摆下，
露出的修长圆润、毫无瑕疵的大腿，喜悦不禁涌上心头。这个世间又有哪个女子不爱美？特别是曾经的美丽，在无情岁月之下逐渐褪去了青涩，变得成熟之时，才会感叹韶华易老，容颜易逝。而那种失而复得，让黄蓉感动，不由潸然泪下，不是为悲伤而哭泣，仅仅只是某种对于时光回退的感动。你怎么了？宁远见他落泪，开口问了句。黄蓉轻轻摇了摇头，答道：没什么，只是很开心。你救了我，又给我这样的惊喜，我不知该怎么报答你。不用，宝刀赠英雄，红粉送佳人，这挺好的。宁远微笑应答，心中却想，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黄蓉目光深邃，凝视他好一会，才将目光落在衣裙上，微微皱起了秀眉，看着体内排出到体表的一些毒素和污垢，感到极度不适。你可以找个水源让我清洗一番吗？黄蓉此刻没有了半分力气，却无法忍受排出到体外，衣服上的污垢有些难为情道。宁远微微点头道：你等下，我去就来。说着往外面走去，也不敢走远，见庙门口有一株10余丈的古树，便灵巧地爬上树梢，环顾四望，只见在离许地外重重叠叠的林木间有一条小溪蜿蜒而过。宁远大喜过望，下了古树跑回庙内，笑道：不远的山间有溪水，我带你过去。有劳了。黄蓉说着，低头看向自己脏兮兮的身子，颇为不好意思，我身上有些脏。宁远一点都不在乎，背对着他蹲下，道：有事弟子服其劳，这点脏怕什么？你上来，我背你过去。黄蓉望着他的后背，贝齿轻轻咬着下唇，犹豫了下，最终爱美之心胜过了羞怯，默默爬了上去。宁远将他托起，背着他往溪水的方向走去。黄蓉刚上去就后悔了，只盼着宁远快些走到水源那边，好结束这一段羞人的路途。可让黄蓉气得牙痒痒的是，明明林间地势平坦，宁远却故意放慢了步子，信步走着。黄蓉越来越觉得心慌意乱，催促道：还有多久才能到？你走快些。快到了。宁远故意拐了一个弯路，不疾不徐道：你身子还太虚弱，不能颠簸，天色还早，不急。这坏小子！黄蓉哪能不知他使坏，却毫无办法，只恨不得一口咬对方肩膀上，好让他得知黄帮主的厉害。可他也不好道破对方那点小心思，心想他救了自己一命，又送他如此的造化，让身体容颜永驻，让他占一点便宜就当是报答吧。于是有些羞恼的不再吱声。两人走了好一阵，终于抵达那处溪涧，一个小瀑布从崖壁上垂落，清澈的山泉跌入一个潭子，发出轰轰之声，又蜿蜒着向下流淌。看着清澈的潭水和下面的石子，宁远高兴道：就这儿吧，水深及腰，正好合适。抵达潭水边，黄蓉终于舒了一口气，可接下来又为难起来，疗伤以及身体细胞层面的改造几乎耗尽了她体内的能量。黄蓉此刻身体软绵绵的，如果没有宁远搀扶着，就要滑倒了。她连站立都艰难，哪还有半分力气在深可及腰的潭水中清洗？宁远见她如此纠结的模样，早已心如明镜，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不敢有半分的表现。他体贴道：你消耗了太多，还是让我帮吧。不可。黄蓉慌忙摇头，她除了在靖哥哥面前外，哪曾跟人坦诚相对过？如果不是阴差阳错与宁远肌肤相亲了，她哪怕再怎么爱美，也不可能让宁远背着过来，更遑论让他帮忙洗澡了。宁远道：江湖儿女出门在外，难免会有不方便的时候，而且此处荒无人烟，没有人会看见的。黄蓉恼道：那哪能一样？宁远笑而不答。黄蓉脸上露出苦恼之色，好不容易来了这一趟，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可看着那潭水，黄蓉又深知以如今自己身体的状态，想要站稳都难，是断然没有可能下水清洗的。她心中纠结，心想反正昨晚已经跟他那个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该看的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如今让他再占一点点便宜，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只要不让靖哥哥知道就好，这里幽静，没有人会知道。直到半个时辰后，黄蓉嗔怒道：洗完了没？可以上去了吗？马上就好了。宁远笑着，又抱起他，轻柔放到潭边一块青石之上，笑道：你真好看。黄蓉别过脑袋，生着闷气，刚才这小子倒也规矩，让他安心不少的同时，对他的怨怼也少了许多，可要让他给出好脸色，却是万万不能。他此刻内心的矛盾无法与人说，一方面是对郭靖的愧疚，让他几乎无法自控的要落下泪来，另一方面从未与陌生男子亲密接触的他，在这样一种巧合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内心深处竟然又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异样来。这种矛盾的心绪，甚至于黄蓉自己都难以理解，只好默不作声，
安静坐于青石之上，心中忐忑，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好在宁远并没有占他便宜的意思，只是将两人的衣物清洗干净，晾在一旁的树干上晒着。见黄蓉脸挂寒霜不搭理他，宁远也不在意，干脆在旁边拿出丹炉，打算给自己也炼制一颗无垢灵丹。黄蓉不想与他说话，可是眼角余光还是不由自主瞥向宁远的方向，看见他又凭空变出半米的丹炉，心中说不出的好奇，可又不想出口询问，憋得有些难受。这种凭空变物的本事可不是江湖上耍杂的小把戏，实在是让黄蓉既是惊讶又感好奇。还有让自己快速伤愈永驻容颜的丹药，也绝不是世上应该存在的事物。可他就这么出现在自己眼前，又由不得他不信。黄蓉偷偷看着这个男子，暗自猜测着宁远的来历，接着便不由自主脸红起来，目光忙从他身子挪开。过了一会，无垢灵丹炼制成功，宁远怀着期待的心情服下，然后同样感受了一番黄蓉之前如万蚁撕咬的麻痒和痛楚。宁远毕竟之前还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没有黄蓉的那份隐忍，痛得他大呼小叫，满地打滚，真是活该。黄蓉看着他的惨样，总算出了口恶气，在旁说着风凉话。宁远这时候哪还有闲心跟他拌嘴啊？等到痛楚结束后，他一个箭步就窜入了深潭中，直到1刻钟后才重新出现在黄蓉面前。黄蓉打量着眼前的男子，眼神一亮，也不得不承认，服用了无垢灵丹后的宁远比之前更耐看了，竟然是怎么看怎么舒服。这倒不是说黄蓉是个喜欢看长相的人，如果真是那样，他也不会选择土不拉几的郭靖了。欣赏美好事物是人的天性，就像宁远一样，此刻就肆无忌惮欣赏着眼前美丽的黄蓉。黄蓉被看得心慌，怒道：“你还没看够吗？”宁远笑嘻嘻道：“你长得这么好看，怎么也看不够。”黄蓉恼怒地瞪他一眼，心中惬意涌上心头，强自镇定道：“够了，我们该离开了。”宁远似乎没听见他的话般，自顾说着：“我炼制丹药的材料得来不易，我想收取一点点报酬，好不好？”黄蓉的心情逐渐紧绷，她感受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其实在与宁远一同进入那坛中时，她就一直在想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孤男寡女在这荒山野岭之地，此情此景，恐怕任何一位正常男子都会存了非分之想，更何况此刻的黄蓉身体虚弱至极，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他内心深处不断告诫自己：黄蓉啊黄蓉，你昨晚已经背叛了靖哥哥一次，那时的你身陷囹圄是情不得已，或许还算情有可原。然而现在你神志清明，绝不能再做出任何对不起靖哥哥的事情，否则你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可万一宁远真的意图不轨，他该如何是好？是应该拼死抵抗，还是委屈就范？黄蓉的心中乱成一团，她的身体任由宁远摆布着，为她清洗着每一寸肌肤。她的思绪在对方轻柔的动作中愈发纷乱，仿佛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黄蓉心中明镜般清楚，当面对颍州郡守的威胁时，她能够毅然决然地选择以死相抗。然而现如今与宁远相对，那份决绝却仿佛被某些说不清的东西所困，再难以轻易决断。因为她与宁远之间已经发生了一段亲密关系，无论黄蓉是否愿意承认，这个男人已然成为她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笔孽缘。当有了初次的缠绵，第二次的相拥便不再显得那么难以接受，否则黄蓉怎会允许他带自己踏入潭水？他心中的某个角落或许早已做好了某种未知的准备。因此当宁远说出你让我亲一下好不好时，黄蓉明白这一刻终究还是躲不过了。她紧紧抿住唇，倔强地迎上宁远的双眼，一言不发。宁远的手拂过她的脸颊，将她依旧湿漉漉的秀发向后拨弄，说道：“我只亲一口。”说着他轻轻印上了她的唇瓣。黄蓉在这一刹那闭上了眼睛，泪水顺着眼角悄然滑落。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会流泪，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去躲避。或许在内心深处，她早已默认了这个男人的这个索取。那个瞬间，她思维一片混沌，既有期待也有抗拒，已经无法分辨清楚心中的所想。宁远真的只是浅尝辄止地亲了她一口，然后稍稍离开她一些距离，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你看，我说到做到，只亲了一口，没有食言。黄蓉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宁远那灿烂如阳光的笑容。她有些怔然，原本已经做好了被对方侵犯的准备，却没想到等来了一个如此意外的结果。她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回应。你为什么不要了我？好一会，她情不自禁地轻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迷茫。宁远伸出手指，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声音温和道：如果我现在强迫你就范，
你心中一定会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你到底想要什么？黄蓉追问，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宁远沉默了片刻，在思考如何措辞。最终，他笑了笑，坦诚地说道：我想要你的身子，没错，但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你的心。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谬，甚至你可能会觉得无法理解，但没关系，你就当我开玩笑好了。你确实让我有些出乎意料。黄蓉在确认了他言辞中不似在说谎后，似有庆幸，凝视着他片刻，脱口而出了一句连自己都捉摸不透的话。宁远却又目光灼灼，说道：当然，如果你是出于自愿，那情况就不同了。黄蓉心中一紧，唯恐他突然改变主意，急忙澄清道：我不会自愿的，你别多想了。然而话刚出口，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如果不考虑靖哥哥的存在，他真的会拒绝宁远的请求吗？回想起昨晚与宁远之间那不同于与靖哥哥的亲密接触，一股异样感涌上心头，黄蓉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和迷茫。那种新奇而强烈的感觉在他心头萦绕不去，让他无法平静应对。等到衣物彻底晒干，宁远为黄蓉穿上，随后在附近搜寻了一些食物以充饥才离开。黄蓉再次伏在宁远的背上，带着些许慵懒，仿佛不愿动弹分毫。他轻声说道：宁远，这次我们别走弯路了。哦，你怎么知道我之前走了弯路？宁远好奇地问。黄蓉收手环抱他脖子，调整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声音绵软：这地势如此平坦，瞎子都知道。宁远轻笑一声，继续往前走。然而不久后，黄蓉注意到他又绕了一个大弯。他略带疑惑地问：你怎么又走弯路了？宁远侧转过头，眼中闪烁着笑意：有吗？我迷路了。黄蓉闻言沉默了下来，她将脸颊轻轻贴在宁远的肩膀上，不知在想些什么。两人又走了一段路程，最终回到了那座破旧的庙宇前。之前追兵拴在道旁的马匹还在原地。宁远目光落在那些马匹上，沉思片刻后问道：我想学骑马，这应该不难掌握吧？其实很简单的。黄蓉从他背上下来，倚靠在一棵粗壮的树干上，我可以教你。他接着便开始详细地为宁远讲解骑马的要点和技巧。宁远本就聪颖过人，如今又身怀内力，学习骑术对他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他很快便领悟了其中的关键，并在官道上来回跑了一会，没过多久就已经能够娴熟地驾驭马匹，驰骋自如了。他骑着马来到黄蓉面前，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蓉儿，你看我学得怎么样？黄蓉看着他欢欣鼓舞的样子，忍不住莞尔一笑，给出了中肯的评价：还算不错，马马虎虎过得去。宁远利落地翻身下马，走到黄蓉身边，然后将她拦腰抱起，轻轻地放在马背上。他也跨上马匹，坐在黄蓉的身后，一手紧握着缰绳，一手环抱着她的腰肢，问道：哪边是通往襄阳的方向？黄蓉伸出纤细的手指，指了指前方：走那边。宁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然后扬起手中的缰绳，声音中充满了期待，大声喊道：蓉儿，我们出发去襄阳。不许喊蓉儿，真是没规矩。黄蓉嗔怪了一句，在马蹄声和宁远爽朗的笑声中，向着襄阳的方向奔去。在官道上，宁远美人在怀，纵马疾驰，他此刻豪情激荡，宛若一位鲜衣怒马的江湖侠士，胸怀恩仇，随风驰骋。黄蓉虽然稍稍恢复了些许力气，但依然慵懒地依偎在他怀中，不想动弹，甚至连思绪都懒得整理。朝廷的积弱和鞑子的入侵，郭靖不得不坚守襄阳，而她也不得不殚精竭虑为丈夫出谋划策。她不仅要平衡丐帮内部那些厌战的声音，还要与襄樊的州官们斡旋。这样的生活让她疲惫不堪，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了。她此刻就像一位柔弱的女子，依偎在宁远宽厚的胸膛上，这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和宁静。黄蓉在心中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只是借她的胸膛稍微休息一下就好。然后她便在宁远的怀抱中沉沉睡去。当黄蓉迷迷糊糊地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她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门口挂着一盏摇曳的红灯笼，透出暖黄的光晕。她轻声问道：我睡了多久了？宁远在客栈门前稳稳地停下马，回答道：大约2-3个时辰吧。我们先去吃点东西，今晚在这里住宿一晚，明天再继续赶路。宁远轻柔地将黄蓉抱下马来，随后握住她的手走向客栈内。感受着宁远握着自己手的温度，又看见客栈内迎面来的店小二，黄蓉以不易察觉的动作将手抽回。客官，里面请问是打算住店，还是只是暂时歇息用餐呢？店小二热情地迎了上来，打着招呼。宁远环顾四周，选择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落座，
然后对店小二吩咐道：“我们在此留宿一晚，请先上一桌饭菜。哦，对了，再来一份滋补的汤品。”他顿了一顿，又补充道：“还有，请给马儿准备一些上好的料草。”店小二应承道：“好嘞，客官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去准备。”说罢，他便转身忙碌去了。很快，热气腾腾的饭菜被端上了桌。宁远给黄蓉盛了一碗滋补汤，道：“你身体消耗过多，接下来这几天得好好调养补养一番。”黄蓉看着他为自己考虑得如此周全，照顾得妥妥帖帖，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新奇的感觉。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她总是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无论是丈夫、女儿，还是那2个有些笨拙的徒弟，都需要她的操心和关怀。她似乎已经习惯了为所有人操持一切，而鲜少有机会被人照顾。然而此刻，身体的虚弱让她不得不接受宁远的关怀，这种体验对她来说陌生而温暖。她发现自己在这种关照中生出了一丝依赖感，开始享受被人呵护的感觉。宁远察觉到黄蓉的神情似乎有些异样，疑惑地问：“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黄蓉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嫣然一笑，那一刹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风情。宁远看着这样的笑容，不由得微微一愣。这2天来，这女人一直愁眉不展，少有展露笑颜的时候，此刻骤然露出灿烂的笑容，竟是说不出的动人。黄蓉见宁远有些失神的样子，脑海中闪过今天在潭边的画面，心中突然涌起一丝莫名的慌乱。她迅速垂下眼帘，端起面前的鸡汤，小口小口喝着，试图掩盖自己混乱的思绪。宁远中午只是随便吃了些果子，此刻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也不再客气，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一连吃了2大碗，才算是填饱了肚子。此时夜色已经更加浓重，他招来店小二，准备安排住宿。小二，给我们来2间客房。店小二看了眼黄蓉，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啊，不好意思，客官，今天店里的旅客比往常多了些，现在只剩下2楼的1间客房了。竟然这要求！宁远心中暗自窃喜，但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他转向黄蓉，同样露出为难的神色。娘子，你看这情况，要不我们今晚就将就一下？黄蓉白了他一眼，听他喊娘子，也没反驳，只是默默地坐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此时店小二急忙在旁边插话道：“这附近就只有小店一家可以提供住宿，除非2位愿意跋涉几里地去寺庙借宿，否则恐怕只能露宿野外了。”他说着，抬头望了望外面的天色，脸上露出笃定之色，接着说道：“看这天气，夜里很可能会有雨。”宁远随着店小二的视线也朝客栈外望去，只见夜色中乌云密布，低沉压抑，确实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景象。他收回目光，见黄蓉仍未表态，便故意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满。这种偏僻地方居然只有1家客栈，真是让人头疼。算了，1间就1间吧。小二，记得给我们多送1床被单。好嘞，客房在楼上，请2位随我来。店小二满脸堆笑地应承着，同时不忘解释：“我们的床铺都是加宽的，被子也是新换的，保证让2位住得舒适满意。”宁远点了点头，对黄蓉说道：“娘子，你先上楼休息去吧，我来结账。”黄蓉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跟着店小二上楼去了。宁远目送着他们上楼后，才慢悠悠地起身去柜台结账。就在这时，一名江湖客闯进了客栈，他步履矫健，径直走向柜台。之前那位店小二刚下楼梯，见有新客进门，便又急忙迎上前去，热情招呼：“这位客官，请问您是打算住店还是用餐？”那汉子豪爽地回答：“先给我来2份羊肉，1壶烧酒。对了，还有客房吗？”店小二笑容满面：“有，我们客栈还有几间上好的客房，宽敞明亮，舒适宜人，保证让您满意。”宁远在旁听闻此言，不由得一怔，他疑惑地问道：“小二，你刚才不是说只剩下1间客房了吗？怎么这位客官一来就又有了房间？”柜台里的店掌柜发出一阵嘿嘿的讪笑，他解释道：“少侠，您有所不知，我们客栈有个规矩，只要看到1男1女同行的江湖豪侠，就会告诉他们只剩1间客房了。”他露出猥琐的笑容：“您知道的，江湖儿女不拘小节，说不定因此还能成就一段佳话呢。嘿嘿，您懂的。”宁远恍然大悟，原来这客栈还有这种操作，心中不禁对店掌柜的商业头脑感到由衷敬佩，于是大方地将银钱拍在桌上，爽快说道：“这些钱是赏你的。”店掌柜接过银钱，大喜过望，极力奉承：“谢谢大爷的赏赐，祝您今晚春风得意，大展雄风。嘿嘿，让那位美丽的女侠也见识见识您的厉害。”
宁远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笑骂道：“去，少在这儿胡说八道。”他点了一壶陈酒，带着2个酒杯以及1碟咸香花生，随后悠然上楼。踏入房间，便见黄蓉已端坐在榻旁的茶几边，一盏古朴的油灯在茶几上摇曳，释放出柔和昏黄的光晕。他在这朦胧灯光下，正专注地翻阅着一本杂书。黄蓉察觉到宁远的到来，不露声色地将书本合拢，轻置于一旁。宁远轻步走近，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书册上。只见封面以行楷书写着“宗武无敌，师娘师傅在隔壁”几个大字。他猜测这或许是一本记载武林轶事的书籍，便也未多加留意。黄蓉嘴角微扬，露出一抹淡雅的笑容，轻声问道：“怎么还有闲情雅致喝酒？我素来没有早睡的习惯。”宁远一边解释，一边取出酒杯，况且听店家介绍，这是他们珍藏了20年的女儿红。想到你在路上已睡了多时，此刻应该不困，我便想着与你一同小酌几杯，共赏月色如何？黄蓉稍作犹豫，最终还是微微点头，道：“也好，我确实不怎么困，那便陪你浅饮几杯吧。”接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轻笑一声：“对了，喝酒怎能少了花生作伴？你再去向店家要1碟过来。”宁远微微一笑，像是变戏法一般，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1碟花生，放在茶几上。随后他为2人斟满了酒杯，酒香顿时在房间内弥漫开来。黄蓉伸出纤细如玉的手指，轻握酒杯，优雅的小抿一口。宁远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他那比陶瓷酒杯还要白皙1分的青葱玉指上，心中不禁微微一动。察觉到宁远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指上，黄蓉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只是笑盈盈道：“来，喝酒。”宁远举杯与他轻轻一碰，同样浅尝辄止。他细细品味着口中的酒液，眉头微皱，不满地说道：“那店家肯定骗了我，这酒里掺了水。”黄蓉又品了一口，道：“这女儿红口感醇厚，应该是没有掺水的。你不要错怪了人家，是吗？”宁远有些疑惑地看了眼黄蓉，又品了瓶酒，笑道：“那估计是我品错了。不过酒好酒坏并不重要，喝的只是心情。宁远这次是有些冤枉店家了。”在古代，由于蒸馏技术相对落后，大多数酒都是纯手工酿造的，因此酒的度数自然比现代的酒要低很多。这也是为何宁远会觉得这酒似乎掺了水的原因。黄蓉听宁远如此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叹息道：“饮酒真的只是关乎心情吗？”宁远看着黄蓉那深邃的眼神，心中明白她可能想到了更多的事情。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微笑着说道：“是的，月光下，油灯前有美人相伴，便是人间好时光。”黄蓉将目光投向窗外，只见乌云密布，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连一丝月光都透不出来。他转回视线，嗔道：“你这不是净瞎说吗？哪里有什么月亮？”宁远嘿嘿干笑了2声，随即收敛了笑容，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他凝视着黄蓉，沉声问道：“你怎么会独自一人前往颍州借粮？这其中必定有什么重要缘由吧？”黄蓉似乎醉意正浓，她的娇俏面容在微醺中显得格外动人，醉态可掬的模样让宁远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宁远看得极为异动，心想醉得还不够彻底，要不再给他多喝点。想到就做，他悄然拿起黄蓉的酒杯，又给她斟满1杯，笑着蛊惑道：“蓉儿，你真是好酒量，我们再干1杯。”黄蓉醉眼朦胧，她轻轻地打了个小酒嗝，语气中带着些许娇嗔：“宁远，你不能这么叫我蓉儿，这个称呼只有靖哥哥和我爹爹，还有洪七公他们才能用。那现在就多一个了，我觉得这么叫挺亲切的。”宁远故作不知地继续叫道：“蓉儿。”黄蓉这时候也不知是真醉了，还是保留着一丝清醒，娇笑了一声，含糊不清道：“你肯定对我不怀好意。”宁远趁机握住他的酒杯，那感觉入手温润如玉，而黄蓉似乎并没有太多反应，只是任由他握着。见他没有反应，宁远胆子更大了些，他轻轻取下酒杯把玩着，目光灼灼，嘴上却说道：“你一定想错了，我怎么会打你的主意呢？我敬你还来不及呢。”黄蓉下意识地试图抽回自己的手，然而并没有成功。她并没有再坚持，只是微眯着眼睛，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轻声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宁远若无其事地松开，再次为黄蓉斟满酒杯，递到她面前：“蓉儿，我们继续喝吧。”黄蓉接过酒杯，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却发现宁远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她顿时心生狐疑：“你怎么只喝一口？你肯定是想故意灌醉我，是不是？”宁远看着黄蓉那因酒意而泛红的脸庞，
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他这是醉了还是没醉？怎么感觉他好像看穿了自己的意图似的？他一时之间也有些摸不清头脑，忙又喝了小半口酒，掩饰自己的心虚。谁说的？我也喝干了。宁远嘴上这样说着，眼睛却一直在观察黄蓉的反应。见他有些摇摇晃晃的，宁远忙伸手去扶他。黄蓉挣扎了一下，迷迷糊糊地说道：宁远，不要这样，我要睡了。他的声音软绵绵的，带着一丝醉意和娇憨，嘴里哼哼了几声，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渐渐就没了动静。宁远轻声地呼唤着：黄帮主，蓉儿。黄蓉似乎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句，随即便再次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这位平日里精明能干的丐帮帮主，此刻安静得如同处子一般，显露出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柔弱。他是真的睡着了。宁远搂着他，静静地享受了这份温软中的宁静。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笑一声，动作轻柔地将他抱起，脱去他的鞋袜，然后将他放在榻上。宁远看着他那张娇美的容颜，忍不住低下头，轻轻地亲了一口。他很想现在就占有这位黄帮主，尽情享受他的身子。然而对方已经喝醉睡着了。宁远心中纠结不已，拿不定主意。他的思绪开始漫无目的的飘荡，回想着那场莫名其妙的穿越。过往的一切已然如云烟消散，而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充满未知和诡谲的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拥有了一个系统，身边还伴着这位美丽的女子。他侧身转向她，只见乌云已散去，皎洁的月光如银瀑般洒落。黄蓉那绝美的容颜在月光下更显清丽脱俗，偶尔微蹙的秀眉间仿佛藏着无尽的心事。宁远心中暗忖，此刻的他是否也被某些烦心事所困扰。他轻轻伸出手，抚平了他眉间的褶皱。随后他坐起身来，习惯性的想抽一根烟，却摸了个空。这才想起自己已经穿越到了这个时空。他微微苦笑，目光转向旁边的那本《宗武无敌》，师娘师傅在隔壁。随手翻开书页，他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这居然是一本小人书！在这个时代，这种书籍可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宁远立刻被这本小人书吸引了，兴致勃勃地翻阅起来。映入眼帘的是第一眼娟秀的字迹，作者小影。好奇怪的名字，似乎还是手抄本。宁远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他的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再过了一会儿，他扭头看了看身旁熟睡的黄蓉，目光又重新落回到那本小人书上。宁远陷入了纠结。这本小人书的写作手法实在太高明了，老练而引人入胜，各种调动情绪的技巧让宁远感到心痒难耐。他在心中暗暗咒骂这客栈老板，怎么能在房间里放置这样的书呢？这简直是在诱人犯罪。他再次看向黄蓉，内心的纠结愈发强烈。不行，这本破书真的太害人了，他不能让自己被这种诱惑所左右。于是宁远重新躺了下去，轻轻地碰了碰黄蓉，轻声呼唤道：蓉儿，蓉儿。黄蓉在睡梦中转了个身，又沉沉睡去。次日清晨，黄蓉从沉睡中悠悠醒来，她睁开眼睛，略带迷茫地环顾四周，随即意识到自己昨晚竟然喝醉了。她猛地坐起身来，努力回忆着昨晚的事情。酒后的记忆断断续续，她只记得与宁远一起喝酒的情景，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像是一片模糊。黄蓉瞪了宁远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她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身体状态，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黄蓉开始检查被单。被单上有些褶皱，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能作为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来证明她偷偷做过那事。想到这里，黄蓉心中不禁有些气恼。她银牙暗咬，心中对宁远产生了些许怀疑。就在这时，宁远也醒了过来。他看着黄蓉，微笑道：你醒了。黄蓉抓紧床单，怒视着宁远，骂道：臭流氓！宁远眨了眨眼睛，一脸无辜地叫屈道：我没做什么，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黄蓉杏眼圆睁，怒视着宁远，娇声斥道：老实交代，昨晚你到底有没有欺负我？宁远立刻摆出一副纯良无害的表情，解释道：你可真是冤枉好人了，我对你敬仰有加，又怎会做出那种轻薄之事？他的言辞恳切，仿佛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黄蓉狐疑地打量着他，目光如炬，追问道：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宁远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的眼神坚定，仿佛在说着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黄蓉在他身上闻了闻，皱眉道：你身上有我的味道。宁远心想，这是狗鼻子吗？他认真解释道：
你睡觉不怎么老实，睡着就把手搁我身上了。黄蓉俏脸微微一红，仍不放心，再次质问：你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宁远思考了 0.5 秒，觉得这时候应该否定，于是坚定地回答：没有。黄蓉紧咬着薄唇，审视了宁远半天，他那双看似无辜的眼睛让他无法分辨他话中的真假。最后他只好无奈地告诫道：以后别再这样了。宁远听后眼前一亮，瞬间抓住了他话语中的漏洞。他顺势将黄蓉揽入怀中，脸上露出一抹坏笑，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得意：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昨晚我真的做了什么，你也不会太介意的，对吧？宁远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黄蓉措手不及，他挣扎着想要挣脱他的怀抱，羞怒道：你放开我！宁远不为所动，继续轻笑道：所以你其实并不介意，对吧？黄蓉用力将他推开，然后整理着褶皱的衣裳下了床榻，说道：不，我介意。他走到梳妆镜前坐下，开始梳理那一头乌黑如瀑的发丝。他的动作轻柔而有序，就像要通过梳理头发来平复自己的情绪。宁远也从榻上爬了起来，他静静地站在黄蓉身后，目光专注，看那如玉的发丝在他的手指间被梳理顺，然后盘起，用一根简约的木簪固定成完美的发髻。真好看。他忍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黄蓉依然保持着沉默，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转身直视着宁远的双眼，他的目光坚定而认真，仿佛要看透他的内心。答应我，以后别再这样了。这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但绝对不允许有下次。宁远与他对视着，脸上依然挂着微笑。黄蓉没得到想要的回答，气得跺了跺脚，然后转身下楼去了。两人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远处传来了蹄声。透过客栈门口向外张望，他们不一会儿就看见武器绝尘而来，后面紧跟着上百名士兵。这些士兵有的手持长枪，有的握着长弓，转眼间已将客栈团团围住。客栈掌柜心惊胆战地走上前去，声音颤抖地问道：这位官爷，请问您有何吩咐？为首的军官挥起马鞭，将掌柜抽飞在地，然后居高临下地喝道：进去搜查，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黄蓉站在楼梯口，皱着眉头看着客栈外面的军官，低声说道：应该是黄启良的人。宁远转身对黄蓉说道：你先后退，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黄蓉点了点头，叮嘱道：你小心些。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恢复，留下来也只会成为累赘，于是站在楼梯下的阴影中。就在这时，5、6名士兵冲了进来，他们看见站在楼梯口的宁远以及阴影中的黄蓉，大叫道：在这里了！扑了过去，试图抓住他们。宁远的眼神瞬间变得冷酷无情，手中长剑寒光闪过，几息之间就已将这几人斩杀在地。外面的军官听到里面士兵的惨叫声，他的声音充满杀意，大喝一声：发现反贼，给我拿下！宁远走到门口，出现在军官的视野里，目光冷冽地注视着对方。随着军官一声暴喝，上百兵士瞬间进入战备状态，枪兵在前，工兵在后分作3排，纷纷拉弓搭箭。紧接着弓弦声震响，嗖嗖嗖的声响此起彼伏，几十支利箭带着凌厉的破空声呼啸而至。在冷兵器的战争中，即使是那些武林中的顶尖高手，也会对军队的剑阵心生敬畏。无论你的武功如何盖世，面对这种成剑制连绵不绝的箭雨攻击，都得饮恨当场，少有能够逃脱的例外。然而对于宁远来说，这几十支箭矢却还不足以对他构成太大威胁。他静静地堵在门口，手中剑只是一招直刺，迎面而来的箭矢瞬间被挑飞，发出密集的叮叮声，系统的被动效果瞬间被触发。每当你成功躲避敌人的一次攻击，你的移动速度和躲避速度将提升 1%， 此效果在同一敌人对你连续使用时将逐渐减弱。在第一波箭雨过后，宁远的移动速度和躲闪速度各自跃升了 50%， 这看似只是一半的提升，但对于人体的综合素质来说却是一次飞跃。移动速度的加快意味着腿部肌肉与筋骨得到了极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力量与爆发力的显著提升。而躲闪速度的提升则不仅仅是身法的改进，更涉及到身体神经反应速度和动态视觉的敏锐化。因此在第一波攻击时，宁远格挡的还有些吃力，但到了第二波箭雨攻击，他已经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当第二波箭雨再次让他的速度跃升时，随之而来的第三波攻击已经不再是威胁。只是几息之间，这3波箭雨为宁远带来了 50%、25%、12.5% 的移动和躲闪速度加成。他只是随意站在那里为移动分毫，手中一剑，地上铺满了箭矢，
场中一时间有些安静。宁远并未理会那位惊疑不定的军官，他心中暗自寻思，看来同一个敌人的攻击所提供的增益会在每次攻击后减半。如此推断，若想迅速提升自己的实力，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在军中杀敌了。因为只有第一次攻击或躲闪才是效果最佳的，对同一个敌人而言，哪怕是攻击成千上百下，也不过是获得%几的收益，显然不划算。他嘴角轻轻上扬，抬头直视那位军官，低声道：“就从你们开始吧。”那军官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住了一般，瞬间感到浑身汗毛倒竖，他眼中闪过惊恐之色，随即厉声喝道：“结阵，杀！”话音刚落，宁远已经冲了过来，一剑斩断马腿，紧接着又一剑斩了他的头颅。他身形如风，掠过倒地的马匹和死去的军官，冲入军阵之中。营敌！前排的士兵训练有素，3人一组向宁远发起攻击，10多根长枪一同刺向宁远。然而这些长枪只是递出一半，他们咽喉或心脏便已被宁远的剑锋所贯穿。一时间鲜血四溅，惨叫声、枪剑碰撞的铿锵声、倒地声此起彼伏，乱成一片。仅仅1刻钟时间，客栈四周的100多名士兵已无一人站立，鲜血染红了四周的泥土。宁远浑身浴血，站在这些尸体之中，犹如从地狱走出的恶魔。黄蓉站在客栈的窗户旁，将自己隐藏在阴影里，默默注视着宁远，如狼入羊群般将上百士兵屠戮一空，心中震惊跟疑虑交织。他真的只会一招，自己教给他的越女剑第一式宿命花。然而在黄蓉的眼中，这一招如果初时还有那么一点可循的痕迹外，他惊讶地发现，随着宁远杀的敌人越来越多，他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竟然变得越来越快，到了最后，剑招已是了无痕迹。士兵们递出的长枪尚未触及到他，眉心、咽喉却已经中箭，竟没有一人能够挡得住宁远的一击。他如入无人之境，每一剑都是一人毙命。这可是军队啊，虽然只有100多人，其战力也绝非松散的江湖帮众可比，可竟然被他一个人屠戮一空了，这实在让黄蓉难以置信。要知道，即便是郭靖面对如此阵容，也不敢轻易言胜。黄蓉咬着薄唇，静静地看着宁远走了过来，只听他声音冰冷：“黄启良真是欺人太甚，我帮你杀了他。”黄蓉凝视着这位满身杀气的男子，问道：“黄启良身边有众多高手护卫，更有重重军队守护，你真能杀得了他？”宁远道：“你想不想杀他？”黄蓉回想起自己一路冒死前来求援，最后差点被他玷污和屡次被追捕的屈辱经历，心中充满了愤怒。他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想。”宁远森然说道：“你想杀他，那我便杀了他。”说完，他牵起黄蓉的手，走向一匹战马，停下来问道：“你现在能骑马了吗？”黄蓉道：“你抱着我。”宁远二话不说，将黄蓉抱上马背，一拉缰绳，调转马头飞驰而去。黄蓉被他紧紧揽着腰肢，背后贴在他炽热的胸膛上，一点都不在乎他身上的血染红自己的衣裳，那是敌人的鲜血，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他只知道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天经地义。掌柜和店小二看着满地的尸体以及绝尘而去的两人，过了好一会儿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喃喃道：“这漂亮娘们被这样的盖世英雄睡了，可真他妈值。”店小二点头附和道：“对，对。”可随后店小二又苦着脸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报官吗？”掌柜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骂道：“报个屁！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吧！”宁远跟黄蓉一路骑行，朝着颍州的方向进发。行至半途，狂风突然大作，官道两侧的树木在风声中摇曳不定，发出沙沙的声响。宁远仰头观察天色，只见前方的天空已被乌云笼罩，用不了多久，暴雨将至。我们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宁远建议道。黄蓉点头应是，他回忆道：“我记得前方不远处有个村落，我们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到了。”宁远闻言，轻挥马鞭，马儿似懂人意，蹄下生风，速度愈发加快。果然，不久后，一个荒凉的村落轮廓隐约出现在视线之中。然而村中却是寂静无声，显然已经荒废多时。这个地区位于战区交界处，原本是繁华之地，蒙古铁骑的入侵迫使无数村民背井离乡，前往内地寻求庇护。因此，两人沿途所见多是断壁残垣，一片荒凉的景象。两人寻得一处宽敞的宅邸，进入其内以避风雨。暴雨很快如期而至，如注如清。屋外的世界被密集的雨幕遮蔽，一片朦胧不清，屋内也显得昏暗。宁远找到一块还算洁净的抹布，
将椅子上的灰尘拭净，然后扶着黄蓉坐下。你先稍事休息，我去烧些热水来。黄蓉却轻轻拉住了他的衣袖，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坚定与认真。不必了，我已恢复了些，这些琐事我自己来便好。宁远说道，你身体还很虚弱，需多加休养。黄蓉浅浅一笑，摇了摇头，无妨，还是让我来吧，我已经习惯了照料生活起居。如果你对我太好，我会被惯坏的。宁远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笑意，有时候女人也是需要被宠溺一二的。黄蓉闻言沉默了半晌，终是轻轻叹了口气，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言罢，他起身去寻水壶，准备烧些开水。宁远静静地看着黄蓉忙碌，当水壶中的水开始咕嘟作响，他变戏法般取出了之前在客栈买的烧饼，掰碎了放入滚烫的热水中，化为一碗香浓的泡馍。你这食物是从哪里拿出来的？黄蓉观察着宁远的举动，他曾2次目睹宁远神秘地从未知之处取出丹炉炼丹，内心的好奇早已如被点燃的火焰，熊熊燃烧。此刻又见他凭空变出烧饼，再也按捺不住那份探究的欲望，双眸紧盯着宁远，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线索。宁远捕捉到黄蓉眼中闪烁的好奇光芒，忍不住就想戏弄一番这位美艳的黄帮主。他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调侃的笑意，说道，你让我亲一下，我就告诉你这其中的秘密。黄蓉闻言顿时板起脸来，一双美目瞪着宁远，声音中带着几分嗔怒，你爱说不说，稀罕吗？尽管他努力装出冷淡的模样，但眼中的好奇却将他的心思暴露无遗。宁远看着黄蓉那故作淡然的模样，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将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馍递到黄蓉手中，笑道，来，趁热吃吧。黄蓉气恼地接过碗，低头吃了起来，但内心的好奇却如被猫爪轻挠，痒痒的无法自持。他努力克制，却终究没能忍住，抬眼狠狠地剜了宁远一下，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娇嗔，你倒是快说啊。这微妙的语气转变让宁远微微一愣，心中不禁漾起一丝涟漪。他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却见黄蓉柳眉倒竖，似有发作的迹象，赶忙收敛笑容，温言安抚，蓉儿，你误会了，我笑并非因为你，而是突然想起了一桩趣事。黄蓉顿时美目圆瞪，一拍桌子，震得碗中的汤汁都溅出了几点。他扬怒道，好啊，合着你是来消遣我是吧？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便举起玉手作势要打。然而宁远早有准备，轻松地握住了他的玉手，笑道，息怒息怒，我收回刚才的话便是了。黄蓉被他搅得心绪烦乱，他算是发现了，这个外表看似随和的弟子，实则是满脑子都想占自己便宜的坏小子。他之所以愿意拜入郭靖门下，恐怕也是存了不可告人的心思。可是到如今，说什么都已经为时已晚。其实连黄蓉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昨晚会跟他喝酒。或许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个不愿为人知的魔鬼，一旦遇到诱发的契机，便会蠢蠢欲动，再也难以压制。黄蓉自幼失去母亲，由黄药师一手抚养长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东邪性格的影响，她的基因中潜藏着叛逆的因子。少女时期的她精灵古怪，特立独行，多半源于此。然而自从嫁给郭靖后，那个古灵精怪的少女仿佛消失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端庄稳重的黄帮主和事事操劳的郭福娘亲。有时候他都在想，自己到底深爱着靖哥哥什么呢？这份情感或许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清。是初次遇见郭靖时他那手绢中压碎的点心，还是假扮小乞丐时对方展现的真诚，或者都有之，他也从来没后悔嫁给郭靖。然而生活总有办法磨灭初时的激情。郭靖其实是挺无趣的，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性格沉闷木讷，不善言辞。他对黄蓉的爱深如海底，却习惯将这份情感深藏在心，不轻易流露出来。丐帮帮主更无趣，不过是形势所迫罢了。他整日忙得团团转，要为笨哥哥出谋划策，助他守护襄阳，应对那些他不擅长打交道的朝中官员。他还要照顾他们那不省心的女儿。生活的琐碎和责任让他渐渐失去了曾经的自我和那份精灵古怪的性情。这次黄蓉自告奋勇来到颍州，却在阴差阳错间遇见了宁远，稀里糊涂地跟他发生了不可告人之事。如果两人在第二天便分道扬镳，或许在往后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黄蓉会回想起与宁远相处的那一夜，但过后她依然会是郭靖的妻子。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后来又有了破庙杀敌、恢复青春、潭中戏水以及客栈宿醉等经历。这接踵而至的经历，像是在黄蓉沉寂已久的心湖中投入的石子，让她内心泛起了涟漪，再也不复平静。
否则以黄蓉的谨小慎微，他昨晚又怎会如此轻易地沉醉于酒中？不过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罢了。大概是因为心绪纷纷扰扰，又不经意间翻阅了那本《宗武无敌》，师娘、师傅在隔壁，让他那些被生活琐事所磨灭的激情悄然间重新燃起，让被暂时压抑了太久的心灵渴望得到释放。他不想知道答案，因为他不敢在清醒时去直面自己的内心，不敢承认，自从破庙那件事发生后，他心中已经悄然烙印上了宁远的身影。他或许是好奇那凭空变物的秘密，可知不知道对他而言，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罢了，并非是多重要的事。可当宁远半开玩笑地说：“你让我亲一下，我就告诉你这其中的秘密时，自己为什么在犹豫之后，还是下意识的要去听？难道自己对于被他亲吻并不那么抵触？现在那小子却盯着自己的红唇，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黄蓉紧抿着唇，如果说破庙那次是情非得已，昨晚醉宿稀里糊涂不明所以，那如今可清醒着，又拿什么当作借口去再犯一次错误？他不敢去看宁远略带侵略性的目光，于是偏过头去，看向窗外密布的乌云和滂沱的雨。雨水打在窗沿上，又溅落进来，风声雨声交织在一片朦胧雨幕中，天地间仿佛就剩下了屋中的两人。他起身去关了窗子，屋内更加昏暗了。这时宁远靠近，黄蓉似有所觉，他停住脚步，没有回头，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就静静地看向窗子缝隙中透进来的一丝光亮。他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不敢去想那个答案，可他还有最后的坚持，不愿走到那一步。好像丢失了些什么，宁远微笑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我可以告诉你。”宁远的话成功分散了黄蓉的注意力，他果然被吸引，轻声道：“是怎么来的？”宁远开始信口胡诌：“你知道须弥之戒吗？”黄蓉点了点头，迟疑道：“那只是传说吧？难道现实中真有如此神奇的造物？”宁远笑道：“有，不过已经失传了。我是在一个古代陵墓中偶然得到的。这枚须弥之戒可以容纳一定的物品。”黄蓉立刻想到了军事用途，她激动地问：“宁远，你说我们能不能用你的那须弥之戒来运输粮草和兵器到襄阳？”宁远摇了摇头：“只有10立方，装不了太多东西，只能用作个人用途，怕是无法满足你的需要。”看见黄蓉脸上失望的神色，他又补充道：“但我相信，随着我能力的提升，将来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黄蓉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回在椅子上，将刚才被弄乱的秀发重新盘起，用木簪固定住，看着门外的风雨出神。过了一会，宁远打破了这份安静，说道：“你教我剩下的越女剑法吧。”黄蓉收回目光，嗤笑一声：“宁少侠，你武功都这么厉害了，跟我学那一招不过是想接近我，现在已经得偿所愿，还要学什么？”宁远神色认真道：“你误会了，我确实只会那一招。”黄蓉有些疑惑：“你真的只会一招剑术？”“真的，没骗你。”宁远也感到无奈，这系统的厉害说出去，傻子都不会信。果然，黄蓉哼了一声：“我不信，你肯定又想使什么坏招来骗我。”宁远叹了口气，问：“你要怎么才肯信？”黄蓉想了想，眼波流转，笑盈盈道：“发个毒誓来听听。”宁远立刻指天发誓：“我宁远在此发誓，所学只会一招越女剑，如有半句虚言，定叫我永远得不到黄蓉。”黄蓉啐了一口，俏脸生晕，怒道：“你这什么破誓言？”宁远眨了眨眼睛，可是这已经是我最恶毒的誓言了。黄蓉看了他半晌，悠悠叹息一声，拿起长剑走到屋子中央：“我只跟郭靖学过一些，并不精通，我先教你一遍，等回到襄阳，你还需要向郭靖请教。”宁远道：“明白，不过我相信师娘教的一定比师傅好。”黄蓉瞪了他一眼，嗔道：“少贫嘴，认真看好了。”宁远很喜欢听他嗔怒时的声音，娇娇柔柔，百听不厌。黄蓉不知那小子已经走神，开始一边演练一边讲述口诀和要领。等黄蓉练完一遍，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时辰。他收剑入鞘，望向宁远：“你学会了吗？”宁远其实早就已经掌握了，但他发现自己所会的越女剑只有第一式达到了阿青所使用时的水准，其余招式都只是韩小莹那个版本的，与初代的越女剑相比，威力大打折扣。然而让宁远郁闷的是，要将越女剑升级到阿青的水平，需要耗费大量经验值，远不是他现在可以办到的。宁远只好暂时搁置了升级越女剑的念头，然而调戏黄蓉之心却是不死。他眼珠子一转，故意露出思考的表情：“我有一招总感觉用的不太对劲，你能不能帮我看看？”黄蓉不知他又开始打坏主意，
点头道：“你演一遍我看看。”宁远拿起长剑，在屋中摆起了架势。黄蓉仔细观察了一会，皱眉道：“手势不对，再向上一些。”宁远却故意乱使，总也不对。黄蓉只好走了过去，握住他的手，帮他纠正姿势。过了好一会，黄蓉终于反应过来了，手柔柔地拍了宁远几下，娇声呵斥：“你是不是故意的？就知道占我的便宜。”宁远笑嘻嘻道：“是我不好，下次我一定会认真听。”黄蓉叹了口气，情绪突然间有些低落，轻声说：“好了，你认真点。”宁远察觉到黄蓉的情绪有些不对，不敢再有过分的举动，神情严肃地说：“我展示一遍给你看。”随即他认真施展出月女剑，一时间屋内剑影重重，竟是达到大成境界的月女剑。黄蓉惊愕地看着，先前被轻薄的不快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眼中难掩心中的震惊，论习武的天赋，他自认可以算是万中无一，但要说只看一遍就能全然记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于1个月也不一定能练到熟练的程度，更不用说达到大成境界了。这小子究竟是什么逆天的资质？宁远看着黄蓉震惊的红唇微张的样子，忍不住心中得意，走过去轻轻握住她的手，笑道：“我就说师娘教得好，以后不如都由你教武功吧，让师傅在旁边看着就好。”黄蓉这时才反应过来，她神情变得严肃：“宁远，你天资之高，世所罕见，但你的行事无所顾忌，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我知道你不喜天地君亲师这一套，但最起码的尊师重道还是需要的，知道吗？”宁远认真道：“知道了，刚才是我得意忘形了。”黄蓉点了点头道：“不要老想着占便宜。”宁远恭敬地回答：“是。那你为什么还握着我的手？”“啊，我忘记了。”黄蓉早已洞悉宁远的性格，只是轻轻将手抽回，也不和他计较，淡然道：“我不会教你桃花岛的武学，接下来我将代替你师傅向你传授九阴真经中的部分功法。”他徐徐道：“在九阴真经中，我较为擅长移魂大法、绕指柔剑、飞絮劲和达摩剑法，而大伏魔拳和催心掌，你可以跟随你师傅学习。”“是。”宁远恭敬道。黄蓉随即开始为宁远详细解释并演示这些武功。他早年与郭靖机缘巧合之下学习了九阴真经，然而他的爹爹是黄药师，师傅是洪七公，丈夫是郭靖，皆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因此他对习武兴趣缺缺，只是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才将九阴真经中的部分武功学得马马虎虎。如今教授宁远，自然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好在宁远并不需要仔细观看他的每一个招式，只需他传授，消耗一定的经验值，便能够在瞬间完全掌握。等到黄蓉演示完这几套武学，他已经将他们升级到了圆满之境。黄蓉见他那从容不迫的模样，不免有些狐疑：“你不会告诉我，你已经全部掌握了吧？”宁远笑道：“有没有兴趣用九阴真经和我切磋一下？”黄蓉也有心要试探一下这小子的底细，于是嫣然一笑：“好呀，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宁远意味深长地笑道：“你难道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想起在破庙中那一晚的经历，黄蓉的俏脸微微一红，嗔怒道：“臭小子，看招！”宁远却急忙叫道：“等下！”黄蓉收招，捏了个剑诀：“你想使什么花招？”宁远道：“不如我们来点赌注如何？”“不要！”黄蓉早已识破他的伎俩，冷冷一笑。见他不上当，宁远开始挑衅：“我打赌一招败你。”黄蓉柳眉倒竖，都被气笑了。他虽不如郭靖，但好歹也是超一流高手，郭靖都不敢说一招能胜他，就这小子做梦吧。他怒道：“好呀，赌就赌，看你如何一招胜我。赌什么？就赌如果我一招胜了你，就继续刚才未完成的事。蓉儿，敢不敢？”黄蓉嗤笑一声：“你激将法有用吗？赌就赌，你输了看我不打死你。”话音刚落，他已经一招达摩剑法使出，剑锋直指宁远的右肩。然而宁远的长剑却如同灵蛇般舞动，从诡异的角度刺出，匪夷所思地绕开了黄蓉的长剑，直取他的肩膀，正是绕指柔剑。黄蓉大吃一惊，正欲撤招回挡，但为时已晚，宁远的长剑已经稳稳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柔儿，你输了，愿赌服输，该兑换承诺了。”宁远贴近他的耳边轻声说道，鼻间隐隐传来的是黄蓉发丝的清香。黄蓉将长剑挪开，嫣然一笑：“这个赌约我反悔了。”宁远怒道：“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黄蓉冷哼一声：“我是小女子，自然是可以不作数的。”两人大眼瞪小眼。骤雨方歇，天色初晴，两人整理了行装，继续骑马赶路。
黄蓉懒洋洋的，不太想动弹。他声音娇柔：“我小憩一会，你不要来吵醒我。”说着，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宁远这个坏小子。宁远正自春风得意马蹄疾，策马狂奔小半日，黄昏时抵达了一个村落。随着渐渐接近颍州，人烟也多了起来。远远望去，村落中鸡犬相闻，炊烟袅袅，正是晚饭时分。宁远在一户农家门前停下，见3两孩童在嬉闹，他上前相问：“小娃子，你家大人在吗？”一男孩停下玩耍，望了2人一眼，朝屋中大喊：“阿娘，有人来了！”不多时，柴扉打开，一妇人探出身子来，看见是2个陌生男女，一个长得玉树临风，一个跟仙女一般。他不敢怠慢，连忙问：“2位公子夫人，有事吗？”宁远道：“打扰了，我和娘子错过了归程，想借宿一晚，不知方便吗？”妇人见2人面善，不似坏人，只是犹豫了一下，便答道：“孩儿今晚可跟孩子他爹挤一挤，可以腾出一间房来。公子要是不嫌弃简陋，就进来歇一晚吧。”“谢谢大嫂，那就打扰了。”宁远道了声谢，从马上下来，又对黄蓉道：“娘子，我们先歇息一下，明儿再进城。”黄蓉瞪他一眼，偷偷传音：“叫娘子叫过瘾了是吧？”“哈哈，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要当真。”宁远露出贼兮兮的表情，同样传音，心中自是得意。黄蓉从马背上下来，不再搭理他，跟着妇人进了农房。妇人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汉子，见到2人进来，问清了缘由，非要杀鸡款待这2位贵人。黄蓉这时候才表现出了丐帮帮主的风范，期间跟那夫妇言笑晏晏，让那妇人笑逐颜开，一直夸赞宁远娶了个好媳妇。宁远只是微笑，不敢正面作答。等应付完那夫妇进入房间，见宁远一副高兴的模样，黄蓉没好气道：“你很得意吗？”宁远收敛笑容，认真道：“娘子，不，我哪有，肯定是你的错觉。”黄蓉懒得跟他计较，坐在榻旁沉思片刻，说道：“黄启良为人谨慎，又素来知道江湖中人恩怨分明，他3番几次派人追来，就是怕我有朝一日报复，因此此时城中必然会严加盘查。”宁远皱眉道：“我们此番前去刺杀他，不宜提前走漏了风声，否则在高手和重兵环绕下，怕是很难得手。我自有计较，明早跟这户人家购买一些衣物，扮作农家的商贩，先入城潜伏起来，再探听具体情况。”黄蓉说罢，停顿了片刻，又道：“如果实在势不可为，就先放弃刺杀，日后再做打算。”宁远看着黄蓉娇艳无比的脸庞以及成熟婀娜的身段，揶揄道：“黄帮主，你这样一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就是穿着抹布都能被一眼认出来，还扮作农妇，你当那些城卫是瞎子吗？”黄蓉被他说的又是欢喜又是气恼，欢喜他变着法子夸赞自己，气恼他太小瞧自己的易容术了。他白了宁远一眼，道：“别小瞧人，我精通乔装之术，到时保准你认不出来。”宁远又道：“谁给你的自信？打扮成小乞丐去骗郭靖吗？也就只有那傻子才会看不出来。”黄蓉俏脸一红，对宁远怒目而视，不许编排他。宁远见他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也不打算跟他争辩了，做出了妥协。“好吧，那明天我们乔装打扮一下，再看看效果总可以了吧？”黄蓉听他编排郭靖是傻子，有些生气了，道：“你去问问那大嫂有没有多余的被子，今晚你睡地上。”说着熄灭了油灯，屋中陷入黑暗。宁远怎么可能去要被子？他摸黑钻了进去，只听黄蓉气急败坏道：“坏小子，不是让你睡地板吗？啊，快出去，你不要抱着我。”第2天，黄蓉跟那妇人买了衣物和斗笠，2人穿戴打扮一番后，相互打量。那夫妇大为夸赞：“宁公子，你家夫人就是穿了这破旧衣裳，也是仙子一般的人物，真是好福气。”宁远也是满眼的赞赏，笑道：“娘子，我就说吧，你就是穿着抹布都好看。”黄蓉闷闷不乐，辞别那对夫妇，跟宁远离去。他暗自纳闷，当初自己假扮小乞丐，把靖哥哥骗得团团转的呀？难道真的如宁远说的那样，是靖哥哥太笨，所以看不出来？他第一次对自己的乔装术产生了怀疑。此时在官道上，一辆豪华的马车正从寺庙返程回颍州的路上。马车中颇为宽敞，坐着一位丫鬟以及一位年约20的女子。这女子身穿淡紫衣衫，眉不画而翠，唇不点珠，竟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这人正是陈圆圆。陈圆圆自幼家境贫寒，后被无情的姨父卖入梨园，从此成为秦淮河畔燕鸣远播的歌姬。尽管她卖艺不卖身，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但命运似乎并不眷顾她。因她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梨园的主人贪婪的企图逼迫她屈从于卖身的命运。陈圆圆誓死不从，于是梨园主人为了威逼她就范，竟当着她的面
对一位头牌歌姬施展了惨绝人寰的酷刑——虎豹吸春。所谓虎豹吸春，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刑罚。施行者将女子的衣物全部退除，把她装入一个粗麻袋中，仅让脑袋露在外面。随后，他们将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放入麻袋内，紧接着点燃一挂鞭炮，也扔进麻袋里，并迅速将袋口扎紧。鞭炮的巨响使得受惊的猫和老鼠在袋子里疯狂地乱窜，被抓被咬的痛苦让受刑女子生不如死。陈圆圆在旁目睹这一切，吓得花容失色，正欲屈服于梨园主人的淫威。这时田红玉出现了。田红玉身居朝廷高位，是权倾一时的皇城司指挥使，而她的女儿更是南宋国君赵佶的贵妃。可随着田贵妃年华逝去，恩宠日减，她在宫中的地位日渐不稳，连带其父田红玉所担任的皇城司指挥使之职也岌岌可危。为了稳固女儿在宫中的权势，田红玉决心寻找新的美女送入宫中，以助女儿一臂之力。在宫中，贵妃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歇，各派系明争暗斗，只有结盟才能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求得自保。田红玉深知这一点，因此她四处打探，寻找合适的入宫人选。某日，她听闻秦淮河畔有一位名为陈圆圆的歌姬，长袖善舞，人丽如花，似云出岫，其声婉转如音，观者无不为之魂断。田红玉闻讯后，立刻决定亲自前往秦淮一探究竟，希望能找到这位传说中的美女。当他亲眼见到陈圆圆的那一刻，心中狂喜不已。他深信，只要将这位绝代佳人送入宫中，进献给皇帝赵佶，必定能重振女儿的声势，稳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这位权倾一时的指挥使不顾一切地将陈圆圆掳走，并收她为义女。对于陈圆圆而言，虽然暂时脱离了梨园的苦难，保得清白之身，但她的命运并未因此好转，因为她清楚地知道，田红玉的目的是要将她送入那深宫之中，成为皇帝赵佶的妃嫔。正是出离了梨园这个狼窝，又踏入了更为险恶的虎口。梨园内常有达官贵人和士子出入，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之事。陈圆圆身在其中，自然也听闻了不少关于当今皇帝宋度宗的传闻，说他荒淫无度，不理国事。他心中明白，此次被送入宫中未必是什么好事，可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她一个弱女子面对权贵的摆布，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于是她只能认命地接受了田红玉的安排，住进了田贵妃在颍州的一处府邸，准备择日跟随田红玉前往南宋都城临安去见皇帝。陈圆圆一直信奉佛教，这一日，在丫鬟的陪同下，她乘坐马车前往城外的寺庙烧香拜佛，祈求佛祖能保佑自己未来在宫中的日子能平安顺遂。在返回府邸的途中，她看到道路旁有一家茶肆，感到有些口渴，便对丫鬟道：“在前面茶肆停一下，我想喝杯茶再走。”丫鬟一言，立刻叫停了马车，搀扶着陈圆圆下来。这位丽人轻轻提起香裙的下摆，款款走进了茶肆之中。茶肆十分简陋，仅搭了个遮阳的凉棚，随意摆放了几张陈旧的桌椅。寺内有2桌客人，各自聚集了3、5茶客闲聊。其中一桌坐的是江湖人士，他们见一位绝美女子娉婷而来，无不神魂颠倒。只听当啷几声响起，原来却是手中茶杯失手落地的声音。原本热闹的交谈声戛然而止，整个茶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静谧，仿佛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能清晰可闻。陈圆圆轻蹙秀眉，对那2桌之人视而不见。她径直走向茶博士，柔声说道：“请给我来一杯清茶。”她的声音轻柔婉转，如同春日莺啼。茶博士闻声一个机灵，红着脸磕磕巴巴地说道：“好的，小姐请稍等，马上就好。”陈圆圆优雅地落座，手肘轻撑桌面，娇躯慵懒地依偎在旁边的柱子上。她那副忧伤中不失妩媚的姿态，如同画中仙子般，看得茶肆中众人目不转睛。然而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周围投来的灼热目光视若无睹。此刻的陈圆圆心中充满了忧思，她不禁感伤自己的命运如此多舛。一想到宫中嫔妃之间残酷无情的争斗，她对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深深的忧虑，不知道此次入宫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雨。正当陈圆圆暗自叹息之时，官道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她侧目望去，只见官道上尘土飞扬，一匹高大骏马正疾驰而来。随着蹄声越来越近，马上乘客的身影也逐渐清晰起来。陈圆圆定睛一看，只见那匹马上前面坐着一位黄衫女子。女子容貌清丽脱俗，竟也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而在黄衫女子身后，紧紧环抱着她腰肢的是一位男子。虽然只能看到他的侧脸，但那份俊雅之气却也是不凡。来人正是宁远和黄蓉。
宁远瞥见路旁的茶肆，拉了拉缰绳，让马匹缓缓停下。他对黄蓉说道：“蓉儿，我们不如在此歇脚喝杯茶再走。”黄蓉道了声好，两人便下马向茶肆走去。宁远刚走到茶肆前，眼睛不经意地扫过旁边一桌的丽人，他身形微微一顿，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世上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不知会是谁。陈圆圆也注意到了宁远的目光，但他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便移开了视线。这些年来，他已经见过太多为他容貌所倾倒的男子，对于这种目光早已司空见惯，内心没有泛起半点涟漪。宁远在短暂的愣神后迅速回过神来，他走到陈圆圆旁边的桌子坐下，大声喊道：“茶博士，给我们来2碗碧螺春。”茶博士应了一声，手脚麻利地为宁远和黄蓉沏好了茶，香气四溢。与此同时，茶肆内的氛围却突然紧张起来。一位坐在另一桌的壮汉显然被陈圆圆的美貌所吸引，他站起身走到陈圆圆身旁，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这位美人儿，哥哥我请你喝杯茶怎么样？”陈圆圆还未及反应，他身旁的护卫已经手紧紧握住刀柄，厉声喝道：“放肆！小姐乃是当今国丈的义女，身份尊贵，岂容你等无礼？还不快赔罪！”那壮汉闻言一愣，似乎没想到这位美人竟有如此身份。然而他很快便回过神来，仰头哈哈大笑，指着那护卫对他的同伙们大声道：“哈哈，他说她是国丈的义女，那玩起来岂不是更带劲？”他的同伙们也跟着哄笑起来，显然没把护卫的警告放在心上。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外有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内有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落草为寇的绿林好汉更是肆无忌惮。朝廷的统治力早已名存实亡，即便是皇帝本人也难以震慑这些亡命之徒。护卫见状，知道事态严重，他毫不犹豫地抽刀在手，护在了陈圆圆身前。这帮江湖客见状也纷纷站起身，手持兵器，气势汹汹地上前将陈圆圆3人围住。他们眼神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3人。宁远在旁听着，他正愁要怎样才能通过陈卫的盘查，此刻听闻那护卫提及陈圆圆的身份，心中顿时有了计较。他瞥了一眼停在茶肆门前的那辆豪华马车，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饶有兴致地看着气氛愈发紧张的两方对峙。果然不出所料，为首的壮汉与护卫对峙片刻后，大声呼喝道：“抄家伙，上！”5人立刻挥舞着刀剑朝护卫扑去。这些江湖客虽然武功只算2流水平，但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下手狠辣无比。那护卫虽然武功不俗，但碍于要保护陈圆圆不被误伤，在战斗中显得束手束脚。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便落入了下风，被对方打得狼狈不堪，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宁远热闹看得差不多，一口将杯中的茶喝干，然后微微一震手腕，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杯子被他震得碎成几片。紧接着他手一抖，几道白光闪电般射出，惨叫随之响起。那5名江湖客的咽喉或心脏处鲜血狂飙而出，他们踉跄着倒地不起，没过多久便一一断气身亡。茶肆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过了好一会儿，陈圆圆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忙上前几步，对着宁远行了个半屈膝之礼，感激地说道：“小女子陈圆圆，多谢公子救命之恩，敢问恩公尊姓大名？”宁远在听到陈圆圆这个名字时，心中不禁微微一动，他暗自打量着眼前的女子，那倾国倾城的容貌似乎与记忆中的某些片段不谋而合。临安、指挥使、陈圆圆这些词汇在他的脑海中逐渐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模糊的画卷。他心中暗自忖度，这位绝色佳人，莫非就是那传说中的那位陈圆圆？难道田红玉打算掳了那位名动情怀的歌姬，准备将她献给皇帝？如此说来，田红玉将陈圆圆收为义女，显然是想占一个妇女的名分，想要坐收渔人之利了。然而当今皇帝正面临着蒙古大举入侵和内部叛军作乱的严峻局势，哪还有心思沉醉于美色之中？宁远心中冷笑，暗想这陈圆圆最终必然是被田红玉接了回来，然后又被送了出去。至于究竟是要送给哪位权臣，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缓缓说道：“不用谢。”陈圆圆见状，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再次向宁远行了一礼，然后匆匆退了回去。黄蓉敏锐地捕捉到了宁远嘴角泛起的微妙笑意，于是以传音之术悄然问道：“你似乎有什么妙计在心？”宁远同样以传音之术回应：“我已想到入城的办法了。”黄蓉眼睛一亮，再次传音道：“说来听听。”望着黄蓉那半遮的秀发下，
圆润如玉的耳垂若隐若现，分外诱人。宁远心生亲近之意，索性紧挨着他坐下，贴近他的耳畔，轻声嘀嘀咕咕起来。他温热的气息拂过黄蓉那敏感的耳垂，使得他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尽管心中微微荡漾，但他并没有躲闪，反而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不时还偷偷地瞟向一旁的陈圆圆。当宁远叙述完毕，他低声询问：“你觉得此计如何？”黄蓉这才轻轻将他推开少许，眼中带着几分嗔怪地瞥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此时的陈圆圆早已无心喝茶，他匆匆起身离去。宁远见状也随即结账，远远地跟随在他的马车后面。驾驭马车的是田红玉的亲信，他不仅是皇城司中的高手，更对田家的忠诚无二。当他发现后方的宁远一直尾随时，心中顿时警惕起来，一拉缰绳，马车稳稳地停在了路旁。怎么突然停车了？车厢内的丫鬟突然感觉马车停了下来，她掀开车帘，露出半张清秀的脸庞，疑惑地问了一句。护卫并未立即回答，他的目光依然紧盯着后方。片刻后，他压低声音对丫鬟说道：“后面那两人行迹可疑，一直紧跟着我们，恐怕不怀好意。”丫鬟闻言大惊，她慌张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宁远正骑马缓缓接近。她心中一紧，忙问道：“小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陈圆圆虽然心中也微微慌乱，但毕竟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她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镇定，说道：“我们先静观其变，让他们先过去。毕竟他们刚才还救了我们，也许是我们多虑了。”不一会儿，宁远策马来到马车旁，他停下了马，目光与掀开帘子的陈圆圆相遇。陈圆圆的眼眸清澈如水，微笑虽然有些勉强，但依然美得动人心魄。他开口问道：“公子，请问你有什么事吗？”那声音清脆悦耳，又带着江浙女子特有的软糯，仿佛有一种魔力，听得人酥酥麻麻的，仿佛灵魂都要被融化了一般，恨不得要陷入那温声软语中不愿醒来。宁远不由心中暗赞，这位闻名天下的大美女果然名不虚传。他微微一笑，说道：“我也是来打劫的。”陈圆圆闻言立刻回应道：“公子，妾身此次出门匆忙，并未携带太多财物。您先前对我有救命之恩，若公子有何难处，不妨随我进城，我必定尽力为您筹措一些银钱。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宁远摇了摇头，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道：“我想你误会了，我并非为财而来，而是来劫人的。”陈圆圆一听这话，顿时愣住了，她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叹息，暗想：田红玉因她的美貌而将她掳走，打算献给皇帝，而眼前这人恐怕也是同样的目的。她似乎注定无法摆脱这种任人摆布的命运。就在这时，那护卫跳下马车，手握长刀，恶狠狠地盯着宁远，厉声喝道：“圆圆小姐是当今贵妃之妇，皇城司指挥使田大人的义女，你竟敢如此冒犯她，难道就不怕犯了砍头的大罪吗？”宁远听后却是一声轻笑，他淡淡的说道：“你刚才已经用这话吓过那些悍匪了，现在让开吧，别自讨苦吃。”护卫见连指挥使的名头都无法吓退对方，心知此事已无转圜余地，他不再多言，长刀猛然劈向宁远。然而刀锋刚起，对方却已如影随形般欺身上前，只见寒光乍现，几缕发丝无声无息地从护卫头顶飘落。待他回过神来，一柄长剑已稳稳地架在了他的脖颈之上。护卫的额头瞬间渗出冷汗，他双眼圆睁，紧紧盯着眼前的对手，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你究竟是什么人？”身为皇城司中有数的高手，这名护卫曾见识过不少宫中高手和江湖豪杰，尽管能胜他的人不在少数，但像眼前这样在短短一招之内便将他逼至绝境的却绝无仅有。此人武功如此高强，究竟为何要与指挥使为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陈圆圆？一想到这里，护卫的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紧张。他因职务之便，宫中贵妃、达官夫人见过的不知凡几，然而当他第一次见到陈圆圆时，却被她的美貌和气质彻底征服。即便这段时间作为近身护卫与她如影随形，已经逐渐不再为她的外表所迷惑，可越是与她接触，就越是被她的内在所吸引。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嗔怒，都让他为之倾倒，无法自拔。他甚至暗中发誓，愿意为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护卫深知陈圆圆的魅力无法抗拒，说是一笑倾国也不为过。因此他完全相信，眼前这个男人为了陈圆圆，即便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极有可能的。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慌乱，声音尽量保持冷静：“你到底有何企图？”
宁远微笑着转向陈圆圆，说道：“我希望能与圆圆姑娘同乘这辆马车进城，而且需要确保不被城卫发现。此外，我有意在贵府暂住几日，不知姑娘是否愿意邀请我们同行？”陈圆圆原本以为宁远是被自己的美貌所吸引，但听了他的话后，心中不禁泛起疑惑：他们既要躲避城卫的盘查，又想住进贵妃的府邸，莫非是江湖上臭名昭著的江洋大盗？想到此处，陈圆圆心中一紧，却不敢表露分毫。她轻轻地抿了抿嘴唇，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我正觉得路上有些无聊呢，如果公子愿意上车一叙，我自是欢迎之至。小姐，万万不可！护卫急声劝阻。他一动之下，架在脖子上的利刃划破了皮肤，一道细细的血痕渗出，吓得他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宁远将长剑归入鞘中，目光冰冷地扫过护卫，沉声道：“你若敢有任何异动，导致我们被城卫察觉，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陈圆圆，再取你性命。你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也知道该如何行事吧？”护卫被他的气势所慑，连连点头，心中不敢有丝毫反抗之念。随后两人登上马车，与陈圆圆相对而坐。马车在辘辘声中缓缓启动，朝着颍州城的方向驶去。不久后，马车缓缓抵达颍州城的城门，城门口站着一队官兵，正在对进城的行人和车辆进行盘查。然而当他们看到这辆马车上标志着贵妃府的徽记时，立刻恭敬地放行。马车得以顺利进入城内。望着城门在视线中逐渐远去，宁远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此时他转向陈圆圆，开口询问：“陈圆圆，贵妃府中现在都有哪些人在？”陈圆圆柔声答道：“回公子的话，这处府邸原本是田贵妃在城中的一处宅院，平时只有一位老仆负责打理。这次田指挥使来的匆忙，只带了几名贴身护卫，所以府中现在总共不过5、6人。”宁远点了点头，他掀开马车帘子的一角，朝外面看了一眼，然后对驾车的护卫吩咐道：“将马车驶到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停下。”护卫在听到宁远的命令后，心中虽然有所犹豫，但考虑到陈圆圆的安危掌握在对方手中，他不敢有丝毫违抗。于是咬了咬牙，按照宁远的吩咐，将马车驶进了一条幽深阴暗的小巷子，最终在一个僻静无人的角落停了下来。宁远利落地下了马车，不一会，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哼声。陈圆圆在马车内听得身子微微一颤，心中惴惴不安地望向旁边面无表情的黄蓉。又等了一会儿，马车帘子被从外面拉开，陈圆圆顺着拉开的帘子往外看去，却发现护卫已经不见了踪影。他心中一紧，颤着声音问：“他到哪里去了？”宁远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已经被我处理了。”说完，他的目光又转向了一直默不作声偷偷打量自己的丫鬟。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冷酷无情，冷声道：“我需要在城中逗留几天，但不想被人发现，所以这个丫鬟也不能留下。”不！陈圆圆闻言慌忙上前紧紧抓住宁远的手，低声哀求：“请你不要杀她，她跟随我已经多年，是我的贴身侍女，绝对不会背叛我的。我求求你，放过她好吗？”陈圆圆哀婉的声音娇媚动人，而她那双握住宁远的玉手柔弱无骨，传来舒适无比的感觉。宁远看着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听着她那令人心醉的声音，觉得骨头都快要酥了，心中不禁暗赞：真不愧是大美人，这诱惑力恐怕天下间没几个男人能抵挡得住。宁远道：“既然你为他求情，我暂且不杀他，不过他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如果敢有异动。”他的声音变得冷冽：“我先杀你。”丫鬟叫青青，闻言感激涕零，忙不迭答应：“谢谢公子不杀之恩，我一定不会泄露公子的秘密。”陈圆圆也满眼的感激，一手拉起香裙，微微屈膝一礼：“谢谢宁公子，圆圆感激不尽。”宁远哼了一声，算是回应。见侍女性命暂时保住了，陈圆圆又担心起自己的安危。这人先是在茶肆中随手杀了觊觎他的江湖汉子，出手之狠辣，显然不是什么善人。他原本以为对方救下自己，所图不过是进城觅一处临时安身之地，没想会在这偏僻处杀了侍卫。由此可见，他所做之事必然极为隐秘，不愿被人窥见。那他会不会在行动之时杀人灭口？想到此处，陈圆圆轻咬薄唇，低垂下眼帘，想到接下来的叵测命运，心中有些黯然，不禁悠悠叹息一声。这男人劫持了自己，会怎样对待他呢？如果是要杀他，似乎也只有等死而已，又或者他会强占了自己，并非没有可能。那些无能的对自己远远的瞧着，偷偷的爱慕，有能力的就像是饿狼，个个都想扑上来咬一口，或者占为己有。田红玉是这样，这个男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可是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过是乱世中一个美丽的可怜人罢了，只能任人摆布。陈圆圆在暗自神伤，却听旁边的黄蓉说道：“宁远，城中没人认识你，你来驾马车吧，我跟他们2位待在车里。”宁远微微点头，按照陈圆圆所指，拐过几条街区，来到一处僻静的宅院门前。下了马车，宁远去敲门，不一会，一位老仆吱呀一声将朱门打开一条缝隙。他浑浊的老眼看见是陈圆圆和侍女，到了生小姐，便将大门打开。对于宁远2人没有关注。陈伯，义父回来了吗？老爷出去了，还没有回来。那老仆沙哑着声音答了一句：“需要为你们准备晚膳吗？”陈圆圆吩咐道：“你去准备吧，另外为这位公子和夫人准备一间客房，没其他事，不要来打扰我们。”好的。老仆转身离去。陈圆圆望着老仆的背影走过走廊，拐角消失不见，才侧身对宁远微微屈礼：“宁公子，宁夫人，请随我来。”原来一路行来，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宁远对外人都说黄蓉是自己娘子，说着都顺口了。黄蓉已经习惯，也没有反对，甚至对于跟宁远同房，似乎也变得心安理得。习惯真是非常可怕的惯性，让2人在不知不觉间界限已经模糊不清。陈圆圆领着宁远2人进了一个偏厅，关上了房门，这才有些忐忑不安。她轻声道：“宁公子，不知你要在这里住几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宁远对黄蓉道：“蓉儿，你有什么计划吗？”黄蓉也不怕陈圆圆偷听了去，沉吟一会，说道：“丐帮在城中有一个分部，我想先去那边看看，也许能探听到一些消息。”宁远皱眉，这里是黄启良的地盘，以他的谨慎，自然会想到你是丐帮帮主，没准已经派人在暗中监控，此举怕是不妥。黄蓉道：“我会小心的，丐帮在这里有一个秘密堂口，堂主是我的一个心腹，当年洪七公对他有大恩，绝对可靠。”宁远依然有些不放心，瞥了一眼陈圆圆跟那侍女，眼神微冷，看得陈圆圆胆战心惊。他本就冰雪聪明，黄蓉当着他的面说出隐秘，已让他有了不好的联想。一般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杀人灭口4个字在他脑海中闪过，他的心脏开始不争气的砰砰砰乱跳。而当宁远看向他时，陈圆圆差点没晕厥过去。此地僻静，如果他将自己和青青杀害，再杀掉陈伯，也不是不可能之事。跟在陈圆圆身后的侍女也是紧张的小脸泛白，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宁远右手已经握上剑柄，青青见状，扑通一声跌坐地上，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小脸煞白，却不敢出声。陈圆圆上前一步，拉住宁远的衣袖，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楚楚可怜道：“求公子开恩，妾身必不敢泄露公子跟夫人的秘密分毫。如果公子实在不放心，妾身……”他一咬牙，继续说道：“妾身为清白之身，愿侍奉公子，但求保全我与侍女的性命。”宁远见他梨花带雨的模样，那妩媚天成之态，仿佛能化百炼钢围绕指柔，竟让他生出了些犹豫。只是出去打听个消息，不会有危险，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黄蓉看出他的为难，宽慰道：“而且那处据点离这里不远，万一真有问题，我怎么也能跑回这里。”宁远踌躇半晌，建议道：“这样吧，你等我半个时辰，我炼制一些毒物，然后跟你一起去，不必这么麻烦，我走了。”黄蓉笑了笑，戴上斗笠，转身离去。宁远看着黄蓉离开，手松开了剑柄。陈圆圆这才踉跄后退几步，只觉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腿有点发软，叫道：“青青，青青。”青青忙爬起身，扶住自家小姐，她双腿也有些发抖，刚才捡回来一条小命，可看着在沉思的宁远，依然不敢出声，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接下来的命运。宁远看向2人，冷冷说道：“不许离开屋子，不要打扰我。”说着取出丹炉，又从系统中兑换出药物，开始炼制丹药。其中一份是为田红玉准备的，这位皇城司指挥使对接下来的计划还有用处，他打算用3尸脑神丹控制住对方。这份记录在万古毒经中的毒数恶毒无比，药中包含3种尸虫，中毒者平日毫无异状，体内的尸虫处于蛰伏状态，只会在1年后醒来，如果不及时服用下克制之物，让他们重新蛰伏，便会钻入脑中，让人状若鬼妖，癫狂致死。另一种是金蚕蛊毒，可以直接兑换，自然是给那个丫鬟吃的。剩下的是驻颜丹和无垢灵丹了。刚才陈圆圆拉着他的衣袖，说出他是清白之身，愿意侍奉自己时，不得不说宁远心动了。作为当世首屈一指的大美人，如果可以不杀，还能占为己有，哪有放过的道理？既然要将她收为自己的女人，那就更进一步，让她容颜永驻好了。青青这个丫鬟跟陈圆圆躲在厅中一个角落，看着宁远在那边炼制着不知什么丹药。刚开始他
他还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可过的一阵，见宁远聚精会神，对他们不加理睬，他胆子稍微大了些，悄声问：“小姐，你说他那个丹炉是怎么变出来的呀？那么大个，凭空就出现了，真奇怪。”陈圆圆那双美目紧紧盯着燃烧着青色火焰的丹炉，心中不安的同时，同样充满好奇。古代的歌姬是真正的才色双绝，并非长得漂亮就行。就比如柳如是就写不少诗篇，其中一首言道：“当年公馆连胡骑，此夜苍茫皆戍楼。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木下一堪愁。其文采飞扬，不外如是。”陈圆圆同样精通琴棋书画，至今仍有诗词流传，如《丑奴儿令梅花》，其词藻秀丽清婉，实是一位慧心玩志的俏佳人。而她对各种奇闻志怪之说也有所涉猎，却愣是无法从记忆中找出凭空变物这样的记载。当然，对于那些神话传说中的虚弥之界，他是不信的。半个时辰后，宁远将所有丹药制作完毕，他对青青招了招手，青青小跑过去，小声道：“公子，您找我何事？”“去唤那位老仆，让他找一只动物过来。”宁远吩咐道。不一会，一只可爱的小狗被带到，宁远摸了摸它的狗头，拨开一粒蜡丸，取出里面的黑色物体，弹进了小狗的嘴里。“你给它喂了什么？”青青好奇地问。宁远起身，面无表情道：“你叫青青是吧？你知道了，我跟夫人进城是为了刺杀郡守黄启良，这可是抄家的大罪，我可以不杀你，可我又不放心你，你说该怎么办？”青青一直跟着陈圆圆在秦淮河畔，虽然被他保护着，至今依然是个处，可什么世面没见过。此时闻言，知道是自己做出决断的时候了。刚才小姐为了保住两人性命，已经决定要侍奉眼前这人了。她青青也不是没有觉悟，一咬牙，脆生生道：“我愿成为公子的通房丫头，今晚就陪您睡，这样我就是公子的人了，自然不会出卖您。”宁远看着这位身子还没完全长开的丫头，感到无语。你家陈圆圆我勉为其难收了，你想做通房丫头也不是不行，可也得等个1年半载，好歹满了18岁，能过审才行吧。宁远看着这位长得极其秀丽的丫鬟，说道：“先看看你的小胸脯，再来跟我说这样的话。”青青低头看去，却是有些平整，不由羞红了脸，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他有些羞恼，勇敢地问：“那你想怎样？”宁远又取出一枚刚才给小狗服下的蜡丸，解释道：“这是金蚕蛊毒，吃下后，金蚕蛊会潜伏在体内，平时不会有任何异状，可一旦感应到控制者召唤，哪怕是相隔很远的距离，依然会破体而出，飞回到控制者手中。你看好了。”只见宁远口中无声念着什么，接着那只小狗嗷呜惨叫一声，身体摔倒在地上，抽搐几下不动了。不一会，一只金色的蛊虫从小狗的眼窝中破体而出，飞到宁远的跟前停留了一会，又飞出窗外消失不见。两女哪曾见过这么可怖的事情，吓得脸色发白，青青更是浑身发抖，声音带着哭腔，不断后退，叫道：“不，我不要吃这种东西。”陈圆圆还想用美人计，上前2步握住宁远的手，哀求道：“宁公子，青青还是厨子，你收了她做通房丫鬟好吗？不要让她吃那种可怕东西，我求求你了。”这样的美人计太低级了，也想迷惑宁远，简直是开玩笑。陈圆圆见宁远不为所动，离得更近了，低声道：“公子，如果您想，我可以让青青陪我一起侍候您的。”宁远听得心中一跳，犹豫了1秒，才拒绝道：“没得商量。”陈圆圆扭头望了望眼带泪花的青青，又望向宁远，叹了口气：“你想要妾身，怎样才肯放过他？”说着跟宁远对视片刻，见他不为所动，才脸带哀愁走到青青身边，抱着她，眼泪簌簌而下，哽咽道：“青青，小姐没用，护不住你，不过没关系的，只要你不背叛公子，就会没事的。”青青大哭：“小姐，我害怕，我不想吃啊，您帮我求求情，好不好？”宁远最烦哭哭啼啼了，走了过去，趁着青青张开嘴巴哭时，将金蚕蛊毒塞进她口里，运气一送，那物体咕噜一声吞进她肚子里了。青青直接懵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手指伸进咽喉，想将丹丸抠出来，憋得满脸通红。宁远道：“别费劲了，乖乖去给你家小姐烧1大桶沐浴用的水，去吧。”青青折腾了好一会，大概已经认清了现实，知道事已至此，再也无法更改了。她低低应了声是，流着泪去准备热水。屋里就剩下2人，陈圆圆垂下眼帘，心中惶恐不安，柔声问：“公子，你想怎样对妾身？也要我吃下那金蚕蛊吗？”宁远看着这位美人，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如果我让你吃，你会怎么选择？”陈圆圆摇摇头，凄然一笑：“
妾身此一生从未有过如意之事，除了任人摆布，又能怎样？公子要强占了妾身，或者让我吃下那毒物，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我还有的选择吗？话中的哀婉妻妾之意，让宁远心有戚戚。他猛然一惊，暗道这女人真是厉害，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就被她左右了情绪。他取出2颗丹丸，也不解释，命令道：吃了。陈圆圆正然看着宁远手中的丹丸，以为也是跟金蚕蛊毒一样的毒药，眼眶中泪珠如断线珍珠般滚落。他不再祈求，默默取过吞服而下。接着似乎已经无所畏惧，质问道：公子，您满意了吗？可等了一会，没等来宁远的回答，只感到周身如火，体内能量在翻腾，细胞在雀跃。他跌坐在地上，难受地发出低语：宁公子，你给我吃了什么？我好难受。宁远好整以暇地坐在旁边茶几旁，倒了杯茶慢慢喝着，面无表情看着陈圆圆的惨状。等到青青烧好了热水进来时，目瞪口呆看着小姐，好一会才小跑过去，不顾脏兮兮的衣物，扶着她焦急叫道：小姐，您怎么了？我没事。青青，你扶我起来。陈圆圆此刻狼狈不堪，整个人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身体说不出的疲惫，又感到无比轻松，世界也变得无比清晰，说不出是怎样新奇的感受。扶你家小姐去沐浴。宁远起身开口吩咐。青青反应了过来，忙答应着，扶着陈圆圆进了另一个厢房，让她进了盛满温水的浴桶里，才离开厢房，掩上了房门。宁远就在旁边看着，直到陈圆圆沐浴完从木桶中出来时，他才认真打量一番，忍不住心中赞叹：古人诚不欺我，果真是国色天香，倾城之姿。陈圆圆还处于浑浑噩噩中，脑海中一直回想着宁远刚才对他说的驻颜丹跟无垢灵丹效果的话。对一个绝色女子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陈圆圆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美人迟暮。所以当他得知他的容颜将不会老去，这位绝世佳人伏在木桶边缘痛哭。陈圆圆从10岁开始练习歌舞、琴棋书画，被卖入梨园后，早已看惯了世间百态、人间丑陋。她如那浮萍，在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中浮浮沉沉，想要找寻归宿，找寻自我，却造化弄人，始终差了那么一线，始终求而不得。她受到梨园主人的胁迫，最终打算屈服，答应出卖清白之身时，危难之际被田红玉掳走。原本以为会被送进深宫中服侍那位荒淫无度的昏君，却没想遇见了宁远，一个同样冷酷无情的人。可这人送了他一场大造化。事后那个昏君和事后眼前这人有什么区别呢？他从来就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哭了好一会，他见宁远只是淡淡的看着他，不由低下真手道：公子要如何待我？宁远道：你今后就做我的贴身侍女吧，负责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陈圆圆深深看了他一眼，接着缓缓做了个屈膝礼，认命的低声道：是，妾身必尽心尽力服侍公子。突然又想到什么，担忧道：只是田红玉那边怎么办？宁远道：你觉得呢？陈圆圆银牙暗咬，突然上前几步，环抱住宁远，柔声说道：妾身是公子的人了，妾身听公子安排。宁远点头道：好，以后你安心做我的侍女，天底下不会再有人能将你抢走。轻轻叩门，步入门内，瞥见宁远与自家小姐，却像是什么都没看见般，默默地走了过去，低头轻声提醒：小姐，您的义父已经回来了，正在书房中等候。接着他偷偷看了宁远一眼，询问：你要见他吗？陈圆圆的脸上显露出担忧，她抬头看着宁远，带着些许犹豫：公子，我要不要称病拒绝我的义父？宁远轻轻拍了拍她的香肩，微笑着宽慰：去吧，终究是要见面的，没必要躲着。陈圆圆轻嗯了一声，宁远却摆了摆手，将她打发：青青去告诉田红玉，就说圆圆稍后就到。青青为难地看向自家小姐，只听陈圆圆平静地说：赵公子说的做，告诉义父，就说我正在沐浴，让他稍后片刻。青青再次偷偷地瞥了一眼宁远，低低地应了声是，便转身离去了。陈圆圆心中变得忐忑，当田红玉出现的那刻起，她的命运似乎已经被注定，或者说自从被卖入梨园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不论是侍奉皇帝的可能，还是其他任何命运，她都已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等待她的只能是随波逐流。现在她正站在人生的转折点，她即将要把自己宝贵的第一次交出去，交给这个仅相识不过1天的男人。陈圆圆心中无法确定这是福还是祸，但她知道已经别无选择。田红玉足足在书房中等了将近1个时辰，却依然不见陈圆圆的身影。她开始有些不耐烦，
不悦地放下手中的书卷，换来轻轻说道：“圆圆为何迟迟不来？你过去催一催她。”“是，老爷。”青青心中一紧，急忙应道，随后赶忙退出书房，向陈圆圆的厢房跑去，鼓起勇气敲了敲门：“小姐，我可以进来吗？”门内传来陈圆圆的声音，轻轻松了口气，推门而入，小心翼翼地走到陈圆圆身边。只见陈圆圆坐在梳妆台前，正在梳理那一头如黑色瀑布般的青丝。青青有些心不在焉地接过陈圆圆手中的梳子，道：“小姐，我来为您梳头。”陈圆圆未回头，任由青青梳理着如云般的秀发。她对宁远柔声道：“公子，你说我该如何盘这头发才更好看些？”宁远欣赏着她的背影，微笑回应：“无论怎么盘都好看，让青青随意发挥就好。”陈圆圆听后，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转而吩咐青青：“为我梳一个结其针的发髻好了。”青青的手微微一顿，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不过她很快回过神来，忙应了一声“是”，便开始为陈圆圆盘起精致发髻，以木簪固定。后退几步后，她仔细打量了一下，轻声询问：“小姐，这样可以吗？”陈圆圆在镜中欣赏着自己更加艳丽动人的容颜，喜悦之情溢于眼角眉梢。她转身面对宁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时间满是生春。她问道：“公子，妾身美吗？”宁远点头赞许，注视着这位美艳至极的女子，赞叹道：“绝代有佳人，倾国倾城貌。感谢公子的赞美。”陈圆圆娇羞的抿嘴一笑，这才问侍女：“青青，是义父让你过来的吗？”青青有些支吾的回答：“小姐，老爷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让我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去见他。”陈圆圆道：“让他再等等吧，公子什么时候让我去，我自然会去见他。”宁远道：“去吧，时间确实有些久了，估计他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陈圆圆轻轻点头，接着提起裙摆，优雅地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她又转身回头，深情地凝视着宁远，轻声道：“妾身这就去了。”随后她毅然踏出房门，然而内心早已被忐忑不安所淹没，因为陈圆圆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个权势滔天的皇城司指挥使，尽管是靠着女儿田贵妃才得以上位，自身武艺平平，但他身边却始终跟着一位武艺高强的护卫。宁远会为了自己而去与这样的人物对抗吗？而且就算他能战胜那位高手，又如何能与整个皇城司为敌？如何与贵妃抗衡？即使再落魄的贵妃依然是贵妃，在风雨飘摇的皇权依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力量，这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应对的。若是在以前，陈圆圆或许会随波逐流，听从命运的摆布，但现在宁远给了他一个摆脱命运的可能性。如果可以，他并不想进入那深宫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宁远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不管怎样，他至少让自己容颜不再老去，而他的长相也上佳。如果真要做某个人的侍女的话，他宁愿选择眼前的这位。甚至于陈圆圆心中明白，所谓的侍女于自己而言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坚信，只要跟着宁远，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必定能让他真心喜欢上自己。可是命运会不会再一次捉弄他，给他希望，又无情的来嘲弄，将他抛弃？他不知道，心中只有忐忑。义父的书房就在眼前，陈圆圆放慢了脚步，走到房门口停下。他伸出手，手悬在空中，犹豫了许久，最后一咬牙，一把推开了房门。义父，女儿来迟了，还望义父不要责怪。他走了进去，带着歉意说道。田红玉背对着他，站在窗边注视着外面的树影。一个多时辰的等待已经让这位权臣失去了耐心。听见陈圆圆的声音，他冷冷地哼了一声，转身不悦地训斥：“圆圆，你真是让义父失望，是不是因为义父惯着你，你就越来越胆大妄为了？”然而当他看见陈圆圆的那一刹那，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人都愣住了。田红玉面前静静站着一位眉目如画的美人，她青丝高高挽起一个发髻，眉宇之间是说不尽的万千风情。哪怕这位权臣在初见陈圆圆时已被其美貌震撼，如今再见，看见更美丽一分，又有别样韵味的义女时，依然无法自持地感到迷醉。这是怎样一位绝代佳人，如诗如画，已经无法用世间言语去形容。圆圆，你怎会在短短一日之间变得？田红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义女，声音中带着些许困惑。陈圆圆垂下眼帘，避开义父的视线，内心涌起一丝不安。她轻声道：“义父，不知您找我何事？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你的发髻是怎么回事？”田红玉回过神来，目光依然停留在陈圆圆身上，语气带着不容置疑：“
陈圆圆微微一伏，恭敬答道：“回禀义父，今日女儿前往寺庙祈福，归途中偶遇一位游方道士。他见女儿姿色不凡，驻足良久后叹息道：如此美人，实在是世所罕见。也罢，相见是缘，我便赠你一场造化吧。”田红玉眼睛一亮，哦了一声，惊叹道：“天下竟有如此奇人异事！后来呢？”陈圆圆道：“后来他赠我一枚丹药，说那是可让人容颜永驻的灵丹，随后便飘然离去了。”略作停顿，又道：“我原本对此事半信半疑，心想那怕不是游方道士骗人的把戏。可女儿回想起他送我丹药后，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很是神异。我询问了护卫，他说那道士修为深不可测，非寻常人所能揣度。我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他为何要戏言加害于我。于是女儿归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服下那丹药，才发现自己的容颜变得更精致了，也是喜不自胜，如坠梦中呢。”田红玉眼中闪烁着炽热，激动得几乎语无伦次：“太好了，我的好女儿，你快告诉义父，那位游方道士姓甚名谁？可知他去了何处？”他心头瞬间涌上无数念头，想到自己的女儿因年老色衰，渐渐失去了皇帝的宠爱，若能寻找到那位道士并获得神药，那么田贵妃就能重新获得恩宠。陈圆圆被田红玉看得有些不自在，心中忐忑不安。她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一步，轻轻摇了摇头。女儿并不知晓游方道士的姓名，更不知他去往何处。这样的世外高人，能遇见一次已是天大的机缘，又怎敢奢望再次相遇？田红玉闻言，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然而他转念一想，也明白这世上的高人异士大多性格古怪，有些机缘确实强求不得，不禁叹息一声，再次看向陈圆圆时，目光中多了几分犹豫。他热衷于权势，加上身体老迈，因此对于美人并不怎么在意。之前四处寻觅佳人，无非是为了帮助女儿田贵妃巩固在宫中的地位。原本田红玉打算将陈圆圆收为义女后献给皇帝，虽然对她的美貌颇为赞赏，但在权衡利弊之后，他还是决定将她送入宫中。之前的陈圆圆虽美丽绝伦，却总少了一份魅惑，如今有无垢灵丹的洗礼，不论是心态还是身体上细微之处的改变，都让陈圆圆焕发出了致命的吸引力。面对艳丽无匹的陈圆圆，田红玉犹豫着要不要将她送入宫中，或许该留下来在府中当歌姬，然后用于结交各方权臣会更好些。毕竟如今宰相贾似道权柄如日中天，而皇帝昏庸无能，未必是自己最佳的选择。一念至此，他脸上露出了和煦的笑容，语气也变得温和：“圆圆啊，微父原本打算择日带你去临安，将你送入宫中，可经过深思熟虑，我深感皇宫中充满了明争暗斗，非是善的。你一个柔弱女子，在那种地方怕会被吃得连渣都不剩，而且一旦进入深宫，再想出来便难如登天，那与囚禁又有何异？”陈圆圆感激道：“多谢义父为圆圆考虑。女儿这些时日以来也常自思量，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未必能得皇上的欢心，又恐笨手笨脚，一不小心得罪了哪个嫔妃，无端给田贵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女儿心中实在惶恐不安，怕难以承受这重任。”田红玉微笑道：“你能理解我的苦衷，如此甚好。我思来想去，觉得之前的想法确实欠妥。义父心疼你，怎忍心让你身陷险境？这皇宫我们不去了，你就留在府中吧。到时我再去寻些年轻女子过来，你负责训练，以后组建一个歌舞团，接待来访的贵客。”陈圆圆心中一沉，听义父的意思是要自己当歌姬侍奉贵宾吗？这跟在梨园又有何区别？为了将陈圆圆献给皇帝，田红玉掳了她之后，叫了一个产婆来检查她的身子，确认了仍是处子之身后，对她算是保护有加。而如今不知为何放弃了将自己献给皇帝的计划，改为留在府中当歌姬。陈圆圆后退几步，直到她的身后已经是冰冷的石墙，退无可退，才勉强笑道：“义父，圆圆自然愿意在您膝下尽孝。您若有任何差遣，女儿必竭尽全力，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是圆圆心有所属，怕是无法再为他人献唱了，还请义父收回成命。”田红玉对陈圆圆之举略感不悦，但表面仍维持着温和的笑容，缓缓道：“圆圆，你可知道，当初你在梨园中受那主人所迫，已是走投无路，被迫要卖身，是义父我冒险得罪那梨园背后之人的风险，将你从那火坑中救出。是，女儿感激您的帮助，时时铭记于心，不敢或忘。今生愿尽女儿的本分，来生愿做牛做马来报答您的恩情。”陈圆圆勇敢地迎上他的目光，声音微颤却带着坚定。田红玉再向前逼近一步，不为所动，
继续说道：“圆圆，你冰雪聪明，该知道我的意思，不要做无谓的反抗。”陈圆圆感到背上的石墙透出的冰冷，心中期盼着那个人的出现。然而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依然不见他的身影。他的内心逐渐被绝望笼罩，眼角开始泛起泪光。他多希望今天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梦想着只为一人舞，只为一人唱，美丽只为一人绽放。他多希望不用再直面那些贪婪的目光，希望可觅得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可以依靠的怀抱，从此不再提心吊胆，做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人。他也希望找到一个值得自己不顾一切去爱的人，以及一个深爱他的人。然而这些美好的期盼终究只是遥不可及的奢望。看着眼前这位权臣，陈圆圆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生平第一次展现出如此果决的语气，坚定地说道：“义父，女儿已经心有所属，因此我恳请您能网开一面，放圆圆离去。”见美人如此决绝的模样，田红玉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声音也变得冰冷：“圆圆，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的这股勇气，但你要明白，这并不是你任性妄为的理由。我的耐心有限，乖，听话，否则你知道我生气会有什么后果？”陈圆圆只是默默地摇头。田红玉等待片刻，脸色愈发阴冷，接着冷笑出声：“好，很好，你成功惹为父生气了。既然如此，可别怪我无情。”这时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我也很想知道你生气的后果，可以告诉我吗？”宁远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房中，他微笑着对陈圆圆说道：“你做得很好，没有让我失望。”当看见宁远出现，看见他那温暖如春日的微笑时，陈圆圆冰冷绝望的心像是寒冬酷雪遇见了炽热的阳光，开始融化。他喜极而泣，几步冲了过去，想要扑入他的怀中，但又生生止住。他流着泪笑着道：“公子，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宁远淡然道：“你是我的侍女，天底下还没人能动我的女人，到旁边坐着，安静看着就好。”陈圆圆拉起房子中间的椅子，到了宽大书桌旁，倚靠着坐了下去。在他旁边是墨迹依旧未干的肖像画，在那画中，他刻意摆出了一副慵懒的姿势，内心却紧绷着。而此刻，他端坐着，内心却无比的放松。他目光粘在宁远的身上，看向他那如刀削的侧颜时，再也无法移开。这些年来，陈圆圆一直期盼着一个人，他不需要多么才华横溢，不需要多么英俊潇洒，也不需要家财万贯或权势滔天。他甚至不需要只对自己一个人好，他只需真心待他，愿意纳他为妾，只需提供一个温暖的住所，日常用度，能为他提供庇护。若能如此，那自己便是死了也是心甘情愿要跟着他的。然而命运弄人，他终究是未能遇到。而如今这个男人是何其的霸道，在官道中劫持了自己，以性命相要挟，迫使他屈从。他原本以为这又是一个觊觎自己美色，贪图他的身子，只是想玩弄他的男人。可让陈圆圆意外的是，这个男人没有喂他毒药，反而给他吃了驻颜丹和无垢灵丹。他没有遇见所谓的游方道士，却也并非子虚乌有的杜撰，因为这个送他一场造化的不是那个游方道士，而是宁远啊。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飘然而去，渺无踪迹，而是出现在这里。面对权势滔天的皇城司指挥使贵妃的父亲，他却依然毫无惧色，这是怎样的英雄气概？陈圆圆知道，这个男人大概也是贪图自己身子的，是想要霸占他的，可那又如何呢？在这世间，又有几个男人不想得到自己？只要在要了他身子的同时，能对他好些，不要随意的把自己当作玩具一样，玩坏了就随手抛弃。只要能在危难中庇护他，那他便愿意对他死心塌地。眼泪渐渐模糊了陈圆圆的视线，他忙伸手去擦拭，他想看得清楚些，害怕一个眨眼间，这个男人就会像泡影般幻灭。他不是最好的，甚至都不愿纳自己为妾，可如果不想被其他男人争来夺去，他或许是自己唯一的选择。他害怕一切还是回归到从前，回到毫无希望的过去。就在陈圆圆心中思绪万千时，一个声音将他拉了回来：“你是何人？”田红玉后退几步，沉着脸喝问。突然间，一个黑衣中年人如闪电般从暗室中窜出，挡在田红玉身前。他手握长剑，目光警惕地盯着宁远。这人是皇城司暗卫中的第一高手娄定坤，负责贴身保护田红玉的安全。此刻的娄定坤神经紧绷，目光死死盯着宁远，不敢稍动。场中唯有他能感知到眼前男子究竟有多危险。那种强烈的死亡预感如针尖麦芒般刺激着这位暗卫的每一寸皮肤，他怕自己一个眨眼就会被杀死。娄定坤一出现时，陈圆圆的目光立即从宁远身上移开，
看向娄定坤，心情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这个人，义父身边的暗卫，上一次一位江湖上享有赫赫凶名的刺客前来行刺，却被这位看似平凡的中年人一剑封喉。陈圆圆开始恐惧，身子微微颤抖，害怕宁远也会像那刺客一样，眨眼间便倒在娄定坤的剑下。可他惊讶地发现，这位实力强大的暗卫高手侧脸竟然开始冒汗，汗水层层而下，在陈圆圆的位置上，甚至可以看到冷汗瞬间打湿了他的后背衣衫。陈圆圆心中升起了希望，目光开始在宁远跟娄定坤之间游移，眼神变得越来越明亮。在他盯着娄定坤时，这位高手仿佛受不住压力般，低吼一声，猛然向前冲去。陈圆圆看见暗卫手中剑寒光一闪，他的心随之剧烈的紧缩了一下。视线中先是娄定坤消失在原地，出现在宁远身前，紧接着他看见娄定坤举着剑，仿佛被定格住一般。一息之后，时间仿佛重新流动起来，陈圆圆瞪大了眼睛，看到娄定坤的背后突然喷出10几道血箭，鲜血飞溅超过2米远，瞬间将地板染成血红一片。接着他身体一软，扑通一声倒地，再没有丝毫声息。陈圆圆震惊地看着宁远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长剑，只见那剑尖上还在滴落着鲜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板上。这个男人居然一剑杀了黄承思的绝顶高手！陈圆圆的心脏狂乱地跳动着，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如此厉害？陈圆圆紧紧地咬住嘴唇，她知道这或许就是她一直在等待的人，唯有如此强大才能拯救她脱离火海，否则再怎么深爱自己的也守不住这份美丽。那美丽是恩赐，也是原罪，而弱小同样是原罪。是的，这个人就是她苦苦等待的人。她虽然只是让自己做一个侍女，可是陈圆圆对自身美貌和才艺有自信，相信最终可以获得她的欢心，到时转正成小妾也不是不可能。她心中油然生出了希望。在暗卫倒地的瞬间，田红玉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她努力保持镇定，沉声道：“我是当今田贵妃之父，皇帝的丈人，黄承思的指挥使，朝廷重臣。你究竟是何人？若是杀了我，你可想过需要承担的后果？”宁远冷冷说道：“别说是国丈，就算是皇帝本人，敢打我侍女的主意，我也一剑杀了。”陈圆圆闻言顿时感到浑身酥麻，这样的话语听在他的耳中，在他的脑海中炸开，震得他七荤八素，只觉得灵魂似要出窍了般，激动得浑身战栗。他双手握着椅子扶手，修长美腿绷得笔直，那双妙目却紧紧地看着宁远，恨不得立刻就要投怀送抱，融进他的身体里。田红玉却是心中惊惧，他遭遇过几次刺杀，然而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让他感到绝望。他偷偷地瞥了一眼陈圆圆，心想这人既然是冲着陈圆圆而来，那么将他抓为人质，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一念至此，他猛地扑向陈圆圆，然而才踏出一步，就眼睛一花，眼前出现一个人影，接着忽然感到胸口一震，身体不由自主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石墙上，发出砰的一声。田红玉年轻时也是武官，可如今年迈，又养尊处优，哪里经得住这样猛烈的撞击，一时间感到五脏六腑都肆意了位置，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衣襟。他腿一软，无力地滑落，一道人影一闪而至，那是宁远。他已经出现在了田红玉的身前，一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将她提了起来。田红玉感到呼吸困难，拼命挣扎着，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就在她脸色发紫，即将彻底窒息的瞬间，宁远猛地将她甩飞了出去。田红玉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艰难地开口：“大侠，别杀我，你想要什么？我是天贵妃的父亲，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给你金钱、地位以及美女。”宁远缓步上前，田红玉双手撑着地面，向后挪动着，她身子下面是暗卫洒下的鲜血，被她在地板上拖出了一条不规则的血痕，显得触目惊心。她扭头去看陈圆圆，看见那曾经谨小慎微的那张脸，如今变得如此陌生。她额头冷汗流淌而下，声音发颤：“圆圆，救救我！看在我将你带出梨园，让你免受玷污的份上，救救我！”陈圆圆声音冰冷：“义父，我最后再叫你一声义父。您带我出了梨园，又让我在府中当歌姬，讨好其他权臣，跟留在梨园又有何异？不过是让我从一个苦难之地脱离，又送进另一个深坑罢了。我并不欠你什么。”田红玉嘴唇张合几下，却不知该如何反驳，心中后悔，可如今再说什么也为时已晚。他转而看向走近的宁远，从宁远的眼神中看到的只有冷漠，颤声道：“求大侠饶命，你可以带着我的义女陈圆圆离开，我以田贵妃的信誉保证，定然不会追究此事，请你放过我。”
然而他话音刚落，就猛地发出一声惨叫，他的一根无名指被宁远一剑砍掉，剧痛让他几乎晕厥过去。此时大门砰的一声被撞开，田红玉的另外2名护卫听见惨叫声闯了进来，可还没看清里面的情况，就已经身中10多箭倒地身亡。宁远继续回到田红玉的身前，长剑指着他，剑尖上的鲜血滴答落在他的脸上。刚才那一根手指头是你胆敢打圆圆主意的利息。说着又一剑削断了田红玉的另一根手指头，在对方的惨嚎声中继续说道，这一根是让你长点记性。不要杀我！田红玉痛得死去活来，不断向后退缩着，直到背后碰触到墙面，才惊恐地看着宁远那滴血的剑尖，瑟瑟发抖。宁远掏出一颗丹丸扔在木地板上，那丹丸咕噜噜滚到田红玉的旁边，道，这是3尸脑神丹，服用后里面的尸虫会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1年内得不到解药，它们便会钻入你的大脑，啃食你的脑浆，让你死得苦不堪言。你可以选择现在被我杀死，或者将它吃了。田红玉作为指挥使，自然听说过这种歹毒的药物，吓得脸色惨白。然而对上宁远冰冷的眼神时，已经明白今天无论如何都无法幸免了。他盯着那颗毒药，喉结滚动，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再看向宁远手中的长剑，心中充满绝望。田红玉知道，一旦吃下这毒药，生死将被对方掌握，将再无机会摆脱他的控制，彻底沦为失去自由的傀儡。可看着离眼睛越来越近的剑尖，田红玉瞳孔感受到了窒息的威胁，本能的瞳孔骤缩，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明白，只要再犹豫半分，那锋锐的剑尖就会缓缓地刺入自己的瞳孔中。他吓得忙乱抓起地上的3尸脑神丹，恐惧地喊道，我吃，我吃。接着颤抖着将丹丸放入口中，一顿胡乱咀嚼，似乎要将那处于假死状态的尸虫嚼碎一般，然后忍住干呕，囫囵吞下，脸色已是苍白如纸。看着瘫软在地上的老人，宁远抽剑转身，慵懒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向陈圆圆示意，圆圆过来。是，公子。陈圆圆款款从椅子上起身，温顺地依偎着宁远，感受着宁远身上传来的温度。这一刻的陈圆圆感到无比心安。宁远冷声对地上的指挥使说道，你可以起来了。田红玉喘息了一会，狼狈从地上爬起，脸上露出惊恐万分的神色，声音颤抖，我感觉身体里有东西在动。他惊恐大叫，用力撕裂袖袍，露出干枯的手臂，只见上面有蚯蚓般的东西在皮肉之下蠕动，奇状可怖，令人毛骨悚然。陈圆圆只是瞥了一眼，立刻被吓得花容失色，压得惊叫一声，将头埋进宁远的怀里，再也不敢多看一眼。宁远也是心中吃惊，万古毒经中可没有这么详细的描述，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冷眼旁观。直到过了一会，那恐怖的蠕动才渐渐平息下来，田红玉的身体里再也没有异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此时田红玉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湿透，身体仍在不住颤抖，惊恐地站在原地不敢稍动。他脸若死灰，看着陈圆圆，艰难出声哀求道，圆圆，看在义父这段时间对你还算客气的情分上，你能不能替我向这位少侠求个情，让他放过义父一马？不论是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只求能给我解药。陈圆圆稍微挪动了一下，找了个更为舒适的坐姿，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快意。这位要将他当作一件物品送入宫中，去服侍那位荒淫无度皇帝的义父，甚至在一刻钟前还露出贪念。他从来就没有对自己露出过丝毫的怜悯，一言就要决定他的命运，现在又是怎样一个乞怜求饶的狼狈模样。陈圆圆转过头去，不愿再多看这老人一眼。这位之前还让陈圆圆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应对的权臣，此刻在他心中已然沦为一个丑陋不堪、胆小怯懦的可怜虫。那份曾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恐惧，如遇阳光的阴影，瞬间消散无踪。他此刻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再也无惧面对多舛的命运。田红遇见陈圆圆不再看他，已经知道失去了所有的倚仗，生出对陈圆圆的怨怼，却不敢在表面上表露分毫。他微微喘着气，站在一旁，忐忑、悔恨和怨毒在心中交织。宁远眼中带着嘲弄，淡淡的问道，你可认识郡守黄启良？田红玉收起杂念，忙答道，不算熟悉，他跟田贵妃，也就是我的女儿所在势力不是一个派系。不知这位少侠何出此问？宁远微微点头道，我叫宁远，想认识一下那位郡守大人，指挥使大人可否帮忙引荐一二？田红玉心念电转，一瞬间想到了很多。他原本以为这人是为陈圆圆而来，可听宁远刚才这话中的意思，显然见黄启良才是宁远的目的。
他不禁想起从别处得到的一个消息，似乎前2日郡府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一位刺客逃跑了，城中也因此一直在暗中盘查，莫非是和这有关？如果是这样，他想见郡守，必然是为了行刺。刺杀地方大员是重罪，一旦牵扯其中，必定会引发巨大的麻烦。作为引荐的一方，不论刺杀成功与否，都脱不了关系。想到此处，田红玉心头沉重，可他同时也明白，此时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答应了日后少不了麻烦，不答应现在就是死。这一番思索，只在电光石火之间，这位老奸巨猾的权臣已经想明白了所有的关键，苦笑道：“宁少侠，据我所知，这2天城中盘查得很紧，似乎跟郡守有些关联，不知可否告知一声，这事是否和你相关？”宁远也不怕他知道，点了点头，微笑道：“正是，我此次为杀黄启良而来，如果你觉得为难，可以拒绝的。”田红玉拱了拱手，苦笑道：“宁少侠说笑了，老朽不敢有二心，必尽心竭力将这事给办好。”顿了顿，接着道：“我与黄启良分属不同派系，向来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此人性情极为多疑谨慎，如果贸然邀请，恐怕会引起他的怀疑。”宁远道：“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田红玉沉吟片刻，望了一眼陈圆圆，露出为难的神色：“我倒是有一计，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是。”田红玉立刻说道：“我听闻黄启良颇为好色，想必对圆圆这样的美人不会无动于衷。”陈圆圆闻言，身子不由自主的一僵，心中隐隐生出不安。宁远察觉到陈圆圆的紧张，轻轻拍了拍她的香肩，待她身体放松下来后，才皱眉道：“无妨，你先说来听听。”田红玉道：“我可以以欣赏歌舞的名义发个邀约，请黄启良前往回宴楼。只要他听见是陈圆圆献艺，想来定然会欣然赴约。只是这样一来，恐怕要委屈一下圆圆了。”宁远沉思片刻，点头同意道：“这个计划可行。届时我会扮作你的贴身侍卫，一同前往，我们3人一起见一见这位黄启良。”田红玉心中无奈叹息，已是顾不得那许多，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说道：“我明天派人给黄启良送去请帖，还请宁少侠静待消息。”“行，我等你的好消息。”宁远说着，拍了拍陈圆圆，道：“圆圆，我们走吧。”说着大步离去，看也不看田红玉一眼。随着笑声远去，书房内只剩下田红玉，她静静站着，地上是3具尸体，倒在血泊中，一条长长的血痕是她拖动的轨迹，尸体、血，她的影子组成了一组诡异的画面。她凝视着陈圆圆离开的房门，嘴角勾起一丝讽刺的笑意，低笑良久，伴随着咳嗽，接着喃喃自语：“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啊！我一生都保持着与女人的距离，没想到在晚年之际，却栽在女人手里。哼！”静默良久后，他看了地上尸首一眼，转身离去。宁远跟陈圆圆回他的闺房，青青正焦急地在外面守候，看见后小跑过来，露出惊喜的表情，急忙问道：“小姐，您没事吧？”陈圆圆只是微微点头。宁远微笑道：“青青去为我们准备一些酒水过来。我听说圆圆歌舞双绝，特别是演《西厢记》之红娘，让人闻之断魂欲死，我想听了。”陈圆圆抬起头，眼中柔情似水，嘴角挂着一丝甜美笑意，柔声道：“妾身承蒙公子垂爱，喜不自胜。既然公子喜欢听，那妾身今天就为公子独唱一曲，以报君恩。”卧房中，宁远旁边桌上摆着一壶清酒，陈圆圆此时已经换上了红娘戏装，眉目如画，婀娜多情。她抱着琵琶，身起秀摆，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见她对着宁远嫣然一笑，慢声唱道：“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注意。”弹几声琵琶，接着又唱：“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小径描鸾刺绣。”她声音清丽婉转，带着江南浓浓软语，咿呀招扎，便如那音声入耳，钻进宁远的灵魂里。那情意绵绵通过声音，给人一种魂牵梦绕的销魂感，仿佛再也不愿在这温柔乡中醒来。陈圆圆眼神带着笑意，停顿了下，嘴角微微上扬，声音更是柔软，道：“公子，妾身的声音好不好听？”宁远点头道：“好听。”陈圆圆抿嘴一笑，接着唱道：“恰便是粒粒音声花外转，形意不可人怜。”她起身，香裙下摆舞动，缓缓几步行到宁远身前，然后腰肢扭动，便坐在他身旁，一声轻笑，那笑声说不出的甜腻。他又唱：“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鸟挪，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宁远见他千娇百媚，那红唇胭脂嫣红，贝齿洁白，说不出的诱人。倒起一杯清酒，送到他唇边，道：“美酒赠佳人，来喝一杯。”陈圆圆红唇微张，
道：“谢公子赐酒。”接着仰头一口喝掉，部分酒水从唇瓣流下，顺着白皙脖颈落入细袍的缝隙里。他也不去擦拭，婉转低笑道：“公子，您是想听妾身淡曲浅唱，还是要妾陪您喝酒？”宁远笑道：“不急着听曲子，你先陪我喝酒。公子想喝，妾身就陪您喝。只是要是我喝醉了，唱得不好，您可不要笑话才好。”陈圆圆将琵琶置于桌上，斟满2杯，自己端了1杯，道：“这一杯敬我们的邂逅。”宁远奇道：“这是为何？对你来说，那可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陈圆圆想起宁远劫持了马车，在车上提心吊胆的情形，浅笑道：“确实不是愉快的体验呢。不过能有现在的结果，再多的不愉快也是值得的。”宁远举杯喝掉，陈圆圆再次斟满，举杯仰面喝掉，笑道：“这一杯是为侍女的身份。”宁远同样一口喝光，道：“这又是为何？那只是侍女。”陈圆圆叹道：“如果不是遇见你，我的命运就是进入那深宫中了。”宁远道：“那也没什么不好，不知有多少人想方设法求而不得呢。”陈圆圆看着宁远道：“妾身不知道公子以前的经历，对于这个世道又有怎样的看法？我小时候父母双亡，被姨父一家收养，姨父姨母说不上坏人，只是太穷了，最后在我10岁那一年，迫不得已将我卖入了梨园。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他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收养了几年，我早已饿死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对很多女孩家来说，能入宫成为妃子，哪怕无法获得恩宠，最起码也是衣食无忧的。可是妾身不一样啊。”他笑道：“妾身漂亮吗？”宁远点了点头，不吝自己的夸赞：“你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除了作者小影，最漂亮的。”陈圆圆闻言有些欢喜，笑了笑，接着神色黯淡下来：“妾身一直都知道自己很漂亮，同样清楚，这是一柄双刃剑，我已经被他割得鲜血淋漓，他能带给我机会，同样会带给我灾祸。”顿了顿，说道：“进入那深宫中，对我而言，如果不能得到宠幸，那么面对的就是无尽的凶险了。嫉妒有时候是毒药啊。”宁远注视着她，心想，这真是一位睿智的女子，她清楚自己的美丽，也善于利用这一份美丽。如今她对自己所说的，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明心迹？果然，陈圆圆接着笑得有些欢快，双手勾住宁远的脖子，红唇离他有些近，淡淡的酒香扑在宁远的脸上：“公子，您收我为侍女，只是暂时的，对不对？”宁远微笑道：“那得看你的表现。”陈圆圆低声道：“妾身命薄，被姨父卖入梨园后，习歌舞，得艳名，实非妾身所愿。今得公子垂怜，愿收为婢女，脱离那苦海。妾身无以为报，幸得灵药容颜永驻，身子冰洁无恙，妾愿以无垢之身侍奉公子左右，望公子怜惜。”宁远抚摸她娇艳的脸颊，道：“你既然跟随我，今后自不会再有人敢欺辱你。这天底下有我一席之地，便有你安身之所。”陈圆圆闻言哽咽道：“是公子，此身若可留，是公子之身；若不可留，愿伴公子长眠于地下。”说着，他从宁远身上起来，提着琵琶在离得远了些的地方坐下，语音娇柔道：“公子，趁着妾身未醉，再为您唱一首吧。”琵琶升起，歌声漫漫，雨声悠悠，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听了戏曲，宁远施然回到自己的卧房，见黄蓉已经回来，正在窗边点着油灯看着书。黄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去看书，都不愿意搭理他。宁远忙上前几步，问道：“你在看什么书？”黄蓉依然安静如画。宁远凑近一看，见是《西厢记》，笑道：“我也喜欢《西厢记》，特别是里面那红娘。”黄蓉瞥了他一眼，语气淡淡：“是戏里红娘，还是戏外红娘？”宁远看了他一眼，猜测莫非黄蓉知道了点什么，想着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陈圆圆是吴中名伶，尤其擅演《西厢记》中的红娘，早已是艳名远播，被黄蓉所知也没什么稀奇。他想着今后还要将陈圆圆带在身边，跟着回襄阳，事情迟早是瞒不住的，于是轻咳一声：“师娘，我看圆圆身世甚是可怜，田红玉要将她带入宫中，献给皇帝宋度宗赵齐，以巩固她女儿的地位。而赵齐荒淫无道，圆圆遇到那皇帝绝非信使，我不忍心看她堕入深渊，因此我将她收了做侍女，想着她聪慧过人，平时用来侦察到谁也是不错的。”黄蓉也不知为什么，心中生出一些烦闷，却只是笑道：“这挺好的呀，陈圆圆美貌无双，给你这样武艺高绝的大英雄当丫鬟，是她的福分，你要善待她。”宁远心中松了一口气，不管怎样，总算暂时将她稳住了。他忙转移了话题，问道：“你探听到什么情况了？”听宁远说起正事，黄蓉也将陈圆圆放到了一边，
摇头道：“不是太顺利。黄启良知道我是丐帮帮主，自从我逃出颍州，他就派人密切监视城中丐帮帮众，我差点被发现了踪迹。”宁远露出紧张神色，忙问：“后来怎样？”黄蓉道：“幸亏我警觉，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丐帮弟子，传话给这里分部的头目，与他接触后，让他派人去打听情况。我在密室中等了大半天，从回来的丐帮弟子那里得知，黄启良似乎加强了警戒，但具体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打算明天迟些再去一趟看看情况。”宁远微笑道：“不需要这么麻烦，他既然有所警觉，太多动作反而容易打草惊蛇，这事我已经办妥，你安心看戏就好。”说着将之前的事跟黄蓉说了一遍。黄蓉皱眉道：“你用3尸脑神丹控制一方大员，恐怕会惹祸上身，得不偿失。”宁远道：“杀一个郡守是杀，再多一个也不算得什么，你尽管放心，那只会使惜命的警只会好好配合，不敢有丝毫忤逆之心的。”事已至此，黄蓉也无法可想，只好无奈点头，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只是你们3人过去会不会有些危险？宁远笑道：“你还不放心我吗？不会有事的，就算刺杀失败，我也能杀出重围。”黄蓉点了点头，道：“你需要我做些什么？你在这里备好车马，准备接应，等杀了黄启良，我们逃命的时间可不多。如果只是我一人倒也罢了，带着陈圆圆，还是需要做好万全之策。”黄蓉看了他一眼，话中情绪不明：“你倒是有情有义，临危之际还不忘为你那丫鬟着想。”宁远也是没有办法，他哪敢将陈圆圆留在这里？以她的美貌，估计不出几日，又不知会被谁抢了去，到时要再回来寻找，怕不是又要生出许多事端。最关键的是，真要被抢了，陈圆圆哪还保得住清白？这个世界上可不会再出现一个田红玉了。田红玉派去的人很快就传回来消息，黄启良一听是燕明远拨的陈圆圆，极为动心，稍加思索，便欣然应邀。不过地点不在回燕楼，而是改为在黄启良的府邸。自从黄蓉逃离后，这位郡守也有些寝食难安，他派出去的人手大部分已经返回，然而依然有3拨人马毫无音信，想来多半已经遭遇不测。这让黄启良越发谨慎，不但身边高手环绕，非必要情况下更是减少了外出，不愿将自己置身于任何可能的危险境地。听到属下的回报，田红玉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尝试着劝阻：“宁少侠，很显然黄启良已经有了防范之心，轻易不会给人可乘之机。我知道你武艺超群，若是在回燕楼中设宴，他护卫有限，还可以尝试一下。可在他的府中，周遭必定埋伏着众多高手和护卫，我们没必要深入险地。”宁远看着他，神色似笑非笑道：“指挥使大人可是害怕了？”田红玉神色一正，答道：“老朽半截身子都快要入土的人了，原本也没多少年可活，又怎会害怕？如果少侠非要去，老朽舍命相陪便是。只是圆圆一个弱女子，陷入那样的重围中，万一有个防护不周伤着了，那可大为不值当。还望少侠三思，我们从长再议如何？”宁远转而看向陈圆圆，道：“圆圆，你怕不怕？”陈圆圆眼神坚定，柔声道：“公子去哪里，妾身就去哪里。”宁远豪情涌现，哈哈大笑：“好，不过是区区一个郡守的府邸，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我便带你闯一闯。”田红玉疑惑地看了陈圆圆一眼，心想：义女平时谨小慎微，今天怎么敢如此豁出性命？明知道九死一生也可以奋不顾身。他知道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心中暗叹一声，也不再多言。等到了傍晚时分，3人依约来到黄启良的府邸拜访。宁远乔装成侍卫，跟随在田红玉身边。他暗中观察，果然发现四周明岗暗哨多达7、80人，其中不乏高手的气息。家仆恭敬地引领着3人进入宴厅。不多时，一位身材肥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爽朗地大笑着说：“田大人光临此地，下官因琐事缠身，未能及时相迎，还请您多多包涵。”黄启良急忙摆了摆手，道：“指挥使大人言重了，本该是下官前去拜访才是，请入座，我们再聊。”这位郡守这才望向陈圆圆，看见他的瞬间，表情一呆，再也挪不开眼睛。陈圆圆今天身着浅绿色罗衣，云鬓高挽，身姿曼妙，怀抱着琵琶，莲步轻移间裙摆微扬，摇曳着众人心神。田红玉瞥见黄启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不禁鄙夷，他轻咳一声，呵呵笑道：“黄大人，不如我们坐下来饮酒，且慢慢欣赏歌舞如何？”黄启良这才如梦初醒，视线艰难从陈圆圆身上挪开，呵呵笑着掩饰尴尬：“田大人所言甚是，来人，上酒。”众人入座，侍女开始斟酒。黄启良的目光再次落在陈圆圆身上，温和笑道：“这位
想必就是艳名动天下的陈圆圆姑娘了吧？闻名不如见面，果真是国色天香，娇媚动人。哈哈哈哈！陈圆圆微微欠身，低声道：“民女陈圆圆见过郡守大人。”那声音娇柔婉转，动听不已，听得黄启良魂儿又丢了一半，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笑道：“好一个倾国倾城的民女！”田红玉举杯笑道：“听闻黄大人钟爱戏曲，恰好我得知秦淮歌姬陈圆圆武艺超群，尤其善演《西厢记》，因此特地邀请她前来陪酒助兴，希望黄大人能喜欢。”黄启良目光就没离开过陈圆圆，闻言，他的脸上立刻绽放出充满期待的微笑。本官对戏曲情有独钟，早就听闻圆圆姑娘大名，可惜一直未能有缘亲耳聆听你的天籁之音，如今得见，甚为欣喜。不知你是否愿意为本官献上一曲？陈圆圆淡然一笑，道：“郡守大人，请恕民女不能从命。妾身此生只愿为我的公子一人独唱，恐怕要让您失望了。”黄启良一怔，脸色骤然阴沉下来，看向田红玉，冷冷道：“田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故意来戏弄本官吗？”田红玉歉然道：“黄大人言重了，下官怎敢戏弄您呢？只是下官此举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黄启良道：“何出此言？”田红玉轻叹一声，没有说话。此时，田红玉身后站立的宁远开口道：“圆圆，既然郡守要求，你就给他弹奏一曲送行吧。”陈圆圆微微欠身，应了声是。一位侍卫居然如此无礼开口，立刻引起黄启良身后的3名高手警觉，他们迅速拔出长剑，跨步上前，将黄启良护在身后，厉声喝道：“你是何人？”护卫的暴喝声惊动了外面的守卫，只听门窗在砰砰声中被撞开，几十只公母瞬间探了出来，纷纷对准了宁远。陈圆圆抬头望去，见窗外公母闪着寒光，心中惧怕，可回想起过往的遭遇，这一生似乎总是危言慎行，生怕一个不小心便招来无妄之灾。然而那些该来的命运却总也躲不过。又想起茶肆中与宁远的相遇，书房的最后绝望之下出现的身影，心中渐渐升起了勇气，心想如果这也是躲不过去的灾祸，那便在今天结束好了。他低垂下眼帘，再也不去看那些护卫一眼，抱起了琵琶，手指抚上了琵琶弦。那琵琶突然发出铿锵之音，却是一首十面埋伏。随着铮铮之声突起，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当第3声琵琶声响起时，宁远已经掠过1丈之地，拔剑而出，一剑穿透了黄启良身前一护卫的咽喉。放箭！其中一位护卫瞳孔中闪过剑影，急声暴喝，这声音掩盖了琵琶音。接着弓弩声大作，几十支弩箭射向宁远，准头之精准，竟是箭无虚发，显然是精锐中的精锐。宁远不退反进，长剑格挡开箭矢的同时，身形已经欺近黄启良身前不足3尺。琵琶音忽而高亢，再铿锵2声，剩下的2名侍卫眉间同时绽开一点嫣红，无声无息的仰面倒下。窗外的弓弩手再不敢射出箭矢，纷纷越窗而入，抽刀围将上来。琵琶声逐渐转为急促，宁远在这肃杀声中身形忽然急退，长剑劈飞，射向陈圆圆的一柄袖剑，接着如一道劲风杀入护卫群中，惨叫声响彻燕厅，与密集的琵琶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惨烈的画面。黄启良肝胆俱裂，惊恐的连连后退，想要躲入护卫中，却被忽然射来的一柄长刀刺穿了大腿，惨叫着倒在地上。保护黄大人！7、8个护卫围了上前，眼睛却闪过点点寒光，接着陷入黑暗，砰然倒地。厅中再无一站着的护卫。黄启良看着浑身散发着杀气的刺客，他不断向后挪动，颤声问道：“你为何行刺本官？”此时外面早已经被惊动，传来阵阵嘈杂声。宁远的声音森然冷厉：“黄蓉是我的女人，你敢打她的主意，我很生气。”黄启良眼中闪过一抹悔意，还想要说些什么拖延时间，宁远却不给他机会，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他脸上现出惊愕，嘴唇张合，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最后所看见的就是宁远一剑斩来，将他头颅斩下。这位好色的郡守最终头颅滚落，鲜血从脖颈喷出，将地面染红。田红玉静静地坐着，琵琶声在他耳边回响。他冷眼看着护卫一个个倒下，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在陈圆圆身上，看着他那青葱般的手指在琵琶弦上跳跃，琵琶发出金戈交鸣声，是那催命的音符。他收回目光，一口将杯中美酒喝下，只觉得口中苦涩，心想这大概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听闻那黄蓉是丐帮帮主，在江湖中也是艳名远播，不知与陈圆圆相比，又如何？周围的护卫不断赶来，纷纷破门而入，见宁远脚下郡守肥胖的无头尸身以及满地的护卫尸体，脸上揭露出骇然之色，一时不敢靠前。
宁远长剑滴着鲜血，转身走向陈圆圆，琵琶声戛然而止。陈圆圆抱起琵琶，缓缓站了起身。宁远看也不看那些惊惧万分的护卫一眼，微笑道：“琵琶弹得不错，那首曲子叫什么？”“十面埋伏。”陈圆圆道。“十面埋伏，好。”宁远眼中满是赞赏之意，接着道：“你怕不怕？”陈圆圆嫣然一笑，说道：“怕。”宁远哈哈大笑道：“跟紧我。”随即向着大门方向踏步而去。陈圆圆跟着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田红玉，见他依然端坐不动，便不做理会，跟着宁远杀进了那些护卫之中。一场更惨烈的厮杀开始，周围的护卫不断死去，又不断涌来，然而他们根本无法近身陈圆圆3米之内，便被宁远一一斩杀。尸体不断倒下，散落在回廊、凉亭、花园之中。一条血路向府邸外延伸而去，陈圆圆紧紧跟随在宁远身侧，身边嗖嗖的弓弩破空声不绝于耳。他起初紧张的要命，然而所有威胁的箭矢都被身边的男人一一挡下。他挑起地上的箭矢，以更快的速度投掷回去。那些远处的弓弩手纷纷中箭，惨叫倒地，周围充斥着鲜血和不断的惨叫。穿梭在这纷乱的刀光剑影中，陈圆圆脸若寒冰，心热如火。这是他这些年平静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他害怕，他激动，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两人一路拼杀，终于来到府邸附近停靠的一辆马车旁，剩下不多的护卫惊恐地站在远处，不敢再上前一步。宁远浑身浴血，那是敌人的长剑，血迹同样在滴落。他将黄启良的人头抛在地上，看向黄蓉，笑道：“幸不辱命。”黄蓉看着地上那颗血淋淋的头颅，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很快又收敛。他点头道：“陈卫军很快便会抵达，我们去东城门，我来驾车，你负责杀敌。”青青猛地掀开帘子，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小姐，小姐，你们快点上来！”他之前一直躲在马车的暗处，通过帘子的缝隙，完整的目睹了宁远如何带着小姐从郡守府邸中杀出重围，并在长街上一路浴血奋战的整个过程。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看着自家小姐紧紧跟在宁公子的身后，四周是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护卫。他看着一个个敌人在宁公子的剑下倒下，他们或被一剑穿胸，或被一剑封喉，鲜血四溅，惨叫声此起彼伏。青青的眼中倒映着剑矢与长剑交锋时迸发的火花。他看着那个手握长剑的男人如何护着小姐，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越那些倒下的敌人，向他们这边靠近。他的心跳随着宁远越来越近，也渐渐加速，最后砰砰直跳，激动得浑身颤抖，眼中只剩下那个英勇无畏、挺拔如松的身影。陈圆圆过去喜欢阅读《西厢记》之类的才子佳人故事，然而青青却对侠客行情有独钟。那种快意恩仇、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才是他内心的向往。他对那些矫揉造作的风流才子毫无兴趣，内心深处一直憧憬着有一天，一位武功盖世的侠客会骑着黑马出现，带着自己一同闯荡江湖，仗剑天涯。因此，当宁远英勇地护着陈圆圆踏过尸山血海时，这位俏丫鬟彻底沦陷了，眼中只剩下那道坚定的身影，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更让他心动的是，宁远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英俊潇洒，更关键的是，他还愿意收自家小姐为侍女。而作为小姐的贴身丫鬟，青青忍不住开始幻想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同样有机会成为公子的通房丫鬟呢？毕竟收一个是收，收两个也是收呀。这个念头在青青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让她心如鹿撞，脸颊滚烫。她看向宁远的眼神充满了倾慕和期待，就好像她已经是宁远的通房丫鬟了一般。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陈圆圆上了马车。黄蓉一抖缰绳，马儿嘶鸣一声，载着四人朝着东门的方向疾驰而去。青青俏脸通红，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望向宁远，声音颤抖地说道：“公子，你会保护小姐和我的，对吧？”宁远瞥了他一眼，心想这丫头抽什么风。他无暇搭理这花痴，后方隐隐传来马蹄声，那应该是郡守的私兵，反应速度显然比程卫要快了一步。当马车转过一条街角后，前方的道路也被拦截住了。30余名枪兵已经严阵以待，他们手中的长枪寒光闪闪，斜斜向上的枪尖犹如一道密不透风的死亡之墙。任何马匹若敢直接冲撞，必是被无情洞穿的下场。而在枪兵阵列后方10多米处，30-40名弓箭手也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他们拉紧弓弦，将锋利的箭矢搭在弓上，只待一声令下，便会箭矢齐发。宁远来不及与黄蓉说话，便迅速跃下马车，身形犹如离弦之箭般窜出，
瞬间将马车远远甩在身后。前方的将领眼见宁远以惊人的速度冲过长街，直逼眼前，惊恐地大喊道：“长枪手准备，弓箭手放箭！”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宁远已经如一阵疾风般掠过他的身侧。这位将领的喉咙中发出咯咯的声响，脖颈上出现一道深邃的血线，紧接着他的头颅滑落，无头的脖颈鲜血如注，身体随后砰然倒下。宁远身形如风，瞬间冲入枪阵之中，手中的长剑闪烁着寒光，又掠过10米的距离，闯入了弓箭手的阵地。长剑挥舞之间，伴随着短暂的惨叫声和飞溅的鲜血，弓箭手们纷纷倒下。在刚才的釜底之战中，宁远连斩70-80人，这使得他的速度、剑技以及内力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如今面对这些普通士兵，他更是如虎添翼，再没有一招之敌。当马车疾驰而过时，地面上已经铺满了尸体，血浆四溅。宁远轻轻一跃，便重新上去，马车毫不停留地驶过长街，将那些尸体远远抛在了身后。前方城门已经清晰可见，守城的士兵已经接到了命令。2位城卫正缓缓转动绞索，准备关闭城门。宁远眼疾手快地抽出从破庙中获得的长剑，内力灌注其中，长剑瞬间寸寸断裂，化作无数残片急射而出。这些残片犹如死神的利刃般，瞬间跨越了上百米的距离，精准地击杀了正在拉动绞盘的城卫以及旁边的士兵。城门处的威胁瞬间解除，前方的马车立刻停下，否则格杀勿论。城门上的将领尚未察觉到城门下的变故，大声喝道。眼见马车毫不理会，继续向前冲去，将领目露凶光，大喝道：“放箭！”仓促之间，几十根稀稀落落的箭矢朝着马车射来。这些箭矢的威胁对于宁远来说微乎其微，他轻松地将它们一一格挡开来。马车在惊叫的行人纷纷躲避中，快速驶离城门，朝着城外疾驰而去。直到此时，后面才传来20-30名骑兵急促的提声。青青一直紧张地盯着前方，当马车终于顺利驶出城门时，他激动地紧紧抱住宁远的胳膊，欢呼雀跃：“公子，我们出城了！”那小胸脯都快整个贴上来了。别吵！宁远像拎小鸡一样，将这位过于激动的丫鬟轻轻拎起，放回座位上，透过车厢后帘观察着后面的追兵。青青被宁远的举动弄得有些气恼，他嘟着嘴，心想：难道我青青长得不好看吗？虽然与小姐和那位黄帮主相比，我的确稍逊1筹或者2筹，胸也小了点，但青青也是很俏丽的呀。回想起昔日秦淮河畔，曾有多少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垂涎她的美色，要不是有小姐护着，恐怕她早已沦为那些人的玩物，不知道要被多少人给吃了。可如今本姑娘主动想要投怀送抱，她却爱搭不理啊，真是好气人。负责追击的统领眼看着距离逐渐拉近，却突然大喊一声：“停！”紧握马缰，缓缓让胯下的战马停了下来。大人，我们怎么不继续追击了？旁边的一副官满脸疑惑地问。统领瞪了他一眼，怒斥道：“你觉得自己打得过他吗？”那副官恍然大悟，瞬间惊出一身冷汗。他回想起长街上那几十上百具尸体还躺在血泊中，而他们这边只有20-30人，追上去岂不是自寻死路？统领果断地调转马头，大声命令道：“敌人狡猾已极，成功逃脱，我们撤退。”是。众骑兵纷纷高声应答，心中都暗暗松了口气。妈的，就没见过这样恐怖的高手，单枪匹马屠杀上百护卫，不知郡守大人怎会惹上这样的敌人？听到追兵的蹄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不见，宁远也长长的舒了口气。刚才出城时实在太过惊险了，如果没有及时阻止城门关闭，面对源源不断的士兵，或许他能独自逃出城去，圆圆却是绝对没有逃脱的可能，甚至黄蓉都有可能栽在城里。马车继续前行了一段路后，时近黄昏，黄蓉将车停在一处幽静的山林旁，说道：“宁远，这一带没有村落，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宁远看着2位俏佳人，还有1位俏丫鬟，点头道：“也好。”宁远在草地上选了一块平坦的区域，随后开始从储物空间中一件件地取出物品：红木座椅、雅致茶具、躺椅，甚至还有2张实木床。这些物件的出现，让3位女性都惊愕不已。青青瞪大了眼睛，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指着那张熟悉的实木床，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公子，这不是小姐闺房中的木床吗？她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宁远轻描淡写地瞥了一眼那张床，回答道：“哦，这个嘛，我就是从你家小姐的闺房里搬过来的。对了，圆圆，你的衣物我也一并带来了，等会儿要是想换衣服，尽管跟我说。”陈圆圆闻言，
脸上泛起一抹娇羞的红晕，轻声嗔怪道：“公子，你怎么能随意翻动妾身的衣物呢？”宁远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你是我的侍女，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陈圆圆更加害羞了，低头小声道：“就算是你的侍女，那也是不行的。”宁远显然不太懂得女儿家的心思，不再理会这两个女人，而是开始攀爬附近最高的一棵树。不一会儿，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脸上洋溢着喜悦：“好消息！我瞧见前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我先过去洗个澡，你们要一起来吗？”黄蓉听后瞪了他一眼，没有作声。陈圆圆先前跟宁远杀出郡府，身上沾染了血迹，听到可以洗澡，不禁有些心动，但碍于黄蓉在场，又有些不好意思。青青则是羞怯地开口：“公子，需要青青为你沐浴更衣吗？”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通房丫鬟的角色中。宁远淡淡地扫了一眼那娇羞的小丫头，还有她那平坦的小胸脯，显然对她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他板着脸训诫：“青青，你年纪还小，不应该过早地沉溺于这些事情，明白吗？我已经18岁了。”青青有些不满地反驳道：“如果你不信，可以问小姐。”看到陈圆圆只是微笑不语，并没有为他证明的意思，他急得跺了跺脚：“小姐，您说是不是？”宁远斜眼看他，这小丫头不过14、15，却想来欺瞒他，当自己是瞎子呢。不搭理这小侍女，转身往林中走去。等回来时，手里提着一只肥硕的山鸡。而他们三人也没闲着，轻轻捡拾了一些干柴，生起了火。黄蓉和陈圆圆在山林中寻找到了一些菌菇和野菜，此刻正烧着一锅鲜美的汤。宁远回来时提着山鸡，走到黄蓉面前，冲她笑道：“师娘，不知今日能否为我们做一顿叫花鸡尝尝？”黄蓉的厨艺堪称一绝，连曾经潜入皇宫偷吃的洪七公都对其赞不绝口。当然好了，黄蓉微笑着答应，随后便开始忙碌起来。而宁远则舒服地躺在太师椅上，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时光。陈圆圆优雅地坐在宁远的身侧，纤手削着从田贵妃府邸顺来的水果，青青正跪坐在他的另一边，用他的小拳头轻轻为他捶着腿。“公子，这个力度您觉得如何？”青青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期待。“还不错，可以再加大一点力度。”宁远微微睁开眼，懒洋洋道。这也不能全怪宁远享受的理所当然，实在是青青主动请缨侍候他，而陈圆圆也带入了侍女的角色，一副尽心尽力的模样，他便顺水推舟的接受了。此刻的宁远心中得意自不必说，一边享受着两位美人的细心服侍，一边回顾着今天的收获。从郡府中杀出重围，再到长街上的激烈厮杀，他凭借一己之力击杀了上百名护卫。这场战斗让他的身法、躲闪、出剑速度以及内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这些经验值虽然不足以将月女剑升级到阿青那般出神入化的境界，但用来提升绕指柔剑和达摩剑法却是绰绰有余了。他在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分配这些经验值，才能让自己的武功更上一层楼。享用完晚餐后，三位家人决定一同前往附近的小河沐浴。宁远自告奋勇地提出为他们把风，这一提议自然得到了陈圆圆和青青的欣然同意，黄蓉反对无效。于是宁远便带着愉悦的心情前往河边把风。至于他是否真的坚守岗位，还是趁机偷窥了美人沐浴的场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看着仍在远处戏水的陈圆圆和青青双姝，宁远朝向他走来的黄蓉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这么快就洗完了？”黄蓉没好气地嗔道：“再不出来，岂不是要被你偷看个精光了？”宁远立刻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你可别冤枉了好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心中暗自窃笑。黄蓉瞪了他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叹息道：“当初替郭靖收你为徒，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宁远笑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显然已经摸透了黄蓉那种矛盾复杂的心理，应对起来显得游刃有余。接着又话锋一转，兴致勃勃地说道：“我今天对剑法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你想不想跟我切磋一下试试？”黄蓉闻言美眸一亮，不过回想起上次切磋后被他欺负的情景，脸颊不禁泛起一抹红霞，犹豫着说道：“你还是自己练习吧，切磋就免了。”宁远却并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继续怂恿道：“哎呀，一个人练习多无聊啊！这次我保证不欺负你了，这样总行了吧？”黄蓉其实也很好奇宁远的武功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再加上他的软磨硬泡和连番保证，最终勉强答应了下来。“那好吧，就让我看看你又有多少进步了。”说着便折下2根柔软的枝条以代替长剑，“让师娘看看。”宁远接过黄蓉递来的枝条，同时将自己的长剑递给他，
嘴角微扬，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我用这个，你用我的长剑，如何？黄蓉闻言，眉头微蹙，有些不悦地说道：臭小子，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宁远嘿嘿一笑，眼神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要不我们打个赌吧？我用这柔软的树枝，而你用长剑。如果我能在一招之内胜过你，就算我赢了。语气中充满了挑衅。看着宁远那自信满满的神态，黄蓉心中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慌乱。然而她并不想就此认输。回想起昨晚回到房间时，看到里面空无一人，问了青青才知道宁远在陈圆圆房间里，她心中竟然隐隐有些失落。黄蓉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但自从在庙中发生那件事情后，她对宁远的感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既对宁远心生犹豫和抗拒，又难以抵挡他那种独特的吸引力。于是有了那次主动醉酒的事情，因为他不敢去直面这段感情，只能借酒劲给自己一个放纵的借口。因为以黄蓉的聪慧和敏锐，他很快就能够意识到宁远对自己有着某种特殊的感情和偏爱。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心中除了慌乱之外，还暗自生出了一种连自己都感到害怕的情绪。然而无休止的帮中琐事、家庭琐事都让他感到生活的乏味。他是丐帮帮主，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和责任，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需要被细心呵护和关爱的女人。听见宁远的话语，黄蓉心中百转千回，思绪万千，一瞬间已是想了很多。最终她心中悠悠叹息一声，嫣然笑道：你想赌什么？看见黄蓉如此明媚动人的笑容，宁远心中一阵激荡，脱口而出：如果你输了，就在这小树林里让我亲一口。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黄蓉的脸颊，似乎想要从她的表情中看出些什么。黄蓉闻言抿了抿嘴唇，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轻笑道：好呀，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宁远随意摆出一个起手式，露出灿烂的笑容，挑衅道：蓉儿，你先出招吧，否则恐怕就没机会了。黄蓉好气啊，她怎么说也是天之娇女，身边的师傅爹爹哪个不是当世绝顶高手？虽然对习武向来不感兴趣，却也是混了个超一流高手的牌面，没想到竟然被这小子给轻视了。他冷哼一声，想着等下要是赢了，非得好好奚落他一番，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谦虚不可。于是也不客气，施展出擅长的御霄神剑诀，长剑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破空声，直取宁远。然而他长剑才刚刚挥出，就眼前一花，突然失去了宁远的踪影。他心中一惊，正待要回防时，已经被宁远从身后紧紧抱住。一个可恶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一丝得意：蓉儿，你又输了。黄蓉挣扎了一下，挣不开，被宁远这样从后面抱着，芳心中竟然没有落败后的沮丧，反而生出一丝莫名的喜悦。她紧咬嘴唇，没有说话。当宁远又贼兮兮说着你该兑现承诺了时，黄蓉脸上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她娇声耍赖道：可我反悔了，哼，就是不给你亲，有本事你去告状呀。宁远的手臂微微收紧，引得黄蓉娇哼一声。他有些不满地嗔怪道：放开我，你想干什么？宁远笑嘻嘻道：自然是要亲你啊。黄蓉感到一丝慌乱，忙用小手徒劳地掰着宁远箍住自己柳腰的手，低低地叫：宁远，你别这样，圆圆他们就在那边，被看见了不好。宁远低声问道：那我们进密林里好不好？不。黄蓉娇笑道：谁说只有陈圆圆才魅惑众生的？黄蓉只是不愿意使出手段而已，否则以她的聪明才智，真要花心思在男人身上，定然能将对方吃得死死的。黄蓉心中明白一个道理：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看着有些吃瘪的这个坏小子，黄蓉心情大好，心想偶尔跟他亲热一下，或许才是最佳的选择。宁远被聊得不上不下，心有不甘，他眼珠子一转，心生一计：你能不能教我掌法？我虽然更擅长使剑，但总不能剑不离手，遇上突发情况时，多一样武技能多一份胜机。提起习武，黄蓉也收敛了荡漾的心情，认真考虑起来。他沉吟道：你师父的降龙18掌我不会，而且也不能擅自教你，我桃花岛的落阴神剑掌倒是非常适合，它是我爹爹从剑法中演变而来，以掌代剑，符合你的路数。宁远闻言大喜，立刻叫道：还请教我。黄蓉却有些犹豫，这是桃花岛的绝学，未经我爹爹许可，我也不好轻易传给其他人。江湖中对于拜师学艺非常慎重，所谓师傅是在前，父在后，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黄蓉确实不太好将落阴神剑掌传授给宁远。宁远轻轻握住黄蓉的小手，笑道：这有什么，就当是你爹爹送出去的嫁妆好了。黄蓉立刻将手抽回，有些生气地看着宁远，认真道：宁远，你必须记住，
以后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好吗？接着又叹了口气，轻声道：也罢，我就将这套掌法交给你吧，当作是你替我杀了黄启良的报答好了。宁远正色道：杀黄启良是我自己的决定，任何想要欺负你的人，我都会一一杀死。黄蓉凝视着他，回想起自己在马车上目睹他杀穿郡府的场景，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好吧，你仔细看好了，我给你演练一遍。不一会儿，黄蓉问道：你学会了吗？有系统经验值的加持，宁远自然早就学会了，不过他当然不会说出来，笑嘻嘻回答：我想手把手教我。黄蓉瞪了他一眼，训斥道：你又想来占我的便宜是不是？宁远摆出似花非花这一招，故意做出错误的姿势，苦着脸道：哎呀，我忘记了，你帮我看看哪里出错。黄蓉哪里不知他是故意的，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上前握住他的手，漫不经心地指导，手臂上扬一点，向内弯曲一分。这时青青清脆的声音传来：公子，你到哪里去了？却是陈圆圆跟青青沐浴完毕后，看林子外面不见宁远的踪影，开始寻找。宁远道：不用理他，我们继续。黄蓉松开他的手，淡淡道：我们该回去了。说着头也不回，转身朝林外走去，不再搭理宁远。在返回露营地的路上，青青目光不断在宁远跟黄蓉之间游移。他已经知道黄蓉不是宁远的娘子，回想起最初两人以夫妻相称，在田贵妃的别院中，自己为他们分配了同一间厢房时，黄蓉也没有出言反对。现在细细想来，青青才逐渐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以青青那不算特别聪明的小脑瓜子，也能看出许多蹊跷之处。比如宁远此行是为了刺杀郡守，作为襄阳城抵御蒙古大军的黄帮主，他们本应与后方的黄启良站在同一阵线，为何会甘冒巨大风险来刺杀朝廷要员？联想到黄启良是色中恶鬼，而黄帮主又如此漂亮，青青不由得产生了更多猜想。还有，他们刚才为什么要躲小树林，在里面干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什么黄帮主的秀发有些凌乱？青青小学生侦探附身，锐利的眼光发现了许多疑点，他故意放慢脚步，拉着自家小姐的手，低声道：小姐，公子好像不对劲。怎么了？陈圆圆目露疑惑看着他，轻轻靠近他的耳畔，悄声道：我发现公子和黄帮主之间好像。陈圆圆望向宁远那边，只见宁远跟黄蓉挨着，微笑一笑，连青青都能发现的秘密，陈圆圆那么丰富的阅历，又怎么可能没发现？都不需要知道刚才小树林里两人究竟做了什么，陈圆圆就早已经从他们两人偶然眼神交汇间发现端倪了。不过他并未太过在意，深谙人心的他知道，以黄蓉丐帮帮主的身份，两人之间的关系最多只能停留在偷偷摸摸的层面，想要公然走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圆圆对于公子的行为并不介怀，无论是他娶正妻还是那小妾，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不过是他的侍女罢了，就算要上位，也最多是成为小妾，他可从来没奢望能成为正室。所以不论公子想怎样，他都能坦然接受，更不用说他跟黄蓉基本不可能，只是偷偷玩玩了。经历坎坷的他内心很容易满足，只要公子能庇护他，对他好一些，他就满足了。而且他对自己如今的容颜和才艺充满自信，拥有不老的绝世容颜，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他，有自信有朝一日能转正，成为一个小妾。知道了，管好自己的嘴，不要乱说。他神情淡定，丝毫不放心上。轻轻哦了一声，不再多言。四人又行一阵，待休息之际，他好奇地问：公子，你能不能告诉我，营地里那些桌椅是怎么变出来的呀？见宁远不予理睬，他小手摇晃他的胳膊，娇声叫道：公子，你就告诉我吗？好不好？宁远被这个青涩的小丫头紧紧抱着，也有些头疼，没好气道：我是茅山派第18代传人，那一招是五鬼搬运术。这回甚至连陈圆圆也为之侧目，妙目凝视着他，期待着他的下文。青青眼中露出好奇之色，忍不住问道：公子，什么是五鬼搬运术？宁远解释道：这是一种术法，可以将物品从很远的地方瞬间搬运过来。如果你不听话，我半夜趁你熟睡时就将你搬运到茅坑上。公子好坏，那不得臭死了。青青被吓了一跳，娇声叫了一声，又有些羞怯地问：公子，你能不能将我搬运到你的床上？宁远望向微微仰头，期待地看着自己的俏丽丫鬟，有些无语。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爬上我的床吗？哼，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太平公主，等你再大一些再说吧。他板着脸道：不行，
搬运一次非常耗费法力的。黄蓉斜睨了宁远一眼，心想这家伙真会胡说八道，忽悠一个小姑娘，很有意思吗？不过还挺有意思的。不可否认的是，青青的确长得极为娇俏，惹人喜爱。看在她给自己松腿还算舒服的份上，或许可以考虑将她收为通房丫鬟。青青气恼地扭过头去不搭理他，但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开口：公子，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逃出来了，所以……他说着说着，声音渐低，小脑袋也垂了下去。宁远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问道：所以什么？青青扬起脑袋，鼓足勇气道：你可不可以帮我把金蝉蛊毒解了？宁远笑着弄乱他的头发，取出解药给他，道：拿去吧。接过那解药，青青神情激动道：谢谢公子，青青无以为报，今晚就侍候公子，让你睡好不好？宁远颇为无语，这丫头也不知道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回到宿营地，看着2张木床，宁远苦恼起来，这可要怎么分配才好？正当宁远在犹豫不决之际，黄蓉开口道：宁远，今晚我和圆圆、青青3人睡一张床，你睡另一张。啊！宁远顿时懵了，有些猝不及防，这跟自己想象的剧本不太一样啊。让宁远失望的是，在床的分配问题上，就连对自己千依百顺的陈圆圆都跟黄蓉站在了统一阵线上。唯一让他宽慰的是，青青那小丫鬟还算有点良心，好几次都期期爱爱的想过来跟他同床。可惜这个丫头在秦淮河畔待得久了，理论知识虽然丰富，实战经验和行动力实际却为零。她在那边抱怨：小姐，这床睡3个人有点窄了，要不我过去公子那边好不好？又或者对宁远娇声叫着：公子，你一个人会不会有点冷？要不要青青过去给你暖床？可也就是嘴上说说，最终也没见他行动。宁远颇为气恼，干脆转过了身子，不去看那边挤作一团的3女。这一觉就到了天明，吃了早点，收起各种桌椅床凳后，4人继续出发。行了1日也不见追兵，估计是被吓破胆了，又或者还在酝酿更大的暴风雨。战区越来越近，农田和村庄渐渐荒芜。又行2日，汉水已然在望。望着滔滔江水，黄蓉面露忧思，说道：沿着汉水而上，再往前就是封锁区了。当初我凭着一根芦苇顺江水而下，越过了那片区域，可如今我们4人却无法顾忌重施，只能硬闯。跟我说说具体的情况。宁远神色变得肃穆，接下来的行程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他也不得不慎重对待。黄蓉点了点头，说道：蒙古大军在多次攻打襄阳失败后，采取了围城策略，于牛首、安阳等周边12城分驻要塞，以绝宋朝粮源。又围绕着这些要地构筑了5大防线。宋军曾多次组织人手救援，可惜都没能如愿突破包围。因此贾似道做出了一些决策，将他的2个心腹李廷芝和黄启良派遣到了颍州。他停顿了下，继续解释：黄启良被任命为郡守，主要负责行政跟后勤事宜，这也是我这次前来找他商议补给粮草的原因。至于后来之事，你也知道了。而李廷芝为安抚制置使，为了调度方便，同样从江陵迁移到了颍州，他负责军队的指挥。他所属的部队驻扎在汉水西岸之地，与那边的蒙古军队斡旋着，伺机展开救援襄阳的行动。在前方的阵地上，四处都是蒙军修筑的坚墙和战壕，又有成建制的蒙古少骑兵巡逻。这些少骑兵12人为一个编制，配备了响箭，一旦惊动了少骑，让他们发出了信号，用不了多久，四面八方就会有铁骑突至。在平原地带，蒙古铁骑所向披靡，非常可怕。黄蓉回忆起以前一次外出探查遭遇大队游骑兵的经历，眼中闪过惧色。历史中成吉思汗仅仅靠着1支20万不到的骑兵就踏平了大半个世界，可见蒙古铁骑的勇猛凶狠。宁远也不敢大意，问道：你觉得自己一人能对付多少铁骑兵？没有冲锋之前，我大概能对付10多20骑，一旦发起冲锋，最多6骑，他们的冲锋之势配合枪阵，几乎无懈可击。宁远哦了一声，顿时信心满满。那我应该能应付发起冲锋的100骑，没有冲锋的骑兵对我没太大威胁。在林中升级了绕指柔剑和达摩剑法后，配合越女剑第一式，宁远确实已经有了歼灭小股游骑兵的底气。况且他是属于越打越强的那种，蒙古骑兵真敢被他冲入了阵中，没有几百都不够他杀的。黄蓉白了他一眼，嗔道：你的意思是宁大侠可以轻松对付20个我喽？看着黄蓉娇嗔的模样，宁远悄悄传音：某些情况下我最多只能对付2个，真的打对付20个你还是可以的。黄蓉大怒，娇斥一声：吃我一记落英神剑掌！然后小手温温柔柔打在宁远胸膛上。饶命！
宁远仰面就倒，扬声大叫。黄蓉沉重的心情一扫而空，没好气道：所以宁大侠，你有什么好计策吗？宁远也不装了，沉吟一会道：我们的目标太大，想要不被少骑兵发现不太现实，看来只能出其不意的强闯。你真有把握？只要不遇上蒙古军的大部队，应该问题不大。那倒是不会，我们几人还惊动不了大部队围剿。那就没问题了。还是你驾车，我杀敌。防区内，一队蒙军游骑兵巡逻着，路过一座人去楼空的村庄。一个骑兵嘟囔起来：天天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巡逻，别说姑娘了，连一头母猪都遇不上，真是晦气。一人说道：队长，听说襄阳城中美女众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杀进城中？到时我一定要找一个来爽一爽。另一个也说：对，只要破了襄阳，我第一个要找黄蓉。那娘们上次攻城的时候杀了我们不少兄弟，妈的真凶，不过也真漂亮。队长大骂：没出息的家伙，等我们破了襄阳就直取临安，我要睡了皇太后。其他人齐齐附和：对，一起去睡皇太后。这时其中一个骑兵发现了不对，叫道：队长，地面有震动，列阵。队长也发现了震动声，下达了命令。众骑兵纷纷迅速掉头，摆出了锥形的攻击阵势。不一会，这一队游骑兵看见一辆马车行驶了过来，驾车的是一位黄衫女子，哪怕是远远看去，都给人一种秀丽绝伦之感。哨兵正要摸出响箭时，队长出声阻止，先看看情况。马车越来越近，他远远大喊：前方来者何人？立刻停下，否则格杀勿论。马车缓缓停下，车中一俏丽少女搀扶着一位紫衣女子款款下来。女子未施粉黛，只是以木簪简单固定了秀发，然而美目顾盼，浅笑嫣然间，世间仿佛都失了颜色。众骑兵怔怔看着那女子，魂儿已经丢了一半。他们长期驻守这荒芜之地，早已饥渴难耐，就是一头母猪在他们眼中都是好看的，何况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角色。可就在这一队哨兵失神间，马车内突然闪出一道人影，疏忽间已经跨过10多米距离。哨兵反应过来想发出响箭时，手臂已经被斩断，响箭掉落地上。嫡喜！这一队也是精锐，只是一瞬间便从美色中清醒了过来，纷纷抽出马刀向那道人影攻去。然而没有冲锋起来的骑兵什么都不是，他们的铠甲和马上的优势对宁远来说毫无用处。只见剑光闪过，众马嘶鸣，马腿纷纷被斩断，骑兵一个接着一个从战马上倒下。然而还没落地，咽喉或眉心已经纷纷中箭，只听砰砰之声响起，几息之后，地上只有战马的嘶鸣和12具死尸。黄蓉安静地看着眼前血腥而暴力的画面，嘴角渐渐勾起一抹笑意。这一抹笑意在荒村古道上，在血色中显得格外妩媚动人。青青看得情绪激动，小脸上泛起一抹绯红，她紧紧抓着陈圆圆的衣袖，央求道：小姐，你让公子收了青青好不好？如果晚上你一个人应付不来公子时，青青可以从旁协助的。可看向自家小姐时，发现她眼中柔情似水，正痴痴地望着宁远，哪有听自己说话。青青气鼓鼓地松开她的衣袖，不过她的目光也停留在宁远身上，一脸的爱慕和崇拜。宁远则拾起10多根长枪和弯刀，走回来放入车厢内。公子，你收那么多兵器干嘛？青青好奇地问。杀敌用。宁远随口答着，他之前出城门震断了黄蓉的长剑，以遂任远程击杀了关城门的士兵时，就爱上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杀敌方式。他一把将陈圆圆抱起，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笑道：我家的侍女就是美貌无双，如果不是那些骑兵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我可能都来不及阻止他们发射响箭呢。陈圆圆柔声道：是公子厉害，妾身帮不上什么忙，只希望不要成了累赘才好。宁远大笑着将他抱上了马车。你们瞧好了，看我带你们杀穿战区，我们去襄阳。马车疾驰而去。之后几人又遇到了2队少骑兵，陈圆圆故技重施，下车往那儿一站，那些骑兵就像饿狼一样围了上来。然而美人便宜没占到，反而纷纷成了宁远的剑下亡魂。可当他们经过一个关卡时，这一招失去了作用。只见前方一座高达20米的哨塔上，瞭望手远远就发现了疾驰而来的马车，并吹响了号角。宁远，我们得硬闯过去了。黄蓉神色凝重，对车厢内喊道。宁远内力一震，车厢顿时4分5裂，视线豁然开朗。他看到了前方道路的尽头是一座关卡、哨塔、高墙、兵营、马厩等建筑逐渐浮现出轮廓。骑兵开始迅速集结，不一会，一队骑兵冲出，蹄声阵阵，摆出进攻阵型，向着这边冲锋。黄蓉瞳孔瞬间收缩，他紧握缰绳，大喊：
宁远！铁骑踏碎大地的声音越来越近，如同雷鸣般震耳欲聋。宁远热血开始沸腾，这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遇到的真正冰封。他发出一声长啸，抄起6根长枪，奋力投掷出去。长枪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笔直地闪过几10米的距离，刺在前冲的战马身上，穿透护甲，接着贯穿马身，枪尖透出长长一截，又刺入马上骑兵的身躯。战马嘶鸣着轰然倒下，扬起一片尘土。宁远闪身而起，瞬息间跨过一段距离，冲入阵型混乱的骑兵中。在即将撞上前冲的战马时，他一个侧身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长剑发出破空声横斩，将马上骑兵连人带着武器斩成2截。后面2柄长枪夹着莫可匹敌冲锋之势刺向宁远，他一脚重重踏在马背上，战马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力，腿骨发出令人心悸的咔嚓声，然后轰然倒地。宁远已如离弦之箭一般飞出，避开迎面长枪的瞬间，长剑回斩，2颗人头应声落地。一瞬间，12人一队的骑兵只剩下3人。宁远落地后，抄起一柄斩马刀，内力灌注下，斩马刀发出嘣的一声响，碎片四射，将3匹战马连同骑兵射成了筛子，跌落一旁。这时，黄蓉的马车才堪堪赶至。宁远一跃而上，疾驰而过的马车冲入洞开的前哨大门内，门内已然是一片嘈杂，不断有骑兵从马厩中冲出，紧追在黄蓉驾驭的马车后面，渐渐汇聚成了几百骑的洪流。地面在马蹄的践踏下微微颤动，隆隆的蹄声传入耳中。黄蓉拼命抽打着马匹，马车在平原上飞驰而去。陈圆圆跟青青脸色惨白地望着身后的钢铁洪流，几乎陷入失神之中。看着越来越近的战马，宁远抄起一柄长枪，内力灌注之下，长枪发出凄厉的笑声，击射出去，将冲在最前的将领一枪连人带马射杀。在连续击杀了6名骑兵后，追兵的势头稍缓，但依然紧追不舍。宁远皱眉，接着眼中寒光一闪，说道：“你继续驾车向前，不要停留，我阻止一会追兵。”黄蓉回头看着几百精锐骑兵，焦急叫道：“有没有把握？”宁远笑道：“我还想钻你的被窝呢，怎舍得死去？”他这时候也顾不得圆圆在旁听着了，此事不说，以后不一定有机会再说。黄蓉眼眶一红，咬牙道：“你小心，我等你来钻我的被窝。”哈哈，这可是亲口答应的。宁远抓起几柄弯刀，大笑着跳下马车，朝着骑兵方向冲锋而去。马车渐渐远去，看着越来越近的骑兵，宁远手中弯刀寸寸断裂，化作几十上百道碎刃激射而出，一瞬间人仰马翻，他也撞入了钢铁洪流中。黄昏，残阳西下，一匹马倒闭在古道边，2位女子站在马车旁，凝望着来时的路，脸色充满忧色。2人正是黄蓉和陈圆圆，他们经过了亡命奔逃，成功脱离了封锁区，出现在襄阳附近，等待着宁远。黄帮主，你说宁远他能脱离险境吗？陈圆圆不知是第几次问出了这样的话。会的。黄蓉也不知是第几次机械的回答，他心中也不知是第几次的想：宁远，你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轻轻跪坐在马车旁，双手合十，虔诚的小声祈祷：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宁公子平安归来。青青愿意为他承受那杀戮之罪，愿意替他堕入阿鼻地狱，受那轮回之苦。也许是他虔诚之心打动了菩萨，在斜阳最后一抹余晖即将落入地平线，黄蓉跟陈圆圆的心渐渐沉入谷底时，道路的尽头缓缓出现了一匹战马，马上是浑身浴血的宁远。他骑行到陷入巨大惊喜中的3女面前，露出一个笑容，说道：圆圆，我回来了。又对黄蓉说：我说过我还要钻你的被窝的。宁远苏醒时已经是第2天清晨，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尝试慢慢坐起。这个微小的动作立刻惊醒了黄蓉。宁远，你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别乱动。黄蓉忙起身，急切地说着，小心翼翼扶他坐起，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眼中布满了因睡眠不足而产生的血丝，可喜悦之情已经满溢而出，扶着宁远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又怕过于用力弄破了他的伤口，显得有些小心翼翼。陈圆圆这时也醒了过来，看见宁远的瞬间猛然坐起，喜极而泣，哽咽道：公子，你没事太好了，这太好了，我。他双手紧紧地抓着宁远，有些泣不成声。宁远轻轻地拍了拍他的香肩，安慰道：我没事，生龙活虎着呢，你不要哭。又问：我昏迷多久了？整整1夜了，你现在感觉怎样？一旁的黄蓉温柔地问。宁远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真气，9阴真经在他昏迷时自动运转，帮他修复了被战马撞出的内脏伤势。我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除了外伤，内脏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调养几天就好。对了，青青呢？宁远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在江边的芦苇荡旁，芦苇连成了一片，一眼望去，仿佛没有尽头。而江水滔滔从不远处流淌而过，旁边却不见青青踪影。她应该是去寻找食物了。那丫头昨晚哭了一夜，等下她回来看到你没事，一定会很开心。陈圆圆轻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情深款款凝望着宁远好一会，才转而看向黄蓉：“夫人，我去烧些热水来。”见黄蓉微微点头，他才起身走向远处去拾取柴枝。宁远大感奇怪，他怎么喊你夫人？黄蓉俏脸微红，避开了宁远的目光，说道：“没什么，他爱怎么叫都行，有什么好奇怪的？”宁远大事上或许明察秋毫，于这种微妙细节却没有过多留意，只说道：“蓉儿，我见你满眼血丝，想必昨晚没睡好，你还是躺下歇息片刻吧，我去炼制一些疗伤药。我的伤势已无大碍，你不必过于担心。”黄蓉轻轻应了一声，却不再躺下。宁远见状，知道劝说无果，便起身在旁边架起了丹炉，开始炼制白云熊胆丸。这原是衡山派的疗伤圣药，而在《丹石残篇》中也有相关记载，其疗效甚至比衡山派的还要更胜一筹。虽不能做到活死人、肉白骨那般神奇，却也绝非寻常药石所能比拟。不一会，陈圆圆抱着一堆柴木归来，黄蓉也捡拾了一些枯萎的芦苇，两人一同烧水去了。宁远静静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火光在两女的脸上跳跃，映照出一片红霞，直是明艳动人。他心想，为了自己的女人，自己于这乱世之中，怎么也得杀出一片天地来，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之所。青青此时也回来了，他远远就看见了宁远，怀里的野菜也不要了，扔了一地，飞奔着跑过来，还被芦苇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扑进宁远的怀里，撞得他伤口一阵火辣辣的疼。宁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声音温和说道：“青青别哭，你的鼻涕都弄脏我的衣服了。”青青原本哭得稀里哗啦，听到这话，有些不好意思的从宁远怀里离开少许，见他胸膛上一片干涸的血迹和自己的泪痕，又哪来鼻水了？他泪眼婆娑，哽咽道：“公子真讨厌。”随即又破涕为笑，拉着宁远的衣袖，低声道：“公子，昨晚青青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再也看不见公子了。我一直在为你祈祷，感谢菩萨保佑，你终于平安无事，青青好欢喜。”宁远心中感动，凝视着这位俏丫鬟，接着笑道：“谢谢青青姑娘关心，等你小胸脯再长开些，我就收你做我的通房丫鬟。”青青瞬间羞红了脸，嘤咛一声，娇嗔道：“公子讨厌。”然后喜滋滋地跑开了。跑了老远，他又停下，转身犹豫了一会，脆声声喊道：“公子，你要记住你的话，青青很快就会长大的。”这才真的一溜烟跑了。宁远目送着青青跑去帮忙捡拾干芦苇，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舒畅，开始盘点起昨日的收获。他跳下马车后，用碎裂的刀刃击杀了突进的10多匹战马，趁着阵型受阻之时，冲进了骑兵阵列。在初次的交锋中，他在混乱中大杀特杀，不到一盏茶功夫便斩杀了数十骑。然而这些蒙古骑兵不愧是精锐，而且悍不畏死。在经历短暂的慌乱后，他们骑着战马开始分散远离，并重新组织成6人一组的队形，对宁远发动了连绵不断的冲锋。宁远因此在平原上与数百骑兵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追逐和厮杀，战马和骑兵的鲜血染红了4、5里的土地。直到击杀了200余骑，宁远内力、攻击、移动和躲闪都提升了2倍多，他越打越是凶残，到了后来几乎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骑兵首领阵亡，副首领代替，副首领身死，骑兵大队长接上，接着再被斩杀，直到最后已经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剩下几十骑才被杀破了胆，心生恐惧，溃逃而去。经过这场惨烈的厮杀，宁远身上多处中枪，还有深重的刀伤，甚至被一匹战马正面撞击，导致内脏几乎移位，却也收获颇丰。他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和内力、攻击力、移动力的显著增长，甚至连体魄和防御力也得到了增强。因为系统的被动效果，每当你受到敌人的一次伤害，你的体魄和防御力将提升1%。此效果在同一敌人对你连续使用时将逐渐减弱。体魄的增强让内力获得了更加的容器。宁远有信心，如果再次面对那几百骑兵，他有能力在不受伤的情况下将他们全部歼灭。他的目光转向了黄蓉，嘴角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低声嘀咕道：“如果说以前我只能打你2个，那么现在我可以打你5个。”他目光又看向陈圆圆跟青青，嘴里发出不屑的冷哼。在炼制完一炉白云熊胆丸后，
宁远又开始着手炼制天香断续胶。当青青将热水烧开，倒入陈圆圆专用的宽长浴桶时，黄蓉已经为宁远敷好了伤药。单食残片中的配方比衡山派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几乎只是才过去1炷香的时间，深可见骨的外伤已经开始结痂，接着开始脱落，伤口处只剩下了一道浅浅的红印。青青在旁又是期待又是紧张的开口：“公子，热水已经准备好了，青青来服侍您沐浴吧。青青，你去再找些木柴，多烧些开水，让我来伺候公子就好了。”陈圆圆走上前，温柔地为宁远脱去被鲜血染成了红褐色的衣物，然后轻声打发青青离开。青青眼巴巴地看着宁远，见他没有要留自己下来的意思，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张望。他心中是幽怨的，小姐现在连自己丫鬟的活儿都抢着做，以后青青可怎么办才好呀？而且他好想服侍公子啊。沐浴完毕，换上了干净的衣物后，宁远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实际上他的内外伤已经基本痊愈，但当黄蓉询问他是否感觉好了些时，这家伙却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诉苦：“我的外伤已经好了，内伤也恢复的差不多，可就是浑身无力，看来还需要休息一阵子。”他随即搬出躺椅和小板凳，往椅子上舒服一躺，对青青招了招手：“青青，过来帮我松松腿。”青青喜滋滋跑了过来，坐在小板凳上，声音清脆地问：“公子，还是像上次那样的力度吗？”“那个力度就好。”宁远又侧过头去对陈圆圆说：“圆圆，我有些口渴了。”陈圆圆顺从地坐在宁远身旁，开始为他削刚才青青带回来的野果子，然后将削好的果肉细心地分成几瓣，轻轻地放入他口中。宁远道：“要嘴对嘴喂。”让他稍微感到遗憾的是，陈圆圆居然没有理会他这个合理的要求。这侍女是想造反，翻身农奴把歌唱吗？享受着美人在侧的细心侍候，宁远此刻简直快乐似神仙。他又故意唉声叹气地说：“昨天杀敌挥砍了大半日，不但身上无力，肩膀更是酸痛。蓉儿，你可以帮我揉揉吗？”黄蓉斜睨了他一眼，早已看出这家伙是在装模作样，不过居然也没拒绝。他上前伸出白皙玉手，青葱般的指头放在他的肩膀上，开始轻轻揉捏。被这3个美人如此服侍着，宁远感到无比惬意，简直是给他个皇帝都不想当了。他舒服地叫道：“黄帮主，力度可以再大一点点。”“啊，痛！”黄蓉使出兰花拂穴手指法，往他肩颈穴用力一按，痛得宁远龇牙咧嘴。他笑盈盈问道：“这个力度如何？”“轻点，轻点。你是要谋杀亲徒弟吗？”宁远呼痛道。黄蓉这才开始温柔地帮他按了起来。不得不说，兰花拂穴手确实是桃花岛1等1的指法，刚柔并济，符指之间如春兰葳蕤，端得舒适无比。更重要的是，黄蓉的手指柔若乌骨，黄蓉手指头搭在宁远肩膀上按着，心中不禁想：若是爹爹知道他用家传绝学给一个臭小子按摩，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又想，如果他还知道这个臭小子竟然还偷了他的女儿，那会不会追杀过来？想着想着，力道不自觉又加重了几分。宁远又忍不住呼痛：“蓉儿，您轻一点。”黄蓉心中又气又恼，恨不得掐死这个只会欺负自己的小子，可看他受伤出狱的可怜样子，手指下意识地放轻柔了起来。享受完黄蓉跟青青的按摩服务，又品尝了美味的野果，宁远顿时感觉精神焕发。他跳起身来，笑道：“我们出发。”襄阳城外一个破败的村庄中，岳灵珊正擎着那位灵狐冲包扎伤口。他担忧地问道：“60哥，小林子，大师兄的伤势好重，我们怎么办？”林平之轻轻拍了拍岳灵珊的肩膀，安慰道：“师姐，大师兄定会没事的。襄阳已经很近了，我们只要能再突破1-2道蒙军的封锁，就能抵达襄阳。到那时，师兄就有救了。”陆大有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位衣着花哨的小师弟，心中很为大师兄感到不值。明大师兄与小师妹青梅竹马，却因在思过崖中待了一段时间，便被这小子趁机而入。最令人气愤的是，师父竟然将小师妹许配给了林平之，这让所有的师兄弟都大为不解。哪怕这小子跟师妹情投意合，这样的决定也显得过于仓促了。可师父的决定无人能够更改，他也只能在岳灵珊的大婚之日陪着灵狐冲喝闷酒，直到对方酩酊大醉。陆大有又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大师兄，脸上的忧虑愈发深重，叹了口气，他暗忖：想那么多干什么？儿女情长的，在这么个乱世中，终究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点缀罢了。如今最重要的还是先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吧。这几人正是华山派前来支援襄阳的弟子。在郭靖的武林号召下，众多门派和江湖义士纷纷响应，共赴襄阳，
共同抵御外敌。然而，要突破敌军的封锁，谈何容易？令狐冲带着3人千里迢迢赶来支援，凭借着不错的轻功，他们勉强避开了几处战壕和哨塔。然而，在接近襄阳时，还是遭遇了敌军的哨骑兵。在边杀边逃中，令狐冲身受重伤，其他2人也负伤不轻。4人奋力拼杀，终于击杀了7、8名骑兵，夺得4匹马，逃入了一个废弃的村庄。就在这时，陆大有突然神色大变，低声惊呼：“不好！地面有震动声，那些鞑子追过来了！师妹，师弟，赶紧上马！”他迅速做出反应，一把抱起令狐冲，冲出村庄，将他安置在马背上，自己也翻身上马，疾驰而去。3人刚刚离开村庄不远，后面就传来了隆隆的马蹄声。岳灵珊回头望去，只见10多骑哨骑兵正紧追不舍。他挥动手中的马鞭，用力抽打着战马，朝着襄阳方向狂奔。然而，陆大有怀中还抱着一个人，马匹跑的速度便慢了下来。而且3人虽然会骑马，但骑术又怎比得过一生都在马背上度过的蒙古骑兵？陆大有大喊道：“师妹，我和师弟留下阻挡一阵，你快跑！”岳灵珊紧紧咬着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又怎能舍弃陪伴自己长大的大师兄独自逃跑，又怎能抛下心爱的平地独自求生？追兵的蹄声已在10多丈之外清晰可闻。他一手紧握缰绳，一手紧抓剑柄，喊道：“不，六猴，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我不跑！”眼见逃生无望，陆大有放声大笑：“好，师妹，我们跟这些鞑子拼了，拼一个够本，拼2个就赚。”就在他们准备决一死战时，前方出现了4人，一个男人，一紫衫女子和黄衫女子悠闲地走着，后面跟着一个丫鬟打扮的娇小少女。少女听见动静，转身过来，怀中还抱着一柄剑。她清脆地说道：“公子，后面有人被蒙古骑兵追杀，我们要不要出手相救？”3人齐齐转身，然后岳灵珊就看见了2位绝世佳人，还有那个以后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坏人。4人3马疾驰过宁远，在10余米之外紧勒住马缰停下。岳灵珊几人注意到，这般姿容艳丽的2位女子与此刻出现在封锁区中，实在非同寻常。看他们前行的方向，正是直奔襄阳城而去，难道也是从外地而来支援襄阳的武林人士？可岳灵珊怎么都想不出，在江湖中还有哪些知名的美人是成双成对的。这2人莫非是移花宫的邀月与莲心？可是那2位高傲的公主又怎会轻易离开移花宫来到襄阳？不容岳灵珊多想，后面的10多骑兵犹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铁蹄声震天响，距离迅速拉近，40米、30米、20米。岳灵珊听见那个男人淡淡说道：“青青，拿剑来。”丫鬟应了声是，公子，随即将怀中的长剑递了过去。男子身侧的2位丽人依旧静立不动，似乎对那些急冲而来的骑兵无动于衷。接着，岳灵珊的眼睛瞬间瞪大，她看到那男子在瞬息之间跨越了10多米的距离，一掌击打在冲锋而来的战马胸前铁甲上。那一刹那，巨大的碰撞之力发出轰然巨响，战马在凄厉的嘶鸣声中，胸口铁甲凹陷，被猛烈的力量带着倒飞出去4、5米，狠狠地撞在后面另一铁骑上。在岳灵珊的视线中，那碰撞的一瞬间无比震撼。男人脚下凹陷的泥土，飞溅四射的铁甲碎片，倒飞的战马，抛飞在空中的骑士，构成了一幅无比残酷又充满着力量美的画面。他看见男人身形突进敌阵之中，长剑划破空气，带着凌厉的剑气将仍在半空中的骑兵连人带枪斩成了2截。看见他瞬间突至后面的骑兵面前，一手抓住刺来的长枪，侧身躲过迎面的战马，将马上的骑士甩飞出去。而那手中的长枪发出凄厉的破空声，犹如死神的刀锋，将另一匹铁甲战马洞穿，枪身穿透战马的脖颈，刺入马上骑兵的头颅，将他高高挑起，鲜血如泼墨洒落长空。他的身形开始加速，如一道疾风在10多骑战马间穿梭，每一次剑光闪过，马腿应声断裂。失去平衡的战马斜斜地冲出队列，跌倒在道路旁。马上的骑士虽身披战甲，却护不住头脸，血光在他们的眉心和咽喉处乍现。在短短的几十次呼吸之间，前方的景象已经变得如同修罗场一般惨烈，10多个鲜活的蒙古骑兵此刻已经是一具具尸体，战马或横尸道路，或断腿嘶鸣，鲜血染红了大地，形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陆大有跟林平之同样震惊地看着这残酷的杀戮，直到宁远转身走到他们面前，才如梦初醒。陆大有跳下马，怀中紧抱着令狐冲，激动道：“多谢大侠相救，我们是华山派的弟子，还未请教大侠尊姓大名。”宁远瞥了一眼旁边神情恍惚的甜美少女，
微笑道：“你是华山派的小师妹吧？”啊！岳灵珊这才回过神来，略显慌乱的回答：“是，我是岳灵珊。”你怎么知道？又不好意思的望了林平之一眼，补充了一句：“我有师弟了。”宁远心想，华山派长得好看的就2个，不是岳灵珊就是宁中泽，这有什么难猜的？至于宁中泽，算了，我不惦记他。他语气淡然道：“听说岳不群有一女儿，想来就是你了。”岳灵珊闻言眼睛一亮，好奇道：“你认识我爹爹？”宁远道：“不认识，我只认识你娘亲。”岳灵珊眨了眨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宁远不再理会他，转而询问旁边的陆大友：“你们华山派弟子怎会出现在这里？”我们五岳剑派闻讯襄阳告急，师父与盟主左冷禅以及衡山派掌门共同商议，决定派遣弟子分批前来支援。陆大友据实相告，又将大师兄如何带领着他们3个穿过封锁区，以及如何遭遇游骑兵的事简要叙述了一遍。宁远微微点了点头，道：“所以你们的师娘这次没有来是吧？”“没有，师娘还留在华山。”陆大友回答。“宁女侠没来啊？”宁远有些失望。黄蓉在一旁斜睨着他，心中揣测，这个家伙不会惦记上华山派的宁中泽了吧？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大，看宁远的眼神也越发不善了，心想这人怎能如此恶劣？宁远突然察觉到背后袭来一股莫名的杀意，心中一凛，再也不敢去想宁中泽。他神色一正，开始自我介绍：“我叫宁远，不是什么大侠，你们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好。”接着又道：“这位是丐帮帮主黄蓉，另一位是我的侍女陈圆圆。”陈圆圆朝3人温婉一笑，那笑容宛如初春暖阳。陆大友只觉那笑容如沐春风，一时间竟有些失神，手中的灵狐冲不慎滑落，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六师哥！”岳灵珊不满地喊了一声，对他怒目而视。陆大友顿时涨红了脸，慌忙将地上的灵狐冲重新抱起，不敢再去看陈圆圆。黄蓉走上前来，微笑道：“各位不远千里前来支援襄阳，我代表郭靖感谢各位的义举。”陆大友急忙道：“黄帮主过誉了，我师父曾说，国之将倾，小小华山派又岂有安身立命之所？抗击外敌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黄蓉点了点头，赞道：“听闻岳掌门是谦君子，武林中的楷模，如此心胸见识，果真令人佩服。宁中则也是女中豪杰，可惜缘欠一面。”听到岳不群的名字，一旁的林平之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但很快便低头掩饰过去。黄蓉注意到陆大友怀中的灵狐冲，见他身上多处受伤，用布包扎着，刚才陆大友又将他扔在地上，伤口已经渗出鲜血。他转而对宁远道：“宁远，这位华山派的大师兄看起来伤势颇重，你能否想想办法救治他？”宁远微笑道：“没问题，就交给我吧。”几人找了个地方，宁远为灵狐冲服下白云熊胆丸，又给他敷上天香断续胶。岳灵珊明媚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他。这位刚嫁给林平之的少妇，向来崇拜武艺高绝的侠士。刚才宁远杀敌的那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那些游骑兵有多强大，他早已经见识过。当他们发起冲锋时，那种战马冲锋所携带的巨大冲击力，绝非一般人所能匹敌。在之前的淘沙中，如果不是大师兄拼死相护，他恐怕早已在一个回合内就丧命了。可是他们4人拼尽全力，付出了2人受伤、大师兄濒死的代价，才勉强杀死了骑兵。只是片刻间，便被这男人屠戮一空。当他急冲过去，一掌重重地打在战马胸甲上时，那澎湃的力量直击岳灵珊的心灵，震撼的他几乎无法自持。那是怎样一种莫可匹敌的力量，怎样高绝的武艺，哪怕是自己的爹爹都不可能做到。他甚至怀疑，当今武林中也没有谁能够直面成剑指的战马冲击而毫发无损。也许有，却已超出了岳灵珊的认知。而如今，这样一位高手竟然就站在他的面前，而且他的侍女好漂亮啊！岳灵珊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就仿佛天地间所有的美好都凝聚于她一身，美帝惊心动魄，美帝让6魂儿将她尊敬的大师兄抛在了地上而不知字。岳灵珊不禁被这位神秘的男人深深吸引，她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宁远，充满着探究，渴望了解更多。林平之同样偷偷观察着这个男人，作为一个从小衣食无忧的富家公子，在他福州那1亩3分地内横行惯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爹爹哪怕不是天下第一，也是有数的高手。可青城派的于沧海让他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让他在失去双亲的同时知道，世界之大，比爹爹武功高强的人很多很多，能杀死于沧海的也很多，比如岳不群。可是
他原本寄以希望的师傅，却是处心积虑骗取自家辟邪剑谱的伪君子，甚至为了辟邪剑谱，还要加害于他，更是安排了岳灵珊来监视自己。他又偷偷看了眼师姐，这位自己曾经深爱的女人，让他感到矛盾。如果她不是岳不群那伪君子的女儿该多好，然而没有可是。爱情对他而言已经是过去，他现在只想着复仇，杀死于沧海，杀死穆高峰，杀死岳不群。他注意到岳灵珊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宁远，心中冷笑：师姐啊，你既然爱着大师兄，为什么又要移情别恋来爱自己？你既然说爱自己，又为何用那样的目光去看一个才刚认识的人？既然你想，我成全你便是。他嘴角又勾起一抹笑意，竟然显得有些妩媚。当宁远差不多敷完伤药时，岳灵珊走上前来，看着虽仍处于昏迷中，但脸色已明显好转的大师兄，一脸的感激：谢谢您大哥施予援手，我师兄他现在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宁远微笑道：基本痊愈了，应该很快就会醒来。这么说着，宁远心中却涌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得意。听说令狐冲嗜酒如命，生性放荡，还喜欢到处浪，如今小师妹被林平之泡了，只能说是活该。要是换做自己，当初在思过崖上与岳灵珊共处一个石洞过夜时，早就把握机会把他给办了，哪还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好白菜让猪拱了，又能怪得了谁？所以在为令狐冲治疗的同时，他趁机给对方下了一剂奇阳散。这也不算什么致命的毒药，就是会让人一喝酒身上就会发痒，喝得越多越是奇痒难耐。宁远脑海中浮现出令狐冲一边忍不住要喝酒，一边痒得跳脚的场景，嘴角不禁上扬，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对了，不知现在任盈盈在哪里？得找个机会把令狐冲的未来老婆也抢过来，那才叫称心如意。任盈盈那小妞，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该毒辣时果决狠辣，该温柔时又盈盈似水，既妖且丽。更妙的是，他深谙音律之道，让他跟陈圆圆合奏一首《笑傲江湖曲》给自己听，琴箫相合，那岂不是一大乐事？宁远又想到，好像黄蓉精通御箫剑法。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嘴角笑意就愈发浓了。就在这时，令狐冲似乎被噩梦惊醒，他骤然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口中呼唤：小师妹，小师妹。大师兄，你醒了。岳灵珊见他转醒，惊喜地小跑过去：师妹，我们现在在哪里？令狐冲逐渐从浑噩中清醒过来，他环顾四周，发现屋内多了几个陌生人，茫然问道。岳灵珊简短地将他们逃离险境后如何再遇追兵，以及宁远如何救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令狐冲听完，忙起身，郑重向您抱拳施礼，多谢宁少侠仗义相救，令我们师兄弟得以逃生，此恩此德，令狐冲永生不忘。宁远淡淡的点了点头，道：这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因为宁远四人没有坐骑，令狐冲他们也干脆牵着马匹步行。众人继续向前行了数里，忽然地面隐约传来了马蹄声，声音急促而紧迫。陆大有倾听片刻后，面色巨变，颤声道：大师兄，听起来似乎是70-80骑兵正在逼近，我们这次恐怕要完了。宁远转身望去，道路的尽头逐渐浮现出骑兵的身影，很快蹄声如雷鸣，隆隆之声越来越近，最终在他们20多米外停了下来，气氛变得肃杀而压抑。岳灵珊眼中闪过一抹绝望，手紧紧握住剑柄，身体却不由自主有些微微颤抖。面对如此众多的骑兵，一旦他们发起冲锋，别说是他们只有8人，就算是80人也会被轻易冲散，接着被无情屠杀。当骑兵规模上百时，其威势跟12骑的阵势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说之前只有10余骑时，他们4人还能勉强应对杀敌，那么现在将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令狐冲苦笑了一声，伸手想去摸腰间的酒葫芦，却发现之前在逃跑中弄丢了。他偷偷看了一眼岳灵珊，心中黯然想到，今天怕是再也无法保护小师妹了。然而他又想，能和小师妹死在一起也是挺好的。当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浮现时，他反而不紧张了。然而让令狐冲惊讶的是，那些骑兵却迟迟不敢上前。他们其中的数十骑正是被宁远杀破了胆的残兵，重新归拢后收到了4人穿越封锁区的消息。这些骑兵刚逃出升天阵，暗自庆幸，一听是4人，差点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继续追击。后又听描述，得知是3男1女，而非3女1男时，这才松了口气。于是呼啦啦追了上来，却没想最终还是遇上了那个令他们胆寒的恶魔。其余的骑兵显然已经通过那些残兵的夸张描述，得知宁远的存在。如果说之前的宁远在他们眼中只是恶魔的话，
那么经过那些人的以讹传讹，现在的宁远已经升级为一个凶焰滔天、盖世无双的大魔王。蒙古人性情凶狠好斗，但他们也崇尚英雄。这样一位绝世强者，让他们感到恐惧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生崇拜。这时，一位小队长鼓起勇气策马出阵，他盯着宁远，声音颤抖地问道：“敢问阁下是何人？怎么，你们还想上来送死？”宁远冷哼一声，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他确实有能力将这100来人全部歼灭，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骑兵分出一部分人对他进行不顾一切的冲锋，同时另一部分骑兵冲向黄蓉、陈圆圆等人，他恐怕也护之不及。那位骑兵队长恭敬地说道：“我们不敢冒犯，还请阁下告知姓名，以便我们回去向主帅禀报时，让他得知是哪位大英雄如此了得，击败了我们草原骑兵。我叫宁远，宁死不屈的宁，犯我者，虽远必诛的远。”宁远淡淡答道。说完，他转身离去，不再回头看一眼。黄蓉一双妙目注视着宁远，眼中闪着莫名的光。接着，他也不再理会那近百的骑兵，几步上前，不顾旁人的目光，牵起宁远的手，嫣然一笑：“我的大英雄，真是好威风。”这些围困襄阳，让他们陷入苦战的鞑子，如今在宁远面前战战兢兢的模样，让压抑已久的黄蓉心情无比畅快。这时候，如果宁远敢提出跟他野战一场的要求，他都敢不顾众人在场，拉他去小树林，满足他这个无理又大胆的要求，甚至是要求他跟陈圆圆一起，他一个冲动之下都不是没有答应的可能性。宁远紧握黄蓉的手，微笑道：“这都是你教得好。”陈圆圆同样几步上前，挽住了宁远的另一条胳膊，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这就是他的公子，他的大英雄。青青也想要挂在公子身上来着，可是左看右看，一边是自家小姐，一边是丐帮帮主，他实在是抢不过呀。于是这可怜的丫鬟只好紧紧地抱着怀中长剑，委屈巴巴地跟在身后。岳灵珊看了眼那黑压压一片，却沉默着向他们行注视里的蒙古铁骑，又看了看已经走出20来米的宁远，赶忙跟了上去。他们继续前行，岳灵珊忍不住不断回头望去，他看见那些骑兵仍然伫立原地，身影在视线中逐渐缩小，直至消失不见。他紧悬的心才终于放松下来，一时间竟然感到双腿有些发软。他默默地走着，怔怔看着宁远的背影，以及那一左一右挨着他的2位丽人，眼神渐渐明亮，心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陆大有牵着马匹，远远跟在他们身后，脸上洋溢着激动：“大师兄，你说我要是能有宁少侠那样的武功该多好，我就可以在那些鞑子面前耀武扬威，让对方屁都不敢放一个。”令狐冲笑骂道：“就凭你那点3脚猫的功夫，怕是下辈子都没戏了。”他心中也是佩服的紧，心想如果自己也能拥有如此盖世的武功，能够保护小师妹免受任何伤害，而不是在10来骑兵面前就落荒而逃，那么小师妹是否会回心转意呢？然而当他想到小师妹已经嫁作他人妇时，内心又不禁感到一阵凄凉。令狐冲可从来没想过红杏也是可以出墙的。林平之同样眼中闪着炽热的光，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大高手。如果自己能拜宁远为师，就再也不怕岳不群迫害，自己的大仇也终将得报。可是如何才能让这位绝顶高手收自己为徒呢？林平之陷入了沉思，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师姐，发现她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宁远，那眼神中似乎蕴含着某种特别的情感。这样的大英雄，又有哪个女人能够抗拒？林平之心中忽然涌起一个念头，如果献上小师妹作为拜师之礼，不知是否可行？这个想法一旦冒出，便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开始暗自盘算，如何能够巧妙地撮合他们。在先前那波骑兵之后，一行人再也没有遭遇追兵。到了下午时分，前方可见巍峨远山，环山绕水处襄阳城的城墙已清晰可见。我们到了，那便是襄阳城。黄蓉纤细的手指指向远方的城郭，声音中透着淡淡的激动与欣喜。自他离开襄阳去颍州寻求粮草支援的解决方案已过去1月有余，期间顺着汉水而下，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如今再次眺望到这熟悉的围城，他心中涌上了一股淡淡的归乡之情。这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因为那里有他的家。然而随着越行越近，黄蓉心中的喜悦逐渐被一种莫名的胆怯所代替。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些害怕面对怀着这种复杂而纠结的心情。襄阳城的轮廓在黄蓉视线中愈发清晰，不多时，他们已行至城门附近。宁远望着前方坚固的城池，心中不禁涌起一些感慨。这就是襄阳，蓉儿，你的家到了。黄蓉应了声。
宁远握住他的手，道：“以后这也是我的家了，今后无论怎样的风雨，我会陪你走到最后的。”望着宁远认真的表情，黄蓉嫣然一笑，轻声道：“好。”说着将脑袋靠他肩膀上。岳灵珊侧头看了看林平之，又看看宁远跟黄蓉，若有所思。他们来到城墙不远处，只见城外环绕着一道宽达180余米的护城河，河中水波潋滟，不知其深，形成了襄阳城的第一道天然屏障。黄帮主，这就是襄阳城啊，好壮阔。只是我们怎么过去啊？岳灵珊望着宽广的护城河，眼中满是好奇。乘船而过。黄蓉回答道。果然，不一会河对岸驶来一艘小船，船上的士兵与黄蓉简短交谈后，兴奋地载着众人朝护城河对岸划去。岳灵珊以前大多数时间都在华山之上，这还是他首次见到如此宽阔的城池。对于攻城战一无所知的他，忍不住问：“黄帮主，这么宽的护城河还真是罕见，不知那些蒙古骑兵要如何攻城啊？”黄蓉解释道：“元军曾试图利用顶部加固的误船强行渡河，可一来他们无法大量建造那种船只，二来也无法运送重型工程器械。在几次惨重的工程失败后，他们现在已经很少强攻了，而是采取围困的策略。”岳灵珊回想起之前那面好不容易才绕过的高墙，继续询问：“元军是不是通过修筑那些高墙来阻挡我们的援军和粮草？”黄蓉点了点头，沉声道：“确实如此。襄阳城地理位置特殊，南边是崇山峻岭，大军无法通行，其余三面则被汉水所环绕，这种地形使得襄阳城易守难攻。因此，蒙古军队在牛首至白河口、白河口至鹿门山以及万山堡至榆关之间修筑了5道坚固的高墙，同时又在各个要道设置战壕、关卡以及哨塔，几乎将整个襄阳围得水泄不通。”说话间，城墙已经近了。宁远抬头望去，只见城墙高大雄伟，高度超过8米，由巨大的青石筑砌而成。城墙上矗立着众多城楼、闸楼和箭塔，共同构成了襄阳城的第2道坚固防线。在城墙前，一队士兵放下吊桥，众人依次下了船，进入城中。襄阳城内景象与城外截然不同，街道两旁是青砖瓦房，楼阁鳞次栉比，显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而如今，街上行人稀少，四处弥漫着一种萧条的气氛。巡逻的士兵和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随处可见。就在这时，几名丐帮帮众靠近了他们，看向黄蓉时有些惊疑不定。黄蓉对他们招了招手，眼中含着笑意，说道：“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他心中也很是得意，自己如今虽然相貌依然是30多的样子，却比以前还要好看了几分。等下回到郭府，定能让他们大吃一惊。一位年长的5代弟子犹豫着问道：“你是黄帮主吗？”他前2个月还见过黄蓉，可眼前这位看起来却更加明艳动人了。黄蓉绷着脸点了点头，说道：“殷宝义，还算你有点眼力劲，至于其他几位，这个月的俸粮减半。”说罢，他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来。真的是黄帮主？那几个帮众纷纷惊呼：“黄帮主，你怎么变得更好看了？”他们一脸震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丽人。黄蓉又板起脸来，佯装训斥道：“我以前很丑吗？不是，只是殷宝义此刻结结巴巴，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黄蓉没有打算向这几人解释太多，她吩咐道：“这几位是华山派前来支援的义士，你负责安排他们的住宿和相应事宜，若有任何困难，明日再来找我。”“是，帮主。”殷宝义此刻也明白有些事不是自己该过问的，他迅速恢复了平静，恭敬地回应道：“自从援军筑起高墙后，大规模的援助虽然受到阻碍，但小股的武林人士却各显神通，仍有不少人成功越过封锁区，抵达襄阳城。这些人来自各个门派，或是江湖豪侠，甚至是绿林好汉。他们性格桀骜不驯，虽然怀着爱国情怀，却不愿受到过多约束。因此，他们大多没有加入正规军队，而是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守卫营，由郭靖代为管辖。丐帮则主要承担起了与这些义士接洽的任务，负责一系列的后勤工作。黄蓉随后转向令狐冲4人，说道：“我此次归来，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今日恐怕无法招待各位，还请包涵。待你们安顿妥当，过上几日，我再邀请各位一叙。”令狐冲忙抱拳道：“黄帮主太客气了，您请便。襄阳城就这么大，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再聚。”黄蓉微微点头，转向宁远与陈圆圆，微笑道：“宁远、圆圆，我们回家。”也不知是黄蓉的无心之言，还是有意为之，这话语中的含义却是颇为微妙。陈圆圆心思细腻，
他颇有深意地看了黄蓉一眼，抿嘴一笑，轻声应道：“好的，夫人。”宁远却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向岳灵珊等人道别：“各位后会有期。”岳灵珊欲言又止，最后低声说道：“宁大哥，再见。”宁远微笑点头，随后便与黄蓉一同离去。宁远三人随着黄蓉拐过几条街区，来到一座颇大的落院前，推开那扇厚重的朱红大门，里面隐约传来2个声音：“福妹，这是我专程为你精心制作的马鞭，你喜不喜欢？”“哼，不要，你拿开。”“福妹，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你为什么不理我？”“小五哥，你再这般无理取闹，我可要生气了。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哥？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你管得着吗？”“福妹，我哪里惹你生气了？你理我好不好？我就不爱理你，你放手。”宁远都不用看，就知道定是郭芙那草包跟武修文小跟班了。果然，一进入大门，宁远就看见庭院中有2人，男的长得倒是外表堂堂，气宇不凡，而另一位少女用一根红头绳扎着秀发，身着一袭大红衣裳，杏脸桃腮，眼神明媚，实是一位不比黄蓉稍差的漂亮人儿。这少女正是郭芙。郭芙看见黄蓉进来，先是一愣，接着惊讶叫道：“娘亲！”黄蓉看着女儿，眼中带着责备：“芙儿，怎么又跟小五吵架了？”“呀，娘亲，你怎么变得更美丽了？”火红少女飞奔过来，满脸惊异地绕着黄蓉转了几圈，叫道：“娘，快告诉芙儿，这是怎么回事？”“师娘。”武修文也走上前来，先是向黄蓉行礼，接着目光却忍不住在她脸上徘徊，又似乎觉得不太礼貌，忙垂下脑袋，可还是忍不住偷看。可当他注意到黄蓉身后的陈圆圆时，视线便再也挪不开了。黄蓉好久没看见女儿，眼神变得柔和，宠溺道：“你爹爹呢？”郭芙见娘亲不肯回答自己的问题，有些不满地嘟囔道：“爹爹去了城房那边，还没有回来。”郭芙很快注意到了黄蓉身后的宁远三人，特别是在看到陈圆圆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与好奇。他转向黄蓉道：“娘，他们是谁啊？”黄蓉微微一笑：“他是你的宁远宁大哥，我带你爹爹收的徒弟，今后他便是你的师兄。这位是你宁师兄的侍女陈圆圆，另一位是青青。”郭芙灵动的眼神在宁远身上来回打量，忽然拉着黄蓉的衣袖，撒娇的抗议：“娘，他明明入门比我晚，凭什么做我师兄啊？我要做师姐。”见娘亲不搭理自己，他又对宁远叫道：“喂，你得喊我师姐，知道吗？”宁远心中好笑：“我没喊你干女儿就不错了，你还想做我师姐？怕不是想屁吃？”他表面上却保持着礼貌，微笑道：“小师妹，你好。”郭芙轻哼一声，高傲地偏过头去，显然对宁远的称呼并不满意。黄蓉继续道：“宁远，你随我来后院，这段时间你们就先住在这里，等我为你找到合适的居所再搬出去。”宁远随着黄蓉穿过回廊，踏进了后堂，眼前又是一处院落，4、5间厢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他环顾四周，不禁笑道：“这里倒是颇为雅致宽敞。”黄蓉解释道：“襄阳城昔日繁华，后因战乱，好多人家都逃往后方避难了，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由于消息灵通，常常比寻常百姓早一步离开，故而留下了这些深宅大院。”他嘴角微扬，但眼中却殊无笑意。郭靖好歹是一代大侠，深得吕文焕倚重，故而被赐予这座庭院。可城中虽多有空室，但好的宅院都需按宫行赏，有所报备，不会轻易分配。你暂且耐心等些时日，待你为襄阳立下功劳，我便让你师父为你争取一座更好的。宁远笑道：“我一个人随便怎么住都行，你不必特意为我寻找。”黄蓉道：“这怎么行？你还带着圆圆和青青，总不能让他们跟着你受苦。”陈圆圆此时温婉开口：“夫人，我只要能跟在公子身边，便心满意足，无需大宅院，有一瓦遮头，能避风挡雨就可以了。”黄蓉握住她的手，微笑道：“圆圆不要这么说，男人固然要保家卫国，但他既然收了你当侍女，实际上我看在眼里，他还是很疼你的。不管是侍女也好，将来收做妾室也好，为你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是他的责任。”陈圆圆感动道：“是夫人。”黄蓉转向宁远，微笑道：“宁远，我看你不如就择日收圆圆做妾室吧，你说呢？”他这几天想了又想，觉得跟宁远这样不清不楚的，让他非常为难。或许他那妾后会收一收心。宁远思考了下，点头同意，接着对陈圆圆道：“圆圆，以前你漂泊半生，如今既然跟了我，等过段时间，我就正式收你为妾。你放心，我必竭尽全力将天下间最好的一切取来，不会让你受了委屈。”“妾身谢谢公子垂爱。”陈圆圆眼中泛起泪光，
这一刻，他感到过去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他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宁远微笑道：“还叫公子吗？”陈圆圆微微羞赧，低声道：“夫君。”轻轻嘤嘤地哭着，既是因为小姐的幸福而感动，也是因为自己的命运得以改变而喜悦。以前在秦淮河畔的日子里，虽然有小姐的庇护，可青青深知小姐自身都难保，又有多少余力能护得自己长久？他心中清楚，自己早晚都是被欺凌的命运，运气好或许能遇到愿意为自己赎身的人，嫁作小妾便是最好的归宿；若运气不好，便只能沉沦于风尘之中。幸运的是，小姐如今遇到了公子，而自己的命运也将迎来转机。青青为小姐和自己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黄蓉心中五味杂陈，看着陈圆圆，竟然生出了一丝羡慕。她一生顺遂，似乎是从来没有过太多的烦恼。闯荡江湖时，头顶着黄药师女儿的名头，所到之处，哪个不是让着自己三分？后来又有洪七公护着，再后来更不用说了，丐帮帮主，哪个不敬仰？她似乎从来都是拥有最好的，拥有她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又总感觉缺少了些什么。她摇了摇头，不愿深入去想这个问题，但那种缺失感却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她想，自己或许缺少的正是关爱吧。自小缺少母爱，后来靖哥哥是爱自己的，可再后来，随着战争到来，他的心思都在抗击蒙古大军上，自己便渐渐被他忽视了。他收拾好心情，微笑道：“好了，别哭了。以后宁远那小子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陈圆圆心思何其灵巧，她轻轻拭去眼角的泪痕，忽地展颜一笑，那笑容说不出的娇媚。夫人，公子他真正敬重的是您呢。黄蓉闻言，心中一喜，可瞥见宁远在旁傻笑着，不禁瞪了他一眼，嗔怒道：“臭小子，你好得意吗？”宁远见四周无人，低声道：“圆圆说的没错，我可敬重你了。以后所有好的东西，我就是抢也要为你们抢来。”黄蓉白了他一眼，道：“还算你有点良心。”然而在他心底深处却悄然升起了一丝温暖。陈圆圆只是在旁边掩嘴轻笑，黄蓉没好气道：“管好你的相公，这里可是郭府，人多眼杂，真要被我女儿或者丫鬟看见，传了出去，你让郭靖如何做人？”陈圆圆笑盈盈道：“我还未正式过门，哪能真管得住他啊？况且他要对黄帮主好，我也是乐意的。”黄蓉不想理这个坏小子，拉着陈圆圆的手向前走去，推开一扇房门：“圆圆，你看这间卧房怎样？隔壁是我的，斜对面那间则是我女儿的，一切但凭姐姐安排。”陈圆圆走进屋内，见室内宽敞明亮，家具物品一应俱全，很是喜欢。“小姐，我真的要和你们同房吗？”青青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激动得几乎快要晕倒了。她一直心心念念要爬上公子的床，难道这个愿望今晚就要提前实现？可黄蓉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青青的头上，打碎了她争当通房丫鬟的美梦。“青青，你跟我的贴身侍女同住，等会我就叫她过来给这里再收拾一下。”哦，青青有些失落，不过她很快又握紧了小拳头，默默为自己打气：“青青，你一定可以的。公子说了，等你小胸脯再长开些，就会收了你，加油！”这时，一个侍女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她脸上充满了惊喜：“夫人，我听大小姐说您回来了。”“哦，夫人，您……”这位侍女看见变得更好看的夫人，有些不敢相信。黄蓉不悦地训斥道：“浅浅，说过你多少次了，总是冒冒失失的，让人看了笑话。”转而对宁远和陈圆圆道：“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贴身侍女浅浅，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她去做。”那位名叫浅浅的侍女这才吐了吐舌头，眼睛滴溜溜的左看右看，显然对这两位客人很是好奇。黄蓉向她投去一眼，眼中带着几分无奈。这个丫头是她多年前外出时遇见的一个孤儿，江南人士。当时一对夫妇在探亲途中惨遭劫匪杀害，恰好被黄蓉遇见，她见女童孤苦无依，就动了恻隐之心，收为贴身侍女，实际上几乎是当作半个女儿来养。她什么都好，就是性格毛毛躁躁的，让黄蓉操心不已，甚至比女儿郭芙也省心不了多少。浅浅，黄蓉吩咐道：“这位是郭靖新收的徒弟，会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你需尽心照顾。现在先给这里收拾一下，然后让厨娘准备些晚膳。”她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算了，还是我亲自下厨吧。宁远，今天我为你接风，亲自做几样拿手好菜，好好犒劳你。”宁远心中暗想，若是晚上你能让我钻进你的被窝，那才是真的犒劳。
不过有外人在场，他规矩地回答道：“谢谢黄帮主。”言辞之间没有半分逾越之举。黄蓉满意的点了点头，微笑道：“我先带你们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等明儿再带你们到襄阳城里转一转。”说着，他领着两人离开，留下浅浅和青青负责收拾房间。青青打量着浅浅，只见他梳着两个可爱的丸子头，两缕青丝如细流般垂落胸前，瓜子脸蛋儿，眼睛大而有神，充满了生气。令青青稍感不安的是，浅浅的小胸脯虽然也小，却似乎比自己还要大一些，这让他心头涌起一种莫名的危机感。这是一个劲敌。两位侍女大眼瞪小眼，暂且不管这两位侍女日后如何斗智斗勇去争夺那个通房丫鬟的名额，黄蓉领着两人在府中转了一圈，又在庭院中遇见了郭福和大小五兄弟。这位大小姐看见娘亲，便兴高采烈地小跑过来，得意洋洋道：“娘，这段时间爹爹教了我一套剑法，我正跟大小五比试呢，他们都说我练得很好。”黄蓉哪能不知自家女儿那三脚猫把式，大小五那两马屁精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她也不去打击女儿的积极性，笑着鼓励道：“好吧，你使来我看看。”郭福闻言立刻摆出架势，娇声喊道：“大五哥，小五哥，你们谁来陪我练剑？”“福妹，我来，我来。”武敦如和武修文异口同声地应道，抢着想要上前给郭福喂招。郭福却是眼珠子一转，用他纤细如玉的手指指向宁远，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我还未曾领教过师兄的武功，不知你是否愿意陪小师妹练练剑？”宁远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这刁蛮大小姐，心想：让大小五那两根屁虫去舔你的绣花鞋不好吗？非要来我这找不自在，我可不惯着你。他转向黄蓉，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我刚学会越女剑法，还不够熟练，万一伤到师妹就不好了。”黄蓉回他一个好看的白眼，不搭理他。宁远走到庭院中的一棵小树前，折下一根树枝，然后回到郭福对面，微笑道：“福儿师妹，我下手不知轻重，你若是输了，可别去师傅那里告状。”郭福大为恼怒，叫道：“好呀，你看不起我是不是？等下你要是输了，就得叫我师姐。”“好。”宁远笑着答应，“如果我输了，就叫你师姐。”“娘亲，你可听见了？这可不是我逼他说的。”郭福大喜，随即一招使出，竟是红影翩翩，煞是好看，不过也就只剩下好看的花架子了。这种菜鸟宁远在床上能打他10个，在地上能打他100个乘以10。他使出绕指柔剑，手中的柔软枝条如同灵蛇般舞动，缠上了郭福手中钢剑，然后轻轻一抖，那剑便嗖的一声从他手中飞出，插在旁边树上兀自晃动着，接着枝条轻轻点在郭福的红唇上。郭福先是一愣，接着眼眶微红，转而对娘亲喊道：“娘，他欺负我。”说着跺了跺脚，恶狠狠瞪了宁远一眼，跑了。“福妹，福妹！”大小五看着郭福消失在庭院回廊处，急忙追了上去。宁远无趣地将树枝往地上一扔，撇了撇嘴。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黄蓉的这个女儿还真是生得极美，如果性格不是那么刁蛮的话，也是很不错的。黄蓉又给他一个白眼，道：“欺负小师妹很好玩吗？”宁远嬉皮笑脸的回答：“可好玩了，我还想多欺负她几次呢。”黄蓉似乎想到什么，她脸上闪过一丝担忧，压低声音警告宁远：“坏小子，不允许你再打福儿的主意，不然我可跟你没完。”宁远正色道：“哪能呢，我对你家的那个刁蛮大小姐没什么兴趣，就让那武氏兄弟去争宠好了。”黄蓉听了这话，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福儿草包一个，这原本也算不得什么，女儿家长得好看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打打杀杀的，可性格确实过于刁蛮任性了点，一般人家还未必受得了。”而武敦如和武修文两兄弟，除了整天围着自家女儿转，会争风吃醋外，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且不说此时正值抗击鞑子的紧要关头，即便是在平时，江湖中最为看重的仍是武功修为，其次才是人品相貌。他们二人武功平平，实在难以称得上是福儿的良配。这也是郭靖夫妇对女儿婚事一直保持缄默的原因。他们期望女儿能寻得一个好归宿，然而郭靖身为名震一方的大侠，女儿又生得如花似玉，草率嫁出，实在说不过去。因此直到现在，郭福的婚事依然没有着落。宁远长得风神俊朗，武功更是深不可测，如今又跟郭靖习武，虽非师徒关系，却也算得上亲近。如果能跟福儿结为夫妻，可谓亲上加亲，本该是最佳的女婿人选。奈何那小子有点邪门，又怎能让女儿跳进这深不见底的火坑？黄蓉越想越气恼，瞪了宁远一眼，无奈道：“我去厨房准备晚宴的菜式，时间还早，你与圆圆先歇息片刻，或四处走走吧。待饭菜备好了，我再来寻你。”然后
黄蓉便不再理会宁远，径自转身离去。宁远目送着黄蓉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处，转过头来对着陈圆圆微笑道：“圆圆，我带你四处逛逛。我好早就想来看看襄阳古城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如今能与夫君作伴，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陈圆圆笑着说道：“你还想去哪里？钱塘江、大漠、桂林、泰山，可多了。”陈圆圆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啊，还有白马寺。”宁远奇怪地问：“你去白马寺干嘛？”陈圆圆嫣然一笑：“我去还愿，感谢菩萨赐我如意郎君。”宁远笑了笑，点头道：“等战争结束，我便带你走遍大江南北，去那白马寺，也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陈圆圆轻声应了一声，跟宁远出门去。城内的街道冷清，行人稀少，只有巡逻的士兵和偶尔路过的武林人士。陈圆圆实在是太好看了，路过的兵士大多都会好奇地打量这对悠闲漫步的小两口。对于这样的注视，陈圆圆早已习以为常，宁远却感到有些不自在。他拉着陈圆圆来到一座高楼之前，那原本应该是一家酒馆，然而现在牌匾掉落在地上，里面桌椅上铺着一层细细的灰尘，显然已经废弃多时。两人登上高楼的最顶层，凭栏远眺，可望见大半个襄阳城。放眼望去，只见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建筑透出古朴气息。如果不是战争的影响，这里本应该是一个宁静舒适的生活之地，如今却破败凄凉。陈圆圆依偎在宁远的身旁，轻声问道：“夫君，这里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家吗？”宁远侧头看向他，反问：“你喜欢这里吗？”陈圆圆点点头，深情地回答：“喜欢。只要有你在，无论是哪里，我都喜欢，都是我的家。”宁远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带着一丝无奈，叹道：“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我们能否有个安稳的家还不可知。我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如果能成功抵挡住蒙古军的进犯，自然是最好不过。如果势不可为，我会竭尽所能护你周全，带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陈圆圆想起黄蓉和郭靖，说：“那姐姐呢？”宁远沉默片刻，说道：“她不会离开的。她清楚，不管黄蓉对自己怎样，她也是黄帮主，是那个有担当的侠女。她不可能抛下襄阳和丐帮帮众跟自己离去。如果她做出那样的选择，那么她也就不是黄蓉，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她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刻，她会守护她到最后，然后才会选择带走陈圆圆。至于青青那傻丫头，她摇了摇头，不愿再去多想。两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享受了片刻的安宁后，才离开酒肆，又在街道上逛了一会后，返回郭府。回到府中，黄蓉已经亲手烹制了几道拿手菜，剩下的交给了厨娘。看到宁远和陈圆圆回来，她微笑着询问：“逛襄阳城了，感觉怎么样？”“我挺喜欢这里的，就是人稍微有些少。”陈圆圆微笑回应。黄蓉解释道：“这里曾有10万户人家，是真正的江水南流夜有声，万家灯火家江明，好不热闹。后来蒙古大军围攻襄樊，3次被我军击溃，第4次城破。他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座城的重要性，在屠杀掳掠百姓后又弃城而去。后来孟拱将军收复了襄阳，开始招募游民移居此地，又设重兵，大兴屯田，于城中储备大量粮草物资，这才形成了如今你们所看到的格局。”宁远好奇地问：“现在襄阳有多少人口？”黄蓉回答道：“襄阳和樊城的居民加起来有近3万人，其中襄阳城内有近2万，余下皆是士兵以及来此相助的武林侠士。”正说着时，郭靖突然走进门来，他先是看见起身相迎的黄蓉，脸上立刻露出惊愕的神情。“怎么了，笨哥哥，认不出蓉儿了吗？”黄蓉脸上现出浅笑，眼中含着泪光。“蓉儿，你怎会变得……”郭靖终于开口，眼睛紧紧盯着妻子。他原本就不善言辞，此时更是无法组织有效的话语。“靖哥哥，我是不是变得漂亮了？”黄蓉娇笑着问道，看着郭靖呆愣的模样，心中既觉好笑，又充满了暖意。郭靖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黄蓉，心中百感交集。那些久远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时他还是个愣头小子，而黄蓉还是精灵古怪的少女。而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晃眼间已是20载，而黄蓉似乎显得要年轻了几岁，恍然没有发生战争的几年前。他潸然泪下，情难自禁地走向黄蓉，握住她的手，颤声道：“蓉儿。”然而当手被郭靖握着时，黄蓉却突然心生异样。她似乎怕旁边的宁远在一般，不动声色将手从郭靖的宽厚手掌中抽出，心中的感动感慨被一股莫名的违和感所取代，一种让他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悄然爬上心间。
眼前的郭靖，这是他的靖哥哥，却也不再是那个他一心所系的靖哥哥了。不，他还是那个靖哥哥，只是自己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蓉儿。他努力掩饰心中的波动，强装笑颜道：“笨哥哥，有人看着呢。你郭大侠面对万军而不惧的镇定自若哪里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他将目光投向了宁远，微笑道：“我这次出门带了一人回来，他叫宁远。”宴席散尽，夜深人静时，郭靖坐在卧房的椅子上，黄蓉点燃了一盏油灯，那灯芯发出柔和的光，洒在黄蓉娇美的脸颊上，与她身穿的鹅黄衣衫交相辉映，更添了几分柔美动人。郭靖沉声道：“蓉儿，你说黄启良竟敢对你下阴阳和合伞？他身为颍州郡守，负责襄阳粮食药物，理应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怎会如此糊涂，做出那种荒唐事来？”黄蓉为丈夫沏了一壶茶，递给他一杯，说道：“黄启良素有好色之名，见你家蓉儿长得好看，临时起意也不甚稀奇。”郭靖看着黄蓉秀丽无比的脸庞，叹息道：“是我疏忽了，本不该答应你冒险外出。好在如今你已平安归来，在襄阳城内有我在，就没谁敢打你的主意了。”郭靖忽然想起一事，神色凝重地问道：“你逃出后是如何解毒的？我曾听闻阴阳和合伞剧毒无比，非要行阴阳和合之事方能解除。柔儿，你……靖哥哥，如果我真的被迫用你想的那种方式解毒，你会如何看待我？”黄蓉盯着郭靖的眼睛，缓缓地问。郭靖沉默片刻，说道：“蓉儿，我们夫妻风雨同舟20载，难道会因为你一时的无奈之举就心生间隙吗？你能平安归来，我已是万分欣喜，又怎会责怪你？”黄蓉嫣然一笑：“靖哥哥，别担心，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幸运地遇上了宁远，他是一中圣手，亏得他我才得以解除阴阳和合散的毒呢。”真的？郭靖心中一喜，激动的神情在他脸上浮现出来。看把你高兴的，还说自己不介意，你就是不想让蓉儿身子被别人碰了，对吧？黄蓉嗔怪地瞟了他一眼。郭靖有些语塞，那半晌才由衷说道：“多亏了宁远，我定要好好感谢他才是。是亏得他帮了我大忙。”黄蓉认真地说：“你可别藏私，要尽心尽责传授他武功。我看他天资聪颖，比你那2个笨徒弟强了1万倍不止。明天你就开始教他降龙18掌吧。”郭靖正色道：“我既已答应收他为徒，自会尽心竭力地教导他，又怎会藏私？”黄蓉娇笑道：“知道了，郭大侠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哪像我这小女子这般什么都计算得分明。”郭靖也露出笑容，说道：“你对宁远倒是颇为上心，以往大小武2个徒弟可从没见你这么用心过。”黄蓉轻哼一声：“你那2个笨徒弟撑死就那样了，还要怎么上心？”说的也是，那2个小子成天就知道缠着福儿。哎，郭靖叹了口气，沉默片刻后又道：“黄启良既然敢做出那样的事，我定不会轻易饶了他。等襄阳事了，我便去颍州找他讨个公道。”不用了，黄启良已经被我和宁远杀了。”黄蓉淡淡的说道。“什么？”郭靖豁然起身，惊讶出声。黄蓉便将与宁远在破庙相遇，返回襄阳途中再遇追兵，又折返刺杀黄启良的事情娓娓道来。当然，只轻描淡写的说是宁远用药物相助，帮自己解了毒，一些该隐去的也避重就轻。郭靖听完后，在房间中来回踱步，神色凝重，皱眉道：“刺杀一方大员可是重罪，一旦朝廷追究下来，此事恐怕难以善后。”黄蓉声音冰冷：“别人都欺负到你老婆头上了，杀了便杀了，朝廷要是敢说3道4，我们便丢下襄阳，亡命天涯去。”郭靖摇了摇头，叹道：“如今襄阳被困，一时之间倒不至于出事，但此等事情终究无法避免秋后算账，此事日后再议吧。”他目光转向黄蓉，柔和灯光映照出美人如玉。因军务繁忙，郭靖已经大半年没有跟夫人行房了。如今见到黄蓉娇艳无比的模样，一时间心中爱意如潮涌动。他跨前几步，握住黄蓉的手，热切道：“蓉儿，我们好久没有做过了，今晚让哥哥好好疼你，可好？”黄蓉迎上郭靖那双充满真挚与热切的眼睛，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与丈夫亲热本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此刻的黄蓉却感到一丝莫名的疏离。她心中悠悠叹息，悄然将手抽回，说道：“靖哥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变得更好看了吗？我正为此感到奇怪呢，你可以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郭靖闻言也是感到好奇，期待着他的下文。黄蓉道：“宁远不仅医术高超，还曾获得过一个残篇，名为《姹女心经》。修炼此功法，
可以变得更美的同时保持容颜永驻。郭靖惊愕道：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法。黄蓉点点头，又道：不过这门功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啊，是什么？郭靖闻言忧心忡忡地问。黄蓉轻声道：和尚差女，灵儿醉神，得火则飞，不见哀尘。差女者，纯洁无瑕之少女也，不见尘埃者，处子之身也。所以一旦失去处子之身，这功法便失了作用，容颜也会瞬间恢复原本的样貌。郭靖愣然道：蓉儿，你是说我们不能再有夫妻之实，否则会破功？是的。黄蓉点头确认。靖哥哥，对不起，蓉儿不能再与你共享鱼水之欢了。郭靖默然片刻，最终苦笑道：蓉儿，那要这破功法何用？我见你更漂亮了，还暗自欣喜了好一阵，没想却是只能看不能碰，还不如以前呢。黄蓉柔声安慰：笨哥哥，你别太在意，对于女人来说，容颜胜过一切。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这是最让人心痛的事情。我们老夫老妻了，不做又有什么关系？见郭靖依旧闷闷不乐，他笑着提议：要不这样，我给你找个二房如何？我看程英那丫头对你很是崇拜，而且长得也清丽可人，改天我去给你探探口风，做个说客好不好？蓉儿，万万不可！郭靖急忙摆手，神色庄重地说道：我对夫人的心意天日可见，绝不会对其他女子动心，你切莫再提此事。看着郭靖严肃的表情，黄蓉心中涌起深深的愧疚。靖哥哥，夜深了，早些歇息吧。他轻叹一声，吹熄了油灯。次日，郭靖正色道：宁远，我不收你为徒，但你救了蓉儿，作为回报，我愿意将毕生武学传授于你，望你好自为之。宁远恭敬道：多谢郭大侠，虽然您不是我的师傅，可我还是执弟子之礼。郭靖点点头，又道：既然如此，你便称武敦如兄弟为师兄，福儿为师妹。一旁的郭芙娇嗔道：爹爹，我才不要做师妹，你让宁远叫我师姐吗？显然这位郭家大小姐对师姐的地位仍念念不忘。郭靖眉头一皱，严厉训斥道：福儿，休得胡闹，你年纪最小，怎能做师姐？郭靖向来严苛，郭芙顿时不敢跟他再闹，又拉起娘亲的衣袖，转而向母亲撒娇：娘，你就帮帮我嘛，我要做师姐。黄蓉敲了敲他的脑袋，笑骂道：你要是肯多花些心思在武学上，将来若能凭真本事打败你的师哥，我让你爹爹答应你便是。娘，疼。郭芙回想起昨日一招败给宁远的那一幕，知道自己这辈子估计是无望了，不由沮丧地捂住脑袋，气恼地别过脸去。郭靖再次开口：我昨晚听你师娘提及，你天赋异禀，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奇才，但要切记，勿要骄傲自满。今日我便传授你降龙18掌，望你好自学习，将来能为驱逐鞑子尽一番力。说着将宁远叫到一旁，低声传授其心法口诀，又在场中演示了一遍掌法招式。降龙18掌不愧是最顶级的武学之一，招式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易学难精，其精妙之处全在乎内力的运用与发力技巧。想要将这门武学修炼至大成之境，非但需要强大的内力支撑，还需要对内力的操控达到近乎苛刻的标准。因此能够将降龙18掌练至大成境界的，仅有洪七公、郭靖以及乔峰几位。然而宁远拥有系统相助，在郭靖仅仅演示一遍之后，他便如同浸淫此道几十年一般，将降龙18掌领悟至化境。如此刚猛无匹的掌法，配合他日益精进的内力，单就掌法而论，当时恐怕再无敌手。当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宁远也没有展现出这种超凡的领悟速度。整个上午，他都在装模作样的认真学习。午饭过后，郭靖前往城房巡视，郭芙和大小五被黄蓉赶去练习剑法，陈圆圆在房中看书，而宁远则与黄蓉在后院中练习。宁远，降龙18掌学得如何了？演练一遍给我看看。黄蓉微笑道。宁远握住黄蓉的手，满脸笑意：多谢你为我说情，否则师傅可不见得会这么快就传我降龙18掌。这话倒是实情，宁远原本就是黄蓉出去一趟代为收的徒弟，郭靖对他的品行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而且郭靖所学颇为庞杂，初时应该传授江南七怪或全真教的基础武功才是正理，这是你救了我应得的奖励。黄蓉目光朝回廊处一瞥，见四周无人，便没有抽回手，只是低声提醒：快松开，别让人看见了。宁远道：我昨天发现一座酒楼，里面座椅板凳都有，或者客栈会更好些。改天我们带上抹布和清水，找个小客栈好好整理一番，作为我们的基地，以后我们可以去那里，你看怎样？
想到此处，他忍不住提议：“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收拾。”黄蓉将手抽回，白了他一眼，嗔道：“看你急吼吼的，你就这么想吗？”宁远低低地道：“想。”黄蓉心中一颤，不过想了想，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他正色道：“你不要整天只想着这些，来日方长，如今襄阳形势严峻，你应该将更多心思放在武学上。将来若你能为襄阳做出贡献，我答应会给你奖励的，好吗？”宁远低笑道：“是怎样的奖励？”黄蓉白了他一眼：“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宁远道：“可我还是想你亲口跟我说的明白些。”黄蓉却不再理他了。宁远有些失望，也不好再逼迫他，转而微笑道：“那套掌法深奥难测，我有些招式还不太把握得住，希望你能指点一二。”想起上次在树林中，这小子假装让他手把手教招式，却趁机占他便宜的事，黄蓉嘴角微翘，露出一丝浅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坏心思，又想趁机欺负我是不是？你真是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看看。”他说着摆出个招式，笑道：“这招我不太会，教教我。我可没跟郭靖学过这套掌法，又如何教你？”黄蓉如此说着，然而她的纤纤玉手已经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宁远的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手掌稍微向内调整一些。对，就是这样。宁远一手反握住黄蓉的小手，低声道：“是这样的姿势吗？”黄蓉轻轻地嗯了一声。不一会，郭芙与武氏兄弟练完剑法归来，看见宁远在一板一眼比划着掌法，而黄蓉站在一旁，脸上泛起淡淡的笑意，看起来格外娇艳动人。郭芙欢快地叫道：“娘，我练完剑了。”看见宁远在胡乱比划着招式，他撇撇嘴说道：“错了，错了，潜龙勿用，这招可不是这样打的。”这草包虽然没有学过这套掌法，但他过去经常在旁观看爹爹教导武氏兄弟，因此对招式姿势还是知道的。他灵机一动，笑着提议：“宁师哥，大武跟随爹爹学习掌法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他非常厉害的，不如让他来指导你一下。”说着转向武敦如道：“大武哥，你用降龙18掌和宁师哥比试几招，教教他怎么正确运用。”武敦如有些心虚，他们兄弟俩虽然跟随师傅学过，但天资有限，却是怎么都学不会。可他又不愿在师妹面前失去面子，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几步，对宁远道：“师弟，我们来练一练。”宁远瞥了眼旁边眼珠子乱转的郭芙，又看了看武氏兄弟，突然笑道：“好啊，还请师兄不吝赐教。”武敦如跨前一步，摆出个架势，正是起手式现龙在田，姿势倒是中规中矩，人也长得孔武有力，看起来就有一股气势。郭芙在旁呐喊助威：“大武哥，教训他，教训他！这漂亮的花瓶昨天被宁远欺负了，正想着怎么找回场子。”此刻见武敦如如此气势十足的起手势，顿那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小脸上激动地泛起红晕，紧紧握着个小粉拳，恨不得能亲自上场，将那可恶之人狠狠揍一顿才好。黄蓉在旁微笑不语。宁远那坏小子的降龙18掌已经使得出神入化，甚至比靖哥哥都要厉害了。为什么他如此清楚？因为就在刚才，黄蓉已经亲身体验过了。那原本刚猛的掌法，愣是被宁远用出了巧劲，一顿刚柔并济的揉搓拿捏之下，黄蓉在他的掌下软得跟没骨头似的。那种奇妙的感觉让他差点没忍住接受了宁远的建议，找个没人的空屋和他再深入切磋一番。“师弟，请接招！”武敦如大喝一声，一掌带着虎虎生风之势向宁远猛击过去，砰的一声打在他的身上，然后屁事都没有，只是吹起了一片衣角。郭芙小嘴微张，刚要出口的呼喊卡在喉咙里，那表情倒是有些呆萌，还有些傻。武敦如愣了一下，接着后退几步，涨红了脸解释道：“师弟，刚才那招只是试探，我只用了1分力。”宁远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道：“我明白，师兄不必留手，尽管出全力。”武敦如瞥了一眼旁边还在发愣的弟弟，喊道：“修文，你来和师弟切磋一下，我怕自己出手太重伤了他。”“我？”武修文疑惑地指着自己的鼻子，然后猛摇头说道：“我这套掌法还没练到家，也怕控制不好力度伤着师弟，我看还是算了。”武修文算是看明白了，这个新来的师弟显然是带师学艺，武艺高超，大哥打不过，换了自己上也是白搭，他才不去触那个眉头。但武修文心中也升起了一股危机感，以前自家两兄弟抢郭芙，争来争去半斤八两，谁也无法拔得头筹。可如今眼前的这位师弟，论相貌比自己还要英俊几分，论武功也显然高过自己，万一他要追求师妹怎么办？到那时，师傅养了18年的好白菜被那猪给拱了，他们兄弟俩可哭都没处哭去。想到此处，武修文顿时满脸愁云。
他偷偷看向师妹，只见她一副气恼的样子。可武修文练武资质是差了点，脑子还是有的。他非常清楚，女孩子前一刻嘴里说着不要，下一刻身体就很诚实。这位师弟要相貌有相貌，要武功有武功，要是嘴巴再甜一点，福妹没准下一刻就投怀送抱了万幸的事。他对福妹好像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这时黄蓉出声打断了这场闹剧：好了，你们兄弟俩平时要多加练习，不要没事整天乱转。福儿，你也是，你爹爹教你的剑法要认真学，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以后没有爹娘护着，可怎生是好？是，师娘。武敦如羞愧地应了一声，知道了。郭芙没有找回场子，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不一会，他又走到黄蓉身边，拉着她的衣袖，满怀期待地叫道：娘，今天是元宵节，外面好热闹，我们一起出去逛逛好不好？黄蓉这才想起现在是元宵节，一时也有些异动。襄阳城平日里都很冷清，可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即便是在围城困境下，居民们仍会依照传统习俗张灯结彩，是个难得热闹的日子。他转头对宁远道：昨天答应过要带你去城中逛逛，今天恰好是元宵节，我们不如就趁此机会一同出去看看吧。好啊，我这就去叫上圆圆和青青。宁远点头答应，接着又似有深意的微笑道：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客栈。郭芙虽不太想搭理宁远，不过还是忍不住好奇，开口询问：宁师哥，你找客栈做什么？玩躲猫猫。宁远一脸认真的回答，眼睛瞥向黄蓉，惹来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很快，一行8人一同出门。郭芙拉着娘亲的手，宁远拉着陈圆圆，而青青昨晚跟浅浅同住，居然睡出了感情。此刻两人像小姐妹似的，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街上的行人明显比昨天多了许多，道路两旁零散的挂着一些红灯笼，有卖汤圆的摊位，有耍杂的，唱戏曲猜对联的，甚至还搭建了一个临时擂台，上面2个大汉打得乒乓作响，下面一堆人吆喝，显得热闹非凡。突然4、5骑疾驰而过，行人纷纷避让。宁远退到路边，皱眉看着远去的骏马，向黄蓉询问：这些是城中的守军吗？黄蓉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看他们紧身素衣和黑靴，应该是皇城司的人。两人悄然对视了一眼，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含义。在如今的南宋武力机构中，执掌军队的有枢密院、三衙以及兵部。枢密院司长职务任免和新兵招募，权柄最重；三衙负责前线作战指挥，而兵部则负责民兵的招募和后勤工作。这3个部门相互制衡，构成了南宋的基本武力体系。而在这3个部门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武力机构，那就是皇城司，其职能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独立于三衙之外，直接隶属于皇帝，极具权柄。起初，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监视朝廷重臣和枢密院。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出于对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担忧，当今皇帝宋度宗派遣皇城司深入前线军中，以监视宿卫诸将。与此同时，皇城司还大规模招募武林高手，以应对来自2个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成立暗杀部门，专门负责刺杀农民起义军的中高层军官；另一方面，则负责应对蒙古顶尖高手对南宋前线和后勤官员的刺杀行动。在蒙古的入侵策略中，他们首先派遣大军入侵大理、吐鲁番等邻国，形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并重兵围困襄阳。其次，则是派蒙古高手潜入宋国，旨在与南宋武林中人抗衡，并刺杀朝廷重要官员。这些人归赵敏郡主管辖，其中包括玄冥二老、陆丈克以及贺比翁等高手，着实刺杀了好几位前线要员，对军队的运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黄启良是前线的封疆大吏，是掌握着襄阳后勤的颍州郡守，他遭到刺杀，无疑是一件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情。因此，皇城司的人突然到封锁中的襄阳，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冲着黄蓉跟自己而来。因为想着皇城司的事，宁远跟黄蓉也没太多心思逛街，而是早早地返回了郭府。然而还没等到郭靖回来商议，浅浅就惊慌失措跑了过来，大叫道：夫人，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官兵，已经将我们的府邸团团包围了，我们出去看看。宁远跟黄蓉对视一眼，对于这样的情况似乎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对方行动如此迅速。夫君，是不是黄启良之事？陈圆圆为人聪慧，已隐隐猜出了答案，脸现担忧神色。有我在，没事的。宁远轻声安慰着陈圆圆，与黄蓉向外走去。外面已经黑压压围了数百军士，这些并非是守城士兵，而是战时督察队，同时也是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的精锐护卫军。吕文焕此刻正阴沉着脸站在郭府大门之外，
他刚刚接见了来自颍州的黄承思指挥使于相中，从而了解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关于黄蓉离开襄阳去颍州面见郡守黄启良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想到黄启良竟然如此色胆包天，连郭靖的妻子都敢欺辱，脑子真是长草了。更让他震惊的是，黄蓉竟然杀了黄启良，那可是一地郡守。尽管当时在场的是田红玉、陈圆圆以及一名假扮的护卫，但几人在强闯城门时驾车的正是黄蓉。虽然他当时乔装成农妇，可他那拙劣的易容术根本无法掩盖他的绝代风华，即便是瞎子也能认出他来，更何况是大几百号守城官兵。刺杀朝廷命官是极为犯忌讳的事，任何朝廷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都不会对此类行为姑息养奸。因为江湖中人本来就多有以武犯禁之事，一旦这种风气被助长，那朝中将人人自危。因此在黄启良被杀后，黄承思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一方面他们将加急文书送往临安给宰相贾似道，另一方面又派遣指挥使于相中带领几位高手越过封锁区赶赴襄阳。吕文焕虽然得知黄启良下毒在先，可这是终究是触及了朝廷的逆鳞，即便他与郭靖交情深厚，也不敢公然违抗黄承思的命令。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将郭府围困起来。这么大的动静早就震动了整个郭府。陪同宁远走出的除了黄蓉和陈圆圆外，后面还紧跟着郭福与武氏兄弟。在宁远和陈圆圆跨出大门的那一刻，与于相中同来的一个护卫立刻认出了他们，他高喊道：“安抚副使大人，指挥使大人！”那个男人就是刺杀郡守的护卫，他旁边的是秦淮河的歌姬陈圆圆。吕文焕顺着他的指向望去，目光落在陈圆圆的身上时微微一愣，好漂亮的女子。他一生征战沙场，定力自然非比寻常，在短暂的愣神后，瞬间便回过神来，接着微微眯起眼睛。此刻的他已经有些理解黄启良在看到黄蓉时的反应了。黄蓉且不说襄阳城第一美人，说是江湖第一美人也不为过，而陈圆圆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如此美人，吕文焕也不禁心生觊觎。如果说之前他因为顾及郭靖的江湖地位以及对襄阳的帮助，而有意要保下黄蓉的话，那么现在他又有了新的打算。哼，黄蓉或许可以卖给郭靖一个面子，但这个年轻的刺客以及陈圆圆却是无论如何都要拿下的。男的正好可以用来交差，至于陈圆圆，这里是他的地盘，一切还不是由他说了算。于相中抱拳道：“安抚副使大人，嫌犯就在此处，还请帮忙拿下。”吕文焕注视着黄蓉，神情严肃道：“郭夫人，你身旁的那人是刺杀颍州郡守的要犯，我知道郭夫人定是受到了他的蒙蔽，才会将他接入府中，还请将要犯交出，否则本官只能以包庇之罪论处了。”黄蓉听出了吕文焕话中之意，已经明白他想要保下自己，而他只需交出宁远，再通过一些手段运作，估计自己刺杀朝廷命官一事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就算不考虑他与宁远现在的亲密关系，这事本就因他而起，又怎会置身事外？他微笑道：“多谢吕大人的好意，此事皆因我而起。既然黄承思指挥使已经来到此地，想必你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无意争辩对错，那已无关紧要。无论有什么后果，我担着便是，与他人无关。”黄蓉此刻也心生悔意，当初就不该答应宁远返回去刺杀黄启良。虽然快意恩仇了一时，可杀害地方大员，就算在战争期间能暂时躲过一劫，等战争结束后一样会面临清算。无论武功有多高强，能杀退一次又一次的追兵，可面对源源不断的对手，又如何可保身边之人的安全？在整个国家面前，个人力量始终还是太过渺小了。他宁愿一个人受些委屈，也不愿让福儿以及宁远夫妇受到拖累。宁远轻轻拍了拍黄蓉的肩膀，微笑着说道：“蓉儿，只要我还没倒下，你就安心在后面待着，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好吗？”黄蓉微微一怔，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暖意。是啊，他又何必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压力？要死不过是一起死罢了。他突然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轻声道：“好。”然后退到陈圆圆身边，握住她有些冰凉的手：“圆圆，不用担心，他会处理好的。”陈圆圆轻轻嗯了一声，抿了抿嘴，道：“我相信他。”宁远缓步走向前，吕文焕身边的护卫瞬间紧张起来，纷纷抽出刀剑，将吕文焕团团护住，厉声喝道：“止步！”宁远停下脚步，看向吕文焕，大声道：“郭大侠为了襄阳，可说是赴汤蹈火；黄帮主更是舍身冒险前往颍州筹措粮草，而黄启良却下毒欲加害守护襄阳的功臣之妻。他侥幸逃脱后，那狗贼依然不依不饶，屡次追杀。黄帮主为了自保，
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将那恶贼除掉，是为民除害。你作为襄阳守将，对黄启良徇私枉法置若罔闻，却要缉拿忠义之士，就不怕那些为襄阳浴血奋战的武林人士齿寒吗？郭芙躲在娘亲身后，听着几人的对话，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此时见宁远挺身而出，维护着娘亲，心中顿时大生好感。他美目眨也不眨看着宁远，对于他昨天欺负自己一事，也不怎么介意了。黄蓉同样静静地注视着宁远，这个相识不过半月的年轻人，已经多次让他感到惊讶。从最初的邪气与神秘，到后来的强大与果决，再到现在的有担当和言辞犀利，每一次的接触都在刷新着黄蓉对他的认知。真是个令人既爱又恨的坏小子，黄蓉在心中默默地想，同时又感到无比心安。有这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为他遮风挡雨，不再需要他殚精竭虑，可以享受一下被保护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吕文焕脸色阴晴不定，眼前这人言辞正中要害，中气十足。他刚才那番话说出，在场的兵士，包括那些武林人士，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只要一个处置不当，必然会引起襄阳城中武林中人的强烈反弹。以郭靖和黄蓉在武林中的威望，搞不好他也会步黄启良的后尘，被取了项上人头。吕文焕沉声道：“黄帮主的事情，我自有定夺。但当日你与陈圆圆借着献唱的机会潜入郡府行刺，是否属实？”宁远神态自若，淡然说道：“黄启良是我杀的，他胆敢打黄帮主的主意，我便一剑砍了他的头颅，你又能如何？”说着举步向前。吕文焕在宁远的目光逼视下，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袭来，他不禁后退一步，厉声喝道：“给我拿下！”他身边众护卫瞬间分作两批，一批急冲向前，刀剑已是齐齐向宁远身上砍去。宁远手中不知何时出现长剑，他的身影在诸多护卫之间闪动，如同一缕飘渺青烟，奇诡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剑光如虹，围攻的护卫身上纷纷中箭，飙着鲜血飞退或倒地，不断发出惨叫或闷哼声。郭芙看得瞪大了美眸，她虽说只是一个漂亮的大花瓶，可毕竟师从郭靖，眼力劲儿还是有的。自己这个师兄怎地如此厉害？这位刁蛮大小姐今天还想着要如何一雪前耻，夺得师姐的头衔，现在想来，感情她一直藏着掖着，竟然是个大高手呀。郭芙突然觉得有这样一个厉害的师哥，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起码比武氏兄弟要好的。那两兄弟只会来烦他，一无是处。连郭芙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那双明亮的眼睛此刻满是好奇和探究。宁远只是淡淡扫了倒地护卫一眼，继续不疾不徐向前走去。放箭！吕文焕急速后退，大声命令道。周围的几百名精锐战士立即响应，他们迅速拉弓搭箭，顷刻间箭矢犹如蝗虫般密集飞射而来。青青紧紧抓着陈圆圆的手，紧张的浑身颤抖。他之前曾目睹宁远杀出郡府的场面，但那时的弓弩手大多已在府内被解决，长街上剩下的并不多。此时见黑压压的箭矢遮天蔽日般覆盖而下，满眼皆是惧色。这些护卫显然训练有素，他们采用的是6批次的攻击阵势，箭矢一波接一波，几乎没有停歇的间隙。面对如此密集的箭雨，若换作是其他武林高手，哪怕武功强如郭靖，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围困急射，恐怕也只能抵挡一时，而无法应对源源不断的箭矢攻击。然而让众人惊恐的是，在郭府外宽阔的平地上，宁远手中剑化作残影，将无数箭矢挑开，偶尔一些落在他身上的也被护身劲气弹飞。他依旧不紧不慢前行，步步逼近吕文焕，而在他身后是一地的箭矢。吕文焕眼中露出惊恐之色，这是什么恐怖高手？他继续后退，然而宁远开始提速，冒着箭矢急冲，箭矢一部分落在他的身后，一部分被隔挡开。短短2息时间，他已在箭阵中跨过了10多米的距离。结阵，保护吕大人！护卫队长眼中满是惊惧，却依然尽忠职守，大声呼喝着。几十个战士迅速响应，众盾兵举起1米多高的巨盾，紧密地排列在一起，护在身前，身后弓弩手待命，防止对方飞跃而起。长枪手枪间闪烁着寒光，摆出突刺的架势，紧张地注视着冲来的宁远。宁远身形如风，迅速掠过箭雨的覆盖范围，冲进枪阵的攻击距离内。他右手长剑化作了残影，挑开刺来的10多把长枪，左手画掌，一招降龙18掌轰出，却是武敦如之前对他使出的那招现龙在田。这一掌击打在厚重的盾牌上，初时无声无息，紧接着突然发出一声闷响，盾牌后面的10多个战士犹如被无形的冲击波击中，轰然炸飞出去，纷纷吐血，倒飞10几米远，
落地时已是生死不知。郭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小嘴微张，满眼震撼。这是现龙在田，大武哥之前使出的现龙在田。可是为什么大武哥打出来的一掌只是吹动了几片衣角，而宁师哥的一掌却掀翻了军中重甲护盾？宁哥哥真的好厉害！郭芙的美目开始冒光，心脏开始乱跳，对宁远的称呼也从宁师哥悄然改为了宁哥哥。黄蓉的眼神也是异常明亮，对于降龙18掌的了解，他自然比女儿要多得多。他深知，哪怕是郭靖使出这一招，也绝对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小子才学了仅仅不过1日啊，简直就是个不讲道理的怪物。黄蓉又想起宁远用靖哥哥教他的降龙18掌运镜技巧，大手在自己衣服上探索的那一幕，脸上爬上一丝绯红，咬牙暗恨的同时，心中又不禁泛起阵阵涟漪。他深吸几口气，宽广心胸一阵荡漾。宁远势如破竹地突破了盾阵，继续前冲。后方的护卫们纷纷拼命阻挡，却根本无法阻止他哪怕片刻。他们甚至看不清宁远的剑影，便已身上中箭。如果不是宁远不想杀死太多己方高手，怕不是已经全部倒地身亡。可即使他留了手，地上也是一片哀嚎。那是真正的长街见血，他所过之处，鲜血染红了地面，竟无有一招之敌。吕文焕已退无可退，冷汗层层而下，知道今天一个不好就将生死当场。他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武功可以厉害到如此程度，居然能在几百精锐中突破剑阵和盾阵，一路杀至他的身前。这样的战绩，在他有准备的情况下，连郭靖都不可能做到。这个人究竟是谁？吕文焕心中充满了惊恐和疑惑。然而宁远并没有给吕文焕思考的时间，一掌拍飞最后一位挡道的高手，长剑架在了他的脖子旁。宁远露出森森白牙，缓缓道：我就是杀了黄启良，你又能如何？我要杀你，你又能如何？长剑架在吕文焕的脖颈之上，那锋锐剑锋似乎刺骨冰寒，击得他颈部的皮肤紧绷，泛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这位安抚副使兼襄阳最高将领倒也算硬气，此刻面临生死关头，他强作镇定。你以为杀了我就能带着你的同伴逃出襄阳，杀害2位朝廷重臣，这天下之大，将在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宁远稍稍用力，剑锋划破吕文焕的皮肤，一条血线出现，一缕鲜血从伤口处渗出，沿着他的脖颈流下。宁远眼中没有任何波澜，淡然说道：宋朝如今风雨飘摇，能否抵挡住蒙古大军的铁蹄，还是未知之数。你拿这个威胁我，还是先好好想想你的临终遗言吧。说着继续用力，剑刃深入肉中，逼近了那跳动的大动脉。放肆！于向忠怒吼一声：你竟敢刺杀朝廷命官，难道不怕？宁远不等他说完，已是眼神冰冷看向他，接着竟是不再理会吕文焕，一个闪身跨过10余米距离，瞬间出现在于向忠身前。这位指挥使只觉眼前一花，他心下大惊，试图抽出长剑抵挡，然而剑身才抽出一半，身上已经中了4、5剑，咽喉处更是鲜血喷涌而出。于向忠本也是皇城司中有数的高手，却不是宁远剑下一招之敌。他踉踉跄跄后退几步，眼神惊恐，试图开口，口中鲜血却不断溢出，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宁远声音冷冽：我就是杀朝廷命官了，你又能奈我何？每一个字都如同冰锥，刺入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位指挥使眼中闪过绝望，身躯终于支撑不住，砰然倒下。四周几百兵士握住手中弓弩兵刃，却是无一人出声，场中陷入一片死寂。宁远转身继续一步一步往吕文焕走去。吕文焕的亲卫队见状，纷纷护在他身前，脸带紧张神色，随着宁远前进而不断后退着，却再也不敢贸然进攻。吕文焕看着于向忠的尸体，心中升起兔死狐悲之感。他深吸一口气，大声喝道：都给我退下！护卫队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叫道：我们愿誓死保护大人安全。退下！吕文焕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再次呵斥。那些护卫这才不情不愿让开一条道路，可依然紧握刀剑，警惕盯着宁远，不敢有丝毫松懈。怎么，终于打算引颈受戮了？宁远走到吕文焕的身前，长剑依然滴着血，剑尖缓缓指向了他。吕文焕苦笑道：阁下武功盖世，本将自知身边护卫根本不是你的一合之敌，我又怎能忍心让他们白白送了性命？你要杀便杀，我无话可说。宁远闻言，嘴角勾起一抹讽刺：你倒是好骨气，是不是觉得襄阳城没了你就不行？哼，真是可笑，去死吧！说着，他举起长剑，作势要向吕文焕的脖颈砍下。
剑下留人！一声大喝突然响起，声音中充满了焦急。紧接着，一道身影飞快地奔来，人未到，声先至。来人正是郭靖。原来，在吕文焕集结护卫队前往郭府的时候，就已经有跟郭靖交好的知情人跑去通知他。找了一圈后，终于在一处防线找到这位大侠。郭靖在得知消息后，立刻就赶了过来。远远的，他就听见宁远要杀吕文焕，大惊之下，急忙出声阻止。师傅！宁远在郭靖身形刚出现在远处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收敛了杀气，好整以暇地喊了一句。郭靖道：宁远，你先收起长剑，这中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宁远长剑呛的一声归鞘，冷眼瞥向吕文焕，说道：我师傅说了，暂且留你一命。他倒要看看郭靖怎么处理。周围的护卫见状，都暗暗松了口气，纷纷收起兵器退到一旁。郭靖看着吕文焕，语气中带着怒意：吕将军，你派亲卫队围堵我的家门，却连通知都不给一声，是觉得我郭靖好欺负吗？吕文焕抱拳致歉：郭兄，这是涉及朝中重臣被刺的要案，是黄承思直接下达的命令，我也是迫不得已，若有得罪之处，还请郭兄见谅。宁远在一旁讥讽道：那我睡了你的夫人，也跟你说声多有得罪，你是不是也要原谅我？吕文焕淡淡回应：我的妻子10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宁远被这话噎住，一时语塞，心想：我干嘛自讨没去睡他老婆？看他年纪，夫人肯定又老又丑，我家蓉儿香喷喷的，我抱着蓉儿睡不好吗？宁远，不得对吕将军无礼。郭靖严肃地训斥了他一句，然后转向吕文焕：吕将军，关于黄启良一事，蓉儿已经跟我说过了，杀他确实是欠考虑，但也事出有因，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吕文焕叹了口气：郭兄，我们之间的交情暂且不提，你郭大侠对襄阳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我又怎能视而不见？只是这事着实难办。你应该知道赵敏南下兴风作浪，已经杀害了好几位朝中要员吧？郭靖沉默，这事他怎会不知？据说赵敏是汝阳王察罕特木尔的女儿，叫敏敏特木尔，封号为少敏郡主。因爱做汉人装扮，说得一口流利汉语，故而被汝阳王派遣南下，以对抗中原武林。那赵敏一入中原，便掀起了轩然大波，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众多武林人士和黄承思都欲将他除之而后快，奈何那妖女人长得漂亮也就罢了，更是诡计多端，手下又集结了一大批高手，因此让中原群侠闹了个灰头土脸，却都奈何他不得。黄承思原为武德司，除了负责宫禁安全外，还承担着监控群臣以及枢密院的职责。他们本就擅长刺探情报，由于战事紧张，更是大肆招兵买马，以对抗蒙古间谍的入侵。而黄启良身为宰相贾似道的亲信，同时又担任前线后勤补给的要职，他的遇害自然引起了黄承思的高度关注。这也正是他们不惜冒险穿越封锁区，也要前来缉拿黄蓉的主要原因。黄承思权柄极大，有节制诸将、先斩后奏的特权，他们下达的命令，我岂敢不从？因此，我才先下令封锁此地，以便给于相中指挥使一个交代。只是，吕文焕瞥了一眼宁远，又道：黄帮主并未出现在凶案现场，只是协助出城。此事我或许可以稍作斡旋，未必没有缓冲的机会。但这位宁少侠证据确凿，却是难以掩饰过去。这时，黄蓉已经走了过来，先是对郭靖点了点头，才说道：吕将军，我之前便说过，此事由我而起，我会一力承担，跟宁远没有任何关系。我只问你一句，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宁远闻言又呛的一声拔出长剑，吓得周围的护卫们脸色大变。黄蓉隐蔽地给了他一个白眼，嘴角却是勾起了一抹浅浅的笑意。这坏小子对自己倒是爱护有加，让黄蓉心中一阵欢喜。面对黄蓉咄咄逼人的追问，吕文焕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他原本看见陈圆圆长得漂亮，心中便起了些微妙的盘算，计划将全部罪名推卸给宁远这个无关紧要之人的身上。如此一来，他既可以向郭靖卖个人情，保住黄蓉的性命，以稳定襄阳群侠的人心，又能趁机抓住陈圆圆，将他占为己有。这个计策若成功，可谓一箭三雕。可惜天不遂人愿，也不知这是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小子，武功高强的离谱。别说眼下正值战乱之际，黄承思是否能有足够的精力对付他，都是个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蒙古大军被击退，以他表现出来的恐怖武力，若想带着陈圆圆逃离中原，躲至北地，又有谁能拦得住他？所以吕文焕也打了退堂鼓。可黄承思的于相中虽死，现场却依然还有几名他的同僚。身为朝廷命官，吕文焕清楚，此刻若表现出偏向黄蓉的立场，一旦传到贾似道耳中，
自己的升迁之路怕是会就此断送。更何况那小子手中长剑明晃晃的，眼神更是不善，他也不想在此刻吃了眼前亏。吕文焕心中生出一股狠戾，开始盘算如何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那几个皇城司的人，然后再将罪名嫁祸给宁远。这样一来，既不会得罪郭靖，也不必担心宰相会知晓他的真实立场。心中已有了定计，他露出微笑，说道：“黄帮主真是会说笑，你冒着生命危险为襄阳求援，而黄启良被委以重任却玩忽职守，因个人私欲耽误了大事，我听了也是极为愤慨。我正准备上书皇上，陈述他的罪行，又怎会归罪于你呢？”旁边那几位皇城司的人闻言，神色变得极为阴冷，却是敢怒不敢言。郭靖脸色稍霁，微微点头：“吕将军深明大义，郭某佩服。此事还望你主持公道，还我夫人以及徒儿清白，不能让天下英雄寒了心，更不能让襄阳众武林好汉寒了心。”吕文焕心中不悦，暗想：你这是拿那帮江湖莽汉来要挟本将军吗？但当前形势比人强，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呵呵笑道：“这是自然。”接着眼睛瞥向宁远，又问：“这位少侠是你徒弟？”郭靖回答：“正是，我昨天刚收他入的门下，如果有得罪之处，还请吕将军多多包涵。”吕文焕心中惊疑不定，暗忖：这徒弟的武功怕是不比你郭靖还强，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妖孽？他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感觉脖子上的伤口开始火辣辣的疼，干巴巴笑道：“令高徒武功真是了得，不愧是英雄出少年，哈哈哈哈。”郭靖并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过程，只当吕文焕是在开玩笑。可当他看见满地的剑矢以及死伤时，眉头紧皱，迟疑地问道：“这些死伤？”吕文焕脸颊抽了抽，这些都是他最精锐的护卫军，如今却被宁远如同砍瓜切菜般轻易击败，放倒了一大片。要说不心痛那是假的，他面无表情道：“他们自己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郭兄，黄启良一事我会禀告朝廷，你无需太过担心。”说着对护卫队长道：“你派人善后，我们收兵。”然后再也不看这边一眼，转身快步离去。郭靖看着那些士兵开始救治伤员，处理尸体，皱眉问黄蓉：“蓉儿，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进去再说吧。”黄蓉淡淡说了句，然后转身走向府中。到了客厅，三人依次落座。郭芙也想跟进来，却被郭靖呵斥了一句，他只好委屈巴巴地留在外面，不断探头张望。今天宁远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震撼，这位大小姐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接近宁远，打听他的过往。青青在庭院中望向大厅的方向，眼中满是对宁远的崇拜。他脆声声道：“公子真的好厉害，他什么时候才收青青做通房丫鬟啊？”陈圆圆轻轻地刮了一下他的俏脸，调侃道：“等你再长大一些吧。”青青听到这话，瞬间蔫了。陈圆圆此时的目光也飘向了大厅的方向，心思显然早已不在青青的身上。大厅中，黄蓉将吕文焕如何设下重围，以及宁远如何破去剑阵和盾阵的过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听得郭靖大为惊奇。他站起身来，对宁远道：“你试试用那招现龙在田打我一下。”宁远露出为难的神色：“师傅，这样不太好吧？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好力道，万一打伤了您，师娘会责怪我的。”郭靖摆摆手，不以为意：“为师身体结实，没那么容易受伤。你尽管使出全力，让我看看你掌握了多少。”宁远犹豫地看向黄蓉，只见他悠然地端起茶杯品了一口茶，全然不做理会处。“那好吧，师傅小心。”宁远见郭靖已经站定，便也起身摆出起手式。他凝聚了8成功力，想了想，又改为6成，然后一掌拍出。郭靖见宁远的掌势中规中矩，刚要夸赞一句，却听到掌声中竟隐隐有风雷之声，心中大惊。匆忙间，他凝聚全身功力，形成护体气劲，紧聚于胸前。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郭大侠如被炮弹击中一般被轰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一面幕墙上。幕墙瞬间破裂，哗啦啦地破了一个大洞。郭靖只觉一股难以匹敌的巨力袭来，若非在紧要关头凝聚了全身功力，恐怕此刻已被拍得半死。他灰头土脸从破洞中爬出，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努力平复体内翻涌的气息，用尽量平和的语气道：“这一掌的威力还算不俗，也有几分气势，然而仍需谨记，要戒骄戒躁，勤加练习才是正道。”宁远趁机恭维道：“师傅果然厉害，徒儿10成功力的全力一击，竟无法撼动师傅分毫。”黄蓉却早已看穿一切，她轻轻地抿了口茶，眼中带着笑意，说道：“好了，夸赞的话稍后再说，我们还是先商讨一下如何应对眼下的局面吧。”
我看黄承思那边不会轻易罢休的。郭靖坐回座位，神色凝重地说道：“这事确实不得不防。吕文焕虽然对我还有些倚仗之处，然而他毕竟受到朝廷节制，一旦受到来自丞相府的压力，很可能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来。”黄蓉转向宁远，询问：“你有什么看法？”郭靖略感诧异地看了妻子一眼。以前当自己拿不定主意时，蓉儿都是全侧全力，总能给出一个妥善的方案来，现在怎么会去询问徒弟的意见？郭靖却是不知道，以前是因为他在计谋方面并不擅长，黄蓉才不得不事事为他考虑周全。当蒙古铁骑席卷而来时，家庭、丐帮乃至吕文德那边的应酬、城中行政、粮草管理等诸多事务都压在他身上，她只是个女人，又不是铁打的娘子，真的感到累了。然后当黄蓉突然发现宁远能够为她摆平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她去操心时，她就不想再动脑筋了，只觉得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真的很好。她也想体验一下被细心呵护的感觉，而不是凡事都亲力亲为去做女诸葛。她是黄帮主，可也是一个美貌的女人。郭靖并不理解妻子的困顿，宁远却已心有触动，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起来，说道：“师娘，你不用担心，此事交给我来处理就好。”接着又道：“今天吕文焕已被我震慑住，他在没有十足把握对付我之前，是不敢再像今天这样围困这里的，更不敢动师娘分毫。那么黄承思那边呢？”郭靖问出了他最担心的问题。宁远微微笑了笑，回答道：“蒙古军队撤退之前，黄承思并不足为惧，他们目前还没有能力派出大量人手潜入襄阳。即便成功击退了蒙古大军，我们依然有2个应对之策。”郭靖露出惊讶的神色，追问道：“哪2个对策？”宁远从容地开始解释：“其一，我已经在黄承思的另一位指挥使田红玉的身上下了3尸脑神丹。他是田贵妃的父亲，虽然也参与了刺杀黄启良的行动，但却是被迫的，而且有贵妃作为后盾，想必不会受到太大的牵连。田红玉可以作为我们的内应，为我们提供重要的信息。”郭靖听后微微点头，示意宁远继续。宁远接着阐述：“其二，以力破局。朝廷固然会为了维护自身颜面和统治地位，对这件事紧追不放。然而，任何事物都有2面性。当你打得他们足够疼时，他们自然会做出取舍。而我……”宁远自信地笑了笑：“师父，请相信我，我可以拔掉他们的利爪。”黄蓉微笑着凝视着宁远。起初，他心中充满忧虑，担心朝廷可能派出源源不断的追兵。可自从在破庙与宁远相遇，一路走来，直到刚才宁远面对几百名精锐士兵却凛然不惧，他便对宁远生出了无限的信心。黄蓉开始相信宁远确实能够为他提供足够的庇护。郭靖却没有那么乐观，他皱眉道：“宁远，我们不能轻视天下人，更不能小觑黄承思和朝廷的力量。”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据我所知，宫中还隐藏着2位前辈高手，有人传言他们已经死去多年，但我一位宫中故友告诉我，其实他们并未离世。那2人，我自知不一定能够应对，连郭靖都对付不了的宫中高手。”宁远露出好奇的神色，问道：“不知师父说的是谁？”郭靖缓缓道：“当今天下，谈及女魔头，赤练仙子李莫愁自然是其中一位，但若论及魔焰滔天的，那非黑木崖上的东方不败莫属。而他所修炼的葵花宝典，却是由一位太监所创。师父，您的意思是，那位太监至今仍然活着？”宁远皱眉问道。郭靖微微点头：“据我所知，确实如此。那位太监身份神秘，姓名不详，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依然活在世上，且隐身于宋朝皇宫之中。这倒是一位劲敌。”宁远又问：“另一位高手又是谁？”郭靖神色凝重地回答道：“那便是九阴真经的创始者黄长。”宁远这回是真的吃了一惊了。黄长原是一位文人，在整理刻录万寿道藏的过程中，偶然领悟了武学至高之道，并最终撰写了九阴真经。能自行创造如此无上武学秘籍的人物，放到修真世界，妥妥是老祖级别的。这黄长天赋之高，怕也不下张三丰老道了。宁远沉思片刻，缓缓说道：“黄长确实是精才绝艳，不过也不用担心。首先，他身居宫内，黄承思未必能够指挥得动他；其次，我也未必会怕了他。他确实有这样的底气，你再强，还能强得过系统？”宁远深信，只要再给自己一些成长的时间，别说黄长了，就是整个宫中禁卫军，他也能如入无人之境，杀个七进七出。这时，黄蓉突然说道：“靖哥哥，我们都明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今天你就将九阴真经传授给宁远吧。”
这样，如果真的遇到黄裳，我们也能多一分胜算。宁远闻言大喜，他正愁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向郭靖请教九阴真经呢。在古代，拜师学艺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师傅传授什么，徒弟才能学什么，而不是徒弟想学什么就可以随意要求师傅教。比如华山派中的紫霞神功，当初岳不群决定传授给令狐冲时，陆大有只有羡慕的份，甚至连岳不群的女儿岳灵珊都没有学习的资格。而在郭靖所学的武功中，最为厉害的首推降龙18掌和九阴真经，前者掌力刚猛无匹，被誉为世间一等一的掌法，后者博大精深，内外兼修，实际上比降龙18掌还要更胜一筹。宁远的目光与黄蓉一触即分，黄蓉继续优雅地品着茶，仿佛事不关己一般。只听说过女大不中留，可黄蓉倒好，想招法掏空郭靖的家底，也要给宁远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怎不让宁远心中感激？他决定了，得尽快去城中找个无人居住的小别院，然后改造成秘密小窝。郭靖原本并未打算这么早就传授宁远九阴真经，但他向来重视妻子的意见，又想蓉儿的话不无道理，九阴真经毕竟是出自黄裳，对他的武学了解的越多，真要有一天与黄裳敌对时，自然就能多一分制胜的把握。于是微微颔首，说道：也好，我先去取兵器过来。说着转身去了书房。宁远见师傅离开，立刻上前握住黄蓉的手，笑道：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黄蓉被宁远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急忙低声道：快放开我，福儿刚才还在外面张望，小心被他看见了。宁远凝神探查了下外面，发现已经不见了郭芙的踪影，他轻声说道：他似乎跑开了，外面现在没人。黄蓉又急又怒地推搡他：臭小子，你师傅就要过来了。话还没说完，宁远突然松开了他，快速道：师傅来了。黄蓉急忙坐回椅子上，迅速平复情绪，给自己倒上了一杯茶，优雅地品了起来。郭靖再次走进大厅时，看到的就是黄蓉细细品茶的场景，而宁远安静地站在厅中。他目光落在宁远身上，沉声道：你跟我来。三人来到院子中，郭靖站定身子，语气严肃地说道：九阴真经是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得到的，分为上下2卷，其中包含了内功心法、武学总纲以及各种武学，其内容深奥繁杂。接下来我会将总纲复述一遍，你务必要仔细聆听。他顿了一顿，开始低声念诵：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就在郭靖开始传授武学总纲的下一刻，系统立刻给出了学习的提示。当郭靖诵读完成时，宁远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内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巨大的进步与系统的设定密不可分。每当宁远击中敌人时，他都能从对方身上汲取到内力。这种能力在同一敌人身上依次递减，但即便如此，在杀掉了数以百计的南宋精锐士兵和蒙古骑兵后，他的内力也极为恐怖。不要以为士兵就没有内力，在普遍习武的背景下，军中会由教官传授速成的内功心法。这心法虽然无法跟那些对资质要求较高或需要长期修炼才能有显著作用的上乘内功相比较，可依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上限低，但成效快。特别是精锐之师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更好的心法。然而，获得内力仅仅是基础，如何将其发挥到极致才是关键。这就好比汽油，如果任由其自由燃烧，它所能释放的热量是有限的，但是在经过发动机的压缩后，同样的热量却能转化为巨大的动能。而九阴真经所记载的内力法门，就好比是一台强大的发动机，而且是16缸的那种，瞬间让它对内力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这就是顶级内功心法的独特之处，也难怪宁远会如此欣喜若狂。郭靖见宁远如此神情，也有些期许和好奇，忍不住询问：你对这部心法领悟了多少？黄蓉那双妙目也注视着宁远，他曾在传授宁远越女剑时亲眼见过他的天赋，对方在瞬间便掌握了剑法，甚至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境界，这让黄蓉一度对自己的武学天赋产生了怀疑。他也颇为期待，想要看看宁远的天赋究竟会达到何种逆天的程度。为了更快地从郭靖这里学到所有武功，宁远此刻也不再掩饰自己的实力，他坦诚地回答道：师傅，我已经学会了。郭靖哪肯相信，他严肃地告诫：九阴真经的内功心法深奥晦涩，你切不可骄傲自满，必须认真揣摩，勤加修习。宁远无奈道：我真的学会了，如果师傅不信，可以检验一下我的所学。郭靖注视了宁远片刻，见他神态认真，不似作假，于是点了点头道：那你就运用我刚才传授的内功运转诀窍，与我徒手过招吧。
让我看看你的领悟程度。是。宁远应了声，随即以降龙18掌与郭靖开始拆解招数。两人对练了数十回合，郭靖越打越觉得心惊。从宁远所展现的手法来看，他对于九阴真经内力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这怎么可能？郭靖在心中暗自思忖，回想自己当初可是花费了足足1年有余的时间，才勉强踏入大成之境。难道说自己的武学天赋竟如此之差吗？他终止了比试，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转头看向黄蓉，只见他眼神明亮，笑意盈盈地望着宁远。郭靖心中的纠结瞬间释然，他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哈哈大笑道：好，好，宁远，你的资质非凡，必定能够将武学发扬光大，达到前人未曾企及的境界。如今蒙古铁骑席卷而来，我们身为武林中人，自当为家为国奋勇抵抗。我现将我毕生所学传授于你，希望你能为驱逐鞑子贡献一份力量。宁远神情肃穆，恭敬地回答：谨遵师父教诲，弟子必定竭尽所能，誓死保卫襄阳、师娘。在接下来的4、5天里，郭靖将九阴真经的大部分功法倾囊相授于宁远，除了总纲外，还包括了北斗大法、易经断骨章、疗伤章、摧心掌、金钟罩、大伏魔拳以及呼延枪法等一系列武学绝技。至于枪法，乃是江南七怪所传。按照郭靖的说法，在战场上面对敌军千军万马时，枪术有时候比剑术更为实用。至此，宁远在内功、体魄和恢复能力方面已获得了显著的增强，同时他的拳掌和枪术技巧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他现在唯一的短板就是轻身功法了。宁远心中思索，若是有机会去寻找凌波微步所在的石洞或太玄经就好了。他回想起石破天凌空飞跃救阿秀的那一段描述，其速度之快，恐怕已经超越了音速。单就功法而言，那估计是世间速度最快的轻功了。在这几天里，郭芙时常会跑过来观看爹爹传授宁远武功。虽然宁远能瞬间领悟所有武学，可怎么说也是要做一番样子，认真地跟着郭靖演练1、2遍。每当爹爹与师哥休息时，郭芙便殷勤地为宁远斟茶倒水，完全没有了大小姐的架子，反而像个贴心的丫鬟。这一幕让偶尔过来的武敦儒和武修文兄弟俩看在眼里，心里五味杂陈。两兄弟再迟钝，也察觉到了郭芙的心思似乎全在新来的师弟宁远身上，他们已经被彻底抛弃。因为他们好几次想约郭芙去练剑，他都毫不犹豫推掉，说要看宁大哥习武，没空，甚至连借口都懒得编。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郭大小姐就是如此任性。武氏兄弟以前虽也是竞争关系，但手足情深，不管师妹跟了哪一个，都还可以叫一声嫂子或弟妹。可要是被宁远抢了去，那该叫什么？师妹？已经叫了10年师妹了，他们实在不甘心啊。然而对于女人心的善变，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还是两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小师妹。这时黄蓉端来了2碗亲手熬制的莲子羹，郭芙欢快地接过1碗。当他经过爹爹身旁时，郭靖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但郭芙却俏皮地说道：爹爹，这碗可不是给你的哦。说着，他轻盈地端到宁远面前，声音娇俏动人：宁大哥，你尝尝我娘亲做的莲子羹，可好吃了。郭靖的手伸在半空中，一时之间没有收回，他的心中不是滋味。养了18年的女儿，如今似乎已经不再需要他这个爹爹了。黄蓉的眼神也变得复杂难明，作为母亲，她哪还看不出女儿的心意？这原本是极好的，郭靖的那2个徒弟过于平庸，黄蓉看不上。如果福儿能嫁给不论相貌还是武功都是上上之选的宁远，那无疑是天作之合。可是问题在于，宁远喜欢的对象不是郭芙啊，这让黄蓉陷入了极度的困扰和矛盾之中。郭芙这几天对宁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每当宁远跟随郭靖学习武艺时，他总是在旁边观看，时而斟茶倒水，时而递上瓜果，晚上也时常在宁远面前晃悠，甚至有好几次宁远跟黄蓉偷偷亲热时，差点被抓了现行，害得黄蓉看宁远的眼神已经越发幽怨了。郭芙的热情并非毫无来由，对于武敦儒和武修文2兄弟，他多少有些犹豫不定。虽然选择一个作为伴侣并非不可，但毕竟3人一起长大，天天见面，早已习惯了彼此的存在，缺乏那种心动的感觉。而在襄阳城的江湖好汉中，虽然不乏武功高强之人，但大多数都是粗犷的莽汉，哪有宁远这般英俊潇洒？谁说女孩子不看重男孩子的长相？说这话的人恐怕是自信过了头。更让郭芙中意的是，几天的接触下来，他越发觉得宁远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郭芙无法描述清楚，只感觉宁师哥似乎跟周围那些江湖汉格格不入，不像是一个江湖人，反而透露出一种内敛的书生气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原本这位大小姐还觉得大武有大武的好，小武也有小武的妙，可如今看来，论相貌比不过，论武功比不了，论那种心动的感觉，这两位兄弟都远远不及。毕竟这些年的相处下来，他对大小武可能更多的是哥哥的那种感觉。于是武氏兄弟悲催地发现，他们被一直心心念念的福儿师妹抛弃了。此刻这位大小姐正温柔地看着喝莲子羹的宁远，并满怀期待地问：宁大哥，味道怎么样？太好喝了，多谢福妹，谢谢黄帮主。宁远转过头对黄蓉眨了眨眼睛，带着些许意味不明的笑意。黄蓉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说道：你喜欢就好，以后想喝的时候随时告诉我，我下厨为你做一些。郭靖看着女儿那花痴般的模样，又看看妻子对徒儿关爱有加的样子，心中不禁有些吃味，半开着玩笑：蓉儿，你以前可没有这么积极给我做莲子羹。黄蓉斜睨他一眼：我给你徒弟做的时候，不也顺便有你的一份吗？来，趁热吃。说着，她将另一碗莲子羹递给了丈夫。两人正吃着时，一位士兵突然走了进来，对郭靖恭敬地汇报道：郭大侠，吕将军请您和黄帮主到将军府一叙。有什么事吗？郭靖放下手中的莲子羹询问。那士兵看了一眼宁远，似乎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当着宁远的面说。郭靖道：这里没有外人，你直说无妨。是。士兵回应：是关于粮食增援一事。郭靖跟黄蓉对视了一眼，接着点头道：好，我们现在就过去。宁远，你也随我们一同前往。郭靖对宁远吩咐道。经过这几天的教导，他已经看出宁远的武功实际上不在自己之下，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希望他能成为抵抗蒙古大军的中坚力量。三人很快来到将军府内，吕文焕亲自出来迎接，看见宁远也在时，也并没有多说什么。众人落座后，吕文焕便开始详述此事。原来黄蓉前往颍州寻求送粮一事并非没有成效，他最初已经跟黄启良商定好了增援方案，只是在确认细节后的晚宴中，黄启良起了色心，对黄蓉下了阴阳和合散，才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宁远刺杀黄启良后，朝廷一方面派出黄承思缉拿黄蓉以及宁远，另一方面援助襄阳是朝廷的首要任务，后方主帅之位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又临时启用了当时参与商议的副将沿江制置副使夏贵接替黄启良一职，负责后续的增援计划。按照之前跟黄蓉一起制定的计划，夏贵打算亲自率领5万水军，乘坐3000艘战船，装载着粮食、兵器以及棉衣药物等必要物资，沿着汉水逆流而上。他们的目的地是鹿门山附近，到达后再伺机而动，根据情况灵活应对。为确保计划的成功，夏贵还提前派遣了几批高手，他们越过封锁区，秘密联系吕文焕，为里应外合做好充分准备。吕文焕详细叙述了当前的情况后，神色凝重地指出，虽然襄阳的物资目前还算充裕，但蒙古大军显然已经做好了长期围困的打算，这也是我们之前商议过的，需要提前做好应对的原因。他接着转向郭靖说道：不过如今蒙军已在襄阳外筑起10城要塞，夏贵副使此行必然极其凶险。这次邀请郭兄过来，是想跟你商讨下接应方案，不知郭兄可有对策？郭靖走到一面墙面前，凝视着上面挂着的战时地图，陷入了沉思。宁远也走近，与郭靖并肩而立。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望，一南一北互为犄角之势，相互依存。襄阳以南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其余3面则被汉水环绕，而在东南方向，汉水穿过百丈山和鹿门山脉，流入汉中平原。宁远注视着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也陷入思索当中。这些天通过与黄蓉的交谈，他对襄阳的困境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34年前，南宋与蒙古联手消灭了金朝之后，南宋向北出兵，成功占领了洛阳、开封等北地，并试图依托黄河天险来应对蒙古的威胁。然而这一构想遭到了蒙古铁骑的猛烈冲击，最终以失败告终。当时的蒙古国君窝阔台汗以此作为借口，发起了南下的入侵，揭开了长达30-40年的两国战争的序幕。在这几十年间，蒙古军队在南边攻占了云南大理的大部分区域，保定地生死，只剩下大理国的镇南王段正淳还在带领残军进行顽强的抵抗。跟着段正淳残部进行抵抗的，还有百夷大酋长的女儿刀白凤，以及秦红棉、甘宝宝、李青罗、阮新竹几个情妇。而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各部更是毫无抵抗之力，纷纷选择了归降。
南宋的版图在蒙古铁骑的持续进攻下不断缩减，如今已经被迫龟缩到江浙一带，依靠长江天险以及四川的崎岖山地来进行负隅顽抗。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蒙古哈罕蒙哥率军亲征攻打重庆合川钓鱼城时战死。蒙哥死后，其弟弟忽必烈成功击败了阿里不哥，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这位雄才大略的霸主迫切希望统一天下，而南宋则成为了他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在攻陷大理国后，蒙古通过4个方向对南宋发动攻击。一是川蜀之地，然而川蜀道路崎岖难行，大军难以顺利通过，因此进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攻占了大部分四川区域后，终于在重庆与河州钓鱼城与宋军陷入僵持。二是江淮地区，所谓江淮指的是长江与淮河间的广袤之地，在淮西以北是连绵数百里的大别山，以南是数以千百计的湖泊，往东则是纵横交错的河流。饶是蒙古铁骑勇猛无比，却更适合一马平川的平原。而南宋在此地部署重兵，利用星罗棋布的湖泊河流，构建了行之有效的纵深防御，使得蒙古铁骑无法发挥出其优势。当他们突破淮河第一防线，继续南进时，宋军依然可以依托地理之势进行抵御，这就导致蒙古铁骑失去了一往无前的锋锐之势，在抵达长江防线时已是强弩之末。所以蒙古军队之前在江淮一带战事陷入了焦灼，始终无法突破长江进犯南国，这也是忽必烈放弃这一条路线的原因所在。三是从云南出发，深入广西腹地。最后一条路线则是沿着汉江流域推进。襄阳和樊城作为矗立在汉江流域的第一军事要塞，无疑是蒙古军队必须要攻克的首要目标。正因为江淮战事陷入焦灼，宋军又在重庆、钓鱼城等险地筑起坚固壁垒，蒙军一时难以在以上两地突破，从而抵达下游的鄂州、江陵等腹地。忽必烈谋划攻克巴蜀，再顺长江而下，占江陵、取临安的战略最终无法得以实施。此时，任四川铜川路安抚副使的刘整跟吕文德矛盾日深，吕文德勾结四川制置使于兴陷害刘整，时值宰相贾似道把持朝政，朝内乌烟瘴气，奸臣当道。刘整深渊无门，走投无路之下降蒙，至此铜川路沦陷，胜利的天平倾向蒙古。刘整向忽必烈谏言，提出以襄樊作为突破口，顺汉水南下，取鄂州，从而突破长江防线的战略。忽必烈采用了刘整的谏言，封阿术、刘整为南征都元帅，率15万大军直取襄樊。然而襄樊南面依县守山而治，另外3面则环绕汉水，因控鄂南北交通要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的改造后，引汉水入护城河，河宽超过180米，可谓城坚池深。蒙古军队尝试几次强攻失败后，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他们依托之前在鹿门山设置的榷场修筑鹿门堡，在樊城东面的白河口修筑堡垒，对襄樊2城形成了围困之势。接着又开始在襄樊西部修筑围城，设置哨塔和堑壕，在南侧县守山与虎头山筑一字城，以高墙连接各个壁垒，几乎阻断了襄阳和外界的联系。襄樊这2座军事城池成了困境中的孤岛。郭靖看着被标记为红色的蒙古壁垒以及横跨几地的高墙，沉吟不语。吕文焕等待片刻，打破了沉默。这次下跪副使率领5万大军，3000船只逆汉江而上，是我表兄吕文德极力争取的结果。此次行动不容有失，否则面对日益严密的封锁，下次想再要等待春江水涨，已是1年之后了。而且他看了一眼宁远，脸现无奈之色。贾似道丞相对于黄启良被杀一事，还不知会作何反应，我怕到时突生变故，多出些事端来。郭靖指着地图上的汉江道：下跪副使几千的船只想要瞒过蒙古军队，必然没有可能。穿过百丈山和鹿门山的水道是唯一途径。据我了解，这里有蒙军的哨塔和防御石台。郭兄所言极是。吕文焕点头道。郭靖又问：不知那里的布置和防御如何？经过我方探子的多次探查，在折损几十个好手后，得到了一些信息。吕文焕手指向其中2处地方，在百丈山和鹿门山的沿江高地，蒙军建立了8个大型石台，两边各4个，上面安置有重型弩床以及投石器。这些弩床和投石器居高临下，可以控制长达400-500米河段。我方若想强行闯关，恐怕会损失惨重。接着手指继续向上，指向地图上一个红点，而穿过鹿门山处的河道后，再行一段路程会抵达新堡壁垒，那是蒙军在襄阳东南10多里外新建的工事要塞。郭靖道：都元帅刘整极为熟悉地形，他必然不会错失良机。如果从新堡壁垒出军，再配合鹿门堡的兵力，水陆夹击之下，我们的粮源部队
极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时，宁远突然询问吕将军：“驻守在投石器石台边上的军队人数多吗？”吕文焕大概能猜出宁远的意图，眼睛不由一亮：“你是想破坏那些石台上的弩床和投石器？”对于这位武功奇高的年轻人，他突然产生了一些期待。宁远点头道：“我想先听听具体的情况。以他现在的武功，如果没有大军严密守护，宁远有信心可以在敌方援军赶至前将这些器械破坏掉。”吕文焕解释道：“汉江一侧是鹿门山，另一侧是百丈山，两座山的半山腰各建造了4座石台，石台被高墙围着，是一个半封闭的军事要地。根据我方探子得到的情报，里面大约有1000人精锐部队驻守。”宁远道：“如果守军被惊动，不知那2处险地是否还有其他的增援部队？”吕文焕道：“援军在那处地方的5里地之外，蒙军的鹿门堡要塞，不过山路难行，从敌袭后发出响箭到援兵赶至，我估计最快也得小半个时辰。”宁远缓缓点头，有这缓冲时间足够了。黄蓉之前一直没有出声，此时开口，带着一丝忧虑：“宁远，不要小看那些守军，这种重要据点所配备的必然是最精锐的战士，而且为了防止敌方高手潜入破坏，都会有军中好手坐镇。不用担心，打不赢我还跑不掉吗？那些军队困不住我。”他用眼神宽慰了一下黄蓉，接着对吕文焕道：“吕将军，你可以派几个得力手下给我做向导以及策应吗？破坏投石器的任务交给我就行。”吕文焕脸露欣喜之色，转而期待着问郭靖：“郭兄，你觉得如何？”郭靖这几天对宁远的武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他自保应该没有问题，于是点头说道：“我觉得可行。如果宁远能够成功破坏那些重型器械，便可前往接应粮源，船只沿江而上。吕将军再备一支骑兵以作接应。”吕文焕又看向黄蓉道：“不知黄帮主意下如何？”黄蓉道：“我相信宁远。这样吧，吕将军挑选熟悉地形的几位军中好手，我们这边也从江湖豪杰中选几个跟随。”吕文焕闻言笑道：“如此甚好，这事不宜拖延，我们现在就做些准备，入夜之前沿江而下。如果能拔掉那些投石器，此行就成功一半了。”4人接着又商议了一些细节，3人才离开将军府。郭靖直接去了守卫营，挑选跟随宁远一起出行的好手。宁远跟黄蓉回到郭府，进了厢房，黄蓉将房门关上，脸上才露出了担忧之色：“宁远，你老实告诉我，你有几分把握？”宁远看着他担心的表情，温和笑道：“没有见到那些敌军前，我不好给你答复。不过你放心吧，打不赢我大不了直接退走，我相信还没人能拦得住我。”黄蓉道：“这次我陪你一起去吧。”宁远摇了摇头道：“蓉儿，此行危险，我不放心你去，你留在襄阳等我凯旋归来，好吗？”黄蓉对他喊自己蓉儿已经不再抵触，听他话语中对自己的关心，很是受用。黄蓉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你忘了吗？我可是桃花岛长大的，水性好着呢。此番水上之行，怎能少了我？”“那也不行，这次根据颍州不太一样。”宁远坚决反对：“即使我们能够成功破坏那些投石器，后面也要跟随下跪的几千船只沿着汉水而上，目标太大了，少不得会有一番恶战，我不放心让你涉险。”黄蓉看着他严肃的表情，嘴角露出浅笑：“在你出现之前，我已经在襄阳驻守一段时间了，不论是守城战还是外出侦察，我跟蒙古军队都战斗过好多场，而且我对这里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那些士兵我不太放心，还是需要我来为你引路更保险些。可你打不过我，不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宁远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穿越封锁区时，他见识过蒙古铁骑的凶猛，那100成军的气势，如果不是他这样一个艺术，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能轻鹰其风。可哪怕是现在的宁远，也无法保证在成千上万的军队中保护好黄蓉。宁远不愿让他涉险，黄蓉却有自己的主见，他表情变得认真：“宁远，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很欢喜。可是我是丐帮帮主，是黄药师的女儿，我还是一个女侠，也有自己的坚持。”他伸出手轻抚对方的脸颊，微笑道：“那次沿着汉水下颍州，同样是九死一生，在如今的形势下，我跟郭靖早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又怎能苟在襄阳城内，让你独自去面对风险？”看宁远抿着嘴，他嫣然一笑道：“而且如果出现危险，你可以保护我的，对吗？”宁远感受着他手指传递过来的温度，有些苦恼：“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在那样混乱的战场中时刻护你周全。”“没关系，如果我真要死去，我希望死在你的怀里。”黄蓉轻笑一声：“就这么说定了。你需要我为你准备些什么吗？”2张最强的金角复合弓，500支箭矢。宁远叹了口气：“
不再劝说，想了想，补充了一句：“再加上100根长枪吧。”郭靖在大漠时弯弓射大雕，号称剑术天下无双，自然教会了宁远剑术。当然，现在剑术第一的头衔得让给徒弟了。黄蓉知道宁远有储物空间，也不惊讶，微微点头，去准备物资了。望着他离去的姣好背影，宁远颇感无奈。黄蓉决定要做的事情，他阻止不了，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的安全。等晌午吃了饭后，郭靖带着8人回来，4位是水性极佳的军中精锐，主要负责这一次行动的引路。另外4位宁远见过，正是之前穿越封锁区时遇见的华山派令狐冲、岳灵珊、林平之和陆大友。宁少侠，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陆大友极为兴奋，显然对于能跟宁远一起行动感到高兴。宁大哥。岳灵珊看向宁远的眼神明亮，声音有些腼腆。唯有令狐冲显得有些闷闷不乐。怎么了？令狐兄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宁远奇怪地问。令狐冲苦笑了下，显得没精打采，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一喝酒就觉得浑身痒，不喝酒又心里痒，真把我折磨得不行。宁远心中有谱了，看来自己那一剂奇痒散起了效果，他心中感到幸灾乐祸，连因为黄蓉要跟着去的郁闷都散了几分。可能是来了这里水土不服吧，你适应适应没准就好了。宁远假惺惺安慰了一句。岳灵珊却笑道：这才叫好呢，大师兄天天吵着要喝酒，都快掉酒桶里了，这回可够他受的。陆大友也点头附和：小师妹说得对，大师兄确实该戒酒了，这里不比华山，喝酒误事，耽误了军情可不好。郭靖道：好了，闲话先不说，我们准备出发，入夜时栖息鹿门山水道。师傅，你也要去吗？宁远有些惊讶，按理说他坐镇后方，以他的号召力统领群雄，比出去冒险要好得多。我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是刘三，是战场老兵，对这一带的地形极为熟悉，还数次探查过鹿门堡和那边的石台。郭靖指着其中一位士兵介绍着：刚才在路上，我跟刘兄弟了解到，他今天刚刚探查回来，发现蒙古军铺设了一条捷径，可以快速从鹿门堡向投石机的石台那边增援。因此我们之前的预估有些错误，如果一个一个的拔除在鹿门山和百丈山两岸的投石器械，时间上怕是赶不及。其实郭靖有一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这次的行动过于危险，他也担心黄蓉的安危，希望可以随同保护他。宁远皱眉道：师傅，你想与我同时对两边下手，这样会不会太过冒险？臭小子，我问蓉儿你厉不厉害，他总笑着说比我要强太多，师傅知道你藏私，肯定是留了几手的。郭靖假装不满：不过你也太小看为师了，我虽然无法对付成建制的骑兵冲锋，可破坏掉1-2个石台，然后牵制住剩下的守兵，给你争取多一些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一旁的黄蓉也微笑道：我会协助靖哥哥，你破坏掉另一边的投石器后，尽快过来支援我们。不可！宁远心中一急，大声叫道：这样太危险了。黄蓉声音温和：总得有人去做的，我相信靖哥哥，也相信你，这事就这样定了，我们出发吧。宁远想再出声阻止，可看着黄蓉温柔坚定的眼神，话始终说不出口。11人出了襄阳，乘船过了护城河，又奔向白河口的浅滩，分2艘快船出发。按照事先的商定，郭靖跟黄蓉乘坐一船，负责百丈山那一边的石台，宁远则负责鹿门山那一边。2艘快船顺着汉水而下，入夜时已经接近石台附近几里地。此时清幽月亮照射下来，透过薄薄的江中雾气，在漆黑的江面上映出点点灵光，两岸的山脉绵延，树影重重。与宁远同船的除了2位士兵外，还有林平之和岳灵珊。林平之今天穿着红底黑衬的袍子，绿色腰带，在夜色中更显得阴柔了几分。岳灵珊正好相反，清冷的月色让她脸上显得极为柔和。她目光时而望向林平之的脸庞，带着些柔情，又似乎是藏着些心事；时而又看向宁远，带着些探究，带着些好奇，却不怎么跟他说话，显得有些矜持。最后他又望向岸边的树影出神，显得极为安静。这时其中一位士兵低声道：我们快到蒙军的快船巡逻区域了。宁远循声望向前方，以他如今的功力，早已变得耳聪目明，哪怕是在如此的夜色和江雾中，依然可以看见很远的距离。果然过的一会，前方几百米外的江面上隐约浮现出2艘快船的轮廓。这2艘船之间保持着10来丈的距离，每艘船上都有4名巡逻的士兵，他们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停！我看见蒙军的巡逻艇了。宁远低声发出示警，2位战士立刻紧绷神经，悄然放下手中的木浆，船在江面上无声无息停了下来。岳灵珊压低声音问：宁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先退回去吗？他试图透过雾气观察前方，但视线被浓重的江雾所阻挡，只觉江水滔滔，水雾迷蒙，看不清前方景物。宁远没有回答，他取出长弓，搭箭拉弓，也不见怎么瞄准，箭矢便嗖的一声急速划破夜空飞了出去。他本意是让黄蓉弄来2张复合弓，黄蓉却将郭靖最喜爱的神臂弓取了来，交给了宁远。这位素来持家的贤妻，现在恨不得什么好东西都送给宁远，让靖哥哥交降龙18掌和9阴真经不算，如今连他心爱之物也不肯放过。这把神臂弓出自一位能工巧匠之手，专为郭靖量身定制，他的力量足以拉满10弹，轻松在几百米内穿透铠甲。箭矢划破夜空，带着尖锐的破空声射向正在划船的蒙古士兵。然而还不止于此，宁远竟然是连珠9箭，9支箭矢几乎同时离弦，毫无间隙地射向目标，直取8名士兵的咽喉。巡逻中的蒙古士兵猝不及防，当听到箭矢的破空声时，喉咙已经被锐利的箭矢穿透，他们发出绝望的咯咯声，一个个跌倒或被推入江中。一名士兵顽强地试图取出响箭发射，然而刚要动作，他的手心就被第9支箭矢射穿，响箭脱手落入江面，瞬间消失在滔滔江水之中。这位士兵试图看向箭矢袭来的方向，视线中却只有蒙蒙雾气，哪里能看到半个人影。他不甘地跌出船外，落入汉江之中，溅起一片水花，江水瞬间被鲜血染红一片，这抹嫣红又随着奔腾的江水迅速流去，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郭靖的那一艘船随后驶近，停在宁远的船旁。只听他问：刚才什么情况？你杀了蒙古军中的巡逻兵？即便以郭靖的目力之强，也只能隐约感知到几百米外的微弱动静。前方是蒙古军的2艘快船，艇上的8名士兵已被我解决。宁远说着，将长弓收起，向刘三示意：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了。船只缓缓启动，郭靖望着宁远的背影，有些不舍地说：我那把心爱的神臂弓倒也不算所托非人。心痛了？我下次找人再给你打造一把。黄蓉忙安慰丈夫，脸上却带着几分笑意。这哪能一样？那把弓陪伴我多年，已经有深厚的感情了。郭靖还是有些郁闷，不过黄蓉已经将弓送出去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要回。而且宁远那小子弓确实使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他也感到十分欣慰。黄蓉笑盈盈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要太在意了。郭靖看了黄蓉一眼，认真道：我还是更喜欢旧的。众人继续向前滑行了几里地，又遇到了2艘巡逻艇，上面的士兵同样被宁远悄然射杀，之后便再也没有遇到蒙古军的巡逻艇了。2艘船在江心缓缓停下，老兵刘三指着前方隐约可见的浅滩，说道：郭大侠，我们需在前方的浅滩靠岸，上岸后再行几百米便会看到蒙古的哨塔和高墙，潜入高墙后往上攀爬几10米，就能到达投石机的平台，那里便是我们的目标。郭靖道：我们按计划行事。刘三，你负责在宁远区鹿门山那边随时准备接应，若宁远成功破坏了弩床和投石器，你们再来百丈山这一边与我们会合。他转向宁远，语气中透露出严肃：记住，速战速决，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宁远道：我明白，师傅，你们也要多加小心，事不可为就退走，不要恋战。郭靖听后笑着拍了拍宁远的肩膀：臭小子，倒教起师傅来了。好了，我们分头行动吧。2艘船分别驶向两岸，靠在浅滩上。宁远跃下船头，对刘三和岳灵珊说：刘兄弟，灵珊妹子，你们几个在这里等着。林平知道：宁大哥，我去助你。不必，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在这里等着就好。林平之没有继续坚持，沉默地点了点头。岳灵珊也关切地道：宁大哥，你小心。宁远微微点头，接着便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岳灵珊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有些担忧地问：平弟，我有些害怕，你说宁大哥能成功吗？林平之同样看向那片夜色，怔然出神。当郭靖前往守卫营挑选行动队员时，林平之自告奋勇，并力劝岳灵珊和令狐冲一同加入，这其中自然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在被于沧海一夜之间灭了镖局满门后，他本以为找到岳不群这个靠山，但后来发现师傅是个伪君子，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取他家的辟邪剑谱，甚至不惜将女儿岳灵珊嫁给他。然而岳不群并不知道的是，林平之早就看清了他的图谋。那个曾经热血的富家公子哥，无忧无虑的少年郎，如今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一心一念只想着复仇，杀于沧海。穆高峰还有岳不群成了他无法放下的执念。林平之做梦都想报仇雪恨，因此
当他那次看见宁远时，便生出了依附的心思。可林平之知道自己一无所长，没有可以作为交换的砝码，于是便将主意打在了师姐岳灵珊的身上。这位他曾经的挚爱，如今却成了桎梏，让他痛苦纠结。如果岳不群不是他爹爹该多好，但现实没有如果。在成婚的那天，林平之看着那破烂袈裟上的辟邪剑谱，在复仇和爱情之间犹豫很久，最后毅然挥刀自宫。那一夜，他喝得酩酊大醉。那一夜，岳灵珊自己揭开了红盖头，而他至今依然是个厨子。林平之来到襄阳后，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宁远。今天听说宁远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他才主动站了出来，希望可以寻到接近宁远的契机。他收回视线，看向岳灵珊，声音低柔地说：“师姐，宁少侠那么厉害，肯定不会有事的。”宁远悄然前行了数百米，果然发现了前方依山壁而筑的高墙。高墙之内，2座哨塔相隔数十米，矗立在山石之上，每座哨塔上都有2名士兵在警惕地瞭望。宁远暗忖，在这样的距离下，即使能成功射杀士兵，他们坠下哨塔时产生的动静也不可能完全无声无息。看来悄无声息潜入是不可能了。他轻叹一声，取出弓箭，4箭齐发，箭矢犹如黑色闪电划破夜空，将4名士兵的脖颈射穿。其中2人倒在哨塔上，另外2人发出闷哼声后坠落，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砰然巨响。驻守此地的士兵果然是精锐中的精锐，就在哨兵被杀的瞬间，高墙内已经有人发现。紧接着，告警声和急促的奔跑声透过高墙传了过来。宁远身形一动，一个纵跃便跳上了高墙。借着月光，墙内的景象清晰可见。他看到一排排的兵营依山而建，在山崖之上有一个人工开拓的平台，上面摆放着一座大型投石机和重型母床，旁边则是一堆堆经过加工的巨石以及长达几米的巨矛。而向上眺望，另外3个平台上的投石器也隐约可见，犹如巨兽般蹲伏在夜幕中。此时，嘹亮的号角声骤然响起，士兵们纷纷从兵营中冲出。不少人已经发现了站在高墙之上的宁远，他们纷纷向着他的方向冲了过来。宁远纵身跳下围墙，犹如吐气胡落，瞬间便冲入了敌阵之中。他身形掠过，长剑在手中急闪。那些士兵虽然是军中的精锐，却没有一合之敌。士兵们甚至来不及看清宁远的身形和剑招，他们的长枪短刀纷纷落空，紧接着眉心咽喉便已中箭，一时间扑通倒地之声不绝于耳。在这些士兵的后面，静静站着3位僧人，其中一位身穿大红袈裟，手握大铜钵，另外2人手持荆杵。眼见士兵们无法阻挡来敌片刻，那位手握大铜钵的僧人转向了旁边一人，他沙哑着声音道：“达尔巴，我先去会一会这位高手，你给我压阵。”说着，他冲向宁远，手中大铜钵迎面盖了过来，大声喝道：“我是灵智上人，来者何人？竟敢擅闯！”然而他话未说完，眼前便是一花，一点寒芒在他眼中迅速放大。灵智上人瞳孔巨缩，大惊失色之下，急忙将铜钵回防，却忽觉手上一轻，低头看去，发现双手竟然已经齐根而断。紧接着，眉心处一点嫣红渗出，他眼中的惊诧还未消散，便失去了神采，仰面倒下。达尔巴与另一位僧人目睹了灵智上人一招之下，便惨死当场，俱皆神色巨震，再也顾不得颜面，齐齐举着荆杵围攻了上去。宁远身形前冲，长剑荡开达尔巴挥砸过来的荆杵，瞬间欺身上前，一掌急速击出。达尔巴仓促间以掌还击，双掌相对，只听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他的手骨竟被宁远震得寸寸断裂，尖锐的骨渣刺破皮肉露了出来，红白相间，血迹斑斑，显得异常凄厉瘆人。宁远掌势余力未消，重重地击在这位僧人的胸膛上，将他整个人击飞了出去。达尔巴胸口凹陷一大块，跌落5-6米的地上，生死不知。此时，另一位僧人的荆杵才呼啸而至，宁远同样一掌击出，掌杵相交之下，荆杵荡了开来。在这一瞬间，对方的空门大开，再想躲避已然不及。宁远长剑犹如闪电般贯穿了这位僧人的心脏，僧人踉跄后退几步，强大的血气冲击使得他的血液喷涌而出。他一手紧紧捂着心脏，艰难地开口问道：“阁下是谁？”宁远身形急闪而过，没有丝毫犹豫，一剑利落地砍下了他的头颅后，沿着石阶奔行而上。上面4-5个重盾兵并排而至，将钢盾紧紧架在石阶尽头。盾牌后，长枪兵已经就位，弓弩手更是在高地开始放箭。后面的追兵更是蜂拥而至，试图追上宁远的步伐。宁远出剑如风，挑飞射来的几10支弩箭，身形未受到丝毫影响，
冲至众盾前面。他接着格挡开急刺而来的长枪，一手降龙18掌打出，重重打在护盾上。早在郭府前的那一战，宁远就用一招现龙在田，掀翻了10多位护在吕文焕身前的盾兵。那时他还没有领悟九阴真经，内力的运转还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即便如此，凭借着雄浑的真气和降龙18掌的发力技巧，宁远依然能将那些盾兵击飞10多米远。如今他已习得最顶级的内功心法之一，宁远很想知道此时的降龙18掌会厉害到什么程度。心念电转间，他运起8成内力，一招现龙在田轰出，重重拍在盾牌之上。手掌跟重盾碰撞的刹那，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紧接着一声闷响传来，盾牌表面的冷钢出现裂纹，逐渐凹陷，夹层的牛皮在巨力下寸寸碎裂，无数钢板碎片如弹片般向后击射。盾牌后的数十个士兵身体瞬间被钢片撕碎，骨肉分离着倒飞出去。他们只来得发出一声惨叫，人便在半空中气绝身亡。只是一击，前方已经空荡荡，只剩下满地的断肢残骸。宁远眼中没有丝毫波动，继续越过那片血肉支离的地面，冲向第一个平台上的投石器。后面的追兵目睹了满地的惨状，即使他们是身经百战，精锐中的精锐，眼中也不禁露出了深深的恐惧。可此地不容有失，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们压下内心的惊恐，驱使着他们继续追赶，步伐却不免慢上几分。宁远对身后的追兵置若罔闻，他的眼中只有前方的重型器械，那是2架6、7米高的巨大投石器以及4架巨型床弩。投石器下的几个兵士见宁远如疾风般瞬息而至，立刻举刀便砍。然而他们只觉眼前一花，宁远的身影似乎扭曲了一下，便诡异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紧接着几声闷响传来，那些士兵重重地摔倒在地，心脏处的鲜血汩汩流出，将地面染得一片血红。没了阻碍，宁远毫不犹豫地一掌击向坚固的投石器基座，随着一声轰然巨响，投石器庞大的木质骨架瞬间4分5裂，碎木散落一地。此时四面八方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宁远的眼神变得冷冽如冰，他毅然冲入敌阵中。片刻之后，上百名精锐士兵被他屠杀一空，尸横遍野。浑身浴血的宁远站在一地尸体旁，仰头望向天空。只见2支响箭带着凄厉的破空声飞向高空，随后在空中爆出一朵璀璨的烟花。宁远转头凝视着江水对岸，却被越来越浓的雾气所阻隔，看不真切了。回想起刚才那些精锐士兵的战斗力，他内心不禁感到一丝焦虑。摧毁了这个平台上剩余的投石器和床弩后，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奔向另一个石台。而在另一边，郭靖和黄蓉几人已经陷入了苦战。时间稍稍回溯，当宁远在鹿门山强行突破哨塔士兵的时候，郭靖夫妇以及令狐冲、陆大有4人已经悄然接近了百丈山另一侧的哨塔。远远地望着200米开外的哨塔上的士兵，郭靖取出军用复合弓，精准地将哨兵一一射杀。若说郭靖所学武功什么最厉害，许多人可能会立刻想到降龙18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欧阳锋的蛤蟆功、金轮法王的龙象般若功都能与这掌法正面抗衡而不落下风。但若论及剑术，从射雕到神雕的时代里，竟无人能够超越郭靖。他的剑术之强被誉为当世第一，因此在他4箭齐发之下，哨兵纷纷中箭坠落。然而与宁远那边的情况相似，哨兵死亡的动静并没有瞒过警戒中的其他蒙古战士。随着坠地声响起，百丈山上的守军开始迅速集结。郭靖4人越过高墙，冲入敌阵，与守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此时的郭靖武功已然大成，而黄蓉虽然相对于宁远和郭靖来说稍有不足，但在江湖中依然是超一流的水准。令狐冲也已经学会了独孤九剑，因此在场中只有陆大有的武功较为逊色。由于4人奇袭的速度极快，守军在未能完全组成阵列之际，便被郭靖等人迅猛地杀入阵中。在降龙18掌的强大劲风席卷之下，军中的精锐士兵纷纷东倒西歪，空门大开。令狐冲趁机发挥出独孤九剑破枪式的最大威力，守军被他杀得人仰马翻，阵脚大乱。他们迅速冲到第一座石台边，其中3人负责防守，而陆大有则专注于破坏投石器。然而郭靖很快便遇到了对手，在这边同样有3位高手坐镇。他们与精锐军士紧密配合，竟然将郭靖暂时缠住。经过一番激战，郭靖付出受伤的代价，成功击毙了3位高手，然后向另外的平台攻去。此时两边的响箭已经升空，夜空中璀璨的烟花在数里之外都清晰可见。作为扼守汉水要道的北上关卡，
8座平台上的投石器和重型床弩居高临下，牢牢控制了长达400-500米的河道，这使得宋军的船只无法顺利通过，对于蒙古的战略布局而言，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鹿门堡的蒙古汉军都元帅刘整见到空中的示警信号时，他立刻意识到了情况的紧迫性。刘整曾担任铜川路安抚副使一职，对南宋的地形地貌和军力部署了如指掌。他迅速洞察了宋军的意图，并开始着手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他面色凝重，对蒙军征南都元帅阿术严肃地说道：“阿术元帅，如今春水上涨，我猜测宋军必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汉水运输粮食和补给品到襄阳。此次百丈山两地的投石器遇袭，恐怕是宋军有意为之，他们可能有着更大的图谋。我们必须立即全力驰援，以防不测。”阿术点头道：“刘元帅所言极是，我即刻命令赵弼将军率领6000精锐前去支援。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确保百丈山的安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宁远成功消灭了4座平台上的所有守军，并摧毁了投石器和床弩，准备转身支援郭靖时，他的眼角突然瞥见了另一座山峰的隐蔽处，那里竟然还有2座平台静静矗立，显然是刘三等人之前未曾察觉的死角。该死！宁远忍不住低声咒骂。他远眺百丈山的方向，视线却被雾气遮挡，使得远处的景象变得模糊不清。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少，他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立刻赶去支援郭靖。然而，如果放弃那2座平台，此次行动即便不算功亏一篑，也肯定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宁远在心中快速权衡着利弊，还有一些时间，我应该能赶得及。经过一番思索，宁远下定决心，他一咬牙，毅然决然地冲向了那座隐藏着石台的山峰。在百丈山的第4石台处，最后一个投石器被陆大有成功破坏。郭靖4人身上都负有不同程度的伤势，此时他们被敌军围困在一个山石角落，仅能依靠地势进行防守。陆大有身中2箭，他斜靠在石壁上，嘴角渗出鲜血，喘着粗气问道：“大师兄，宁少侠何时才能赶到？”令狐冲见到几位蒙古军战士的长枪被郭靖的掌力震开，他手中的长剑化作几点寒芒，精准地刺入对方咽喉。经过连番激战，他也同样喘着粗气，对于陆大有这第10次相同的提问，已经无暇回应。黄蓉的打狗棒已然断裂，此时他手持长剑，紧紧跟随在郭靖身后，为他抵挡漏网的长枪和箭矢。他脸色苍白，眼中满含焦虑，却紧抿着嘴唇，一语不发。突然，黄蓉眼角瞥见山崖之上的山路，那里出现了火把的光亮。起初只有几把火光，接着从拐角处不断有火把冒出，蜿蜒成了一条橙红的光带。那是蒙古的援军赶到了。靖哥哥，我们必须立刻突围！黄蓉焦急地喊道。郭靖也看到了那些火光，他刚毅的脸上也不免露出焦急之色。他大声喝道：“随我冲出去！我负责断后，你们先撤退！”说着，他运起全身功力，将内力凝聚于掌心之间，全力一击轰出。郭靖的这一招只攻不守，顿时将前方的蒙古士兵击退，露出了一个缺口。然而，在击退敌人的同时，他自己也中了一枪。快走！郭靖不顾身上的伤势，紧紧地护着黄蓉，一同冲出了缺口。令狐冲一手抓起陆大有，紧随其后，一同逃离了包围。守军看到援军即将到来，士气瞬间大涨，他们奋不顾身地冲杀过来。郭靖身上又中了一枪，他毅然决然地挡在了最后，保护着其他3人且战且退。退到第1个平台的石阶上，他守住3人宽的阶梯，大声喊道：“蓉儿，你们先撤，快！”此时形势已经极其危急，黄蓉腿部中枪，身上也有几处枪伤，行动已然不便。以他如今的速度，根本无法躲过蜂拥而至的蒙古精锐。靖哥哥！黄蓉大喊道：“走！”郭靖身上多处枪伤，他独自一人挡在石阶上方，面对着疯狂涌来的士兵，头也不回地厉声大喝。黄蓉向来果断，他深知此刻再不逃离已是无用之举。泪眼婆娑中，他紧咬薄唇，忍住伤痛，一瘸一拐地向下跑去。身后无数的援军已然赶到，他们在上方的平台上集结，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军阵。弓箭已经上弦，只待一声令下，便会万箭齐发。这时，从河滩那边传来了一声长啸，高亢而激越，远远地传开，在浅滩、江川以及两岸的山间回荡。这笑声初时还在浅滩，下一刻已经接近半山腰，正朝着黄蓉的方向急速逼近。是宁少侠！陆大有激动地大喊起来。黄蓉绝望的眼中突然闪现出希望的火花，她颤抖着声音喃喃道：“
宁远，快些，再快些！”随着笑声逐渐逼近，音调也愈发高亢，平台上的士兵开始感到不安，骚动起来。负责此次接应的蒙军将领赵弼，在发现四处平台的投石器械全部被破坏时，极为愤怒。他脸色阴沉地盯着石阶上的郭靖，沉声问道：“那人是谁？”回禀将军，此人是襄阳的郭靖，就是他引领着那边的武林莽汉负负隅顽抗。据说他的武功以真化境，是中原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大高手。他旁边的一名副将恭敬地回答道：“果真是英雄盖世。”赵弼看着一夫当关，挡住所有蒙古精锐的郭靖，眼中流露出既佩服又痛恨的复杂情绪。他转而望向笑声传来的方向，皱眉问道：“那人又是谁？”此时宁远已经赶至，看到黄蓉安然无恙，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你们先撤。”他如疾风般掠过几人，声音远远传来。黄蓉一边后退一边回望，只见宁远越过石阶，接替了郭靖的位置。他一掌轰出，前方的10多个带甲士兵像是被炮弹击中一般，身形扭曲的向后倒去，形状惨不忍睹。赵弼眼神一凝，见那人势如破竹，瞬间斩杀数十人，当即果断下令弓箭手准备射击。旁边的副官惊愕道：“大人，不可，那里还有我们的士兵。”赵弼冷冷地道：“你敢违抗军令？违令者斩！”是。副官额头冷汗直流，转身大声命令：“弓箭手放箭！放箭！放箭！”黄蓉回首望去时，只听得弓弦声震响，紧接着漫天箭雨划过一道道抛物线，如同黑压压的乌云般向宁远和郭靖所在的石阶笼罩而去。“不，靖哥哥！”他凄声大喊。郭靖听见声音，回头望向黄蓉的方向，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然而密集的箭矢如同瓢泼大雨般倾泻而下，将他彻底淹没。宁远在箭矢飞来的瞬间已经冲向身后的郭靖，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敌人竟如此果决，在有蒙古战士的情况下依然下令万箭齐发。当他回防冲向郭靖时，已然来不及。他只来得及挡下大部分的箭矢，但仍有4、5支箭射中了几乎力竭的郭靖。宁远迅速一手抱起郭靖，靠着石壁拨开无数袭来的箭雨，意图冲入弓箭手的阵列，然而几乎寸步难行。正如骑兵上百可敌千一样，当弓箭手的数量达到1000人以上时，其威力同样令人胆寒。箭雨密集，毫无间歇。宁远一手保护着郭靖，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迎着箭雨冲锋。他充满杀意的目光与远处山石上的赵弼对视了一眼，然后决定向下撤离。在与宁远对视的那一刻，赵弼心脏猛地一紧，感觉就像被猛兽盯上了一般，一阵强烈的心悸袭来。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宁远开始向下撤离时，那种感觉便消失无踪。赵弼沉默地看着在箭雨中退走的宁远，半晌才开口道：“派出探子，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所有资料。”“是，将军。”那位副官望着已经离去的宁远，心中的震惊难以言表。他与赵弼将军有所不同。赵弼身为文官，精通儒学，为大汉讲解儒经，与贾似道秘密谈和，直至升至枢密副使的高位。然而他对于武林的认知并不深入，只知道那人极其厉害，却无法具体说出如何个厉害法。那副官本身却是一位武林高手，因此深知像郭靖那样的实力已经是当世罕见的强者，在军阵中足以以一敌百。可是他从未想过一个人竟然能够对抗上千弓箭手连绵不绝的传射，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那人究竟是人是鬼？收兵！直到宁远退走，赵弼伫立了片刻，才以冷冽的声音下令。说罢，他转身离去。在快船上，黄蓉抱着身负重伤的郭靖，泪水不断滑落。郭靖身上的箭矢已经被小心翼翼地取出，宁远给他喂下了白云熊胆丸、天香断续胶，不要钱似的往伤口处涂抹。然而药物的力量终有穷尽时，郭靖的心脉被箭矢擦过，此时他只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深厚的内力，勉强维持着一线生机。郭靖望着黄蓉，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温柔。他试图开口说话，却咳嗽几声，口角溢出鲜血。“靖哥哥，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你不要说话。”黄蓉慌乱地用手擦拭着他嘴角的鲜血，泪水如断线的珍珠般滚落，划过他的脸颊，滴在郭靖的脸上。“柔儿，不要伤心，我们相识20载，如今终于要分别了。我可。”郭靖的声音微弱而断续。“不要说了，靖哥哥。”黄蓉悲痛欲绝地哭泣道。“柔儿，我好遗憾啊，不能陪你度过余生，不能跟你携手到老。”郭靖艰难地开口，
答应我，好好活下去。福儿任性，你要多费心照顾他。黄蓉已经泣不成声，无法回应他的请求。郭靖又转向宁远，用微弱的声音道：宁远，你答应我一件事。师父，您请说，无论多么艰难，我都会为您做到。宁远神情庄重，语气坚定地说道。郭靖的声音断断续续：宁远，答应我，守护好襄阳，照顾好蓉儿。宁远沉默。答应我。郭靖咳嗽几声，急促道：好，我答应你。宁远郑重地回答：我发誓会守护好襄阳，会照顾好黄蓉，还有你的女儿。郭靖望向黄蓉，眼中充满了深情和歉意，却已经无法再言语。黄蓉抹了抹眼泪，凝视着他的靖哥哥，紧抿着嘴，缓缓地点了点头。郭靖的嘴角艰难地扯出一抹微笑，他紧握着黄蓉的手，最终无力地垂下，死去。百丈山下游10里地，2艘船停靠在浅滩上。宁远为众人处理好了伤势，四处搜集了一些柴木，将郭靖轻轻地放入一艘木船之中，用柴木枯枝将它覆盖。望着这位名震天下的大侠，宁远沉默了片刻，用手中的火把点燃了那些枯枝。枯枝上火光初时星星点点，接着熊熊燃烧起来。他注视着那跳动的火焰，轻声道：郭大侠，走好。说着运起劲力，将燃烧的木船缓缓地推入江中，任由江水将它带走。那艘船在火光中渐行渐远，最终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焰，然后慢慢地沉入江底，消失不见。这位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蒙古的一切，回归故里。然后当蒙古铁骑南下，他挺身而出，为宋朝抵御外敌的入侵。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也的确做到了，最终陨落在襄阳城外汉水之畔。黄蓉哭了好几次，此刻看见船只最终沉入江底，他再也无法支撑自己，悲伤过度晕了过去。宁远接住黄蓉那失去力气的娇躯，温柔地将她拥入自己的怀中。军中的4人笔直站立在江边，目送着载着郭靖遗体的船只沉入江底，行了庄重的军礼，那是对抗击蒙古英雄的最高敬意。令狐冲和岳灵珊几人静静地站着，望着归于沉寂的江面，没有言语。过了好一阵，宁远轻轻地抱起黄蓉，上了一艘快船，朝刘三道：我们得继续赶路了，离下贵副使的船队还有多远？其余众人也纷纷上船，虽然船上有些拥挤，但勉强还能承载下这些人。4位战士随即划动船桨，顺流而下。往下游大约3、4里地有一条支流，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芦苇荡，可以隐藏我方的船队。刘三开始介绍，蒙古的水师相对薄弱，现在鹿门山上的投石器也被破坏掉了，我们只需要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迅速让船队穿越那道天险，抵达新堡壁垒，然后突破新堡蒙军的拦截，这一趟任务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随着刘三的讲述，他之前的压抑情绪已经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激昂和亢奋。襄阳守军已经被蒙军围困了一段时日，一直处于被动应对、无力反击的困境。然而就在今晚，他们终于破坏了天险上的水陆封锁，这无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为襄樊守军争取到了外界支援的可能，撕开了蒙古军队的一道缺口。只要这次的粮草能够成功运送进城，不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城中供给将得以保障，军心士气也将得到极大的鼓舞。这也难怪军中的这4人会变得如此振奋，他们看向宁远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与敬意。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宁远如何闯入鹿门山，破坏敌方石台的壮举，但即便是想象，也能知道其中的艰难与凶险。在这之前，为了探查清楚敌方的情况，襄阳守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损失了几10位勇敢的探子。吕文焕主帅也曾考虑过率领一支骑兵进行突袭，然而一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是敌方严密的巡逻艇，很难保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突破；另一方面，蒙古兵据险而守，且有后援支持，这使得襄阳守军的人数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而松散的武林高手在守城时或许能发挥出奇效，但面对训练有素、成建制的精锐战士时，却没有多少胜算可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郭靖和宁远。可是即便是强如郭靖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在这次行动中陨落，这无疑是此行最大的遗憾。在刘三介绍了援军的基本情况后，船上再次陷入了一片沉静，只有两岸的峡谷中时不时传来夜宵的叫声，与船桨划过水面的轻微声响交织在一起。夜风刮过江面，带来一阵阵呼呼的风声，使得这静谧的夜晚增添了几分萧瑟的氛围。在这时，黄蓉缓缓地苏醒过来，她的目光有些呆滞，望着江面默然不语。这段时间以来，她的内心经历了自责、愧疚和怀疑的煎熬。
他曾怀疑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甚至怀疑自己对靖哥哥的感情是否已经变质。他以为自己对靖哥哥的爱意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琐事中被消磨殆尽，最终从浓烈的酒变做了淡淡的茶。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变化，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借口，说为了修习差女心经，无法再与他的靖哥哥同房。他曾为自己的机灵暗暗自得，但内心深处却也知道，那只是郭靖对他无比的信任，否则再傻的人也会心生怀疑。然而现在，他骗了他的靖哥哥，却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表达歉意，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直到郭靖在他面前倒下，生命消逝的那一刻，黄蓉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撕裂般的痛苦。那种痛深入骨髓，让他几乎无法呼吸。黄蓉在心中默默地说道：永别了，我的靖哥哥。这一刻，泪水再次划过他娇美的脸庞，他的面容在泪水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楚楚动人。宁远紧紧地将她搂在怀中，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对于喜爱上这位娇美的丽人，他从未有过丝毫后悔。在宁远的怀抱中，经过剧烈厮杀又过度伤心耗神的黄蓉再次沉沉睡去。直到黎明即将破晓，他们的船只抵达了汉江的一条支流。穿过一段长长的芦苇荡后，宁远远远地看见了安静停泊在江边的一条条载满物资的船只。这些船只一眼望不到尽头，静静地伫立在江面上，如同沉睡的巨兽。那是支援的船队。当船只逐渐靠近，晨曦的出光从远山洒下，将江面上的雾气驱散大半，使之变得愈发淡薄。那些船只的轮廓也变得渐渐清晰。为首的大船上传来阵阵声响，显然那边的哨兵已经发现了缓缓驶来的小船。宁远见大船的船头迅速涌现出7、8名战士，他们手执弓弩，神态紧张，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刘三立刻向那边喊道：我们是襄阳守军，负责此次的接应任务。船头上站着一位中年将领，他锐利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发现了其中一位正是自己派往襄阳探路的军中探子，于是挥手示意持弓弩的士兵退下，命令放下梯绳，将小船上的人一一接上大船。这位将领正是夏贵，此次粮草增援行动的负责人。他沉声问道：这次前往襄阳是否顺利？吕将军有何部署？那位探子有些激动地回答道：回禀将军，吕将军已准备了一支精锐之师，随时待命支援我们。此外，我们还成功破坏了鹿门山和百丈山上的投石器。夏贵听后眼神骤然亮起，声音中透露出激动，大声确认道：此言确凿无疑。此次行动虽会面临蒙军在新堡壁垒的驻军拦截，但蒙军并不擅长水上作战，因此夏贵所率的5万水师并未感到过度担忧。然而天堑上的投石器却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令人不安。这些投石器被安置在高崖之上，利用地势之力投射巨石，如天女散花一般，任何船只一旦靠近，挨着一块都是船毁人亡的下场，这也是此次任务中最大的障碍。如果能够拔除掉那个威胁，这次的行动成功率无疑会大大提高。探子详细地叙述了吕将军的计划，以及郭靖和宁远如何摧毁投石器的经过。随着探子的讲述，夏贵的脸上逐渐露出振奋之色，他连连赞叹：好，好。接着他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对黄蓉抱拳致意。久闻郭靖郭大侠之名，是忠肝义胆的英雄，武功盖世的英豪。此次他舍身为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危而英勇献身，我代表千千万万的大宋子民感谢他的贡献。黄蓉紧抿着唇，默然无语。宁远握着他的手，转移了这个话题：夏将军，趁蒙古军还未在鹿门山重新布置投石器，我们最好快些穿越那道天险，迟恐生变。夏贵对这位独立摧毁山崖上投石器的绝顶高手满怀敬意，他严肃道：宁少侠所言极是，我会立即命令船队起航。他召来一名副官，安排起航事宜。不久，庞大的船队载着粮草和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出汉江支流，向着襄樊的方向前进。在狭窄的船舱中，黄蓉静静地坐在简陋的木榻上，宁远陪在一旁，也不说话。他深知此时任何劝慰都是徒劳，唯有陪伴才是最好的支持。岳灵珊轻轻敲门进来，手中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摆放着几个苹果和一把水果刀。他轻声说：宁大哥，我跟船上的副官要了些水果，你跟黄帮主吃一些吧。多谢灵珊妹子。宁远接过盘子，跟他道了声谢。岳灵珊看了看黄蓉，又看宁远，微微点头：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等岳灵珊退出船舱，随手关了门，宁远才开始细心地削去苹果皮，又去了果核，将苹果切成4瓣。
他取了一小块递了过去，声音温和地说：“你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吃一点。”黄蓉摇了摇头，道：“我不想吃。”宁远放下手中的苹果，注视着黄蓉一夜之间变得憔悴的神色，心中不禁感到一阵心疼。他轻轻地将黄蓉揽入怀中，安慰道：“师傅他死得其所，但我们活着的人还需要继续活着，吃一点好吗？”黄蓉在他怀里轻轻啜泣，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宁远，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宁远道：“你不是，你只是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下走出了那一步。如果说有谁是坏人，那也是我，是我贪图你，对你紧抓不放。”见黄蓉没有回应，他又说：“可我不后悔。”黄蓉与宁远对视了片刻，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情感，最终他悠悠地叹息了一声。宁远看着他，语气坚定地说：“我答应为郭靖守襄阳，也答应帮他照顾你，就算他不说，我也是必定要照顾你的。你现在是我的人了，所以乖乖听话，把苹果吃了。”他再次取来苹果，递到黄蓉面前。这一次黄蓉没有拒绝，她小口小口地咽下，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当阳光高悬于天际，逐渐驱散了江面上的雾气时，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驶过鹿门山。远望山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没有倒塌的投石器骨架。留守的蒙古士兵并未撤离，他们目睹着江面上密集如云的船只驶过。其中一名士兵发射了一枚响箭，它在高空中爆开，犹如一朵璀璨的烟花在蔚蓝的天空中绽放。夏贵站在船首，凝望着天空中的烟花，神情略显凝重。然而当船队安然无恙地穿越峡谷时，他心头那种沉重的感觉便被一种深深的喜悦所取代。随着鹿门山这一围困襄阳水路的最大障碍被扫除，剩下的新堡壁垒便成为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夏贵知道，在那一带区域，蒙古的铁骑并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这一战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又过了一个时辰，新堡壁垒已遥遥在望。这座坚固的要塞建立在襄阳东南10多里外，驻守着3万蒙古士兵，它像一把铁锁，牢牢地扼守着襄阳通往下游的水道。要将物资顺利运往襄樊，必须通过位于新堡壁垒的浅滩，这通常是一个难以突破的防线。然而每年春季江水上涨之际，浅滩会被淹没，这为船队提供了一个避开险途的良机。蒙古军队若意图拦截，唯一的选择便是在襄阳南边的虎尾洲设伏。不出所料，当船队平安驶过新堡壁垒，抵达虎尾洲时，蒙古军队已在滩涂中布下了军阵，严阵以待了。宁远望着岸边远处高台上的身影，那是此次蒙古军队的指挥使赵弼。他转过头对黄蓉说：“我去杀了赵弼，取下他的首级，为郭靖祭天。”旁边的林平之听到这段对话，声音柔和说：“宁大哥，敌方主将的周围被精锐士兵重重包围，更有众多高手贴身护卫，不如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吧。”然而宁远想到辟邪剑谱对林平之性格的影响，不禁心中惋惜。眼前的少年原本英气勃发，如今却变得如此娇柔。他摆了摆手，婉拒了林平之的提议：“不用了，我一个人行动更为自如，即使无法接近敌方主将，想要全身而退，也没人能拦得住我。”令狐冲昨日与郭靖一同被上千人围困，战斗异常艰难。后来看到宁远在箭雨中勇救郭靖，他心中热血沸腾，也渴望能与宁远并肩作战，共诛敌将。然而宁远的话却让他们感到自己仿佛成了累赘，令两人羞愧难当。还是陆大有实在，他喊道：“宁少侠，我在这里预祝你成功取下敌将首级，为郭大侠祭天。我们几个武功虽不及你，但等会儿也会随着军队去杀那些蒙古兵，出一口恶气。”此时宋军的船只开始靠岸，载着众多士兵。随着嘹亮的号角声响起，船上的弓箭手们齐齐拉弓放箭，与蒙古军队的弓箭手展开了第一轮交锋。顿时天空中箭矢如蝗虫般倾泻而下，双方阵地都笼罩在密集的箭雨之中。盾兵们迅速举起盾牌，冒着箭雨奋勇向前冲。宁远挡开周围数米内的箭矢，转头对黄蓉说道：“蓉儿，你们要小心些，我先去了。”黄蓉紧握手中长剑，微微点头道：“我等你平安归来。”宁远注视着黑压压的两军战士开始冲锋陷阵，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壮志。他发出一声震天长啸，声音在虎尾洲上空回荡不息。紧接着身形一跃，跳下船只，朝着蒙古军队后方的高台急速冲去。赵弼的副官同样站在高台上观战，听见宁远的笑声时，立刻警觉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当看清来人的相貌后，顿时认出这就是昨晚那个
冒着箭雨撤退的神秘高手。副官心中一紧，急忙大喊道：“护卫队，快结阵保护将军！”弓弩手准备射击。高台下方的亲卫队闻言立刻行动起来，迅速排列成防守阵型，紧盯着宁远冲来的方向。赵壁也注视着那道加速冲来的身影，皱眉说道：“此人莫非想冲阵不成？”副官焦急地回答道：“将军不可大意啊，这人武功盖世，前方的士兵恐怕挡不住他。”在高台上，赵壁与副官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穿黄袍的僧人，他身材高瘦，太阳穴微微凹陷，与他手中的5只轮子一般无二，又扁又平。此人正是蒙古的金轮国师，他随同阿术南下攻打襄阳，是蒙古军中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金轮国师双眼时睁时闭，其间不时闪过凌厉的杀机。他看似对两军的激战毫不在意，但实际上却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当看到宁远如入无人之境般离高台越来越近时，他突然开口道：“就是他害了我的徒弟达尔巴吗？本想在此见识一下郭靖的武功，可惜既然这人主动送上门来，等下我便助将军一臂之力杀了此人。”金轮国师话音刚落，宁远已然越过交战区，逼近了赵壁所在的指挥高台。下方的护卫队长见宁远来势汹汹，紧张地大喊道：“弓弩手，快准备放箭射击！”早已严阵以待的200名弓弩手分列盾阵两旁，他们紧握手中的强弩，箭矢已然搭在弦上，只待一声令下，便会万箭齐发。这些亲卫所配备的强弩与寻常的长弓大相径庭，乃是特制的腰章弩。此种弩设计精巧，配有腰钩，使用时需席地而坐，借助腰部与双腿之力蹬踏上弦，因此腰章弩在拉力、射速及精准度上均远胜于长弓，成为军中射杀高手的利器，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腰章弩亦有其明显的弊端，一则上弦速度较慢，二则造价昂贵，唯有将领的亲卫团队方能配备。当这些精锐的弓弩手瞥见宁远突破军阵，身影闪现在视线之内时，他们迅速分作6个批次，向宁远发起了密集的传射。顷刻间，40-50支弩箭破空而出，带着凄厉的笑声直取宁远。宁远心头一凛，身形倏地加速，将浑身功力倾注于箭身之上，挥剑挑开射来的弩箭。只听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不绝于耳，火星四溅中，宁远的前行之势首次受阻。他稳住身形，双脚踏实地面，以抗衡那连绵不绝的弩箭冲击。6波弩箭过后，宁远亦退了6步之遥。他凝视着那些弓弩手，眼中闪烁着惊疑不定的光芒。这些强弩的攻击力与射速实在令人啧舌，若有上千支这样的弩箭同时射来，恐怕他也难以抵挡，只能退避三舍。然而遗憾的是，对方仅有200具腰章弩在手。当6波攻击耗尽之时，他们已无暇再次上弦了。就在箭矢停歇的刹那间，宁远果断放弃了原先的首要攻击目标，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箭阵之中。失去了距离优势的弓箭手们此刻的威胁大减，甚至不及配合默契的枪兵阵来得棘手。当宁远如猛虎下山般冲进阵中之时，顿时血光四溅，惨叫声此起彼伏。即使在这杀声震天的战场上，那些凄厉的惨叫依然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亲卫队长额头冷汗直冒，过去也曾遭遇过刺杀将军的刺客，但如此凶悍的攻势却前所未有。宁远放着主要目标不杀，反而冲入弓箭手阵中，这究竟是何等策略？难道是觉得援军来得太快吗？嫌命长吗？然而这位队长又突然惊觉，以宁远此刻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威势，普通士兵根本无法阻挡他的脚步，唯有骑兵的冲锋或者大规模的强弩手方能对他构成威胁。他当机立断，对赵壁喊道：“将军，请您立刻撤退到新堡壁垒附近，在开阔地用骑兵牵制他，此处恐怕挡不住这位刺客。”赵壁闻言，目光转向身旁的金轮国师，期望得到他的建议。这位号称蒙古境内武功第一的高人，此刻却失去了先前的自信。金轮国师心中同样震惊不已。腰章弩非比普通弓箭可比，即便是他自己面对10余支这样的弩箭传射，也必须小心翼翼。若数量再多，他也只能选择远遁避其锋芒。然而，这位刺客竟然能够硬抗200弓弩手的6轮连射而毫发无损，这种实力已然超乎了金轮国师的想象之外。看着国师沉默不语，赵壁心中已然明白，虽然他并非武将出身，但也能感知到这位刺客恐怕是当今世上的第一高手无疑了。回想起昨晚，此人在上千弓箭手的重重围困之下，仍能带着一人从容不迫的撤退，这使得赵壁对这位刺客产生了深深的忌惮与退避之意。他迅速离开高台，翻身骑上战马疾驰而去。在他身后，众护卫紧密组成盾阵，
拦截在宁远的前方。四周更有无数士兵迅速集结，形成一道坚实的保护圈，转眼间便将宁远团团围住，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宁远将一侧的弓弩手杀得七零八落，眼见主帅赵弼试图逃脱，当即放弃了对残余敌军的追击，紧握手中长剑，急速向赵弼追去。前方众盾兵们严阵以待，3道坚固的盾墙如同铜墙铁壁，每道盾墙之间相隔10数米。最前方的小队长紧张地凝视着宁远那如同杀神般的身影，他声嘶力竭地大喊道：“长枪准备，刺！”随着命令的下达，10数道长枪闪烁着寒光，齐齐刺向宁远。此时的宁远已经杀得兴起，他在鹿门山上斩杀了上千精锐敌军，刚才又诛灭了100多名敌人，无论是内力还是出招速度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只见宁远猛地一掌击在浅滩的地面上，刚猛的掌力瞬间将碎石化作无数石屑炸开，一股无匹的暗劲随之涌出，将重盾和盾牌后面的士兵一同轰飞至半空。那些士兵还未及反应，便已经身处半空之中，惊恐地尖叫着。而宁远却已经穿过盾牌的缝隙突袭而至，他的剑尖化作一道道寒芒，如同闪电般连续点刺而出，空中顿时绽放出朵朵血花，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和倒地声响起。当这10多20名士兵重重落地时，他们的咽喉已经纷纷中箭身亡。宁远冷漠地瞥了一眼满地的尸骸，身形一动，便再次冲向第2道防线。在那些士兵惊恐的眼神中，他的身影快速接近着。长枪准备！小队长再次声嘶力竭地大喊道。然而话音未落，宁远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剑封喉。赵弼在疾驰的马背上听见身后的惨叫，他扭头望去，惊恐地发现宁远已经如同杀神一般越过了第3道防线，离他不过60、70米的距离。他心中大骇，拼命催促马匹加速逃离。宁远如影随形般紧追不舍，他迅速取出2根长枪，瞄也不瞄的就投射了出去。长枪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急速接近，一根直射向赵弼的后心，另一根则射向马匹的屁股。赵弼只觉背后一阵剧痛传来，随即身子一歪，从马背上跌落下去。与赵弼并肩而行的国师在听到身后异响的瞬间，回手间只来得及运起一枚经纶，将射向赵弼后心的长枪撞偏。然而另一枪却如复古之狙，刺入马匹的臀部，直透直肠。马匹痛苦嘶鸣，颓然倒地，赵弼也随之向下跌去。幸得身侧护卫眼疾手快，及时将他救起。护卫队长见状，大声疾呼：“快，保护将军！”4、5名亲卫迅速反应，将赵弼扶上另一匹骏马，继续疾驰而逃。而余下的亲卫则紧握长枪，迅速列阵，迎向急速逼近的宁远。宁远冷笑一声，抄起一柄长枪，内力灌注之下，枪身瞬间崩裂，化作无数坚硬的木屑，如同漫天暗器般激射而出。亲卫们只觉眼前一花，紧接着头脸身躯便被木屑射中，惨叫声此起彼伏，纷纷倒地不起。宁远身形如风，瞬间掠过战场。他再次取出2柄长枪，内力一吐，长枪如同离弦之箭，射向国师和赵弼。国师勉强挥动经纶挡开一枪，然而另一枪却洞穿了马匹的头颅。国师咬紧牙关，挺身而出：“我来挡住他！”他纵身下马，以蒙古语大声喝道：“我是蒙古国师经纶！”然而宁远却听不懂他的言语，只见他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但这并未影响宁远的攻势。他长剑一挥，轻松弹飞袭来的3枚经纶，紧接着一掌拍出，与国师的龙象般若掌狠狠相撞。国师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汹涌而至，无法抵挡，口中鲜血狂喷，身如断线风筝般被击飞数十米远，重重地摔落在地，生死未卜。宁远身形不停，瞬间逼近了赵弼，眼中透露出浓烈的杀意，声音冰冷如刀：“将军，你的项上人头，我要定了！”在赵弼惊恐万分的眼神和禁卫军拼死护卫的混乱之中，血光骤闪。宁远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剑挥去赵弼的头颅，高高飞起的首级被他稳稳接住。他仰天大笑，睥睨着后方如潮水般涌来的追兵，毫无畏惧的折返身形，再次杀入敌阵，如同猛虎下山，势不可挡。这一场战斗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近1个时辰的惨烈搏杀，蒙古军队在失去主帅之后士气崩溃，最终只能溃败而逃。残余的士兵们纷纷逃回新堡壁垒，依托天险进行防守。夏贵则率领着水师以及及时赶到的襄阳守军，一路护送着粮草辎重，安然返回了襄阳城。战斗结束后，宁远径直走到黄蓉身旁，将手中赵弼的人头轻轻掷在地上，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蓉儿，我已经替你报了仇，
赵必已死。黄蓉缓缓睁开双眼，目光落在那颗犹带余悸的人头上。她轻轻闭上双眼，晶莹的泪珠顺着眼角滑落，呢喃道：“宁远为你报仇了。”蓉儿，蓉儿。过了好一会儿，黄蓉再次睁开那双美丽的眼睛，轻声对宁远道：“谢谢你，宁远。”宁远道：“我们回家。”黄蓉点了点头，回家。两人缓缓向着襄阳的方向走去。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令狐冲不禁从腰间摸出了酒壶。他心中挣扎，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那诱人的酒香。他自我安慰道：“罢了罢了，就浅尝一口吧。”然而几口酒下肚，他顿时感到浑身不对劲，奇痒难耐。他苦着脸在身上四处抓挠，口中嘟囔着：“他们还真是让人羡慕啊！”这话传到岳灵珊耳中，他顿时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叫道：“大师兄，你竟然对娘亲有这样的想法！我要去告诉娘亲。”令狐冲被这话吓得一哆嗦，酒都醒了一半。他急忙摆手解释：“小师妹，你别误会，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宁少侠他们情深意切，让人羡慕。”然而岳灵珊却气得跺脚，杏眼圆瞪：“大师兄，我看错了你。你竟然……”说完他转身就走，显然是向襄阳城方向去了。小师妹，小师妹，你等等我！令狐冲急得满头大汗，连忙追上去解释。林平之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对陆大有道：“六师哥，我们也回去吧。”宁远牵着黄蓉的手，涉过浅滩的沙石，走向襄阳。沿途尽是军队的喧嚣，满载粮食的推车与身披甲胄的士兵绵延不绝，四望不到尽头，吵吵杂杂的督察军官的喝骂声中，夹杂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与喜悦。然而这一切的战后纷扰与嘈杂却与两人无关，他们宛如置身事外的观者，沉默走着，将身外的喧嚣隔绝开来。随着胡伟洲大捷的喜讯传遍襄阳城，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期盼着亲眼见证那由3000船只运来的粮草。在丐帮弟子与城卫士兵的共同努力下，人群虽拥挤在街道两旁，却秩序井然。当一辆辆满载原粮的推车缓缓驶入城中时，积蓄已久的欢呼声顿时爆发，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弦。宁远望着那些因兴奋而脸颊泛红、情绪激昂的民众和士兵，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自豪感。这一切都是他们昨夜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果实。他转过头，轻声对身旁的黄蓉说道：“蓉儿，我们四处逛逛吧。”今天的黄蓉仿佛失去了魂儿一般，又似乎不愿做任何思考。她只是默默地任由宁远牵着，穿梭在襄阳城的大街小巷之间，感受着这份格格不入的喜庆氛围。宁远信步来到一家无人的客栈前，拉着黄蓉走了进去，踩上咯吱作响的楼梯。2楼的房间一扇接一扇被他打开，里面是整洁的陈设，在静谧的空气中透露着久无人居的寂寥。每一间房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在诉说着过往的繁华与今日的无人问津。这间客房就挺不错。宁远在卧室内转了几圈，目光四处打量，稍微整理一下就能成为我们的秘密小窝了。然而随着脚步渐渐放缓，他的思绪也开始飘远。可如今郭靖已不在，这个原本充满意义的秘密据点似乎也变得多余起来。想到此处，他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他轻轻拉起黄蓉的手：“蓉儿，我们再找找吧，或许还有更合适的地方。”两人一同下楼，来到了一栋气势恢宏的塔楼前。宁远牵着黄蓉踏上楼梯，一直来到最顶层，然后将黄蓉抱起，翻越窗棂，稳稳地跃上了屋顶。“蓉儿，我喜欢襄阳，有你在的襄阳。”他抱起黄蓉坐在自己的腿上，俯瞰着大半个襄阳城的壮丽景色，说道。黄蓉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抱中，没有说话。见黄蓉仍旧沉默不语，宁远就静静地抱着她，让时间慢慢流逝，直到夕阳的余晖洒满天际，黄蓉才仿佛从梦中醒来般轻声道：“有些晚了，我们该回家了。”“好。”宁远温和地应了一声，随即抱着黄蓉从高楼跃下，稳稳地落在街道上。“我有些累了，你背我回去吧。”黄蓉声音带着疲惫。“好。”宁远蹲下身来，让黄蓉趴在自己的背上，然后站起身来往郭府的方向走去，让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人的身影上。黄蓉趴在宁远的肩膀上，伤心的小声啜泣着，每一滴泪水都仿佛滴在宁远的心间。他并未出言安慰，只是默默地背着黄蓉往回走。街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他们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在这个礼教森严的时代，即便是牵手上街都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而宁远竟然背着一个女子在街头漫步，这简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然而对于外界的窃窃私语和目光，
宁远却仿佛置身事外，丝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别人的看法都是过眼云烟，唯有自己在乎之人的感受才至关重要。当他们回到郭府时，府中笼罩着一层愁云惨淡的氛围。原来，在士兵进城之际，那位名叫刘三的探子曾来过一趟。他原本是想找宁远，却未能如愿，却恰好遇见了郭福和武氏兄弟。郭福心系爹娘和师哥的安危，急切地向刘三询问他们的下落。当得知爹爹在百丈山为了掩护娘亲和其他人力战而死时，这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仿佛遭遇了晴天霹雳，整个人呆愣当场。郭福出生时，爹爹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侠，娘亲也不遑多让，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后台硬到不讲道理的天之娇女。作为他们的女儿，郭福自幼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此刻的她却失去了往日的骄纵和跋扈，只剩下无尽的悲痛和无助。郭福本性并不坏，只是他出身于显赫的武林世家，自幼受尽宠爱，因此性格中难免带有几分娇蛮和任性。想象一下，他的外公是威震四方、令人敬畏的桃花岛岛主黄药师，师公则是名扬天下的丐帮帮主洪七公，而他的娘亲和爹爹分别是丐帮现任的帮主和武功盖世的郭靖大侠，身边还有2个忠诚的小跟班。这样的身世背景，妥妥的武林豪门世家千金大小姐，只是有些刁蛮任性，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性格了。纵观他的一生，似乎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儿时与杨过闹别扭，才死了他的那只小蝈蝈。长大后，因为一场误会，误砍了杨过一条手臂，又在无意中误伤了小龙女。由于宁远的穿越引发的蝴蝶效应，现在的郭福甚至还没有机会见到长大后的杨过，更谈不上去伤害他了。如今的他只是一个容貌绝美、备受宠爱的武林世家千金罢了。然而爹爹的战死无疑给了这位娇蛮大小姐沉重的打击。当他看见宁远背着娘亲回来时，仿佛找到了支柱一般，立刻甩开大小五，跑到宁远身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哽咽道：“娘亲，爹爹他，爹爹他。”宁远轻轻放下黄蓉，走上前去，用手轻抚郭福颤抖的香肩，声音沉稳：“福妹，你师哥和娘亲都还在这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请不要太过悲伤，好吗？”郭福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大哭，一头扎进宁远的怀抱中，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陈圆圆站在一旁，虽然满心担忧，却深知此时不是打扰的时候，于是默默观望。大小五兄弟俩也红着眼眶，在旁边静默站立，尽力压抑着内心的哀伤。宁远稍微安抚了一下郭福的情绪后，对陈圆圆吩咐道：“圆圆，你去告诉厨娘，让她为夫人准备一些清淡的饮食。”陈圆圆温顺的点头答应：“好的，相公。你也饿了吧？我会让厨娘为你也准备一份。”宁远微微点头，随即又对一旁的浅浅说：“浅浅，你扶夫人去休息吧。”浅浅今天也经历了极大的情绪波动，原本有些六神无主，但此刻听到宁远那沉稳有力的声音和看到他镇定的表情时，他仿佛找到了依靠。他忙应了一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扶着黄蓉离开。待黄蓉离去后，宁远转向大小五兄弟俩：“师兄，如今师父不幸身陨，师娘伤心过度，难以料理后事，你们2个多担当一些，该如何处理，你们可以商量着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丐帮的长老们，知道吗？”武氏兄弟相视一眼，武敦儒打破了沉默，他声音低沉道：“师弟，你放心吧，师父这些年来对待我们如同亲生儿子一般，这份恩情我们铭记在心，我们一定会尽为人弟子的责任，将师父的后事处理得妥妥当当，绝不让师娘再添一丝悲伤。”宁远听着武敦儒的承诺，心中稍感安慰，他轻轻点头，转向仍在抽泣的郭福，声音柔和：“福妹，别再哭了，师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还有师哥们在，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共同面对这一切。来，我们去看看你娘亲。”在随后的7日里，武氏兄弟仿佛经历了一场蜕变，他们不再整日无所事事地围绕郭福转悠，而是切实地承担起了为人弟子甚至为人子的责任。在丐帮卢有角等几位长老的协助下，他们为郭靖举办了一场庄重肃穆的衣冠葬礼。参与的除了吕文焕等襄阳城中的军官，还有丐帮的长老、襄阳城中为首的武林侠士。在这期间，宁远时常陪伴在黄蓉跟郭福身边，带他们去襄阳城中散心，以缓解2人内心的悲痛。失去了父亲的庇护，郭福变得安静了许多，他本就天生丽质，此刻更是增添了几分楚楚动人的韵味。郭福对宁远的依赖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仿佛在他身上找到了新的依靠。或许是因为天性中仍保留着那份天真烂漫，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见惯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郭芙在短短几天内便逐渐从悲伤中走出。当他与宁远在一起时，往日里爱撒娇的习性又有复发的迹象，而宁远也考虑到这几日的特殊情况，对他格外宽容和耐心，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都会尽量满足。比如此时此刻，宁远递给郭芙一个苹果，说道：“这是这次补给中为数不多的水果，你吃一个。”郭芙眉儿弯弯，眼中闪烁着顽皮的光，他嘴角噙着一抹浅笑，撒娇地对宁远说道：“宁哥哥，你能不能帮我削一下果皮啊？”他的声音软糯甜美，连宁远听着都有些心猿意马。宁远抬头看向他，郭芙脸上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但他依然勇敢地与宁远对视着。“我也想尝尝你削的苹果，是不是吃起来特别甜？”宁远故意板起脸来问道：“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郭芙微微点了点头，那张俏丽的脸庞上红晕更甚，宛如一颗熟透了的红苹果，看得宁远心头微热，差点忍不住想咬上一口。他收回目光，为郭芙削苹果，心想给谁削苹果不是削，总不能厚此薄彼。而且在这个特殊时期，郭芙的爹爹刚刚去世不久，他正需要更多的关心和陪伴。作为他的师哥，自己理应多照顾他一些。郭芙则双手托着腮帮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俊秀的师哥，他的思绪开始漫无目的地飘荡起来。一会儿想到刚刚去世的爹爹，不由得感到一阵哀愁；一会儿又想到娘亲而感到担忧；一会儿又回想起这位师哥突然闯入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最初时被宁远欺负了一下，还有些闷闷不乐呢。但后来看到他长街之上杀穿那些剑阵和盾阵，吓得吕文焕以及精锐们噤若寒蝉的英姿时，这位大小姐便已经芳心暗许。如此英勇无双，如此年轻俊朗，试问哪个怀春的少女能够抵挡得住这样的魅力？自从父亲离世后，这位曾经对自己不冷不热的师哥突然变得温柔体贴。他牵着自己的手走遍了襄阳城的大街小巷，虽然他没有说过太多安慰的话语，但他的陪伴却让自己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中找到了慰藉。这份温暖让郭芙在不知不觉中对宁远产生了深深的依恋。然而甜蜜的同时却也伴随着一丝烦恼，因为他发现这位他心仪的师哥似乎对自己并不太上心。郭芙的心中不禁泛起了层层忧思，这该如何是好？他冥思苦想，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默默盼着那只是自己的错觉。削好了，给你。宁远的声音打断了郭芙的沉思，他眨了眨眼睛，努力将纷乱的思绪抛到脑后，然后娇声说道：“哥哥，我要你喂我吃苹果。”宁远斜眼瞥向他，说道：“自己吃？你当自己是小孩？”郭芙嘟起小嘴，央求道：“哥哥，你能不能对我好一些？”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透露出一丝脆弱和乞求。最后他可怜兮兮地补充道：“我现在只剩下你和娘亲了。”宁远看着郭芙那坚定又带着些许脆弱的表情，心中不由一动。这位敢爱敢恨的大小姐让他刮目相看。他说道：“张开嘴。”郭芙闻言立刻喜上眉梢，她微微张开小嘴，像一只等待喂食的鸷鸟。宁远看着她那粉嫩的红唇，说道：“再张大一些。”郭芙依言将小嘴张大，然后宁远将手中的苹果塞进了她的嘴里。郭芙瞪大了美眸，看着宁远一脸得逞的笑容，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似乎在说：“坏哥哥，我该去找黄帮主了。”宁远轻笑一声，站起身来，伸手在郭芙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然后转身向房门走去。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门外的光线中，留下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和郭芙瞪大眼睛气恼的表情。看着宁远离去的背影，郭大小姐恨恨地咬碎嘴里的果肉，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她瞪着房门方向，眼神渐渐变得柔和起来，不知想到了什么，嘴角勾起了一抹甜蜜的笑意。然后她大口吃着苹果，塞得嘴角鼓鼓的，像一只可爱的仓鼠。她口齿不清地嘟囔着：“你给本大小姐等着瞧，我迟早要把你抢过来。”话语间透露出一股气恼，一股少女的傲娇。宁远绕过一道弯角，恰巧遇见了浅浅。他询问道：“浅浅，夫人现在在卧房吗？”浅浅赶忙回应：“公子，夫人此刻正在厨房教导二夫人制作桂花糕呢。”这位俏丽的侍女这几日见宁远夜夜宿在黄蓉房中，心中早已将她视作未来的家主。只是黄蓉并未明确表态，这位伶俐的侍女才依然叫宁远为公子，可是却改称黄蓉为夫人，称圆圆为二夫人。对于这样的称呼变化，黄蓉并未提出异议，这也让浅浅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实际上，这多少有些让宁远感到冤枉。他这些日子为了防止黄蓉做出傻事而忧心忡忡，他白天要么陪着黄蓉跟郭芙散心，要么当陪着郭芙时
又要嘱咐圆圆去陪伴开解黄蓉，可谓是费尽了脑筋。圆圆心思细腻，对于相公的想法自是洞察秋毫。她本就聪慧过人，一旦真心实意地与人交往，便很快与黄蓉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宁远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黄蓉身边，夜晚也怕她做傻事，因此才冷落了圆圆，勉为其难的夜夜与黄蓉同榻而眠。当然，黄蓉曾誓言要为郭靖带孝7天，所以两人之间自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并无任何亲密之举。然而，在宁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黄蓉逐渐走出了悲伤的阴影。这一天，圆圆向她请教厨艺，她便欣然在厨房教导圆圆制作桂花糕。当宁远走进厨房时，只见黄蓉和圆圆两人正忙碌地揉拌着米粉，而青青则在一旁帮忙打下手。青青见到宁远进来，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欢快地小跑了过来。她满脸期待地说道：“公子，我和小姐正在跟夫人学习做糕点呢，等青青学会了，一定要第一个做给公子品尝。”宁远注意到青青脸上还沾着些许面粉，便伸手轻轻帮她拭去。这一触之下，青青的脸颊瞬间红得如同熟透的螃蟹一般，她娇羞地嘤咛一声，然后飞快地跑回到圆圆身边去了。这个小丫头虽然理论知识丰富的惊人，但实际上却还是个未经世事的雏儿，这让宁远特别喜欢逗弄她，看她宜喜宜嗔的娇羞模样，就心情愉悦。宁远轻步走到黄蓉身边，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询问道：“夫人，需要我搭把手吗？”黄蓉瞟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笑意，同时伸出小手轻轻将他推开，说道：“你在旁边看着就好，别在这添乱。”宁远退到一旁，找了张椅子悠然坐下，看着忙碌中的两位丽人，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满足感。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刻的他终于得空闲暇，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与安宁。宁远在旁边，青青却再也没心思打下手了，期待地说道：“公子，你渴不渴？我去给你沏一壶茶来。”“好啊。”宁远微笑着回应，“记得多带2个杯子，我要和2位夫人一起品茶。”不一会，青青动作麻利地端来了茶水，还精心准备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轻手轻脚地摆放在宁远旁边的长条桌子上，然后站在宁远身后。郭府原本是大户人家，厨房自然也是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然而宁远却微微蹙眉，似乎对这里的环境并不太满意。他对黄蓉说道：“蓉儿，你们辛苦了这么久，不如我们先歇一歇。楼阁上的风景宜人，我们去那里喝杯茶如何？”黄蓉停下手中揉搓面团的动作，略一思索，脸上露出了温婉的笑容。“也好，那就去楼阁中坐坐吧。圆圆，我们陪你家相公喝茶去。”圆圆抿嘴一笑，调侃道：“夫人，我家相公可不就是你的吗？”见黄蓉有些气恼，她轻笑一声：“好了好了，我先去洗洗手。相公，你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黄蓉这几天内心其实非常纠结，在与宁远同床共枕时，她好几次找宁远谈话，希望能够理清两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每次都被宁远的回答气得不轻。其中一次对话是这样的：“黄蓉，宁远，我反复思量，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应该继续下去。你看福儿如何？她年轻貌美，聪明伶俐，我做主将她许配给你，你觉得可好？”宁远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好。”黄蓉不甘心地追问：“难道福儿长得不好看吗？”宁远瞥了她一眼，淡淡地说：“好看是极好看的，但在我眼里，你比她更好看。”黄蓉轻轻叹了口气，试图换个角度说服她：“可是福儿年轻，你们的年龄更般配。”宁远微微一笑，调侃道：“你都容颜永驻了，等以后我炼制出长生丹，让你活个几千年都没问题，到时候你就是个漂亮的老妖婆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我一直就喜欢比我年长一些的，因为更善解人意，也更懂得温柔体贴。我可受不了你家的刁蛮公主。”黄蓉终于忍无可忍，怒火中烧：“多少年轻俊杰踏破门槛，想要娶福儿都不可得，你不要不知好歹。”宁远却不为所动，淡淡的回应：“那是因为郭靖厉害，他们不敢打你的主意，不然别说门槛了，恐怕整个屋子都要被挤爆。”黄蓉气急，抬手就打：“打死你个坏小子！”宁远轻易地抓住了他的小手，笑道：“蓉儿，你乖乖做我的女人就好了，其他事不要操心。”黄蓉羞愤难当，更加生气了：“所以你是不打算要福儿了，是不是？”宁远说道：“福妹太过刁蛮任性，不要，我只要黄帮主。”黄蓉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恼怒，一口咬向宁远的肩膀，喊道：“啊，我咬死你！”因此，这个厚脸皮的小子显然是铁了心要自己委身于他。而且今日带孝之期已过，黄蓉不禁忧心忡忡，
唯恐他今晚就有所行动。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束手无策，无法抵挡。然而更让他忧心的是，眼看郭芙被这小子迷得神魂颠倒，对武氏兄弟已是日渐冷淡，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若说要放手吧，不仅宁远那边不肯罢休，就连他自己也难以割舍。可不放手吧，宁远又不接纳福儿，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他跳入火坑吗？黄蓉心中轻叹，知道这种事情只能顺其自然，见机行事，再多忧虑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收拾心情，洗净双手后，便和圆圆一同前往庭院中的小楼阁。宁远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青青则在一旁伺候。来，夫人们辛苦了，快请喝茶。宁远见到两位家人款款至，笑着为他们斟上香茶。不辛苦。陈圆圆接过茶盏，轻抿一口，歉然道：“只是妾身自觉厨艺不精，无法满足夫君的口腹之欲。好在有夫人珠玉在前，妾身定会加倍努力向她学习。我对饮食并无太多苛求，交给厨娘打理即可。只要有蓉儿偶尔为我下厨，我便已感心满意足。”宁远淡然笑道：“况且人各有所长，就如你，我欣赏你的歌舞便足矣，何必强求你样样精通呢？”陈圆圆闻言低下头称是，轻声回应：“这些日子我又新琢磨出了一种舞姿，待下次有机会，定要为相公献舞。”青青在一旁忍不住插嘴：“公子，小姐这次可是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哦。”陈圆圆见状，忙不迭地阻止：“青青，休要多嘴。”然而她嘴角那抹难以掩饰的羞意，却愈发勾起了宁远的好奇心。宁远不禁追问：“究竟是怎样的舞姿，竟让你如此神秘兮兮？”陈圆圆嫣然一笑，却是怎么都不肯松口：“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待你亲眼见到时便知。”他越是这般卖关子，宁远心中越是痒痒的，恨不能立刻就见识一番。然而今晚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只能颇为遗憾地将这好奇心暂且按下。他一路杀穿军阵，取下赵璧人头，等的不就是今天这一刻吗？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任谁也无法阻止。三人正悠闲地品着茶，浅浅突然领着一位女性走了进来。这女人有些高挑，脸上有一道疤痕，破坏了原本颇为英气的脸颊。宁远瞥了一眼，认出她是吕文焕的亲卫队副队长。那天围困郭府时，这位副队长面对自己也是死战不退，虽然武功不算最顶尖，但却也是超一流的高手。只是他此刻前来所谓何事？这位副队长上前一步，抱拳行礼道：“打扰黄帮主和宁少侠了。”宁远轻轻放下手中的茶杯，微微一笑，说道：“无妨。”副队长接着说道：“襄阳的梁元大捷，吕将军为了庆祝胜利，特地设下宴席，他让我前来邀请宁少侠和黄帮主今晚前往赴宴，不知两位是否能抽出时间？”他的语气恭敬而诚恳，显然对宁远极为尊重和敬畏。宁远转头望向黄蓉，只见他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笑着说道：“我们没有问题，今晚一定会准时赴宴。”副队长显然松了一口气，再次抱拳行礼道：“那就不打扰各位了，在下告退。”说完转身离去。在日暮时分的余晖中，宁远轻挽着黄蓉的纤手，悠然向将军府的方向走去。吕文焕早已等候在将军府前，当远远望见宁远与黄蓉携手而来，他的眼神微微一凝，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阴沉，但瞬间便被很好的掩饰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如既往的和煦笑容。宁远的这一举动并非无心之举，自从郭靖离世后，黄蓉在襄阳城中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黄蓉既是郭靖的妻子，而郭靖作为襄阳武林侠士的精神领袖，无论号召力还是个人实力都足以令人信服。与此同时，身为丐帮帮主的他同样智慧超群，手腕高明。因此在时局紧张、朝廷人才凋零之际，吕文焕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并争取郭靖的支持，将钱粮调度与后勤重任悉数托付给黄蓉。然而随着郭靖的悲壮牺牲和大量物资的涌入，城中某些本就心怀叵测的官员开始蠢蠢欲动，露出了贪婪的本性。南宋朝廷长期积弱不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权臣贾似道一手遮天，把持朝政，各级官吏亦是腐朽不堪，中饱私囊。在襄阳城危在旦夕，前途未卜之时，这些官员或推诿责任，或明哲保身。可一旦形势稍有转机，利益当前，他们便如闻血腥的鲨鱼般蜂拥而至，企图分一杯羹，谋一己之私。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黄蓉虽实际上肩负着重任，然而她在襄阳的名分却并未得到明确。往昔之时，吕文焕或许还会顾及郭靖的情面，对黄蓉抱有某种程度的偏袒，但时过境迁，局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因此
近段时间以来，丐帮在城市治安的执行上频频遭遇阻碍，特别是在物资的分配上，与军中某些官员派系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丐帮长老卢有角屡次上门求见黄蓉，希望他能出面斡旋，然而黄蓉却选择了避而不见。自从郭靖离世后，黄蓉对于襄阳城中的纷繁事务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忱。她聪慧过人，仅凭卢有角的片言之语，便能洞悉事情的原委和内幕。对于那些在暗中搞鬼、兴风作浪的小人，他内心充满了冷笑和不屑一顾。宁远作为旁观者，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深知黄蓉的无奈，于是轻声对他说道：南宋朝廷如今陷入如此困境，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咎由自取，都是那些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在作怪。若换作是我，才不会去管他们的死活。黄蓉轻轻地回应道：郭靖生前总是说百姓是最无辜的，他奋不顾身地守护的也仅仅是这些普通而无辜的生命。尽管他对于襄阳城的事务已经逐渐疏远，但郭靖的信念和临终遗愿，他却始终铭记在心。宁远听后不禁冷笑一声，那些人以为黄帮主现在势单力薄就好欺负，一个个都想趁机捞点好处。哼，他们也不看看黄帮主是谁的女人。黄蓉扬怒地白了宁远一眼，嗔道：你就会瞎说。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在心底深处却涌起了一股暖流。他明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至少还有宁远在默默地支持着自己。因此当宁远牵着他的手一同走进吕文焕的视野时，他并没有丝毫的抵触或挣扎。黄蓉的内心宛如一泓秋水般明澈，对于宁远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与关怀，他充满了无尽的感激。他清楚地知道，宁远正在用这种方式向所有人宣告，如今的黄蓉已经是他宁远庇护之下的人了，任何胆敢对他乱打主意的，都得先过他手中剑。在这一刻，黄蓉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那遥远的青葱岁月。那时的他被江湖人称作小东邪，性格中带着几分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的叛逆。然而岁月流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如此循规蹈矩了呢？现如今他单身一人，更是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他的心之所向，便是他的行之所往，谁又能对此妄加置评？谁敢对他的人生抉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正如宁远所言，若有不敬之徒敢出言不逊，一剑斩之便是。两人渐行渐近，携手来到吕文焕跟前，只见他热情地迎了上来，哈哈大笑道：黄帮主与宁少侠大驾光临，下官已在此恭候多时。黄蓉淡然一笑，回应道：吕将军太客气了，怎敢劳您亲自迎接。吕文焕收敛笑容，正色道：郭夫人此言差矣。郭靖为襄阳立下的赫赫战功，我无需赘言。我与他兄弟相称，即便只是出于私交之情，我在这里迎接弟妹也是分内之事。黄蓉微微皱眉，这位京西安府副使，襄阳的最高长官，并非初次与他打交道。然而在郭靖在世之时，他总是客客气气地称呼自己为郭夫人或黄帮主，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弟妹之称。黄蓉心中虽有不悦，却没有多说什么。吕文焕似乎察觉到了他脸色的微妙变化，便打了个圆场，笑道：站在门口叙话多有不便，还请两位入内一叙。说着便引领二人进入了一个宴厅。厅内仅有数名吕文焕的亲信武官在旁恭候。吕文焕略带歉意地解释道：郭夫人，原本一些官员提议举办盛大的庆功宴，但被我婉拒了。考虑到夫人近日或许不宜参与喜庆场合，我才特意安排在今天邀请两位前来小聚，并只邀请了我的几位心腹作陪。虽然简陋了些，但还请夫人不要见怪。黄蓉致谢道：吕大人有心了。吕文焕笑着示意众人落座，我们边吃边聊吧。随即吩咐旁边的侍女通知厨房上菜。黄蓉的目光在吕文焕的几名亲信身上掠过，发现他们虽然表面上热情周到，但眼神和动作间却透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紧绷和紧张，这让黄蓉不禁提高了警惕。自从上次在黄启良的宴席中不慎中了和合散之毒，黄蓉对于外面的食物已然产生了深深的戒备。此番若非吕文焕的邀请理由极为充分，难以推辞，他是断然不会踏入这险境的。然而考虑到郭靖逝世后襄阳城内错综复杂的微妙局势，以及黄承思对黄蓉和宁远的态度，黄蓉觉得吕文焕改变立场也并非不可能。更何况就在刚才他称呼自己为弟妹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贪婪和觊觎，虽然极其隐蔽，却还是被黄蓉敏锐地捕捉到了。黄蓉不露声色地与宁远交换了一个眼神，宁远瞬间便领会了他的意图，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宴席上的饭菜
很快便摆满了桌面。吕文焕热情地劝酒夹菜，然而酒过3巡之后，宁远的脸色突然大变，他惊怒交加地吼道：“吕文焕，你竟然敢在酒菜里下毒！”吕文焕闻言放声大笑：“宁远小子，尝尝10香软筋散的滋味如何？是不是觉得全身绵软无力，动弹不得了？”黄蓉也适时地露出痛苦之色，瘫软在椅上，艰难地问道：“吕将军，我们与你共同进退，为何要加害于我们？”宁远偷偷瞟了黄蓉一眼，见他动作神态都控制得恰到好处，仿佛真的身中剧毒一般。他心中暗自赞叹，心中不由佩服万分，心想女人都是戏精。此时吕文焕也不再掩饰自己的贪婪本性，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娇美动人的黄蓉，心中欲火熊熊燃烧。以前黄蓉是郭靖的妻子时，他对郭靖还有所倚仗和顾忌，因此一直将那份觊觎之心深藏不露。然而现在形势急转直下，他再也无需掩饰对黄蓉的垂涎之意，甚至于这位安抚使大人的贪婪目光已经开始惦记上陈圆圆和郭芙。陈圆圆的美貌自不必说，他第一眼看到时便惊为天人，当时就想将其掳走，可惜后来被宁远的神威所摄，才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至于郭芙，那位郭靖大侠的千金小姐，同样是一位姿色不比娘亲稍差的绝美少女。思绪至此，吕文焕已将陈圆圆与黄蓉母女视为掌中之物，他嘴角不禁扬起一丝得意的弧度，轻笑道：“弟妹，我对你可是关照得很，不仅让你品尝了10香软筋散的滋味，还附赠了一份阴阳和合散，真想一睹你在药效下婉转承欢的绝艳风姿啊！”宁远再次将目光投向黄蓉，心中纳闷，为什么个个都想为你阴阳和合散？这也太招人惦记了吧！黄蓉感受到宁远的注视，脑海中瞬间闪过初次误服阴阳和合散后与他共度的旖旎夜晚，脸上顿时涌起一阵潮红，更显娇艳欲滴。就连宁远也看得一愣神。然而戏还得继续演下去，黄蓉强压下心中的羞愤之情，冷声质问道：“吕文焕，郭靖为襄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刚刚还在悼念他的捐躯之志，现在就如此迫害忠良遗孀，你还有一丝一毫的良知吗？”厅中几位军官闻言，脸上露出羞愧之色，纷纷低下头去，不敢与黄蓉对视。他们原本对郭靖钦佩有加，不愿参与这等卑鄙龌龊之事，可无奈军令如山，加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上司身上，只能违心从命。吕文焕一时语塞。这时从厅后鱼贯走出6、7人，他们身着紧身素衣，黑靴打扮。宁远一眼便认出了其中4位，正是上次随黄承思指挥使前来之人。吕文焕原本计划找寻时机，将那4名黄承思的探子沉入江底，再巧妙地将罪责转嫁到宁远头上。然而时局变幻莫测，他还未来得及付诸行动，便被接踵而至的诸多事宜所牵绊。他忙于与前来送粮的下跪副使交涉，并安排后续的粮饷调配，无暇再顾及那4人。待到他终于腾出手来处理此事时，黄承思却又秘密增派了3人前来。他们携带着丞相贾似道的亲笔手谕，再次敦促吕文焕协助缉捕宁远和黄蓉。此刻的郭靖已然离世，唯一能让吕文焕有所忌惮的便是宁远。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得罪宁远可能招致的灭顶之灾，一边是违背宰相懿旨所导致的仕途尽毁。吕文焕在权衡利弊之后仍难以决断。这时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初次瞥见陈圆圆时的惊艳绝伦，以及黄蓉这位风姿绰约妇人的倩影。最终欲望战胜了理智，他下定决心站在黄承思这一边。吕文焕心中暗自发狠，此番抉择要么彻底倒向丞相，等待日后功成名就，要么便身死万劫不复。而现在他要率先品尝那美人的甘甜滋味。吕文焕向来行事果决狠辣，一旦下定决心便迅速付诸实施，于是才有了今日这场暗藏杀机的鸿门宴。这几位乃是黄承思的来使，想必弟妹对其中几位已经有过照面。吕文焕故作惋惜地叹了口气，但遗憾的是，你们犯下了杀害朝廷命官的重罪，按律当诛。弟妹啊，非是本官不愿出面袒护，实在是情非得已，爱莫能助，还望你能体谅我的立场。言罢，他脸色骤然一沉，厉声喝道：“来人，给我将这2名重犯拿下！”随着吕文焕的喝令声落下，门外迅速冲进一队亲卫，领头的正是先前前去邀请宁远的那名副队长。他脸上露出愧疚之色，低声对宁远道：“得罪了。”接着他挥手示意身后的4、5名亲卫上前擒拿宁远和黄蓉。然而就在他们即将逼近之际，宁远手中突然多出了几枚铜钱。只见他手腕一抖，
铜钱化作数道寒光疾射而出。那些亲卫反应不及，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动作，便见一枚铜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中眉心。只听得一声声闷响，铜钱竖立着嵌入这些护卫的前额，随即横着从脑后炸飞出去。这一击之威，不仅将他们的头盖骨掀飞，更使得红白之物四溅而出，涂了一地。唯有那名副队长在危急关头及时挥剑格挡，虽然被击退了好几步，但总算是保住了性命。他此刻惊魂未定地看着宁远，眼中充满了恐惧。你竟然没有中毒！吕文焕瞬间回过神来，眼中闪烁着惊恐的光芒。他厉声呼喊道：来人，快来人！黄蓉已经恢复了清冷，他端坐着，神色淡漠地注视着陷入慌乱的吕文焕，一言不发。就在宁远准备起身去解决厅中其他人时，突然从厅的另一扇门中冲进了40-50侍卫。这些亲卫手中持着强弩，纷纷瞄准了宁远。正是上次战场上蒙古将领赵必亲卫所用的那种腰章弩，在狭窄空间中杀伤极强。宁远眼神一凝，怕黄蓉被这些弓弩所误伤，在众侍卫还没反应过来时，已经冲入他们之中。这些护卫只有10多人来得及射出弩箭，已被宁远近身。接着只听得惨叫声连成一片，片刻功夫，几十护卫已经死绝，鲜血染红了地面。宁远转身对吕文焕冷冷说道：吕文焕，上次你围困郭府，看在你是襄阳守将的份上，加之郭靖说情，我放你一次。可你鬼迷了心窍，居然将主意打到了黄帮主的身上，真是死有余辜。说着骤然冲出。吕文焕见状，双眼瞳孔瞬间紧缩，他声嘶力竭地呼喊：护卫！然而那位被寄予厚望的副队长却仿佛被冻结了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皇城司的7名精英相互对视一眼，心领神会，他们纷纷拔出刀剑向宁远冲去。他们的去路被黄蓉拦下，一时间刀光剑影，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吕文焕深知，即便是再多的护卫也难以阻挡宁远的雷霆一击，因此在2人赴宴之前，他便已经暗中将其他不相干的护卫调离，以减轻黄蓉的防备之心。此刻的将军府中，除了他们和地上的尸体，再无他人。宁远身影如同鬼魅，瞬息之间便来到了吕文焕的面前，长剑在吕文焕的眼中逐渐放大。吕文焕试图躲避这致命的一击，然而他全身的气机已经被宁远牢牢锁定，那股如实质般的杀机让他如同掉入了万丈冰窟，全身僵硬，无法动弹。这位襄阳守将曾经豪言壮志，干戈满目，倾性命于鸿毛，弓弩在腰，系生死于马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领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悔意，这悔意在宁远的剑光中定格，接着被无情的撕碎。在瞬息之间，宁远凝聚全身力量，挥出了他的最强剑招，那已被系统提升至阿青所传承的越女剑士之巅峰宿命花。剑光如宿命般绽放，映入吕文焕眼帘。他的身躯被无尽的剑气吞噬，骨肉在剑气中分离，鲜血四溅，染红了周围的空气。他的生命如同夏日里璀璨的夏花，在这凄冷的剑光中缓缓落幕。与此同时，7位皇城司的高手在与黄蓉的交锋中已有1人败亡，剩余的6人眼见宁远的实力如此可怕，心中惊恐万分，纷纷舍弃战斗，夺路而逃。一名皇城司高手经过那位呆立的护卫队长身边时，突然遭到了那女性副队长的长刀横斩，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黄蓉正欲追击剩余的敌人，宁远一个转身，急速越过他的身边，将冲到了门口的其余皇城司5人杀死。鲜血顺着长剑滴落，大厅中只剩下了宁远、黄蓉以及副队长。那位副队长已经将长刀扔在了地上，退到了一旁的角落中。他既没有选择离开，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此时宁远的目光才转向剩下的那位护卫副队长，宁远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冷厉，手持长剑一步一步逼近他，剑尖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的语气冷冽如冰：你为何不选择逃离，反而还敢杀皇城司的人？副队长眼神复杂地看着宁远，声音中透露出几分无奈：我知道吕大人的计划，他打算设宴杀你。我虽敬佩你跟郭大侠，但身为亲卫，我只能遵从命令。宁远道：所以你就因此背叛了吕文焕？副队长轻轻摇头：不完全是，这个世道本就如此，谁又能说清绝对的是非曲直？吕大人正面无法杀你，便转而玩弄阴谋诡计，可依然无法杀你，所以错的便是他。我原本出身武林世家，父亲被一朝廷命官迫害而死，我愤而杀了那狗官，亡命天涯，最后依附于吕大人，
只为求得一方容身之地。但如今朝廷动荡不安，我早已心生去意。他直视宁远，继续道：朝廷腐败不堪，外有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农民揭竿而起。我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强大的英雄人物，你又何必将自己束缚在襄阳这一隅之地？说到激动之处，他声音不禁提高了几分。我愿追随于你，为你打下一片新天地。宁远深深地看他一眼，语气淡然：你既能背叛吕文焕，也能轻易舍弃朝廷，我又如何能确保你的忠诚？副队长陷入短暂的沉默，随后声音坚定地道：我只会选择追随真正的强者。如果你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就请现在一剑了结我的性命。宁远心中微微一动，嘴角勾起一抹冷意，缓缓说道：我身边不需要无能之辈，捡起你的武器，如果你能在我的攻击下挺过一招而不死，我或许会考虑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好。副队长毫不犹豫地捡起地上的长刀，面容紧绷，目光死死锁定宁远。宁远手中的长剑骤然挥动，看似简单无华的一剑，却蕴含着风雷般的威势。副队长感觉这一剑的速度似乎并不快，然而无论他如何尝试躲避，那剑锋却始终如影随形，无法摆脱。无奈之下，他只能咬紧牙关，运起全身功力进行硬抗。随着一声大喝，副队长挥刀迎上宁远的剑招，刀剑相交的瞬间，发出锵的一声响。副队长只觉一股巨力汹涌而来，长刀脱手飞出，身体也被这股力量狠狠击飞，重重地撞在墙壁上，随后又从皲裂的墙体滑落。他一口鲜血喷出，虎口处更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宁远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这护卫虽然败在了自己手下，但能够接住自己3成内力的一剑而不死，足以证明其武功之高强。虽然还比不上郭靖那样的绝顶高手，但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是超一流的水平了，与黄蓉相比也不遑多让。这其实不难理解，襄阳是整个南宋的军事重地，蒙古的刺客刺杀这里的守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他心念电转，然后说道：无论你出于何种原因背叛了吕文焕，背叛的事实都无法改变，因此我还是无法完全信任你。副队长闻言，眼神瞬间暗淡下来，陷入了沉默。宁远此时却有了一些别的想法，他此次与黄蓉前来赴宴，确实没想到吕文焕会对付他，因为在鹿门山破坏投石器的一战中，郭靖身死，却也破坏了百丈山上4个平台上的威胁，从而为襄阳打开封锁，下跪的战船才得以通过那道天险，将3000船粮食运送进来。郭靖此举可说是襄阳的大功臣，他哪怕战死，在城中将士和武林人的声望也是一时无两。吕文焕对付黄蓉之举一旦泄露出去，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而想要保密其实非常困难。要知道，连这位副队长在最后都选择了叛变，何况其他护卫，他根本无法保证事情不会泄露。而宁远更是一个人拆除了其中一面山上的投石器，直接杀了上千的守军。后来的胡伟周一役，他更是在万军中杀穿了敌军阵线，在重重护卫下斩杀敌方主帅，为下跪的水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样一个在战场上有着战略意义的存在，是任何一个有远见的将领都该重视和拉拢的存在。更何况早在吕文焕围困郭府之初，宁远已经表现出了恐怖的武力。这样一个人一旦计划失败，几乎能在瞬息间将吕文焕杀死。宁远只是跟皇城司有怨隙，吕文焕作为地方大员，其实跟他并没有什么直接冲突，究竟要怎样糊涂才能做出毒杀宁远的决定？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他跟黄蓉都没有意识到吕文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因此此刻宁远有些担心郭府那边陈圆圆的安危，产生了组建一支护卫队，用于保护陈圆圆以及身边女人的想法。心中有了计较，宁远话锋一转，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燕庆。副队长抬起头，眼中似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芒。宁远微微点头，随后便不再多言，再次取出丹炉，开始炼制一种毒丹。这种毒丹来自于系统的万古毒经，炼制方法简单，也不需要经验值，唯一的限制是材料系统商城中每天只刷新一次，并非可以无限获取。不一会儿，宁远便炼制出了一枚鲜红如血的丹丸。他将这枚丹丸递给燕庆，这是血煞丹，一旦服用，你的力量将极大增强。除非头颅被砍下或者脑袋、心脏被洞穿这样的致命伤，否则你的身体创伤都将快速复原。即使咽喉等要害部位受到重创，也能坚持很久。他顿了顿，继续道：而且每天你只需要少量睡眠，就能保持充沛的体能，你的体魄、速度和内力都将得到极大的增强。燕庆震惊地看着手中那枚红色的丹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颤抖着声音问道：
天底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神奇丹药？可回想起宁远那远远超越常人的实力，以及之前凭空变出物品的神奇手段，燕庆心中不由得信了几分。然而，如此强大的药物，又怎会没有任何副作用呢？他心中犹豫片刻，还是开口问：“不知服用这丹药要付出什么代价？”宁远看了他一眼，道：“你还不算太蠢，这丹药能让你变强，但代价就是身体会发生异化，你将永远失去那方面的欲望和生育能力。”燕庆闻言松了一口气，自从他家破人亡后，就再也不愿意婚嫁，以免受到家庭的拖累，因此这个副作用对他来说并无大碍。宁远又接着道：“除此之外，你的身体还会逐渐僵化，每3年，你都需要服下我特制的化解之药，否则你将变成尸鬼。”燕庆苦笑了一下，这副作用确实可怕，但想到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丹丸一口吞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突然冒出丝丝血气，一股澎湃的力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他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直到好一阵才汗流浃背地爬起来，双眼赤红地喘着气。宁远看着他狼狈的模样，说道：“拿起你的武器，再接我一招试试。”燕庆颤抖着双手捡起长刀，站定身子，赤红的眼睛紧紧盯着宁远。宁远凝聚3成内力，挥剑猛然劈下，燕庆紧握长刀，奋力格挡。这一次，长刀竟然稳稳地挡下了宁远的攻击，只是被震退了3步。宁远并未停歇，随即又加至5成内力，再次挥剑劈向燕庆，剑气带着凄厉的呼啸声，将燕庆连同长刀一同劈飞出去。宁远攻势凌厉，毫不留情地继续挥剑连刺。燕庆在半空中已经无法躲避，身上被连续刺中7、8剑，其中一剑更是洞穿了他的咽喉。黄蓉见状，忍不住上前一步，看着身上布满窟窿的燕庆，眉头紧皱地问道：“他伤得这么重，会不会死？”然而他话音刚落，便震惊地看到燕庆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只见他身上的伤口处血肉蠕动，仅仅是片刻，包括咽喉、肺部在内的所有伤势竟然有缓缓愈合的迹象。黄蓉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有几千个这样强大且悍不畏死的武者组成军队，那将是一支所向披靡的无敌之师。宁远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轻笑一声说道：“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事？这种丹药的炼制材料极为稀有，无法大量炼制。”黄蓉的脸上流露出淡淡的失望，然而他还是忍不住感叹：这真是一种不讲理的力量。这样的人在江湖上出现，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燕庆此时内心激动无比，他将长刀拄在地上，单膝跪下，向宁远行了一个武将的效忠之礼，声音清脆地说：“燕庆，愿誓死追随主公，不离不弃。”宁远道：“起来吧，我将组建一支名为隐卫的护卫队，从今天起，你就是隐医，你们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我身边的女人。”是。燕庆应声而起，恭敬地肃立在一旁。黄蓉轻笑一声：“你可别小瞧人，我并不需要保护，你让他们多费点心保护圆圆就好了。”宁远看着黄蓉，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我家的蓉儿聪明绝顶，武功高强，自然不需要他人保护。只不过……”他脸带戏谑，调侃道：“就是喜欢吃喝和散，倒是让我捡了个大便宜。”黄蓉闻言，脸上飞起一抹红晕，她瞪了宁远一眼，却又无法真的生气，好像自己真的跟阴阳和散挺有缘分的。宁远神色一正，认真地说：“我不会给那些恶徒任何可乘之机，无论是你还是圆圆，我都不会让我的女人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以后只有我能欺负你们，谁敢动你们一根头发，我就杀了。”黄蓉心中涌起一股甜蜜，她故作娇嗔地白了他一眼，却又转为笑言：“那好吧，小女子就接受宁大侠的保护了，以后你可得护着我，不能让我被别人欺负了去。”宁远看着他的眼睛，承诺道：“好，我的女人，我护一辈子。”黄蓉环顾血迹斑斑的大厅，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眼中流露出担忧：“我有些担心家里，不知圆圆和福儿怎么样了？我们先回家看看情况。”宁远果断地说道。他带着3人迅速离开了宴厅，外面空无一人，显然其他侍卫都已被吕文焕调离。他们一行人快步返回郭府。让宁远和黄蓉宽心的是，吕文焕只是派了20多个护卫过来，而恰巧丐帮3位长老来找黄蓉，与对方相持一阵，又有几位丐帮弟子赶到的情况下，见势不可为，匆匆退走。大小五虽然受了些伤，但已在家中休养，而陈圆圆有一点擦伤，郭芙则只是受了些惊吓，并无大碍。这位大小姐一见到宁远回来，仿佛找到了依靠一般，飞奔着扑了过来，
直接撞进了宁远的怀里。黄蓉看着这一幕，不禁皱起了眉头。郭芙激动道：“宁大哥，刚才有一大群侍卫闯进来，还打伤了大小五，我好担心你们啊。”宁远轻轻拍了拍郭芙的后背，安慰道：“没事了，福妹，我先去帮你师哥们检查一下伤势，我好害怕。”然而郭芙却死死抱住他不放，脑袋还一个劲地往他怀里蹭。黄蓉心中恼怒，这丫头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她用巧劲一把抓住郭芙的后衣领，然后猛地一抖一甩，郭芙猝不及防，发出一声惊叫，整个人被甩飞了出去。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仰起头来委屈地叫道：“娘！”黄蓉板着脸训斥：“你一个姑娘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搂搂抱抱，成何体统？”郭芙自知理亏，乖乖地爬起身来，瘪了瘪嘴，却是不敢顶撞娘亲。宁远见状，忙着去给武氏兄弟敷药，幸好两人的伤势都只是皮外伤，用药后1-2天应该就能恢复如初了。武敦如满脸羞愧地说道：“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二夫人。”宁远摇了摇头：“这不怪你们，是我疏忽了。没想到吕文焕竟然如此不择手段。”他顿了一顿，忽然觉得有些好笑。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跟着前喊冤冤二夫人了？武敦如和武修文相互对视一眼，露出几分尴尬。他们这几天都看见宁远天天睡在师娘的房间里，心中早已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既然宁远看上的是师娘，那么就不会跟他们抢师妹了。这对于两兄弟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他们自然是乐见其成，甚至巴不得宁远今天就宣布娶了师娘才好呢。武敦如眼角余光瞥见师娘脸色不善，有些尴尬的更正：“是我说错了，应该是圆圆夫人。”宁远对此并不在意，他站起身来说道：“你们好好休养，明天应该就能痊愈了。”接着他转身对黄蓉和燕庆示意：“蓉儿，我们去大厅商议些事情。”郭芙见状也想跟着去，却被娘亲严厉呵斥住，要她留下来照顾武氏兄弟。这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心中气恼，却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好悻悻然地跑开了。她原本受了些惊吓，正想在宁远面前撒娇求安慰，可惜被娘亲阻挠，未能如愿。几人来到大厅后，浅浅为黄蓉和宁远沏了茶后，便退了下去。这时宁远才开口道：“蓉儿，如今襄阳城的守将被我杀死，群侠又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不知你有什么看法？”黄蓉沉思了片刻后回答道：“襄阳的副将名叫牛父，此人用兵极为严谨有方，有他坐镇指挥，加上城内粮草充足，以及下跪留下的部分增援兵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坚守襄阳应该不成问题。”宁远眼中露出赞许之色，他了解那段真实历史，知道即使没有下跪的增援，襄阳城也坚守了6年之久。如今有了大批钱粮衣物和兵力的支援，即使做最坏的打算，坚持几年也应当无虞。他说道：“我曾向郭靖承诺要守护襄阳，然而如今我接连除去了黄启良和吕文焕，朝廷即便再能容忍，也不可能任由我逍遥自在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我若继续逗留在襄阳，只怕会惹出更多的事端。”黄蓉点了点头，轻叹一声：“那你有何打算？”宁远凝视着黄蓉的眼睛，缓缓说道：“蓉儿，你是否想过，襄阳只是一座孤城，面对蒙古大军的围困，无论我们坚守多久，最终都难免败亡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在于朝廷的态度和决策。”黄蓉心中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贾似道如今把持朝政，作为求和派的代表，他对襄樊的战局漠不关心，这才导致了如今的危局。然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如今的局势又岂是3言2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宁远继续说道：“所以无论我是否留在这里，都很难扭转大局。当然我也可以冲入敌阵，斩杀敌军主帅，但我能做的也仅限于此，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黄蓉听了这话，有些迟疑地问：“宁远，我之前偶然听你说起过，你在战场上似乎拥有越战越强的能力。”宁远瞥了一眼旁边的燕庆，倒也不怕他知晓自己的秘密，只是苦笑：“这话没错，但也不尽然。我是在上次虎尾洲一战中，才发现了一些自己以前从未注意到的问题。”他稍作停顿，然后缓缓道：“我修炼了一门源自上古的秘法，这门秘法有一个特点，每当击杀敌人，我的出招速度和内力就会得到增强。每当我成功闪避敌人的攻击，我的身法和躲闪速度就会提升，而每当被敌人击中，我的身体则会变得更加坚韧和强壮。”黄蓉和燕庆听完这番话，都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他。黄蓉脱口而出：“那岂不是意味着，只要你不断地杀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直到无敌于天下？”
宁远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理论上确实如此，但在实际的过程中，我发现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问题，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事情。是什么问题？黄蓉急切地问道，显然对这个问题充满了好奇。宁远思索了一下，然后采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假设有一个木桶，它可以用来装泥土，当你不断地往这个木桶里填入泥土时，最终会发生什么？黄蓉回答，起初泥土会逐渐填满木桶，但到一定程度后，木桶就会装不下更多，于是泥土就会溢出。宁远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么在不改变木桶大小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木桶装下更多的泥土呢？黄蓉眉头微皱，认真地想了想，说道，或许可以尝试将已经装入的泥土进行夯实和压缩。夫人真是冰雪聪明，一猜即中。宁远拍了记马屁，那接下来呢？你猜会发生什么？黄蓉沉思片刻，迟疑道，那木桶会承受不住而爆裂。宁远击掌叫好，夫人又答对了。当持续对泥土施加足够强大的力量，使其变得越来越紧实，其体积会逐渐缩小，而密度则会不断增大，直至达到一个极限状态。当然，现实中它会变成什么白矮星或中子星之类的天体是另一回事，但在这里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是当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木桶就会因为无法承受而破裂。黄蓉好奇地问，白矮星和中子星是什么？宁远摆了摆手，笑道，哈哈，忽略那个吧，那是我信口胡诌的。重点是当施加在木桶上的力量超过其承受极限时，它就会爆裂开来。黄蓉若有所悟，所以你的身体就相当于那个木桶，而你通过杀敌所获得的内力则是那不断填入的泥土。正是如此，我每杀一个敌人就能获得一定的内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但问题在于我的身体强度提升速度跟不上内力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就是我受伤速度赶不上杀敌的速度。他无奈地苦笑一声，又道，我如今获取到新的内力，就像满意的泥土会不断溢出，而我总不能像个木头人一样站着不动，任由敌人拿枪捅我吧，那样的话恐怕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搞死了。黄蓉想象着宁远呆呆站着任由敌人攻击的画面，不由得笑出声来。他随即问道，那你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宁远点了点头，神色中透露出一丝自信，我已经有了一个大概可行的方案。不待黄蓉继续追问，他便主动解释，首先我需要找到一种更高效的凝练内力的功法，以此来压缩获得的内力。其次，我还需要学习一门或者几门强大的炼体功法，来增强我的身体素质和抗压能力。在他心中已经有一些功法作为参照，比如易筋经、北冥神功、龙象般若功，又或者是太玄经、神照经、天长地久不老长春功，以及那传说中的逍遥御风。其中易筋经洗髓伐精，藏内力与一身之脉络，纳于五脏六腑，可谓气自内生，行而不断，是真正无上的淬体和内修之法。北冥神功则能更有效地转化吸收内力为己用。至于龙象般若功，同样是极其厉害的护法神功，若能修炼至13层，其力量将达到13龙13象之巨力，彻底超越降龙18掌。剩下的几样更是脱离武侠的范畴，带着点修道的韵味。因此外出寻找这些功法的一门或者几门，是宁远在处理完襄阳的一些善后事宜之后迫切需要做的事情。针对襄阳的善后处理，首要之务是要将吕文焕的旧部以及那些包藏祸心之人杀得胆寒，从而为丐帮接下来的工作扫清障碍。吕文焕身死，朝廷再度派遣一位主将前来是必然之事。然而鉴于襄樊被围困的现状，要想调配众多下属官吏前来却很难做到。蒙古的封锁线如同铁桶一般，几乎将襄阳围困地水泄不通，就连宁远一行人的马车都曾多次遭遇蒙古哨兵。其他人若想穿越这封锁区，无疑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多少官吏再愿意冒死前来这里吃力不讨好。至于另一件要事，自然是筹备陈圆圆的婚事。在古代社会，名分尤为重要。这段时间以来，陈圆圆一直以侍女的身份服侍在宁远左右。虽然宁远以口头答应纳她为妾，但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能有一场风光体面的婚礼。对于她来说，以前的浮浮沉沉都已如过往云烟，她如今只期盼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过上安稳的生活。她所求不多，宁远自然是竭尽所能地满足她。这一次事件中，她受了些小伤，也让宁远警醒，知道自己不可能随时保护身边女人，因此决定成立隐卫，以守护陈圆圆以及黄蓉的安全，确保他们不会发生意外。宁远道，蓉儿，要不你跟圆圆一起嫁给我吧。
黄蓉嗔道：“谁说要嫁给你了？我还是希望你要了福儿。”宁远笑道：“别提那位刁蛮大小姐了，虽然这么说让她听了去会打击到她，可10个郭芙也抵不过一个黄蓉。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乖乖认命吧。”虽然话中带有玩笑的意味，但眼神却充满了认真。黄蓉面带愁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暂且搁置，待我们妥善处理完吕文焕留下的负面影响后，我会全心全意为你和陈圆圆筹办婚事。你不要辜负了她，她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宁远郑重地点头回应：“你放心，我绝不会辜负她，也绝不会辜负你。”黄蓉轻轻嗯了一声，稍作沉默后，又问道：“对于吕文焕的事情，你可有什么具体的处理方案？杀害朝廷命官可不是小事。”宁远转向燕庆，询问道：“燕庆，你对吕文焕的死忠党羽和这段时间阻挠丐帮的官吏可有所了解？他们中有哪些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燕庆刚才一直垂手而立，对于宁远和黄蓉之间的那点眉来眼去，恍若未见，显然非常有做影子护卫的觉悟。此时他才恭敬地回答道：“大人，吕文焕的几名心腹武官已在宴厅中被您诛杀，其余的心腹以及城中对黄帮主不利的官吏，我也大致清楚。是否需要我详细列出一份名单来？”“好，你稍后就把那些人一一列出来。”宁远点头应允。燕庆接着说道：“我认为牛副副将是个可以拉拢的对象。他担任侍卫马军司统制一职，原本掌管着全国的禁军。此人为人正直勇敢，善于领兵作战，向来不屑与那些卑鄙小人同流合污。吕文焕虽曾邀请他前来赴宴，但他既没有向您和黄帮主透露此事，也没有接受吕文焕的邀请。”“行。”宁远点头，对黄蓉道：“蓉儿，我们等会去见一见牛副。”在牛副府中，这位襄阳的副将意外地迎来了宁远和黄蓉这2位不速之客。他缓缓说道：“你们是来取我性命的吧？何以见得？”宁远淡淡地说。副将叹了口气：“既然你出现在这里，那就意味着吕文焕的毒计已经落空，他恐怕已经命丧黄泉了吧？他来找我时，我曾力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你的武功深不可测，那10香软筋散虽然厉害，却也未必能对你构成威胁。我告诉他，即使只给你一息的时间反击，也足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可惜他执迷不悟，最终自取灭亡。”宁远悠悠道：“贪婪往往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我本应在吕文焕围困郭府时就将他杀了，但念及他是襄阳的守将，我给了他一次机会。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至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牛夫看了看宁远，又瞥了一眼黄蓉，苦笑道：“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要取我性命，必然不会跟我废话这么多。说吧，你希望我怎么做？”宁远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的神色，说道：“如今朝廷腐败无能，国之将倾。郭靖生前致力于保护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我曾向他承诺会守护襄阳。”接着叹息一声：“然而现在我发现，这并非长久之计，只要朝廷继续不作为下去，襄阳终究是守不住的。所以呢？”牛父的眼神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宁远道：“王侯将相，您有种乎？在这纷乱之世，想要天下百姓安康，唯有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你可愿助我一臂之力？”牛父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宁大侠，你的武功确实盖世无双，我对此无话可说。但是想要打下天下，并非只靠绝世武功就能做到，我看不到你成功的希望。”宁远淡淡一笑：“那这样如何？我们定下一个3年的约定，这3年里，你只需专心守护襄阳。3年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牛父点了点头：“如此甚好。这是3尸脑神丹。”宁远取出一粒丹丸，将它的作用说了一遍。听完宁远的解释，牛父的脸色有些苍白，他叹息一声：“看来你并不信任我。”宁远微笑道：“3年后，我会为你彻底解除毒药的效力。到时候，你有2个选择，要么彻底归顺于我，要么被我所杀。”又道：“现在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信任的基础，所以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太复杂，就这样决定吧。”牛父深深地看了宁远一眼，知道无可避免，于是接过3尸脑神丹，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黄昏时分，夕阳如血，染红了半边天际。在牛父的府邸之中，吕文焕派系的几名死忠武将，以及前段时间暗中阻挠丐帮钱粮分配的大部分官吏都已到场。他们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谈笑风生，气氛看似轻松惬意。下跪带来的3000船只粮源和援军，无疑为襄阳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使得整个城中居民都活泛了几分。这些原本被困城中
战战兢兢的闲职官员们在郭靖死后，似乎终于找到了插手政务的契机，一个个都显得兴致勃勃。吕文焕邀请黄蓉和宁远小聚的事情做得极其隐秘，他借故将所有不相干的人遣走，因此这些人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将军府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吕文焕已经被宁远所杀，依旧在宴厅中悠闲的谈笑风生。过了一会儿，宴厅门口缓步走入了2个人，其中一名男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面孔，但众人却都认出了黄蓉。这位艳丽无比的夫人可以说是襄阳城中很多人觊觎的对象。以往有郭靖在的时候，没有哪个不开眼的人敢对他表现出半分不敬。然而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了，厅中不少人看见黄蓉时，眼中明显流露出了贪婪和欲望，但也有一些武官在看到黄蓉的那一刻皱起了眉头，心中生出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吕文焕毒杀宁远的阴谋，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那位将军的心思。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牛副副将，一个与黄蓉存在明显利益冲突的人，竟然会邀请他前来赴宴。他们虽未参与吕文焕毒杀宁远的计划，却或多或少知道一些那位将军的心思。而此间诸人皆是跟黄蓉有利益冲突之人，牛副副将应当心中清楚，又怎会邀请黄蓉前来赴宴？这不禁让一些人心生疑惑。就在他们胡思乱想之际，牛副起身相迎，他抱拳行礼，简洁地说道：“请。”宁远微微点头以示回应，他牵着黄蓉的手径直走到宴厅的最前方，在所有人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他面带微笑地开始了自我介绍。在场诸位可能对我还不熟悉，我叫宁远，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的宁，清闲远宁的远。他顿了一顿，接着说道：“在来襄阳之前，我杀了颍州郡守黄启良。”此言一出，下面顿时一片哗然。虽然很多人并未亲眼见过宁远，但关于他上次在吕文焕围困郭府时大杀四方，杀得吕文焕亲卫丢盔弃甲的事迹早已在暗中传开。他们知道襄阳城中来了一位手段狠辣的人物，却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亲眼见到他。宁远的话让他们心生恐惧，纷纷生出不妙的感觉。宁远并没有给众人太多思考的时间，他紧接着说道：“今天中午，吕文焕邀请我和黄帮主前往将军府小聚，在饭桌上，他试图下毒谋害我，并对黄帮主起了不轨之心。他环视着这群惊慌失措的官吏，内心不禁泛起冷笑。然后我将他也杀了，本想将他的头颅割下，为你们今晚的宴席助兴，可惜遗憾得很，他被我碎尸万段了，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贼子大胆，你竟敢杀害朝廷命官！牛将军，你还不快下令将他拿下！”一位文官猛地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喝道。一些察觉形势不妙的人已经开始慌乱地起身，他们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跑去，希望能够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大门，门外突然涌入了30多名禁卫。这些禁卫手持弓弩，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对准了这些人。一位武官见状，毫不犹豫地抽出佩刀，厉声质问牛副：“牛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牛副看也不去看他，面无表情地说道：“一个不留，杀！”随着牛副一声令下，那几十名禁卫纷纷扣动了扳机，一时间厅中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不一会儿，所有参与此次宴会的文武官员都中箭倒地身亡，血流了一地。当禁卫军将尸体拖走之后，厅中只剩下了黄蓉、宁远和牛副3人。牛副苦笑着说道：“黄帮主，宁大侠，如今我已经杀了这些官吏，彻底与你们站在了同一阵线上，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宁远哈哈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牛将军果真气魄非凡。你且安心，帮主已经跟亲信明示，以后朝廷派来此的最高长官都会意外死于蒙古铁骑之下。从今天起，襄阳已经是牛将军的襄阳。”言罢，他取出3粒丹丸递给牛副，这是3师脑神丹的解药，每年端午节前夕服下1颗，可保1年无虞。我跟黄帮主要离开襄阳一段时间，此间事务就全权委托于你和丐帮了。牛副恭敬地拱手应是：“末将愿为您马首是瞻，定当竭尽所能，不负所托。”宁远微微点头，随即携着黄蓉的手转身离去。偌大的宴厅之中，只余下牛副一人静静的伫立，表情阴沉不定。接下来的几天里，郭府中众人都开始忙碌着操办宁远和陈圆圆的婚事，唯独宁远自己反倒清闲了下来。他好几次去找陈圆圆温存，却都被轻轻坚定地拦了下来，神神秘秘地说什么也不让他与陈圆圆相见，说是婚前要保持距离。黄蓉更是忙得不见踪影，除了晚上还能看见他，白天也不知出去做了什么。
郭芙原本打算趁此机会接近他的宁大哥，却被早有准备的黄蓉逼着去练剑了。这让郭芙心中不免有些幽怨。他觉得自从自己摆脱了丧父的哀伤后，宁大哥对他的态度就变得若即若离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体贴了。这种变化让郭芙感到一阵心烦意乱，那颗少女心都要裂开了。没办法，宁远倒是想买了大的附送小的，可惜黄帮主却坚决不让，他也徒呼奈何，只能缓缓图之。婚礼前一天，黄蓉特地找人来为宁远和陈圆圆铺房，他们挂上了崭新的帐幔，添置了新床，而陈圆圆则寄宿在了牛父安排的一大户人家中。到了次日，会风合唱，正是宜婚嫁的好日子。宁远从黄蓉的床上被他催促着起来时，天才蒙蒙亮。起来了，新郎官，我为你换上新装。黄蓉轻笑着，手中拿着一套崭新的婚服，开始摆布着宁远戴上新郎官的罗花幞头，穿上珠袍和靴护。原本武林中人的婚嫁习俗相较简单朴素，但考虑到新娘陈圆圆并非武林中人，黄蓉特意按照世俗的传统为他们举办的婚礼。为宁远穿戴整齐后，黄蓉退后几步，上下打量着他，眼中满是欣赏，笑盈盈道：我的新郎官真是英俊潇洒，穿上这一身倒是别有一番味道。我决定了，等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也要这么穿。黄蓉原本一直想把郭芙推给宁远，但经过这几天的商讨和无果而终后，她已经逐渐认清了现实。她知道自己终究是无法摆脱与宁远的命运纠葛，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成为她女人的事实。而宁远则站在一旁颇感无奈，他并不习惯这种繁复的打扮和繁琐的仪式，第一次娶亲也让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然而看着黄蓉满脸的笑容和期待的眼神，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心想，一回生二回熟，就当作是提前演习，后面还不知要来上几次呢，最起码黄蓉那一次肯定是要的。好了，该去迎接你的新娘了，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黄蓉嘴角挂着笑意，轻声对宁远说道。宁远抱了抱她，在她唇上轻轻啄了一下，也笑道：也是我们的家。黄蓉跟他温存片刻，将他轻轻推开，道：去吧。随后的一整天里，宁远就像个提线木偶般，任由黄蓉安排的礼官们摆布。那繁琐的婚礼流程简直比杀穿蒙古大军还要累人3分。尽管如此，他依旧耐着性子，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每一个步骤。就在宁远感到疲惫不堪时，宴席终于开始散场。牛父为首的清郭靖派人士纷纷道别离去，同时还有许多武林豪杰和丐帮长老也随之离开，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华山4人。令狐冲可谓是其中最惨的一个，黄蓉这次婚宴可是下了血本，拿出了最好的陈酿女儿红。令狐冲馋得直流口水，可是一喝酒就浑身发痒，实在是苦不堪言。岳灵珊的眼神中却殊无笑意，他不禁回想起自己跟林平之大婚的那天，也是如此的热闹非凡。可是到了洞房之夜，林平之却喝得酩酊大醉，他独自坐在婚房中等待了许久，最后只能流着泪自己揭开了红盖头。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林平之依然没有碰过他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有。夜幕降临，烛光将婚房映照得温馨而明亮。陈圆圆穿着精美的婚裙，端坐在床沿上，头上盖着红盖头。她听着旁边夫君细微的呼吸声，心中既紧张又忐忑，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期待。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身份，她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红盖头如蝶翼轻展，缓缓掀起，陈圆圆的心也随之轻轻跳跃。她抬眸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宁远那带着温柔笑意的脸庞。她说：娘子，你今天真好看。陈圆圆闻言，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羞涩地垂下眼帘，声音微颤：夫君今天也格外好看。宁远伸手轻柔地为她拭去泪水，随后将头上那略显沉重的罗花幞头取下，笑道：这帽子戴着总感觉有些别扭，现在轻松多了。陈圆圆温柔地注视着他，柔声道：妾身来为夫君宽衣。宁远任由他细心侍候，目光却始终未曾离开他的脸庞。看着他那红艳艳的面颊上洋溢着的幸福之意，他心中一热，情不自禁地伸手将他搂入怀中，微笑道：娘子，该是我们洞房花烛的时候了。陈圆圆推开他少许，满脸的娇羞：夫君莫要着急，您忘记了吗？妾身这段时间一直在练习一段舞蹈，今晚跳给您看好不好？宁远闻言一愣，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青青曾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过一些，却始终不肯细说。当时他就对此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没想到今晚终于有机会一睹为快了。他满怀期待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目光紧紧追随着穿着婚服的陈圆圆。此时的他别有一番韵味，仿佛所有的美好都凝聚在了他的身上。
陈圆圆轻轻提起裙摆，连步款款推到房间中央。只见她峨眉淡扫，明眸浅笑，恰便似那潭口点了朱红，粉鼻已琼瑶，轻盈如杨柳腰。她轻梳长袖，红唇轻启，轻已沾了肺腑，意已惹了肝肠。注一，舞转回红袖，轻歌曼舞，回眸顾盼间千娇百媚，嘤嘤之声传入宁远耳中，娇羞花解语，温柔欲有香。接着身姿轻盈，裙摆随着她的转动而轻扬起舞，露出一截洁白如玉的小腿来。又唱今生难得有情人，前世烧了断头香。宁远安静看着这位绝美的女子，看着她每一个轻盈转身，每一个含情浅笑，每一次妩媚回眸，心想这是自己的新娘。她每一次温柔的伺候，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隐于那绵绵情意之下的只有最简单的诉求，而自己只需要多付出一点点真心和关爱，就可以得到她10倍的回报和幸福。这样的女子值得自己用一生去珍惜和守护。眼前的陈圆圆身着红裳，旋转间宛如一朵盛开的火红花朵，那红裳随着她旋转，如同曾经那一抹血光，是火焰的狂舞，是如此的炽烈，要将宁远的心燃烧。他起身，一把将旋转着的陈圆圆紧紧揽入怀中，他感受着她身体的柔软与温度，心中的情感如波涛般汹涌澎湃。陈圆圆仰起头，与宁远深情对视，他的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浓情蜜意，仿佛要将他淹没其中。他轻启红唇，声音微颤，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这一声如同最动人的乐章，在宁远的心弦上奏出无尽的柔情与爱意。婚后的几天对陈圆圆来说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把宁远伺候的乐不思蜀，都不想离开襄阳去外面奔波了。与此同时，黄蓉正忙着安排后续的事务，她决定将丐帮帮主的重任交给卢有角，以确保自己离开后丐帮在城中不至于乱了方寸。唯一令人惋惜的是，那象征丐帮权威的打狗棒在百丈山的激战中不幸折断，随后又作为陪葬品与郭靖的遗物一同长埋地下，成为了过去的记忆。这一天，宁远正享受着轻轻为他揉捏肩膀的贴心服务，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却是林平之。宁远见到林平之到来，微笑着问道：林老弟，你找我有事？林平之看了一眼青青，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宁远轻轻拍了拍那丫头的小手，温和地说道：青青，你去找你家小姐吧。是，公子。青青脆生生应了一声，退出大厅，并顺手关上了门。尽管宁远和陈圆圆已经成婚，他还是习惯喊宁远公子，喊陈圆圆小姐，而不是老爷和夫人。宁远向来不讲究这些称谓，也由得他去。现在可以说了吧？宁远微笑道。林平之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开口：我听说您成立了隐卫，我想追随您，成为您麾下的一员。宁远闻言，心中已经隐隐猜出了林平之的想法。林平之为了杀于沧海，一路之上使用的都是辟邪剑法，这是用不了多久必然会传到岳不群的耳中，从而遭到他的追杀和迫害。正因如此，当岳不群决定派遣弟子增援襄阳时，林平之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远离岳不群的视线，暂时避开追杀。然而林平之也清楚，他的内力尚浅，无论如何都不是同样学习了辟邪剑法的岳不群对手。即便能暂时躲过一劫，也终究难以逃脱最终死亡的命运。因此，林平之急需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考虑过向左冷禅求助，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左冷禅与岳不群实力相当，未必能够保护他周全。更何况，左冷禅若真的愿意接纳他，恐怕也是图他的家传剑谱。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林平之并不想走上这条绝路。在见识到宁远那惊世骇俗的武功之后，林平之的心思便活跃了起来。宁远所展现的实力简直闻所未，即便是10个岳不群都不一定会是宁远的对手。唯一让林平之感到忐忑不安的是，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筹码来说服宁远庇护自己。林平之在心中反复思量，最终将主意打到了师姐的身上。那位他曾深爱过的师姐，一直被他视为师父派来监视自己的眼睛，至少在他心中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在大婚之日那天，他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与犹豫，最终挥刀自宫，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在父母之仇的执念和自保之心的驱使下，他毅然割舍了爱情。这些日子里，林平之一直在寻找接近宁远的机会，甚至不惜以身犯险。他跟着宁远攻打蒙军的投石器，差点在百丈山上丢了性命。直到参加了宁远的婚礼，得知他即将离开襄阳的消息时，这位曾经的富家公子再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冲动。他鼓足了勇气，
最终找上门来向宁远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因此，他说出了之前那段决心投靠的话语。宁远似乎并不被林平之所动，他淡淡的说道：“你身为华山派弟子，却说出要投靠他人的话，这可是背叛师门之举。你难道不怕被江湖众人耻笑，不怕岳不群清理门户吗？”林平之紧握双拳，情绪激动，声音都变得尖细。岳不群千方百计的谋求我家的辟邪剑谱，甚至恨不得置我于死地。我没有这样的师傅。宁远轻哦一声，继续道：“我听说过辟邪剑谱，当年林远图以一手快剑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但你就不怕我也觊觎你家的剑谱，出手抢夺吗？”林平之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怕。宁大侠武功盖世，又怎会看得上我家的剑谱？”显然，他在说出自己有辟邪剑谱之前，已经考虑过这一层因素，否则也不敢将自己有剑谱一事说出。宁远微微沉吟片刻，对于岳不群，他倒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若说到华山派，他唯一真正在意的只有宁中泽，那位英姿飒爽的女侠，他一直都很想见识一下她的风采。然而，收留林平之去交恶宁中泽，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好处。见宁远迟迟没有回应，林平之一狠心，咬牙说道：“宁大侠，如果您愿意为我提供庇护的话，我愿意将师姐献上。”宁远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倒是来了些兴趣。他似笑非笑地问道：“哦，怎么个献法？”林平之小心翼翼地踏前几步，声音压得极低：“是这样的。”宁远静静地听完，看着林平之，眼神古怪。被这样的目光注视，林平之只觉如坐针毡，心中惴惴不安，唯恐宁远会拒绝自己的提议。宁远却不置可否，只是淡淡说道：“岳灵珊未必会受你的摆布，师姐向来对我言听计从。”林平之闻言大喜，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迫不及待地说：“请您随我来。”宁远想起岳灵珊清纯动人的模样，又见林平之一身花衣衫，变得越来越妩媚动人的脸庞，心中倒是对华山那位小师妹有了些同情。这样一位清纯可人儿，嫁给了林平之，也是命运弄人，可悲又可叹。他宁愿有兼济天下之心，自然要从身边做起。他不忍心让岳灵珊陷入苦海，于是决定搭救他一把，点头道：“好吧，我且随你去看看。”林平之引领着宁远穿梭过错综复杂的街巷，最终停在一幢估计无人的小木屋前。他脸上闪过一抹尴尬之色，解释道：“这片区域的居民已经离开，现今由丐帮提供给武林人士暂居。我和师姐就住在隔壁，还请您在此稍候片刻，我去就来。”言罢，林平之转身疾步走向隔壁的木屋，轻轻推开了房门。此时已是夜幕降临，岳灵珊正在屋内安歇。听到林平之的归来声响，他点亮了一盏油灯，柔声道：“平弟，你方才去了哪里？也不打声招呼。晚饭用过了吗？我这就去给你热些饭菜。”林平之连忙摆手：“师姐不必劳烦，我已在外面吃过了。”岳灵珊在昏黄的灯光下凝望着林平之，那微弱的光亮映照在他的脸庞上，曾经初见时的俊朗已悄然转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越发柔美的气质。他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酸楚，轻声说道：“那你也早些歇息吧，我也是刚躺下。”林平之看着岳灵珊，她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里面的亵衣在灯光的映照下若隐若现，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面对如此情景，林平之对师姐却无半分动心，但此刻他不得不装出一副欣赏的模样，走上前去，轻轻握住她的手。他的声音柔和：“师姐，自从我们成婚以来，我确实对你有些冷落，这是我的不对。”这些时日，岳灵珊首次见他如此亲近，也是头一回聆听到他的温言软语，心中一阵恍惚，一时间几乎无法自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声音带着些哽咽，颤声道：“平弟，不，你千万别自责。我知道你心系父母之仇，是师姐没用，无法替你分忧。”林平之望着眼中泛着朦胧泪光的师姐，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他回想起自己初入华山派那时，大师兄正在撕过牙受罚，而其他师兄们因他略带阴柔的气质而心生鄙夷，纷纷对他冷眼相待。唯有师姐始终如一地陪伴在他身边，手把手教他练剑，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整个华山派中，除了师娘偶尔的关照外，真心待他的也只有这位师姐了。可是事情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呢？林平之的心中泛起一丝苦涩。他回忆起与师姐共同练剑的那些欢乐时光，心中不禁产生了一刹那的动摇。或许自己真的不该背叛他。然而当他想到身负的血海血仇，想到岳不群那谦和外表下隐藏的狠毒心肠时，他的心再次变得坚如磐石。
他嘴角勾起一抹温柔而又决绝的笑意，轻声说道：“师姐，我相信只要我刻苦练剑，不懈努力，终有一日能够手刃穆高峰，为爹娘报仇雪恨。”岳灵珊微微点头，温婉地说道：“平弟你如此勤奋不懈，我深信不久之后，你定能如愿以偿。只是平弟……”她尽管已嫁给了林平之，实则还是黄花大闺女一个，此刻察觉到自己的手仍被林平之握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羞怯涌上心头，声音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林平之拉着她来到床前坐下，目光凝视着她那清纯中透露出一抹娇羞的脸庞，心中轻叹，声音也随之变得柔和起来：“师姐，父母的深仇我时刻铭记在心，从未敢有片刻遗忘。可报仇之事虽急，却也不急于一时。倒是这些日子以来，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忽略了师姐对我的好，实在是我的不对。”岳灵珊抬起头与他对视，有些感动，又有些委屈。她紧抿着唇，极力忍住不让泪水滑落。可看着林平之真诚的目光，她心中的委屈如同烟消云散一般消散无踪，只觉得平弟此刻能对自己好些，那之前所受的所有委屈都是值得的。就在这时，林平之忽然开口：“师姐，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可好？”岳灵珊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好奇，眨了眨眼睛问道：“是什么样的游戏？”林平之压低了声音：“我想用一段青色丝巾蒙住你的眼睛，期间不与你说任何话，你得完全听从我的摆布，直到我让你拉开丝巾为止，好不好？”岳灵珊闻言微微一怔，随即轻轻啊了一声，一抹红霞悄然爬上她俏丽的脸颊。她羞涩地垂下头，心中如同小鹿乱撞般慌乱不已。她在心中暗忖：师弟怎地变得这么坏啊？这提议也未免忒羞人了。林平之注视着他娇羞的模样，却并未催促他回答，只是耐心的等待。片刻后，他再次轻声问：“师姐，你愿意陪我玩这个游戏吗？”岳灵珊脸上红晕更甚，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想到这是林平之难得的亲近之举，她又不愿轻易拒绝。虽然这个提议让她感到有些拘谨和放不开，但最终还是以细如蚊鸣的声音答应道：“好，一切依你便是。”林平之闻言，心中松了口气，他松开握着岳灵珊的手，起身走到木柜旁，经过一番翻找，终于找到了一块柔软的方布。他细心地将方布折叠好，仿佛在进行某种庄重的仪式。接着，林平之轻轻取下岳灵珊头上的木簪，让她一头乌黑如云的秀发自然垂落。他凝视着岳灵珊此刻披散秀发的模样，竟然第一次发现师姐是如此的动人，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又收拾好心情，赞叹道：“师姐，你真好看。”岳灵珊轻柔地应了一声，低垂真手，心慌意乱，有些手足无措。“那我要开始了。”林平之的声音温柔而透着决绝，他轻轻拨弄着岳灵珊的青丝，将它们抚顺，然后为她系上柔软的布条，将她的眼睛遮挡严实。随着眼睛被蒙上，岳灵珊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在这黑暗中传来林平之的声音：“师姐，我出去片刻，你千万不要擅自拆下布条，知道吗？”“知道了。”岳灵珊娇嗔的回答。她很想睁开眼睛看看他，又想到此刻眼睛还被蒙着呢，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羞赧与欢喜交织的感觉。他乖巧的保证：“我会听话的，你快点回来。”林平之又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指，感受那手指头上传递过来的温柔以及一点凉意。他轻声说道：“我去就来。”接着起身离开。岳灵珊听见他起身，脚踩在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这声音在他心间回荡。然后是关门的声音，最终声音渐不可闻。一时间，房间内陷入了安静。他就静静地坐于床前，思绪如同潮水般起伏不定，羞涩、胆怯、欢喜、期待，各种情绪在岳灵珊的内心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沉浸在一种荒诞的期待中，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漫长，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让他的思绪在恍恍惚惚间有些飘远，渐渐飘远。他回忆起与那少年郎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时他伪装成福州一家小酒馆中不起眼的村姑，与师兄劳德诺一同监视着青城派的动静。而那个少年鲜衣怒马，意气风发，后面跟着一众镖师，就在那一刻闯入了他的视线。在那酒肆中，于沧海的儿子调戏他，就是那少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出言相护。可那时他假扮的村姑粗布插裙，脸上满是疙瘩，显然他的举动并非出于对他美貌的倾慕，而是纯粹的正义感使然。那就是一个路见不平、嫉恶如仇的俊秀少年啊！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的影子便已悄然映入了自己心底的吧。后来他和师兄一路追踪，亲眼目睹了青城派将镖局满门杀害，看着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心中便种下了同情和怜惜的种子。再后来，命运使他们再次相遇，他成为了华山派最小的师弟，而自己成为了师姐，也有了一个可以欺负的对象。恰巧大师兄犯了过错，被爹爹罚去撕过衙面壁去了，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师弟，自然是要好好欺负了。他开始教他武功，他好笨，总是学不会，但又格外倔强，一直埋头练剑，不肯陪自己玩耍。岳灵珊不禁陷入沉思，自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逐渐疏远大师兄，转而与这位师弟亲近起来的呢？是大师兄将他心爱的长剑打落山崖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更早之前，某些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细微变化中？回忆时远时近，过往之种种似乎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或许那颗早已种下的种子，在一次次的练剑和欺负他时，便已在不知不觉中生根发芽。谁又能说得清呢？那些美好的时光总是快乐而短暂，仿佛转瞬即逝。直到那个命运转折的大婚之日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那一刻起，平地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变得陌生而复杂，有时显得可怜，有时又令人心生怨念。好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后，如今那个曾经深爱他的平地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岳灵珊想起刚才林平之轻柔地为他取下发簪，细心地为他蒙上布巾的情景，心中不禁再次涌起一股莫名的悸动。此刻他眼前虽然被黑暗笼罩，内心深处却仿佛有一束光。他静静地等待着，期盼着，时间在无声无息中悄然流逝。终于在岳灵珊胡思乱想和忐忑不安的等待中，他听到了房门轻轻吱呀一声打开的动静，接着是脚步踩踏在木地板上的声音，发出嘎吱嘎吱响。那脚步声逐渐靠近，仿佛每一步都踏在岳灵珊的心上。他的心跳随着那声音的节奏而加速，开始砰砰砰的乱响。然而随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岳灵珊激动的心却渐渐冷却。那不是平地的脚步声，他与林平之已在这小木屋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每当夜深人静时，林平之总会穿过小木屋的木地板，走过那段熟悉的距离，来到床前。每一次，岳灵珊满怀着期待，期待着他行那夫妻之事。可一次次的期待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可哪怕如此，岳灵珊对林平之的脚步声仍是熟悉无比，他甚至能准确地数出从他踏入房门到床边所需走的步数。可是这来人的脚步却不同以往，他更加的稳重，更加的坚定，步伐也比平地的要大些，少走了2步便来到了床前。他停了下来，岳灵珊的心也彻底冷了下来。他清楚地意识到，来人不是平地，他究竟是谁？岳灵珊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立刻掀开蒙在眼睛上的布巾。然而他瞬间又想到了林平之突然间的态度转变，以及这个莫名其妙的游戏。现在想来，这明显不正常。林平之为何要先蒙上他的眼睛，然后匆匆离去，直到一个陌生人到来？平地，他究竟想做什么？岳灵珊的脑海中充满了疑惑，但他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那人已经靠近了他，伸出手去触摸他的脸庞。那手指的触感让岳灵珊瞬间浑身一颤，他心中的弦紧绷到了极点，不自觉地叫道：平地。然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岳灵珊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他伸出手去握住对方的手。那人的手比林平之的更加宽大，也更加有力。这绝对不会是平地的手。岳灵珊紧咬着嘴唇，心中犹豫不定。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平地要这样做，竟然让一个陌生人来代替他自己。那人却似乎并不急于有所动作，只是静静地坐在他身旁，任由岳灵珊握着他的手。这种沉默和从容反而让岳灵珊感到更加不安。突然间，岳灵珊脑海中闪过宁远的名字。他知道林平之一直心系父母的血仇，渴望能够亲手斩杀于沧海和穆高峰。然而他武功平平，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这些日子以来，他曾多次听到林平之提起宁远这个名字，言语中充满了对宁远武功的向往。就在今天，他还向自己询问是否有可能加入宁远的隐卫队。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是林平之渴望接近的话，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宁远无疑。可是就算他想要投靠宁远，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蒙骗自己？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触碰他，亵渎他？想到这些，岳灵珊不禁悲从中来。他本以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可以等来一个好的结果，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让他深感失望。他在心中悲泣，平地，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时，那人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举动，他缓缓靠近，轻轻抱住了岳灵珊，亲吻她的脸颊。岳灵珊娇躯微微颤抖，内心陷入了极度的彷徨与挣扎。她犹豫着是否要掀开眼前的布巾。她从来都不反感宁远，甚至可以说内心深处对他有着一丝喜欢，也有些崇拜。在前往襄阳的路上，他们4人遭遇蒙古骑兵的追杀，大师兄重伤濒死，其余3人也狼狈不堪，只能躲入一个荒凉的村庄中。接着骑兵追至，就在他心生绝望，以为难逃一劫时，他看见了在路的前方的4个身影。那是一个抱剑的丫鬟，2个绝美的丽人，还有回转身后神情淡然的男子。上百名蒙古精锐铁骑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不敢稍有动作。那一刻，宁远展现出的强大深深地震撼了岳灵珊的心灵，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后来的虎尾洲一战中，岳灵珊与师兄们共同杀进蒙古士兵中。在那激烈的战场上，他的视线始终紧紧追随着宁远的身影。他亲眼见证了那个男人如何如入无人之境，蒙古精锐士兵在他面前不堪一击，成片成片的倒下。看见那个男人面对无数的弓弩，一排一排的重盾兵，看见他长枪越过极远的距离，将蒙古主将的战马射杀，看见他一剑将对方的头颅砍下，然后反向冲锋，单枪匹马地杀入敌人的军阵中。他是如此的英雄盖世，英气逼人。如果不是已经嫁作他人妇，岳灵珊相信自己会义无反顾地爱上这位英雄般的人物。即使如今已经嫁人，她对宁远的喜欢和崇拜依然不减半分。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岳灵珊不禁想，自己是否应该假装不知，就任由眼睛蒙着，将她的第一次给了宁远。但随即她又坚定地否定了这个想法。她是岳灵珊，有着自己的骄傲和自尊，她不愿意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这是不对的，她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就在宁远吻过岳灵珊的脸颊，碰上她的唇瓣时，岳灵珊突然用力将她推开，摘下了蒙在眼睛上的布巾。果然是宁远。岳灵珊俏脸一片通红，眼中带着水雾，紧抿着唇，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宁远看着眼前这位清纯而娇美的华山小师妹，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这情况显然出乎他的预料，这剧本不对啊。2人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片刻，最终还是宁远先打破了沉默。他有些尴尬地开口说道，要不我把林平之叫回来。他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气氛，语气中却透露出一丝无奈。岳灵珊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努力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心中的委屈和失落却让他无法自持。看到岳灵珊流泪，宁远心中不禁大骂林平之这个坑货。他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柔和一些。灵珊。岳灵珊用手背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然后抬起头看着宁远，轻声问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宁远叹了口气说道，你真的想知道？我有权知道。岳灵珊看着他，眼神倔强。宁远沉默了片刻，说道，林平之为了修炼辟邪剑谱，选择了自宫，你知道这件事吧？岳灵珊听到这个消息，身子一震，失声叫道，不可能。然而看着宁远并没有出言反驳，他的心渐渐沉了下去。细心如他，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只是他一直不愿意往这方面想罢了。宁远便将岳不群如何设计骗取辟邪剑谱，林平之如何在悬崖窗外偷听岳不群的阴谋后意外获得剑谱，以及他为了躲避岳不群的迫害而不得不投靠自己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岳灵珊默默听着，默默地流泪。等宁远说完后，房间内安静了下来。过得好一阵儿，岳灵珊才悠悠地叹息一声，其实大可不必的。我不知道爹爹会怎样对平爹，可是我是他的女儿啊，如果我去求情的话，他应该会放过他的。宁远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知道岳灵珊的想法太天真了，但也不忍心去打破他的幻想。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任何安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岳灵珊接着说道，而且哪怕他自宫了，我也是愿意陪伴在他身边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我推了出去。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助和迷茫，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般。你陪我喝酒好吗？他说，好，你想喝我就陪你喝。宁远声音带着些怜惜，油灯微弱的光芒在狭窄的屋内摇曳，给这方寸之地染上了一层静谧和温暖。岳灵珊起身，端起那盏油灯，离开了卧房。不一会，岳灵珊再次回到屋中，这一次他手里多了一壶酒，2个杯子。这原本是为大师兄准备的斟酿，他嘴角扯出一个笑意，说道，
只是他进来一喝酒就痒，我就禁止他喝太多，藏起了一些。他的笑容纯净温婉。宁远接过岳灵珊递来的酒杯，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他那如青葱般纤细的手指。岳灵珊手指如触电般不动声色缩回，心脏砰砰乱跳，眼神有些慌乱。宁大哥，他是故意的吧？岳灵珊自从第一次见到宁远时就被他的强大所震撼，心中早已埋下爱慕的种子。可是因为嫁给了林平之，这份爱慕也就藏在心底，没有表现出来。如今林平之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他经过了刚才的蒙着眼睛的慌乱后，如今在与心中的英雄相处，便多了些忐忑的心思，既害怕他对自己不利，又有些想亲近。宁远哪里知道岳灵珊心中一瞬间想了那么多，他仰头一口喝下了半杯，笑道：你大师兄嗜酒如命，不让他喝酒，恐怕真的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岳灵珊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眼眸含笑。谁说不是呢？以前他在思过崖受罚的时候，我总是瞒着爹爹偷偷给他送酒上去，只是后来我去的次数少了，六猴虽然对大师兄好，可没那么细心，也不知道是否还记得给他送酒。兴许是喝得太急的缘故，他白皙的脸颊上泛起了一抹绯红，咳嗽了几声。宁远见状，连忙握住他的酒杯，顺势也握住了他的小手。你慢点，他温和道，今晚我陪着你。岳灵珊垂下眼眸，注视着宁远那宽厚的手掌，轻轻地握住自己的手。他并没有挣脱，只是轻声问道：宁大哥，你是陪我还是陪我喝酒？宁远眨了眨眼睛，低笑道：有什么区别？岳灵珊不敢跟他对视，眼睛游离不定，道：你要是陪我喝酒，珊儿就舍命陪君子；你要是想陪我，你就快些离开吧，我要休息了。宁远轻笑了一声。你笑什么？岳灵珊羞怯地看了他一眼，眼神又快速看向旁边。宁远知道他害羞，不能操之过急，怕吓跑了这位华山小师妹，忙道：没笑什么，你陪我喝酒。岳灵珊轻轻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为宁远斟满酒杯，又为自己续上一杯，娇笑道：娘亲平时不让我喝酒，我酒量浅，你不会趁我喝醉了欺负我吧？宁远道：珊儿，我不是那样的人。岳灵珊道：宁大哥是大英雄，自然不是那样的人，我说笑的。他端起酒杯，喝得慢了些，小抿几口，只觉又苦又辣，这酒一点都不好喝，真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宁远微微一笑：我其实也不怎么喜欢喝酒，只是有时候觉得喝酒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感情，所以也就陪着朋友喝一些。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一杯浊酒，半盏清茶，都是人生百味，唯有经历过，才能真正品尝出各种味道。岳灵珊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么年轻，哪来那么多感慨？那眼神说不出的妩媚动人，看得宁远颇为异动，不由盯着他娇艳的脸颊看，然后叹道：珊儿，你长得真好看。岳灵珊道：可没有你家圆圆夫人那么好看。不一样，她是牡丹，你是幽兰，都好看。宁远认真道。岳灵珊闻言，微微抬起头，凝视着这位年轻男子。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仔细打量宁远，只觉他剑眉入鬓，眉宇间透露出几分不羁，却又有着一股奇妙的书生气，很是矛盾，矛盾中又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岳灵珊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忙接着喝酒，掩饰眼中慌乱，轻声道：宁大哥，我敬你一杯。宁远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岳灵珊浅浅一笑，同样举杯一口饮尽，酒劲迅速上涌，那双颊便泛起一抹红晕，更显得明艳动人。他酒量极浅，仅仅喝了2杯就有些几分醉意，心中的千般委屈在酒精的催化下逐渐浮上心头。这些情感原本想深埋心底不与人诉说，可当酒意袭来时，却抑制不住倾诉的冲动。他道：我爹爹一心要将华山派发扬光大，原本是极好的，可我想不明白，为了门派之争去学那辟邪剑谱，真的值得吗？宁远虽对岳不群的行事作风不以为然，但在对华山派的执念上，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决绝与坚定，苦笑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虽无法完全理解你爹爹的选择，但既然他决定了走那条路，想必有他的难言之隐。岳灵珊想到自己的娘亲和林平之，不禁又喝了一杯，叹了口气：为什么他们都去练那辟邪剑谱？爹爹瞒着娘亲，平地也是。宁远夺下他手中的酒杯，将他轻轻揽入怀中：你喝的有些多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以后我再陪你喝酒，好吗？岳灵珊抬头望着他，问：你以后会经常陪我喝酒的，对吗？宁远答道：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喝酒。岳灵珊轻声应了声，声音轻柔。当次日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时，岳灵珊缓缓醒来。
她身着一袭洁白裙长，裙摆轻轻浮动，脸颊上依然有一丝红晕，艳若春桃，眼睛宛如一泓碧波荡漾的清泉般清澈明亮，纯真中又带着一丝俏皮和秀丽。宁远从隔壁房间起来，看着她微笑道：“早啊，灵山。”岳灵山声音中带着一丝娇羞：“宁大哥，爷爷早。”宁远说道：“今天就不做早餐了，我带你去外面吃。”说着便伸出手去牵她，往大街上走去。岳灵山顺从地被他牵着，有些矛盾，有些欢喜，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蜜在心头萦绕不去。与此同时，在隔壁屋中，林平之正站在房间里，他透过窗户缝隙看见了路过的两人，看见宁远与岳灵山手牵手走着逐渐远去，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那两道渐行渐远的身影，沉默不语。如果那一天他不挥刀自宫，不去学那辟邪剑法，忘记父母的血海深仇，安心与师姐成亲，做华山最小的师弟，命运又会怎样呢？或许他会拥有一个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与心爱的人共度一生吧。然而现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林平之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而决绝，他在心中默默地想：不，我不后悔，这条路是我必须走下去的。穆高峰，我必杀你。而岳不群自从大批的粮员进来后，这座城中已经不复当初的冷清，开始逐渐恢复了生机。街上的行人还不算多，但小贩的叫卖声、茶馆的闲聊声、面摊的热闹劲，都让这座城市看起来多了些活力。宁远牵着岳灵山的手，在街头找到了一个往常来过的摊位，找了一张桌子落座后，宁远对摊主喊道：“店家，来2碗羊肉面。”“好嘞，客官稍等，马上就好。”摊主是一个中年汉子，他应了一声，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异样。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宁远了，相反，他对这位年轻人印象深刻。之前他曾目睹宁远与一位美如同天仙的女子一起来吃早餐，那时他就记住了对方。后来又看见他带着一个同样美丽的令人惊诧的女孩来此，那是郭芙。这位摊主心中不禁感叹万分，对宁远的艳福羡慕不已。再后来，当宁远携着黄蓉出现在摊位前时，摊主彻底惊呆了。他自然认识黄帮主，那位在襄阳城中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不论是身份实力，还是那倾城的美貌，他都是城中无人能及的存在，是茶余饭后某些无聊时刻津津乐道的对象。可精明的摊主却连一眼都不敢多看向宁远和黄蓉，仿佛生怕自己窥探到什么不该看的秘密，会无声无息地招来杀身之祸。如今当宁远再次带着另一位同样如花似玉的女子出现时，摊主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只是看见这小子的艳福，他就会想起自己家中那位黄脸婆，心中的羡慕嫉妒恨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若不是还残存着几分职业操守，他真想往宁远的碗里吐上一口唾沫以泄私愤。宁远自然不知道摊主对他怀有如此深重的怨念。当看见2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桌时，他愕然发现岳灵山面前的那碗面条上堆满了厚厚的肉片，而他的碗里却仅有孤零零的一小片。他不悦地问：“店家，为何我这碗面里肉这么少？”摊主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客官见谅，刚好肉不够了。”岳灵山见状说道：“我不怎么爱吃肉，这碗多的给你吧。”宁远并不想与摊主过多计较，便顺着岳灵山的话说道：“看来摊主今天是特地关照你了。”岳灵山抿嘴一笑，将碗中大半的肉片夹到了宁远的碗里，又加了一些面条过去。“我吃不了多少，宁大哥，你帮我吃一些。你平时都是自己做饭吗？”宁远随口问。岳灵山点了点头：“是啊，都是自己做。丐帮虽然会为守城的武林人分配一些钱粮，但比起华山上却还是要少了许多。襄阳毕竟处于围困中，物资管控是必然的事。”宁远放下筷子，思索片刻后提议道：“要不你跟林平之就搬进郭府来住吧，我让厨娘多做2人的饭菜，这样你们也不用再为吃的操心了。”岳灵山一听，连忙摆手拒绝：“不行不行，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跟黄帮主呢？我自己做饭就挺好的，真的不用麻烦了。”宁远微笑道：“住过来吧，离得近了，平时沟通也方便一些。”岳灵山听完，默默低下头，继续吃着面条，没有再说话。见岳灵山沉默不语，宁远便径自做出了决定：“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会让浅浅为你们准备2间房。”岳灵山闻言愕然，不解地问：“为什么是2间房，而不是1间？”宁远笑盈盈看着他，回答道：“难不成你想跟我住一个房间？”岳灵山白了他一眼，小声说道：“那我还是不去了吧。”宁远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2人吃完早点后，
岳灵珊整个早上神情都显得有些恍惚，说不出是欢喜还是忧愁，内心挣扎不休。他的思绪在林平之的背叛和宁远的善意之间徘徊不定。这位他暗中仰慕的人突然闯入他的生活，与他的命运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似乎再也无法摆脱。因为岳灵珊发现对方竟然如此的霸道，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就擅自安排他的人生。然而奇怪的是，他又隐隐的不想去反抗这种霸道，反而有些乐于接受。或许是林平之的自宫断绝了他的某种念想，又或者是林平之昨晚的举动让他彻底心灰意冷。在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中，他选择了不再深究这些纷乱的思绪，而是被动地任由宁远牵引着前行。直到他回到了自己的屋中，看见了林平之，他下意识地想要开口，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林平之安静地站在角落里，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这让岳灵珊心中最后的犹豫和挣扎彻底消散无踪。他望向林平之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失望。宁远道：“灵珊，你先进房间里去吧，我有些话要跟你师弟说。”岳灵珊没有再看林平之一眼，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进入了房间，并紧紧地将房门锁上。宁远等到房门关闭之后，转向林平之，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希望你已经想清楚了，一旦你选择背叛师门，加入我的隐卫，就意味着你将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林平之点了点头，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意：“我昨晚已经想了一整夜，我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宁远看着他，沉声说道：“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可以为你提供庇护。从此以后，岳不群将不再是你的威胁。看在岳灵珊的情分上，我给你2条路走。”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第一条路，你以后就跟着我做一些明面上的事情；第二条路是成为我的暗卫，为我组建一支暗影队伍，负责情报的收集以及执行刺杀等任务。”林平之闻言心中一震，问道：“这2条路有什么区别吗？”宁远解释道：“第一个选择，我会将你视为普通的手下，不会对你有过高的期望和要求；而第二个选择，我会将你培养成我的心腹，并传授你9阴真经的武学。不过，这需要你服用血煞丹。这种丹药能让你变得异常强大，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宁远详细地阐述了血煞丹的利弊。林平之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对他来说，服用血煞丹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除了心脏和脑袋之外，全身几乎毫无破绽。那超强的肉体恢复力和更强大的体魄、速度和内力，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更何况，他还有机会学习那传说中的无上武学9阴真经。至于副作用，失去那方面的欲望和能力，对他来说并无大碍，因为他早已经不再需要了。唯一让林平之感到不安的是，服用血煞丹后，他将从此受到宁远的控制，需要每3年服用1次解药。然而，当他想到自己叛出华山派的那一刻起，这个天下就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报了杀父之仇后，成为暗影，活在阴影之下，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林平之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毅然抬起头来，坚定地说道：“林平之愿意服下血煞丹，从此之后成为您的影。”宁远取出一粒血煞丹，递给林平之，同时点头表示赞许：“很好，你以后的代号就是暗一，你将负责为我组建并统领一支暗影部队，成为我手中的利刃。”是。林平之双手接过丹丸，没有丝毫犹豫地吞了下去。这一刻，他割舍了所有的过去，决心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房门内，岳灵珊静静地倚靠在门边，听着门外的对话。当林平之说出愿意成为宁远的影子时，他叹息一声。那个曾经熟悉的师弟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这位冷酷无情的暗一。待林平之完全适应了新的身体变化后，宁远将岳灵珊唤了出来。岳灵珊目光转向师弟，只觉得他的脸色较之前更显暗沉，且平添了几分阴柔之气。他静静地站在角落的阴影里，若非刻意留意，似乎都难以察觉他的存在。岳灵珊轻唤一声：“师弟。”林平之则恭敬地回应道：“是，岳师姐。”这语气让岳灵珊感到一阵莫名的陌生，他薄唇紧闭，没再多说一句。宁远对两人间的微妙氛围视若无睹，简洁地吩咐道：“收拾一下你们的行装吧，今天就搬进郭府去住。”林平之和岳灵珊的行李本就简单，很快就整理妥当。当他们2人出现在郭府黄蓉的面前时，宁远向他说明了岳灵珊和林平之将入住郭府的安排。黄蓉微微点头：“欢迎，府上还有空余的厢房，我等会就让浅浅给你们收拾收拾。”陈圆圆听说2人要搬进来，在旁边笑盈盈地说道：“灵珊妹妹，欢迎你的到来，以后我们可以多多亲近，我正愁没有人陪我解闷呢。”宁远接着又对黄蓉认真说道：“
在离开襄阳之前，我们俩的婚事也办了吧。黄蓉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心里有我就好，婚事暂且放一放吧，现在确实还不是最合适的时机。宁远知道他的顾忌和考虑，也没有催促他，点头表示同意，等哪天合适了，我们就成亲。说着又凑近他的耳旁低声说道：大的那个位置始终都是你的。黄蓉轻轻地将他推开一些距离，保持适当的亲密感，但又不失庄重。他心中其实有些欢喜，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黄蓉唤来浅浅，让他为林平之和岳灵珊收拾2间房间。浅浅这位侍女明亮的眼睛打量了下2位新房客，接着就去安排了。等下午时分，他在回廊上遇见宁远，小跑过来邀功：公子，我将林平之安排在偏院，将灵珊姐姐安排到了你房间隔壁，这个安排可以吗？宁远看他眨啊眨啊的眼睛，抬手轻轻敲了下他的小脑袋，笑道：小机灵鬼，谁让你这么安排的？浅浅笑嘻嘻道：公子往家里带长得极好看的姐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浅浅可是冒着被夫人批评的风险来帮公子哦，我可是站在你这一边，公子你怎么奖励浅浅？宁远看这位江南少女一副娇俏可人的模样，虽然胸脯还是小了些，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只是黄蓉怕是不会允许。他见左右没人，低声道：浅浅，要不我亲你一下？浅浅刚才还一副巧笑嫣然的模样，闻言小脸蛋唰的一下就红了，他嘤咛一声，道了声公子，好讨厌，接着跑开了。宁远扭头看他小跑消失在回廊拐角，不由失笑。这小丫头跟青青这段时间以来感情好得不得了，俨然一副好姐妹的架势。2个丫头私底下偷偷摸摸商量着，怎样才能成为公子的通房丫鬟。青青是有贼心有贼胆，时不时就要来撩拨宁远一下；浅浅是有贼心没贼胆，还特别容易害羞，经不得半分逗弄。快接近黄昏时，宁远让2位丫头还有厨娘准备了些食材和炭火，全部搬到庭院中，又召集了黄蓉、陈圆圆、岳灵珊、郭芙众女以及大小五。今天他打算来个家庭小聚，组织了一次烧烤派对，将现代的那种烤法带回古代，扮演了一次大厨。2位夫人较为矜持，坐在旁边笑盈盈看着宁远忙碌。岳灵珊初来乍到，也很安静，只是眼中闪着好奇的光。浅浅自从被公子调戏了一下后，一个下午都心不在焉，此时时不时偷偷看宁远一下，眼睛又快速游移开。青青忙着给宁远传递酱料和肉食，又将烤好的肉片分给各位夫人。唯有郭芙围着宁远团团转，好奇的东问西问，接着也开始有样学样起来。不过说来也奇怪，这位大小姐相貌几乎完全继承了娘亲的优良基因，美的不要不要的，其他本事却一样都没继承到。按理黄蓉的厨艺是天下一绝，连洪七公都赞不绝口的那种，而她的女儿在厨艺方面却是一塌糊涂。同样的配方，经过郭大小姐之手烤制出来的，不是半生不熟就是烤焦。她气恼之余，将失败品递给了2位师兄。大小五一边吃一边大声夸赞，都说师妹烤得好，倒也让郭芙受伤的心稍微得到一些慰藉。宁远又烤完一大串，分着给众女，笑道：都来尝尝，我的手艺如何？黄蓉赞道：很新奇的做法，味道独特，以后我们可以多来几次这样的聚会。圆圆也夸赞道：夫君总是有奇思妙想，没准这烧烤的做法会流传出去，被达官贵人、大户人家所接受，风靡一时呢。宁远见岳灵珊只是小口小口吃着，就问他：灵珊，你觉得如何？岳灵珊停下，心中有些慌乱，只是微微点头。宁远笑道：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众人齐齐停了下来，好奇望着他。原来就在今天，宁远的系统迎来了一次更新，姑且叫它 Beta 02版本吧。其中有2个较为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系统空间从10立方变成了100立方，里面为真空环境且时间静止，可以存放任何新鲜食材了。而且宁远也具备了整取整存的能力，可以大批量往里面搬运东西，而不用一件一件的存取。第2个新功能是开启了好感度系统，其中有几个核心要素。其一，根据好感度不同，宁远可传授指定的2种到4种武学给指定对象，瞬间学会，瞬间满级。其二，得到功法传授的人具备了部分弱化版的被动能力，每当你所传授之人攻击敌人一次，他的攻击速度将提升1/5，同时他将吸取对方1/5的内力。请注意，此效果在同一敌人身上连续使用时会逐渐减弱。备注：以上能力在达到武学大宗师境界时失效。换句话说，对于宁远传授之人，将具备他攻击速度、内力1/5的被动效果，且提升有上限。只是这个武学大宗师境界是哪个层次，宁远还不是太明白，
估计郭靖是宗师，在他之上一个等级为大宗师，再往上，例如张三丰、吴伢子、阿青，应该超出了那个范畴了。而且只是提升了攻击以及内力，并不能提升身体强度和躲闪，算是弱化版中的限制版了。可即便如此，依然让宁远欣喜若狂。如今天下大乱，他已经决定要有一番作为。当对其他势力构成威胁时，宁远自己包括亲近之人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刺杀，虽有隐卫保护，也总有保护不周的时候。如果能让身边之人成为绝顶高手，能不能在事业上有所帮助且不说，最起码不用宁远去分心照顾了。见众女已安静下来，宁远便接着说道：我的传承来自一个古老的门派，如今我武功大成，已经可以将心中所学通过类似灌顶之术的方法快速传授给特定的人，而且受教者还可以通过杀敌不断变强。黄蓉闻言眼睛一亮，他早就知道宁远与人交战，每攻击或躲闪一次都能获得速度、内力等加持，却不曾料想他竟能将这等气能传授他人。他不禁惊异地问道：你所说的这种能力，莫非就是你先前对我提及过的那种？宁远微微一笑，解释道：确有关联，但并非完全相同。我所传授的是那种能力的简化版，主要能提升受教者的出招速度和内力修为。然而这种提升有着一定的上限。说着便将系统赋予的功能详细描述了一遍，听得郭芙心痒难熬。激动之下，他一把抓住宁远的胳膊，嚷嚷着叫道：宁大哥，你快教教我吧。宁远侧目瞥了他一眼，见他激动的几乎要贴到自己身上来，那柔软的触感让他感到极为舒适。黄蓉神色凝重地说道：宁远，你既然胸怀逐鹿天下的壮志，不妨将襄阳视作一块重要的根据地。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位居南北交通要冲，掌控着富饶的江汉平原，实为建立基业的理想之地。他顿了一顿，继续道：你只需在此广纳武林豪杰，并招募军队，将他们培育成忠诚的教众，再借助你那神奇的武功传授能力，相信不出1年之期，便可练就一支所向披靡的精英之师。宁远轻轻摇了摇头，苦笑道：蓉儿，你的设想固然不错，但实现起来却有些困难。我们已成功控制了牛副将军，并通过丐帮的经营将襄阳纳入势力范围，但我的武功传授能力却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不如你所想的那般随心所欲，你的计划恐怕难以实施。黄蓉闻言不禁感到一丝失望，然而他转念一想，就算有所限制，这能力依然非同小可，不由好奇地问道：那么你能将武功传授给哪些人？关于这个，宁远刚才已经私下探查过了，按照系统所述，跟他好感度达到80的可以传授2门武功，好感度90是3门，而95以上则可以传授4门。其中牛副这位襄阳城副将好感度是27，林平之33，燕庆52，令狐冲61，陆大有67，武敦儒42，武修文46，岳灵珊82，浅浅81，郭芙91，青青95，黄蓉87，陈圆圆89。牛副被迫服下3尸脑神丹，因此对宁远心生怨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并非自命不凡之人，不会妄想自己一声令下便能让天下英雄俯首称臣。所以宁远对此并不介怀，他明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牛副，待日后势力壮大，自然有机会将其彻底收服。林平之为了苟全性命而投靠宁远，他无法再称呼岳灵珊为师妹，这或许是他心中怨念的一个原因。然而宁远相信林平之不会背叛自己，因为他的生死已经掌握在宁远手中。至于武氏兄弟，则因为误解宁远对郭芙有所图谋而对他心生敌意，他们严防死守，将他视为情敌。可是宁远需要吗？他如果真有意于郭芙，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机去勾引，只要勾勾手指头，郭芙便会主动投怀送抱。而陈圆圆经历坎坷，深谙人情世故，他对宁远的好感度能达到89，已经非常不错了。最让宁远感到惊讶和欣喜的是黄蓉，对他的好感度竟然高达88。要知道，黄蓉与郭靖感情深厚，且她30余年的人生阅历中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她又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绝不会因为宁远的外貌或武功而轻易动心。因此这份好感度的背后原因，必然他们一路上的出生入死所致。当然那次阴阳和合散的事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宁远在那次事件中差点闪了腰，却也让他与黄蓉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至于郭芙、岳灵珊、浅浅和青青，就让宁远有些无语，只能说年轻女孩子就是容易对自己这样的人陷入盲目崇拜中。也就是说，能够达到学习要求的仅有6人，其中青青对宁远的好感度爆棚，
可以学习4门，郭芙3门，剩下4女没有达到90的好感度，每人只能学习2门武学。当宁远将这一情况说给众人听时，最兴奋的莫过于青青和浅浅了。这2位苦命的丫鬟原本只是出身贫寒的普通女孩，在没有特殊机遇的情况下，她们能期望的最好未来，也不过是遇到一位仁慈的主子，成为通房丫鬟，并为主人生下一儿半女。否则，她们将不得不接受嫁给佃户或下人的命运，从此过上低人一等的生活。至于嫁给有功名在身之人或大户人家，在当下这个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环境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宁远的一个决定却彻底改变了这2位丫鬟的命运，让她们从一个普通丫鬟变成了一个会武功的丫鬟。于是，众女欣然排队，接受宁远的灌顶之术以传授武功。按照宁远的说法，不同的人接受方式又有所不同。例如，黄蓉、陈圆圆需要亲脸颊，陈圆圆自然是什么都一向攻的，别说亲脸了，即便是更亲密的举动，她也心甘情愿。黄蓉却提出了质疑，她怀疑宁远是趁机占便宜，可解释权在宁远手中，她也只能无奈接受。而剩下的几位只需要轻轻碰触眉心就可以完成传授，这引起了郭芙的强烈抗议。他认为亲嘴才是最好的方式，但宁远拒绝了他毫无道理的要求。最后在黄蓉的严厉目光下，郭芙败退了下来，却仍是一脸闷闷不乐。可经过宁远传授9阴真经内功、飞絮劲以及达摩剑法后，他原先的郁闷情绪瞬间一扫而空，转而变得神采飞扬，眉宇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郭靖过去也曾尝试教授郭芙达摩剑法，然而以郭芙那感人的资质，又加上3天打鱼2天晒网，最终只学到了些皮毛。如今在宁远的灌输下，郭芙技能点堆到了满值，这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青青切磋一番，好让宁哥哥看见他的厉害。青青那丫头在习得9阴真经内功、易经断骨章、绕指柔剑以及达摩剑法后，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2人一拍即合，在众人围观下以木剑展开对决。青青摆出一个标准的起手姿势，声音清脆地说道：“郭芙姐姐，你要小心了哦。”郭芙满怀信心地回应：“你先出招吧。”他自信练剑10年，如今又得到宁远传授的达摩剑法，难道还会输给一个从来没习过武的小丫头片子不成？简直是笑话。然而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青青此前从来没习过武，尽管宁远在传授时已经技能点满，在实战中还是有些放不开。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10几个回合过后，他便渐入佳境。只见他手中木剑舞动的风生水起，竟隐隐展现出一代剑术宗师的风范，令观战的黄蓉和宁远大为惊讶。没想到青青那丫头竟然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反观郭芙，虽然有系统的加持，对内力和剑法的理解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剑招的灵活运用和临敌应变方面却显得逊色不少，毫无灵性。激战5、60个回合后，他已被青青逼得险象环生，最终长剑被挑飞，以一招之差落败。看着青青欢呼雀跃地跑到宁远面前邀功，郭芙瞪大了美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败给一个从未接触过武学的新手。他心中五味杂陈，既有不甘也有羞愧。宁远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走过去故作安慰道：“福妹，你别太难过了，以后你就安心做个大花瓶吧，习武这种粗活确实不适合你。”郭芙跺了跺脚，赌气地跑到黄蓉身边，拉着娘亲的衣袖，眼巴巴地望着她，寻求安慰。黄蓉却不想搭理这个草包女儿，心思沉浸在对武学的感悟中。宁远传授她的是9阴真经内功和绕指柔剑，对于9阴真经，黄蓉其实是学过部分的，可她年轻时与武学一道并不怎么上心，虽足够聪明，武学进境反而被郭靖落下。后来更是忙于丐帮事务，武功虽是超一流水准，却始终无法踏入宗师之境。如今宁远所授武功，让他忽然多了几10年的感悟，所学瞬间融会贯通，已经一脚踏入了那个境界。至于陈圆圆，她精通琴棋书画，与武学并无兴趣。宁远传她内功心法以及移魂大法，以她的聪慧和对人心的揣摩，应该能将移魂大法发扬光大，练至前无古人的境界。6个女人没花太多时间就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哪怕是黄蓉、陈圆圆这样心智成熟的，都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更不用说青青、浅浅这样的小丫头了。青青兴奋地说：“公子，青青是不是很厉害？”宁远笑道：“我家青青很有天赋，以后保护圆圆的重任就交给你了。”青青嗯了一声，重重的点头：“公子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大小五一直在旁边看着，心中说不出的羡慕。可宁远没说教他们，2人多少还有些自尊，
没有上前去问。其实心里也知道，问了也是白问，只会自讨没趣。因为如果宁远要教他们，自然会教，只是心里不免感到失落。以前他们还能在郭芙面前指点一下他的武功，现在一看，福妹虽然打不过青青，可剑术却是突飞猛进，好像已经不需要他们保护了。而且更让他们担心的是，福妹看宁远的眼神非常不对劲，照着这个趋势，就算宁远对他兴趣缺，可只要是个男人，就很难抵挡得住白送啊。郭芙虽然性格不怎么样，别的也不怎么样，但人家长得就是好看，这么好看的女人要去投怀送抱，谁能保证宁远不会改变了主意？他们心中暗暗祈祷，宁师弟，你一定要挺住啊！你已经有了黄帮主，师妹性格那么差，就留给我们兄弟俩争夺吧。宁远不知道大小五心中所想，如果知道了，估计会同情他们一下，毕竟他是知道的，这难兄难弟最后打生打死，还是没有得到郭芙，郭芙被耶律齐拐跑了。想到耶律齐，宁远心中就有些疙瘩，我好不容易灌输郭芙武功，虽说他受资质所限，学会了也难当大用，可那也是自己浇水灌溉的结果，这样白白便宜了别人，就很有一种老父亲看自家小白菜被别的猪给拱了的感觉，非常不爽。宁远瞥了一眼黄蓉，心中开始盘算，这事儿得好好琢磨，想出个两全之计才行。黄蓉察觉到宁远奇怪的目光，不禁狐疑地望了过来，与宁远对视，我总感觉你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心里在打什么坏主意？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可怕。宁远决定先将郭芙的事放下，说道：蓉儿，感觉怎样？有没有突破的迹象？黄蓉脸上露出笑意，道：我感觉半只脚进入宗师之境了，只需要再打磨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突破。而且我很想体验下戳敌人几下就可以变强的感觉，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几个蒙古兵试一试。看他眼中那雀跃的神情，大概是真有这样的想法。宁远道：很快就有机会的，我们差不多也要离开襄阳了，这一去人肯定比来时要多，估计很难避开蒙古的少骑兵，到时我就给你列阵，让你杀个够。好啊，就等你这句话呢。黄蓉嫣然一笑，她这些日子以来被蒙古骑兵压着打，已经快要憋出内伤了，而且想起百丈山郭靖挡住蒙古兵，最后被万箭传射的场景，心中压抑的某些情绪需要通过杀敌来释放。宁远感受到了他的情绪，温和道：他们赶来多少，我就让你杀多少，血债血偿。黄蓉心中一暖，这男子心思细腻，总能感受到他情绪的变化，让黄蓉有些感动。他主动抱住了他，脑袋搁在宁远的肩膀上，没有说话。两人不顾在场其他人，温存片刻后，宁远才继续开口：丐帮和城中事务都安排妥当了吧？安排好了，卢有角接任新的帮主，他虽然武学资质不太好，不过在丐帮多年，为人处事还不错，深得帮众爱戴，想来不会有问题。那就好，今天我们收拾妥当，明天就出发。黄蓉道：穿越封锁区哪有那般容易，带着东西也是累赘，简单收拾必要衣物就好了。宁远笑道：还说你聪明，怎么忘了我有储物空间了？黄蓉这才想起宁远有一个神秘空间的事，眼神渐渐变得明亮。哪个女子不爱美？她的衣物其实不少，上百件还是有的。接下来一个下午，黄帮主跟郭芙开始打包物品。当郭芙知道宁远有一个大空间，能将他所有心爱衣物以及其他东西带走时，那高兴之情就不用提了，他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带走才好。小五哥，将这幅挂画拆下来，这是娘亲最喜欢。哎呀，你小心点，怎么笨手笨脚的？大五哥，帮我搬这个木桶，还有那张床。对哦，为什么要搬？宁哥哥，你把这床收了好不好？宁远很无语地看着郭芙，指挥着大小五将乱七八糟的各阴物件搬到了庭院中，包括洗澡的木桶、家具，甚至是大厅的挂画。好在他有100立方的空间，倒也勉强能装下。第二天，令狐冲跟陆大友也带着个小布包过来投奔。宁远颇感意外，问道：令狐兄、大友，你们怎么也来了？陆大友笑道：师娘出来时曾交代要照顾好小师妹，既然师妹跟着宁少侠走了，我们自然也得跟着。昨天岳灵珊将打算和宁远离开的计划说出时，令狐冲跟陆大友吃惊不已，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师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人百般劝阻无果，又听说宁远打算北上去终南山那一带，心想那边已经被蒙古占领，深入蒙古腹地，少不得要与他们相斗，因此不算违抗师命。毕竟师父只是说让他们下山为驱逐鞑虏做些贡献，几人就商量着来襄阳，也得到师父首肯。更为重要的是，令狐冲心中舍不得小师妹，哪怕知道再无希望，潜意识里依然想默默守护着。而陆大友为大师兄马首是瞻，大师兄决定跟着，他也就不会反对。宁远望了岳灵珊一眼，见他眼睛看向别处，显然是已经商量好的结果，
于是说道：“欢迎你们加入，只是此番离去，北上终南山路途遥远，路上更是危险重重，两位要有心理准备。”令狐冲倒也洒脱，笑道：“令狐冲不才，手中长剑还算锋利，杀几个鞑子应该是能做到的。”那好，我们这就出发吧。宁远点头答应，一行11人乘坐3辆马车，在丐帮几位长老以及大小五依依不舍的相送下离开襄阳，又乘坐大船过了护城河，到了城外。黄蓉回首望着襄阳，眼神有些复杂。他当初带着宁远回到这座城时是近乡情怯，如今离开，跟靖哥哥却是永别。宁远握住他的手，也看向那湖水相隔的城墙。我们还会回来的，到那时，这将是我们第一座城池。黄蓉毅然转头，上了马车，车辆缓缓启动，向着北地而去。宁远此去终南山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当前的身体已经达到了内力所能容纳的极限，虽说只要受伤就会增强体魄，可谁没事会让敌人在身上捅几个窟窿？在无法拿身体去拼的前提下，想要提高身体强度，必然需要寻找到炼体以及转化压缩内力的神功，同时他的武学还缺了轻功这一块短板。九阴真经中是有记载轻身功法的，叫螺旋九影，不过郭靖似乎并没有学会，因此没有传授给宁远。郭靖倒是会上天梯，可不知为何也没有教他。宁远想到古墓中藏着半部九阴真经的心法，没准就记载了螺旋九影，可以去碰碰运气。另外，小龙女的轻功也是一绝，古墓派武功本就以轻盈见长，如果没有得到螺旋九影，能跟小龙女学轻功也不错。当然，另一个原因，他为人向来心善，不忍心看到小龙女被尹志平糟蹋了，此番前去，怎么也得在尹志平还没开始行动前把她解救下来的。除此之外，黄蓉昨晚和宁远畅谈，说起当今天下形势，蒙古占了广袤的土地，然而作为游牧民族，蒙古地广人稀，虽然攻占了大片江山，却没法每一处都重兵把守，因此后方并不稳固。其中最大的威胁有2个，一个是明教，在西域以及吐蕃诸部与蒙古铁骑抗衡，另一个就是陕西一带全真教为首的武林教派对蒙军的后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宁远的说法是需要给蒙古大军后勤来一下狠的，为襄阳减少一些负担。这一想法与黄蓉不谋而合，与其死守襄阳，不如主动出击，深入敌后破坏，也不失为一个对策。一行人往北越过了樊城，再行几十里，前方隐隐出现一道高墙，那是蒙军在樊城以北修筑的防线，始于西南方的万山堡，向东延伸至断白河方向，形成了一道数十公里的拦截工事，以阻隔宋军来自北方的支援。前方就是蒙古大军的防线了，过了那关卡，再渡过白河口，将进入蒙古控制的地盘。宁远，我们这么明显的目标，不会有问题吗？黄蓉看向远处那道横亘于东西方向的围墙，脸上流露出一丝紧张。宁远握住他的手，笑了笑，此处的驻军只有几千人，等万山堡的敌军支援赶至，我们已经脱离险区了。你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况且还有我在。黄蓉抿了抿嘴，微微点头。此行11人，黄蓉半步宗师，实力比郭靖还有一些差距，可当他对九阴真经内功和绕指柔剑多了几十年的感悟后，再与他自身其他武学相印证，实力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非是初见宁远时可比。燕庆作为吕文焕的副队长，原本的武功就不比黄蓉差，服用了血煞丹后，整体素质有了极大提高，更是不惧一般伤害，同样是不可小觑的助力。而林平之辟邪剑法走的是奇诡迅捷的路子，如今在没有了身体破绽的前提下，只攻不守，哪怕是黄蓉对上这样的对手，也得避让3分。可以说，服用了血煞丹的林平之，那以伤换伤的打法堪称无解，已经是在场除了宁远之外最可怕的存在。灵狐冲在对方骑兵冲锋时缺少必要的防护，因此才在上次遇见12骑哨骑兵时身受重伤。可如果让他近身敌军，他的独孤九剑破军式就有了发挥的余地。这也是他在百丈山一仗中，在郭靖的协助下杀敌最多，比黄蓉还要厉害的原因。剩下的青青那小丫头对剑术极有天赋，倒有几分古代那位越女剑法创造者阿青的影子，有些剑术神兽的味道，将来的前景不可小觑。在场这些人，唯有岳灵珊、浅浅和郭芙稍差，可也是一流高手，陆大有和陈圆圆次之。可以说，哪怕没有宁远在，这个队伍的战斗力都是当今武林中绝顶的配置了。蒙军关卡越来越近，不一会，哨塔和林立的兵营已经在望。哨塔上的瞭望兵远远就看见了疾驰而来的3辆马车，一枚响箭射向空中，蒙军的守军已经开始集结。面对滚滚而来的上百铁骑，宁远大声道：“下马！”燕庆、林平之在我左右，令狐冲居中策应，蓉儿轻轻护住2翼，
其余人在后方戒备，紧随我。宁远盯着前方越来越近的骑兵，身边突然出现40-50柄长枪，在铁骑离他尚有100多米时，出手抓起长枪投掷了出去。他的出手极快，只是一瞬间，长枪便毫无间隔地被他急速投掷，一道道发出凄厉破空声的长枪划过空气，射向前方铁骑，带着莫可匹敌的力道刺入战马中。战马胸前的铁甲在接触枪尖的瞬间，如同豆腐一样被洞穿，没有起到任何阻挡的作用。长枪刺入战马身躯，斜斜地从马背上透出，将马上的骑兵如串葫芦般对穿而过。这些不愧是蒙古精英铁骑，第一排骑士被射杀，第二批跨过战马尸体继续前冲，竟是没有丝毫受阻。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接踵而至的长枪。200米的距离对于这些骑兵而言只是10个呼吸的时间，然而当他们冲进宁远10米距离时，一路上已经倒下了40-50具战马和骑兵的尸体。骑兵队长早已在第一波攻击中丧命，后面的骑兵却不断继续前冲，在前仆后续的死亡中前行。等近在眼前时，宁远左右两侧的燕庆跟林平之握紧手中刀剑，紧紧盯着疾驰而来的战马以及骑兵手上超过2米的长枪。在蒙军建立高墙和哨塔之初，燕庆作为吕文焕的护卫副队长，曾好几次追随吕文焕出城突袭，虽均以失败告终，可也经历过多次与蒙古铁骑的对战，深知他们成规模时究竟有多厉害。当看到宁远在10来个呼吸间将40-50铁骑射杀时，心中的震撼简直无以复加。这样的战绩如果出现在军中士兵身上，直接就可以连升数级，成为异卫郎。可让他震撼的还不止于此，当4-5骑战马在他瞳孔中放大时，宁远一记降龙18掌中的10乘6龙，浩然之气化作6道如龙气旋，轰击在前方的6匹战马上。战马受不住巨力冲击，砰的一声倒飞出去，撞在后面躲闪不及的战马上，顿时攻击阵势受到阻碍，为之一顿。冲！宁远暴喝一声，身如离弦之箭，几个跨步冲入了混乱的骑兵中，又是一记10乘6龙，战马在嘶鸣中纷纷倒飞。林平之身形如鬼魅般闪动，飞在半空中的骑兵还未落地，已经纷纷中箭，咽喉飙起血溅，落地时眼见不活了。前冲之势受阻，后方部分骑兵纷纷从侧面绕开而过，急冲110米后调转马身，重新组成攻击阵型，继续反冲。这就是骑兵的可怖之处，一击不中，即刻拉开距离，继续冲击。上次宁远来襄阳时，独自面对几百骑兵，与对方在4-5里地的平原上展开了惨烈厮杀，就是在那片土地相互追逐，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然而这次相对于上次已经有了极大不同，先不说宁远有了降龙18掌这样的应敌手段，在出发前他让黄蓉收集了上千把长枪存入空间中，为的既是应对这样的情况。骑兵敢拉开距离，就必须面对他接踵而至的长枪飞射，100米距离足够他射出30支长枪，那意味着30匹战马和骑士的性命。所以当剩下的骑兵反冲时，那100米的距离就成了一条死亡之路。这些悍不畏死的骑兵再次冲到宁远身边时，只剩下了寥寥20骑。这20骑在宁远第3次的10乘6龙后迎来了终结，被林平之、令狐冲和黄蓉无情收割。从100骑发起冲锋到全部阵亡，只是短短的5分钟时间，300-400米距离的路上倒下了上百的战马和骑士，鲜血将土地染红。黄蓉感受着因击杀骑兵所带来内力加持，望着满地尸体，握住剑柄的手指骨因用力有些微微泛白。这还是他所经历的最壮烈和残酷的厮杀，隆隆的铁骑声，嘶鸣的战马，惨叫的骑兵，鲜红的血，让他的血液同样在燃烧。当一切落幕时，地上剩下的是一幅血色的画卷，残酷而美丽。远处哨塔上，哨兵吹响了战斗号角，更多的骑兵和步兵开始列队。显然第一波攻击的失利让防守的主将预感到了不妙，已经将所有兵力动员了起来。望着如潮水般的士兵，宁远眼神冷冽，大声道：蓉儿，可敢跟我杀将过去？黄蓉看向那哨塔、那军营以及关卡下集结的军队，又看向宁远刚毅的脸庞，一时间豪气顿生，嫣然笑道：敢！他脸上还沾着敌人的血，这鲜血在他脸上伴随着笑靥，如血色的玫瑰般绽放。陈圆圆此刻眼中柔情似水，再没有了战马，没有了敌人，他眼中只剩下一个身影，那是他的夫君，盖世的英雄。岳灵珊刚才经历一阵短暂和激烈的厮杀，呼吸有些急促，他也看着宁远。这2天他内心一直徘徊不定，既对宁远有着英雄式的崇拜情结和爱慕，也对林平之的背离失望透顶，可毕竟是有夫妻之名分，一时间还无法彻底割裂。然而此刻
当宁远以无敌之姿射杀7、8十骑兵时，岳灵珊彻底沦陷了。同样沦陷的还有郭芙，如果不是时机不对，这位大小姐怕不是马上要挂在他身上不肯下来。听见黄蓉的回答，宁远大笑道：“好，跟紧我，我带你们杀穿军阵。”众人短距离的爆发力快若奔马，随着宁远朝关卡奔去，那边弓箭手已经准备就绪。随着大队长一声下令，乌压压的箭矢朝着众人射来。宁远一记飞龙在天，手中真气化作龙形，扑向天空中的漫天箭雨，猛烈的气旋将箭矢吹飞，少数穿透而来的也已经对众人构不成威胁。只是短短片刻，宁远已如一柄尖刀，带着众人插入弓箭手阵地中。工兵收弓，拔出长刀迎战，可失去了距离优势，又被宁远以掌力打乱了整齐的阵型，无法合力的工兵瞬间损失惨重。这些士兵练就一种合击之术，通常是3人一组，3人不顾死活，只攻不守。一般武林人士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往往会先防守，再试图攻击。然而一旦被缠上，剩下几组士兵就会围困上来。面对18人甚至更多士兵，四面八方刺过来的长枪和刀剑，往往一流高手都会饮恨当场。然而他们遇到的是宁远跟燕庆、林平之的组合。宁远降龙18掌，不求伤敌，只需以无匹掌力打破士兵的合击，使其露出破绽。燕庆跟林平之对身上伤势不管不顾，跟有威胁的士兵以伤换命，在林平之的快剑之下，他只需受一点轻伤，便能瞬杀其中一人。接着令狐冲与黄蓉轻轻就会进行无情收割，甚至于岳灵珊、浅浅和郭芙都大杀特杀。郭芙虽然武学资质不行，论起招式的组合，灵机应变差了轻轻好几个大的等级，但内功心法和基础剑术被宁远强行塞入，喂得饱饱的已经是满级，对付一些普通士兵还是蛮厉害的。只听他嘴里呀呀的乱喊，挥剑乱砍，也将被打散的士兵砍得七零八落，好不威风。帐篷中，金轮国师正在疗伤。上次他在虎尾洲保护赵壁主帅时，被宁远一掌打飞，当时一口气没上来，被打得半死晕了过去。等被士兵救回醒来时，已是后半夜了。金轮国师在生死之间有了感悟，龙象般若功已经突破至第10层，心想若再遇见那中原高手，定要跟他再好好比试一番。刚才他听见外面动静出去查看，然后就看见宁远大发神威的场景。金轮国师迅速退回帐中，假装继续疗伤。妈的，那小子武功更厉害了，好像10层龙象般若功也打不过。这时一位士兵急冲冲进来，叫道：国师，来敌厉害，还请国师速来支援。金轮国师怒瞪他一眼，道：我疗伤正在要紧关头，不要打扰，等下我自会出去。然而等他出去时，宁远已经带着众人杀穿了军阵，抢了11匹战马，飞奔离去。剩余几百骑兵追了一阵，在被宁远射杀了5位将领和40多骑后，止住了追击，纷纷勒紧缰绳，目送他们消失在了视线中。众人骑行一阵，过了白河口，面对一马平川的平原，黄蓉与宁远并驾齐驱，说道：宁远，我们暂时安全了，从这里开始已经脱离战区，是否休息一晚再行北上？宁远见时间已经接近黄昏，勒住缰绳道：也好，我们这里扎个营地，明早再走。一行人纷纷下马，将马匹拴住。宁远取出简易帐篷，开始就地扎营。燕庆跟林平之一个帐篷，2人负责轮流守夜，黄蓉一个，陈圆圆一个，清清浅浅一个，岳灵珊、郭芙一个，令狐冲、陆大有一个。至于宁远是没有帐篷的，他睡哪个还没有想好，也许是黄蓉的，也许是陈圆圆的，也许是叶青青的帐篷内，2个小丫头兴奋的睡不着。白天激烈的厮杀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第一场生死之战，无数的刀光剑影，战马嘶鸣，士兵的呐喊、惨叫、鲜血、长剑入体的声音，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惨烈的不真实的画卷。那一幕幕景象至今依然残留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些惨叫似乎已经远去，又似乎依然在耳边回响。兴奋过后就是疲惫，2人翻来覆去，可怎么也睡不着。姐姐，你不要滚来滚去，你不睡觉吗？浅浅瞪大美眸，不满道。浅浅妹妹，我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轻轻一把搂住浅浅，说道：我想起白天的战斗就好兴奋。你说公子现在在干嘛？还能干嘛？我们做丫鬟的就不要操心了，睡吧。浅浅推了他一把，轻轻捏了下浅浅的小脸蛋。你呀，就没别的想法？什么想法？浅浅好奇问。你想想，公子传授我们6人剑法武功，为什么不传授武氏兄弟？难道郭芙姐的天赋比武氏兄弟高吗？
青青循循善诱，提出了问题。对哦，为什么呢？浅浅立马来了精神，小声问。你再想想，今天公子传授之人有什么特征？青青又问。浅浅眨了眨眼睛，有些不太确定。难道是两位夫人的亲近之人？青青摇头如拨浪鼓，笃定道：都是女的。呀，好像是哦。浅浅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姐姐，你真聪明。所以呢？青青敲了下他的脑袋，道：你笨呀，我问你，我们现在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了，对吧？对。我再问你，公子想逐鹿中原，组建自己的势力，对吧？对。那我再问你，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最安全可靠的？死人。浅浅以前听夫人说过，江湖中奇诡莫测，只有死人最可靠。青青觉得自己有义务纠正浅浅走歪的路子，低声道：笨蛋，是自己人了。只有成为公子的女人才是最安全的，否则如果嫁给了别人，保不住就叛变了。浅浅想了想，觉得姐姐说的好有道理，脸上露出佩服的表情。青青姐，你懂得真多。她兴奋地问：所以公子教我们武功时，肯定已经不打算放过我们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只要耐心等待，公子就会来要了我们？青青看了眼有些小雀跃的浅浅，怒气不争：不能再等了。你看这2天来了个岳灵珊姐姐，长得可好看了。以前在襄阳还好，一个被围困的城都是些5大3粗的士兵和武林人，现在可是海阔天空。你知道这天底下有多少漂亮姐姐？浅浅也有些紧张了，坐起来身子，低声问：那我们怎么办？青青握紧小粉拳，认真道：我们得主动出击。浅浅想起前天公子半开玩笑说要亲自己脸颊时，自己惊慌失措地跑开了，顿时有些胆怯，娜娜道：姐姐，我有点害怕。不要怕，我给你打头阵，等有了经验了再跟你分享。青青比浅浅大了几个月，以姐姐自居，觉得有必要照顾妹妹，凡事都为她考虑周全了。浅浅小鸡啄米般点头，犹豫地问：那现在怎么办？青青理论知识一套一套的，办法有的是，实际行动起来就有些踌躇胆怯。可看着妹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最终一咬牙道：我去习营。她离开帐篷，掀开帘布的瞬间，一阵夜风吹来，带着点凉意，将青青火热的心吹得冷了一半。外面月明星稀，虫鸣阵阵，林平之隐藏在一棵小树的阴影里，不仔细看很容易就忽略了他的存在。青青知道这人在战场上一手快剑神出鬼没，哪怕他如今自认剑术大成，对上林平之那恐怖快剑都会发怵。而且这人怪怪的，换上花裙子，怕不是比女人还要好看。可青青并不喜欢他。青青走进陈圆圆的帐篷，在外面徘徊了一会，想进去又有些害怕，心想万一撞见了小姐跟公子的好事怎么办？又想应该没事的吧。以前自己求过小姐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带自己进去，小姐就说承受不住，让青青来帮个忙。当时小姐好像还嗯了一声，也不知是不是答应了。小姐对自己这么好，肯定会帮忙的。青青给自己打气：青青，你可以的。她鼓足了勇气，在陈圆圆帐篷外轻声喊：小姐，我可以进去吗？进来吧。里面传来陈圆圆的声音。青青深吸一口气，小手一拉帘布钻了进去，定睛一看，只见陈圆圆坐起身询问：青青，你有什么事？青青好不容易鼓足的勇气消退了大半，有些结结巴巴问：小姐，您口渴不？陈圆圆奇怪地看了青青一眼，也没做他想，答道：不渴，有事我会叫你。白天厮杀那么久，你应该也累了，早些休息吧。是，小姐。青青退出帐篷，心肝扑通扑通乱跳，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青青走到黄蓉帐篷前，之前的勇气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她徘徊不定，不远处的林平之站在阴影中，冷眼看着她，像个幽灵。青青也望了他一眼，接着跑回了自己的帐篷。姐姐，怎样了？浅浅迫不及待地问。青青觉得好丢人，要是跟浅浅说自己胆怯了，以后这个姐姐的地位怕是不保。她说道：我刚进了小姐的帐篷，没发现公子，我猜他肯定在黄帮主那边。浅浅道：那你还去吗？夫人可不比你家小姐跟你亲近，你要是撞进去，小心公子给你小鞋穿。浅浅也不是无脑之人，出言提醒。青青点了点头，道：我有办法。说着又跑了出去，给了自己小胸口一拳，吐出一口血。到了黄蓉帐篷前，叫道：公子，公子。里面传来黄蓉的声音：青青吗？什么事？青青道：黄帮主，我刚才练功出了点小差错，想请教公子化解之法。没大碍吧？黄蓉关心地问。应该没大碍，只是有些武学上的疑惑，
如果不问清楚，我怕今晚睡不着。黄蓉知道青青武学天赋很高，不知比郭芙强了多少倍，闻言也是欣赏不已，温和说道：宁远也有些武学上的心得，应该在土坡下，你可以过去跟他交流沟通下。谢谢夫人。青青闻言大喜过望，忙谢过黄蓉，跑开了。他见不远处有个小土坡阻挡了视线，于是小跑过去，果然在土坡下看见了宁远。公子。青青心跳加速，走了过去，低声叫了声：青青，你找我什么事？宁远得系统灌输降龙18掌已经是大成之境，然而系统所授毕竟是强行灌输，唯有通过自身的不断使用才能真正有所悟。他正是通过白天的杀敌有了些心得体会，正琢磨着，就见青青走了过来，于是停下思索，微笑看着这位武学资质惊人的侍女。我胸口有些疼。青青指了指自己小拳拳捶了一下的胸口，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练功受伤了。宁远关心的上前，手指搭在青青的手腕上，渡入真气检查一番，皱眉道：真气运行顺畅，应该无碍，你练功不要操之过急，休息一晚就好了。青青小手指了指胸口，提醒道：公子是胸口痛。作为学习了丹石残篇、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以及难经等医学著述的医中国手，宁远的水平虽不敢说比4位神医还要厉害，也是相差不离的，又怎会不知青青体内的状态？他见青青小脸泛红，眼中盈盈似水，哪还不知这小丫头打的什么主意，微笑道：陪我聊聊天吧。1个时辰后，青青偷偷摸摸回到帐篷，浅浅等了好久不见青青回来，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问：姐姐怎样怎样？青青拉起被单蒙住了小脑袋，不搭理浅浅。浅浅去拉扯被单，见青青俏脸上红扑扑的非常可爱，更是不依不饶：好姐姐，赶紧告诉我，你去了这么久，究竟发生什么了？得手了吗？青青羞恼地推他道：没有没有，我要睡觉了。说着又用被单蒙上了脑袋，说什么也不想理会他。浅浅骑在他身上，两人打闹一阵，最后浅浅不敌被他压在身下，不禁又气又恼，叫道：姐姐，你不守信用，说好的分享经验的，哼，你一定是被公子吃了，你吃独食。才没有呢。好了，我保证下次一定跟你分享经验，总可以了吧？青青怎么也不肯承认，好言安慰。浅浅看着青青的样子，明显不信，哼，你骗人，以后不叫你姐姐了。真没骗你，公子觉得我小胸脯小了些，不肯收我，还说等再长开些再去找他。青青一咕噜从他身上爬下来，躺着望向帐篷顶，脸上时而温柔时而羞涩，嘴角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意。过了好一会，才终于甜甜睡去。次日清晨，一众人继续北上，到了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抵达一个小镇，马车在一家客栈门前缓缓停了下来。大友，你去跟店家说一声，要几间客房，我们歇息一天再走。宁远对陆大友吩咐了一句。好。陆大友跳下了马车，入内找客栈掌柜了。作为武功最低、辈分也不高的一位，陆大友非常主动地包揽了所有沿途打杂的活儿。等大家进入客栈时，他小跑过来，脸现为难之色，在宁远旁边低声道：宁大哥，掌管说只有5间房了，您看。宁远狐疑地看了那边掌管一眼，进门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家客栈叫虎门客栈，不就是之前给自己分配了1间房那家吗？难道居然还有分店？他拍了拍陆大友的肩膀，道：我去问问情况。走到柜台旁，低声问那个掌柜：喂，掌柜的，怎么只有5间房？给我来6间。掌管贼兮兮道：客官真要6间？宁远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板起脸道：不行，老老实实给我6间房。你想我睡地板吗？掌管奇怪地望了宁远一眼，虚心求教：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名堂？宁远无奈道：别废话，给我6房。掌管确实不懂，心中很是替宁远惋惜，真是奇怪的男人，如果是他，巴不得大被同眠呢。但客人要正经，他自然不会多说什么，爽快地分配了6间房，心想以后规矩估计得改一改了。等房间分配妥当，11人分2桌落座，在客栈中喝茶。这时宁远看见客栈门口停了2匹青驴，2位道姑走了进来，两人都是杏黄道袍打扮，年纪较轻那位皮肤白皙，眼睛大而有神，进来时落后了半步。前面的道姑年纪约莫27、8，神态甚是悠然，同样是肌肤娇嫩，白里透红，而不经意间的美目顾盼，显出一副江南婉约女子的轻柔娇媚之态，实是不可多见的美人。宁远只是看了一眼，就可以断定这是李莫愁跟徒弟洪凌波无疑，因为天底下这么妩媚动人的道姑，除了李莫愁师徒不做他想。李莫愁俏生生站在门口，
说道：“店家，给我们准备一间房。”话音出口，江山水乡特有的婉转轻柔之音传入宁远的耳中，他心中不由暗赞：好一个美道姑，不愧是赤练仙子，心毒手辣美如天仙，名不虚传啊！好嘞，两位仙姑稍坐，小的马上给您两位安排。店小二忙小跑过来，为道姑擦拭了一张座椅，让其入座。给我们来2份摘菜。这时年轻的道姑吩咐了一句，挨着宁远旁边的桌子坐下。等店小二离开，他低声道：“师傅，不如我们吃了晚饭就离开吧，官兵盘查得紧，客栈不安全。”李莫愁脸色沉了下来，没有作答。洪凌波只好作罢，双手握着茶杯，有些神思不宁。宁远在旁听着，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李莫愁怎会惹上官兵？以他的性格，向来独行独往，只要不因为他长得好看就偷看他，又或者跟陆展元和元军相关的受了无妄之灾外，李莫愁应该不会多惹事端。宁远想不清楚，就没再多想。可没过多久，客栈外隐隐传来马匹和跑步的嘈杂声。黄蓉侧耳倾听，皱眉道：“听着像是大队人马，莫非是官兵？我们先静观其变。”宁远好整以暇，以他的听力，早已经听出了外面来人，大约有7、8匹马和40、50的步兵，应该是官兵无疑。只是不知是大宋的降军，还是蒙古士兵。洪凌波在外面传来动静时，已经警觉地迅速起身，到窗边张望，然后脸现黄急，叫道：“师傅，是大队的官兵，我们快些离开。”两人冲到大门，然而只听嗖嗖嗖的破空声，10多根箭矢射了过来。李莫愁拂尘挥舞，将箭矢拨飞，身形也被迫退回了客栈内。师傅，怎么办？洪凌波手中握着长剑，声音焦急：“等下看机会，我们分开逃离。”李莫愁皱起好看的眉头，神色冷峻，不过声音依然娇柔婉转，十分动听。他的话音刚落，门外闯进来一个军官打扮的蒙古人以及6、7位武林人士。李莫愁，你们最好束手就擒，否则休要怪我们辣手摧花了。开口的是一位形貌丑陋的汉子。旁边洪凌波脸现愤怒神色，怒道：“川边无丑，你们追了我们3天，当真我们怕了不成？大不了鱼死网破，也要拉你一个垫底。”哈哈，大哥，这小道姑等下交给我。二丑在旁边怪叫。只听大哥骂道：“叫个屁，一起上！”好，7、8人哄堂大笑。李莫愁平生最恨轻薄之徒，以往要是有哪个武林莽汉敢如此出言相欺，早被他挖了眼睛去。此时他俏脸带着寒霜，手中3枚冰破银针激射而出，分别射向大丑、二丑和为首的军官。可来人武功也甚是了得，虽有些手忙脚乱，依然抵挡住了偷袭的暗器。那为首军官暴喝一声：“一起上，先给我拿下！”众人呼啦啦围将上来，两人攻向洪凌波，剩下的军官和川边五丑合力攻向李莫愁。这五丑是金轮国师的徒孙，达尔巴的徒弟，论单打独斗也就是2流的水准。然而他们会一套合击之术，5人一起围攻李莫愁时，一时竟跟这位赤练仙子斗得难解难分。那位蒙古军官同样是1流高手，当他加入时，李莫愁顿时险象环生。他拂尘挥出，千百银丝化作钢丝，抽飞大丑手中钢刀，寻到一丝缝隙，突破五丑的围困，接着在客栈的幕墙上撞出一个大洞，突围而去，瞬间出现在长街上。宁远瞥见他拂尘抽飞20多根箭矢，肩膀中了一箭，快速远离。追！蒙古军官大喝一声，急冲向那破洞。五丑反应也不慢，一丑大叫道：“李莫愁受伤了，别让他跑掉，他是我的。”等一句话说完，人也跟着从洞口窜了出去。客栈中掌管和店小二瑟瑟发抖，早已经躲在柜台底下，一桌食客吓得夺门而出，然而还没跑出几步，便被弓箭手射杀，发出短促惨叫，跌倒地上死了。围攻的2人武功了得，见李莫愁远离，其余人都追了出去，剩下洪凌波在负隅顽抗，不由哈哈怪笑：“小美人，不要反抗，说不准我会偷偷放你一马。”哈哈哈，啧啧，这水灵灵的皮肤摸一把不得快乐死了。哈哈，洪凌波武功本就不如，此刻听对方污言秽语，更是羞怒交加。师傅也已经突围，剩下他自己，内心焦躁之下，招式也开始乱了分寸。他奋力抵挡一阵，长剑被打飞，人挨了对方一掌，踉踉跄跄撞向宁远的桌子方向。此时刀光忽至，却是围攻的那位汉子，见宁远扶住了他看中的美道姑，心生怒意，一刀便砍了下来，嘴里大骂：“滚你妈蛋！”洪凌波正待要起身，见刀光已至，显然已经避之不及。他眼神中带着惊恐，眼睁睁看着长刀砍下，然后被2根手指夹住了。宁远一手夹住刀尖，淡然道：“你想杀我？”
那汉子使出浑身气力，却怎么都无法抽动长刀分毫。他急得大骂：“葛老子，二弟，给我上，剁了这王八羔子！”后面的大汉还没上前，洪凌波忽觉一道残影掠过，下意识转头看向后面那人时，只见不知何时前方出现一穿着黑袍红底绿腰带的人。剑光一连闪动几下，那位使刀的汉子身上突然飙出几缕鲜血，踉跄倒退，撞开了一张座椅，才缓缓倒地，气绝而亡。洪凌波瞪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心中惊讶刚刚升起，又见一柄剑尖不知何时突然从身前大汉的心窝冒出一大截，原来是黑袍少年不知何时反身，长剑从大汉后背刺入，一剑穿心而过。大汉脸上表情愕然，艰难低头去看心脏处露出的剑尖，嘴里呵呵两声，仰面倒下，也是眼见不活了。外面那些杂兵也杀了。男子语气淡然吩咐道：“是。”黑袍少年领命闪出客栈。只是几息时间过后，洪凌波就听见外面大声的呵斥声、弓箭破空声、刀剑交击声以及惨叫。他扭头去看，透过大门看见外面的一角，那里乱作一团，不断有士兵中箭跌倒，惨叫声不绝于耳。洪凌波心中惊讶，那黑衣少年是谁？这些人究竟又是谁？那少年好厉害，他好像是男子的手下。这位年轻的道姑还没想好怎么措辞时，那黑衣少年又悄无声息返回，在他身后说道：“已全部杀了。”洪凌波吃了一惊，急忙转身，见他身上沾了不少敌人的鲜血。黑衣少年魂不在意地退到了男子身后，不再出声。洪凌波觉得这少年好奇怪，而且也长得好漂亮，他定了定神，施了一礼，道：“洪凌波再次感激各位的仗义援手，不知能否有幸得知少侠尊姓大名？”“我叫宁远。”“凌波姑娘，那些官兵怎么会追杀你？”宁远笑了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位道姑。洪凌波恭敬回答道：“前一阵子有武林侠士杀了此地的守官，还烧了蒙古的一批物资，因此引来蒙古驻军的震怒，派遣了大批的军官和高手四处缉拿。几天前，其中一队盘查的官兵见我师父长得好看，便冤枉他是那些人的同党，要拿下师父，被师父杀了大半。他们逃回去之后，就派遣了高手一路追杀，幸得少侠相助，否则……”洪凌波说到此处，依然心有余悸。她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如果被那些恶人擒住了，会是怎样凄惨的下场？不用想都可以知道。宁远算是知道什么是红颜祸水了，不论是黄蓉、陈圆圆还是李莫愁，都是这世间一等一的美人。在这样一个乱世，没有一点自保能力的话，必然是要被吃干抹净，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而黄蓉和李莫愁已经算是武艺高强，都难于幸免。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美人，又会是怎样的际遇？宁远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又听洪凌波出声恳求：“宁少侠，我师父被吴丑围困，身上还中了箭伤，此刻怕危在旦夕，还望少侠相助。”宁远似笑非笑望着洪凌波，说道：“救你不过是恰巧之事，我为什么要去救你师父？”洪凌波内心焦急不安，眼眶微红，泪珠在眼眶中打转。他知道宁远他们一行人众多，若因一个陌生人而贸然与官兵为敌，无疑是一种极为鲁莽和危险的举动。他又哪里会想到，宁远对于普通的官兵并不放在眼里。因此，这位美丽的道姑感到彷徨无助。虽然师父平时待她不算好，时不时还要责骂几句，但毕竟是他一手将自己抚养长大。在洪凌波心中，师父早已如同唯一的亲人一般。如今眼睁睁地看着师父引走了大部分高手，身陷险境，他又怎能无动于衷？他在心中暗自思量，自己是不是为了师父而做出一些牺牲？他眼睛眨了一下，思考了片刻，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于是向前一步，就要迎迎拜下。宁远眼疾手快，伸手轻轻扶住他的香肩，嘴角噙着笑意问道：“姑娘，你这是何意？”洪凌波那双明亮的眼中，羞涩之情如昙花一现，他声音柔和却坚定：“师父对我恩深似海，我无法忍心抛下师父于危难之中，因此我恳请少侠仗义援手，救我师父。”宁远瞥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玩味，随即转身对黄蓉几人道：“蓉儿、圆圆，你们先在客栈休息，我去看看他师父那边的情况，很快就回来。”黄蓉微微点头，他目光转向洪凌波，淡淡的问道：“刚才那位道姑就是江湖上人称赤练魔头的李莫愁吧？”洪凌波忙恭敬的回答：“是的，师父正是赤练仙子。”说罢，他偷偷瞥了宁远一眼，心中充满了忐忑。对于李莫愁的大名黄蓉早有耳闻，回想起多年前的一次江陵之行，他无意中遇到了失去母亲的武敦如兄弟。武家兄弟的父亲正是被李莫愁所伤，后来武三娘为救丈夫不惜吸毒，最终因此中毒身亡。因此
黄蓉夫妇见两兄弟可怜，才收做了徒弟。黄蓉对李莫愁的冷酷无情向来没有好感，但身为女性，她对李莫愁的悲惨遭遇也不禁产生了一丝同情。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当她的目光转向宁远时，脸上闪过一抹奇怪的笑意，突然冒出一句：恶人还需恶人磨。这句话似乎意有所指，但又让人捉摸不透。接着黄蓉便不再理会洪凌波，只对宁远说道：你去救那个魔头也好，如今天下大乱，无论是正是邪，只要能与蒙军为敌，都是一份力量。宁远嘱咐道：如果再有官兵过来，你视情况发出响箭，我看见了会立刻赶回来。那响箭是丐帮之物，跟蒙古少骑兵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关键时候说不定能派上用场。知道了，快去吧。黄蓉轻轻推了宁远一把，这里一行人都是超一流高手，除非是遇见军中铁骑，一般的官兵还不放在他们眼里。此时郭芙也站起身来，期待地看着宁远说道：宁大哥，我也跟你去好不好？自从宁远向郭芙填鸭式灌输了顶级心法和剑术后，他虽没打过青青，自信心因此受挫了好一会儿。但后来当他踏入蒙古军阵，在众人的刻意庇护下大杀四方，他的信心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滋长。看到跃跃欲试的郭大小姐，青青偷偷用手指头戳了戳浅浅的腰际，眼神示意他要抓住眼前的机会。浅浅突然被青青戳了戳腰肢，顿时醒悟过来，忙不迭地叫道：公子，我可以为您持剑。宁远看着眼前这位俏丽的小丫鬟，只见她头上扎着两个可爱的丸子头，瓜子脸蛋儿红扑扑的，眼睛大而明亮，长得清新可人。他心中微微一动，自己储物空间里的确存放着几柄长剑不假。然而倘若有这样一位美貌的小侍女伴随在侧，为自己持剑，那外出时岂不是倍有面子？于是点头同意道：也好，从今往后你就作为我的持剑侍女，负责照料夫人的日常起居，并为我持剑。浅浅听闻此言，兴奋的小脸通红，她赶忙走到宁远身边，小心翼翼地捧起他的长剑，然后郑重其事地点头承诺：是，公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好这柄长剑，剑在人在，剑亡人亡。宁远忍不住笑着解释：这只是一柄普通的长剑而已，就算丢了也无关紧要，你不必如此紧张。浅浅恭敬地点头应是，他声音坚定：是，浅浅愿做公子手中的利剑，公子所指就是浅浅剑锋所向。青青在旁同样激动的小脸红扑扑的，心中为妹妹的领悟而欢呼。看来自己昨晚的悉心教导没有白费，浅浅是真的开窍了。李莫愁毅然掰断了左肩上的剑杆，却不敢将剑矢拔出，否则持续的出血将迅速削弱他的战斗力，而他此刻无暇顾及自身的伤势。他沿着长街急速飞奔，伤口传来如火烧般的剧痛，他紧咬牙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是随着他剧烈的奔跑，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让他逐渐感到了一丝疲惫，速度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身后那名蒙古军官紧追不舍，他的轻功同样出色，与李莫愁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拉近。而更远处，川边吴丑也如影随形，穷追不舍。李莫愁清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一旦被追上，他将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他必须尽快解决掉眼前的敌人，尤其是在自己还未因伤势过重而失去太多血之前。心中有了决断，李莫愁抬头望去，只见前方是一处高门大院。他越过院墙，落入了大院之中，停下脚步，大口地喘息着。庭院中的响声惊动了府中护院的猎犬，凶猛的猎犬狂吠着向他扑来，被他一拂尘击毙。紧接着2名家丁手持棍棒也赶了过来。他们原本打算呵斥这位不速之客，但当看清站在庭院中的道姑容貌时，顿时愣住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一时间竟忘了自己的职责。这时蒙古军官破门闯了进来，那家丁一见那身蒙古军士的装束，吓得浑身颤抖，如同筛糠。可还没来得及转身逃命，蒙古军官的刀锋已经闪电般挥出，几刀下去，家丁便惨叫着倒在了血泊之中。蒙古军官缓缓擦拭着手中长刀上的血迹，他的目光转向了李莫愁，操着生硬的蒙古口音，嘲讽地说道：怎么不逃了，大美人？此时川边吴丑也已翻越高墙，落在了院子之中。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李莫愁肩膀上的剑伤，鲜血已经染红了他半边道袍。一丑怪笑着说道：听说李莫愁行走江湖多年，还未被任何男人碰过，不知这传闻是真是假。二丑哈哈大笑，接口道：看这伤口流的血，那传闻多半是真的。三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催促道：老大，别婆婆妈妈的了，我们赶紧上吧，
四丑也附和：“对，赶紧上，一起上，我等不及了。”李莫愁被气得俏脸含煞，也不待吴丑继续调戏，紧握拂尘，身形一动，便如同闪电般攻了上去。吴丑发出怪叫，他们如狼似虎的将李莫愁团团围住，手中长刀疯狂地向他身上劈去，口中大叫着：“削他道袍，削他道袍！”说着，竟然真的每一刀都往他的道袍下摆处猛砍。李莫愁眼神凌厉如刀，他对这些无耻之徒的恨意已经达到了极点。他拼着腿部重刀，一记凌厉的拂尘挥出，狠狠地抽在了口出恶言的四丑脸上。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四丑的半边脸颊顿时血肉模糊，他惨叫一声，身体如同被巨力击中一般倒飞出去。摔倒在地时，他的牙齿已经脱落了大半，半边眼球也被抽飞，出气多进气少，眼看是活不成了。四哥，四弟，其余四丑齐声惊呼。他们五兄弟感情极好，此刻见四丑惨死，再也顾不得调戏李莫愁，纷纷怒吼着向他发起拼命的攻击。李莫愁此刻也杀红了眼，他竟然采取了只攻不守的打法，完全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在他身上又中3刀的同时，他也成功的击杀了3丑，剩下的1丑被他的冰魄银针击中，他踉跄后退几步，然后竟然转身就逃，很快就消失在了朱红色的大门之外。李莫愁斜倚在庭院中的一棵乔木上，他的道袍下摆已被长刀削去，露出了一双惊人的玉腿。这双腿修长笔直，肌肤白皙如玉，宛如艺术品般令人赞叹。然而此时李莫愁的腿上却被四丑斩出了一道长长的伤痕，鲜血顺着大腿流淌而下，将原本白皙圆润的玉腿染红，形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美。他身上同样有几处刀伤，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他依然靠着那棵小树勉强支撑着，没有倒下。蒙古军官看也不看地上的4具尸体，他摇了摇头说道：“吴丑就是吴丑，做事半点不带脑子。”说着他缓缓靠近李莫愁，目光落在了他裙摆处那流着鲜血的美腿上。他忍不住咽了口水，眼神变得灼热起来，努力用生硬的中原汉语说道：“我早就听说中原武林中有一位赤练仙子，心狠手辣，却也生得极美，可惜一直无缘相见。今日得见仙子风采，果真美艳动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靠近了几步，手中握紧了长刀。如果仙子肯放下武器，顺从于我，让我今日一清方泽，我承诺事后会偷偷放了你。你觉得如何？李莫愁眼中冷漠如冰，他紧盯着眼前的蒙古军官，心知今日已无路可逃。一时间他思绪如潮，回想起自己曲折的一生。自从被陆展元抛弃后，他漂泊江湖10年，期间杀人无数，恶名昭彰，令江湖人士闻风丧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没死在正义之士的手中，今日却命丧蒙古人手里。李莫愁左手悄然伸入袖袍中，紧紧扣住一枚冰魄银针，准备做最后一搏。他已下定决心，若无法击杀对方，便用这枚银针结束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受辱。就在这时，突然一颗人头从高墙外飞了进来，滚落在李莫愁与蒙古军官之间。李莫愁定睛一看，发现是那逃跑的其中1丑，他眼中还残留着深深的惊恐，显然死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恐惧，以至于死不瞑目。是谁？蒙古军官大惊失色，他迅速与李莫愁拉开距离，转身望向大门处。只见一个男子悠然踏入大门，他跨过门槛，闲庭信步般朝着李莫愁走来，完全无视了在场的军官。男子身后紧跟着一位扎着丸子头的俏丽侍女，这位侍女背负一柄长剑，手中又抱着一柄长剑，身姿亭亭玉立，气质如兰，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灵动中透着一股逼人的阴气。李莫愁眼前一亮，认出了这名男子正是先前在客栈中同桌的那位。当时他左右两侧各坐着一位容貌出众的女子，给李莫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他不禁心生疑惑，他怎会再次出现？这疑惑刚刚涌上心头，便被那男子温和的笑声打断。他微笑着说道：“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但请稍安勿躁，一会儿我自会解答。你先在一旁看着就好。”蒙古军官面色一沉，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插手我们军队捉拿要犯？难道不怕受到牵连吗？”他话音未落，宁远已然迈步向前，连看都没看那军官一眼，对浅浅道：“浅浅，这人太过聒噪，去把他给砍了。”是，公子。浅浅徐徐走向那位军官，长剑出鞘，声音绵软地说道：“公子有令，要取你性命，你且站着别动，让我砍了好吗？”这江南水乡少女的声音是那种很特别的吴侬软语，宛如细雨绵绵的春风，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朦胧的江南画卷之中。然而，宁远听到浅浅的话，却差点翻白眼。蒙古军官闻言大怒，口中用蒙古语咒骂一声，挥刀便朝浅浅猛劈过去。这位军官在军营中威名赫赫，虽不敢自称无敌，但能与他匹敌者也确实寥寥无几。他这一刀倾尽全力而出，本以为对付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少女必定手到擒来，然而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只见浅浅手中长剑后发先至，寒光一闪之间便已逼近他的身前。军官惊愕之下奋力挥刀抵挡，却仍被浅浅在肩膀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他踉跄后退几步才稳住身形，惊疑不定地盯着眼前的少女，心中震惊无以复加。浅浅心中也暗道一声可惜，他所施展的正是宁远亲授的达摩剑法。这套剑法共有108式，每一式都精妙绝伦，变化莫测。只可惜他修炼九阴真经心法的时间尚短，又缺乏实战经验，无法完全发挥出这套剑法的真正威力，否则刚才那一剑足以将蒙古军官的手臂斩下。李莫愁在一旁观战，看到浅浅的精妙剑法，也不禁感到心惊。他知道即便是自己没有受伤，与这少女交手也未必能够轻松取胜。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少女似乎只是眼前男子身边的一名贴身侍女而已。这让李莫愁对这名男子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困惑。他身侧伴着2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又有武功高强的侍女相随，莫非是皇室贵胄微服私访，又或是江湖中某个隐秘宗派的传人？在李莫愁思绪纷飞的间隙，浅浅已经与那蒙古军官激战起来，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浅浅的天资虽在郭芙之上，但与青青相比仍有一段距离。尽管在宁远的悉心指导下，已在1日之间跃升为一流高手，但要击败这名身经百战的蒙古军官，仍需费一番周折。宁远心中暗自惋惜，此次携小侍女出门，本想拿浅浅冲冲场面，可惜她表现略显逊色，无法一招制敌，看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取出3枚铜钱，随手一弹，第1枚铜钱带着尖锐的笑声急速射出。蒙古军官正与浅浅激战正酣，待听到暗器破空之声时，已是躲避不及。他慌忙挥刀抵挡，却听得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只觉一股巨力沿着刀身传来，震得他虎口发麻，长刀竟脱手飞出。而此刻，第2枚、第3枚铜钱已经接踵而至，分别射向他的灵虚、天枢2大穴位。蒙古军官避无可避，身躯被铜钱准确击中，他口中鲜血狂喷，身体如受重创的飞鸟般向后飞出，重重地摔落在1丈开外。浅浅低垂着头，声音中透露出几分自责与委屈：“公子，对不起，浅浅给您丢脸了。”宁远看着他，眼中满是鼓励：“浅浅，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听到宁远的话，浅浅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公子，浅浅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剑法，绝不辜负您的期望。”宁远微微点头，随后他走向那名蒙古军官，俯视着他，声音冷冽如冰：“你们的粮草存放在哪里？”蒙古军官痛得几乎要晕厥过去，脸庞因痛苦而扭曲变形，却仍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你休想从我口中得知任何信息。”浅浅闻言，立刻上前一步，手中的长剑毫不留情地扎穿了他的肩胛骨，鲜血如注涌出。他清脆的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胁：“我家公子在问你话呢，再不老实回答，下一剑就扎你的眼睛。”这位看似柔弱的小姑娘用最甜美的声音说出最狠辣的话语，令蒙古军官感到胆寒心惊。他颤抖着声音哀求道：“我说，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的死法。”“好。”宁远点头应允道。那军官瞥了一眼浅浅，紧咬牙关，忍痛说道：“粮仓位于此地东南方向30里的一处谷地中。既然我已经告诉了你，那就请你给我一个痛快吧。”宁远转身向李莫愁的方向走去，同时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哼声。浅浅已经果断的一剑结果了那军官的性命。这丫头虽然外表甜美可人，性格看似胆小怕事，但实际上却潜藏着狠辣与果决的特质。很显然，在这个乱世之中，又处于襄阳这样的战乱之地，浅浅早已见惯了生死，哪怕是第一次杀人，依然果决无比。只要好好培养，将来说不定能成为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小妖女。宁远走到李莫愁身边，看着她身上多处剑伤和刀伤，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取出天香断续胶就要为李莫愁敷下。“你伤势不轻，我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他如今已经能够炼制2种伤药，疗伤丹和天香断续胶。虽然疗伤丹的效果更为显著，能够迅速止血生机，但其消耗的经验值也更多。因此
除非是对自己极为重要的人，否则宁愿不会轻易使用。李莫愁此时已经失血过多，感觉有些昏昏沉沉，他勉强支撑着身体，想要自己处理伤口，虚弱地说道：“多谢，我自己来敷就好。”然而他话音刚落，身体便微微一晃，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宁远站着，好整以暇地看着李莫愁，只见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与无助的神色，试图再次站起来，却又无力地跌倒在地。公子，他摔跤了。浅浅在旁不紧不慢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宁远这才走上前去，扶起李莫愁，让他坐起身来。当他的手触碰到李莫愁的肩膀时，这位美丽的道姑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无比，紧接着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无力地依靠在宁远的身上。自从他10岁起，就再也没有与任何男子有过肌肤之亲，即使是跟陆展元苦练痴缠时，两人也始终以礼相待，没有任何逾越之举。后来他对男人的厌恶更是达到了极点，以至于活到了27、28岁，仍然保持着处子之身。此刻被宁远这样搀扶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羞愤和无力，试图挣脱宁远的怀抱，却发现自己软绵绵的使不上一点力气，羞急的声音都发颤了：“你放开我！你再不治疗，就得失血而死了！不要乱动，你身上的伤口需要先包扎。”宁远并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打算，不顾李莫愁微弱的挣扎，迅速而利落地撕开他伤口处的道袍，开始专注地处理着李莫愁身上的伤口。先是小心翼翼地拔出断剑，然后用食指挑了一些天香断续胶，涂抹在那触目惊心的剑伤和刀伤处。这系统出品的断续胶果然名不虚传，药膏一接触到伤口，鲜血便迅速止住了。仅仅过了10来个呼吸的时间，伤口便不再流血。宁远又取出绷带，为李莫愁将伤口包扎好，这才停下手上的动作。当他目光移向李莫愁腿上的伤口时，眉头不禁紧皱。那一刀下手极重，留下一道长长的豁口。他心想，若非自己手中的伤药疗效非凡，即使治愈了，这道疤痕恐怕也将永远留在这双原本完美无瑕的大腿上，那无疑将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憾事。李莫愁内心早已羞愤至极，恨不得给对方一记冰魄银针，或给自己一记也行。可他并非不明事理之人，知道对方是为了救治自己，于是只好委屈地紧闭双眼。他只觉得对方手指触碰到他的肌肤时，浑身都酥麻了一般，仿佛有一股奇异的感觉在全身蔓延开来。接着药膏散发的清凉又让他感到无比的舒爽。不一会，宁远终于松了口气，嘱咐道：“应该没有大碍了，这几天记得不要碰水，活动时要特别小心，以免牵扯到伤口。放心吧，不会留下疤痕的。”这户人家的主人早已发现了庭院中的打斗动静，他们躲在屋子里瑟瑟发抖，不敢出来查看情况。宁远走进屋子，见那家主和一妇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女主人竟然是一位相貌姣好的30岁左右女子。那女人见宁远走近，吓得花容失色，男主人也是瑟瑟发抖。随着宁远走近，那男主人吓得魂不附体，慌忙跪地求饶道：“大侠，大侠饶命啊！求您不要杀我！”宁远再向前走了2步，刚要说话，男人扶着旁边那美貌妇人，连忙道：“大侠，这是我妻子，只要您不杀我，我妻子就任您享用。”宁远脚步一顿，神色古怪看着这2人。“老爷！”那美妇人显然吃了一惊，脸色苍白，望向她的丈夫。男主人低声安慰道：“没关系的。”美妇人眼泪在眼眶打转，张了张嘴，没有说话。男人急声道：“不答应，我们都要死的，都要死的！夫人，你不要反抗，没事的。”他说着，手忙脚乱地开始去推那美妇人的罗衣。那美妇人先是紧紧抓住衣摆，可想起刚才偷看见外面杀人的景象，心中也很是害怕，抵抗了一下手，就渐渐松开了。她只是默默流着泪，任由丈夫将自己的罗衣退了下来，露出里面的红色肚兜和白花花一片。宁远看着眼前这位丰腴美妇人眼泪汪汪的模样，感到有些无语。等将妻子的衣裳退下，男人忙拉着踉踉跄跄的美妇人走到宁远跟前，讨好道：“大侠，您看，我妻子是这一带有数的美人，您一定会满意的，只求你享用后能过我们。”宁远看了一眼那美人的红色肚兜和肚兜下若隐若现的傲人本钱，叹了口气，解释道：“你们误会了，我只是想来跟夫人要一身衣裙。”屋中主人脸上神色一滞，手也僵住了。这对夫妇对望了一眼，还是美妇人先反应过来，忙不迭地遮好衣裳，然后急步到旁边的柜子前翻找。不一会，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衣裙走过来，怯生生道：“大侠，这一套可以吗？”宁远接过衣裙，满意地点了点头：“可以。”说着，他不等2人说话，
转身就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顿了一下，扭头微笑着说：“夫人，身材还不错，我要是你就赶紧跑路，这身材我看了都喜欢，等下蒙古人来了一定更喜欢的。”美妇人闻言，俏脸瞬间羞得通红，低下头去不敢看他。那男主人闻言忙不迭道谢：“谢谢大侠提醒。”宁远再看了那美妇人一眼，暗道一声可惜，接着走出屋子，返回到庭院中。他将手中的衣裙扔到李莫愁旁边，淡淡的问道：“你还能自己穿上吗？”此时的李莫愁道袍下摆已经被五丑割裂，上半身几道深深的豁口更是被鲜血染红，显然已经无法再穿了。他默默地抓起那套衣裙，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宁远，道：“你可以转过身去吗？”宁远微微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转身面向了朱红色的大门。过了片刻，他听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当他回过头时，眼睛不由得为之一亮，只见李莫愁已经穿上了那位美妇人的衣裙。由于两人的身材颇为相似，只是李莫愁高挑一些，因此这套裙子穿在她身上略显短小，露出了一截纤细白皙的小腿。加上她因失血而显得苍白柔弱的容颜，此时的她竟然散发出一种楚楚动人的大家闺秀气质，与平日里的女魔头形象大相径庭。宁远心中暗自赞叹，这女魔头如果不习武，而是学了琴棋书画，必然是成为一位知书达理的大美人。然而李莫愁似乎并不适应这种柔弱的形象，她被宁远看得有些不自在，特别是那双裸露在外的小腿，更是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涩和尴尬。她努力冷着脸，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冷着脸问：“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又为什么要来救我？”“我叫宁远。”宁远微笑着回答：“如今天下大乱，我们武林中人自当团结，抵抗蒙军，因此你也不用谢我。”李莫愁在短暂的沉默之后问道：“我徒弟他没事吧？”宁远平静地回应道：“他很好，你不用担心。现在我们还是先回客栈再说吧。你还走得动吗？”李莫愁试着迈动脚步，然而腿部的伤痛让他不禁微微皱眉，动作也随之停滞。“算了，你不要勉强自己，免得让伤口撕裂了。浅浅，你来背着这位仙子回去。”宁远见状，迅速做出了决定。可是浅浅身子单薄，恐怕背不动啊。浅浅脸上露出为难之色，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提议道：“公子，还是您来背吧。”宁远扭头看向他，只见他眨了眨眼睛，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他心中了然，嘴角扯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小丫头跟青青不愧是好姐妹，机敏得很。他对李莫愁说道：“莫愁仙子，情况紧急，官兵可能很快就会赶到这里，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由我来背你吧。”那话语坚定又果断，没有给李莫愁任何拒绝的机会。李莫愁看看刚才杀敌时活蹦乱跳，现在故作柔弱的侍女，又看看一脸无辜的宁远，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可是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为了那点已经掉价的矜持在这儿死等吧。李莫愁知道官兵可能真的要来了，他一咬牙，一声不吭爬上了宁远的后背。李莫愁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主动爬到一个男人的背上，不禁又羞又窘。再想到等会儿让徒弟看见了这样的场景，他的尊严将一扫而空时，心中已经想着要不要将徒弟灭口了。宁远不管李莫愁此刻复杂的思绪，对浅浅道：“我们走吧。”浅浅跟在宁远身侧，长剑背在身后，红色剑穗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丸子头用红头绳扎着，看起来俏丽可爱中又带着几分英气，走在长街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在这时，7、8、10个宋朝降军的官兵小跑了过来，行人见状纷纷躲避，街道两旁的窗户也砰砰砰地关上了。一阵骚动过后，街道上变得异常安静，只剩下宁远3人孤零零地站在街道中央，以及几十米外严阵以待的官兵。而在宁远身后20多米的地方，还鬼鬼祟祟地跟着2个人，他们正是之前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夫人。2人因为听到了宁远的警告，匆忙间只收拾了一些细软和银钱，就慌慌张张地逃路了。男主人家族兴旺，他们打算先回族中躲避一段时间再说，等跟出来时，正好看见了对面那些面露凶相的官兵。时值宋朝腐败之际，军官士族在与蒙古兵的交锋中屡遭惨败，投降后却对百姓肆意欺压，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若真让他们找到机会，这户人家恐怕难逃家破人亡的厄运，而那位美妇人的下场更是不堪设想。老爷，我们该如何是好？要不要找个地方躲一躲？美妇人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然而大街上早已是门窗紧闭，行人一见势头不对，便纷纷四散逃离，此刻已不见半个人影。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普通百姓早已学会了一套求生之道，一旦察觉到丝毫不对劲，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是非之地。平平，现在想要退走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先静观其变。那男人虽然表面上强作镇定，但内心早已是六神无主，只能暗自祈祷不要被这场无端的是非所波及。美夫人紧紧抓着丈夫的衣袖，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那位曾向她借衣的男子，为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担忧。说来也奇怪，当时她和丈夫躲在屋中，看见这个男人闯入的瞬间，她害怕得要死。而当她现身以求自保之时，她虽然心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但在那个命悬一线的时刻，她也没有想太多。毕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委曲求全或许并不算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可那个男人竟然轻易地放过了她，这让美貌夫人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好感。她再次注视对方时，发现对方长得英俊非凡，心中的好感顿时又增加了一分。因此当看到70-80名官兵与他对峙时，便不免为他生出了些担忧。李莫愁看着那些官兵，声音有些冷淡：他们要抓的是我，你现在放下我独自逃跑还来得及，想必他们也拦不住你。宁远却只是笑了笑，对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侍女说道：浅浅都杀了。宋朝虽然不乏能征善战的士兵，但大多数都在抵抗的第一线。这些投降的士卒虽然人数众多，但实际上并不具备多强的战斗力，浅浅一个人就足以应付他们了。他清脆地应了一声是，随即向前急掠而去。人在途中，长剑出鞘，丸子头下的秀发随风飞扬，宛如一幅动态的水墨画。他在士兵惊讶的眼神中撞了进去，长剑如风，无情地收割着一条条生命，血色逐渐晕染开来，宛如一朵朵绽放的死亡之花。宁远不急不缓地向前走着，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那少女剑舞如风的身影，心中古井无波。李莫愁叹息道：你这侍女出手比我还狠辣，假以时日，必定也会成为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宁远闻言不禁觉得好笑，他调侃道：是不是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看你这个魔头也别当了，不如换个风格。你穿这样的衣裙挺好看的，颇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李莫愁心中恼怒，敢这么调戏他的人不是没有，但那些人的下场通常都很凄惨，不是被他剐去眼睛，就是杀了喂狗。可眼前这个男人说的如此理所当然，竟然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丝莫名的触动。只是那回忆一闪而逝，便已被他逐出脑海。他干脆不再多想，目光紧紧追随着那道灵动的身影。浅浅长剑急刺而出，手中剑刺中敌人的刹那，丝丝内力让他感到气力开始充盈，挥剑的速度也在逐渐提升。一些之前还无法运转如意的招式，此刻竟然毫无阻碍地施展出来。108式达摩剑法被他舞得密不透风，每一剑都在敌人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放剑，快放剑！负责指挥的军官何曾见过如此杀神般的存在，声音颤抖地大喊着。紧接着嗖嗖嗖的弓弦声响起，不少弩箭从宁远身边掠过，射向后方。正偷偷跟随的美妇人眼看着前方少女如狼入羊群般将一众官兵杀得哭爹喊娘，她的美眸瞪得大大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喃喃自语道：老爷，那是谁家的闺女啊，好可怕。突然一支流矢向他射来，就在临近他面门的瞬间，与一枚后发先至的铜钱发生了擦碰。箭矢擦过她和丈夫之间的空隙，咻的一声射入了旁边的门板上，而那枚铜钱也斜斜飞出几米远，嵌入了土墙之中。过了好一会儿，美妇人才回过神来，她吓得浑身一颤，脚跟仿佛生了根一般动弹不得。她颤声喊道：老爷，老爷，我差点就死了。她丈夫也是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甚至失禁了。美妇人闻到尿骚味，低头看去，只见丈夫跌坐在地上，她再次叫道：老爷！男人慌忙爬起身来，惊恐地问道：我们逃不逃？美妇人看向前方，那些官兵才过了这一会儿，已经被浅浅杀了几十个，已经是肝胆俱裂，丢掉长枪向后溃逃而去。浅浅则一路追杀着跑远了。美妇人拍了拍胸脯，神色稍稍安定了一些，说道：那些官兵被打跑了。她不再管丈夫，小跑着向前走去。当她离宁远还有1丈开外的距离时，脚步却慢了下来，有些犹豫着不敢继续靠前。宁远回头看向她，微笑着问道：你跟着我干嘛？美妇人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微笑，温婉地说道：我老爷姓贾，是镇上的员外，妾身名叫平平，之前多谢大侠的提醒。现如今我和老爷正打算回族中暂避风头，恰好也是顺着这个方向前行。宁远微微点了点头，便不再多言，
背着李莫愁继续朝着客栈的方向迈去。沿途倒闭的士兵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已经气绝身亡，有的则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宁远面无表情的一枚枚射出铜币，无情地结束了他们的性命。跟在他身后的美妇人和那位同样追赶上来的男人看得胆战心惊，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冷酷的杀戮，对宁远既敬且畏。美妇人盯着宁远和李莫愁的背影，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他出身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养，所接触的大多是文人士子和闺中密友。然而今天，他第一次亲身经历了这样的血腥场面和江湖仇杀。他感到害怕的同时，也感到刺激，心跳开始砰砰乱跳。回想起以前阅读过的那些江湖志异小说，心中不禁暗想，所谓的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指的就是眼前这样的场景吧。于是美妇人对于宁远的好奇心愈发强烈，她凝视着那位云淡风轻的年轻人，又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身边魂不附体的丈夫，心中不禁叹息一声。浅浅追击了一阵，回来时身上沾染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她有些羞愧地低下了脑袋，轻声说道：公子，对不起，我没能全杀光，跑了7、8个。宁远温和地宽慰道：浅浅只是跑了些小卒，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浅浅抬起头，露出甜美的笑容，欢喜地回应道：谢谢公子的夸赞。此刻的他娇柔俏丽，哪还有半分刚才杀人如麻的样子。他跟在宁远的身后，有些意气风发，可当瞥见美妇人的丰满胸脯，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顿时高涨的士气减少了几分。5人来到客栈，那对夫妇商量了一下，最终在客栈要了一间房间，上楼安顿去了。洪凌波见到师傅回来，兴奋地快步迎了上去，高声叫道：师傅，您没事真是太好了。可当洪凌波看到师傅冷着脸趴在宁远背上时，他的声音逐渐降低，内心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作为跟随李莫愁多年的弟子，他深知师傅的狠辣和感情上的洁癖。如今他无意中目睹了师傅的狼狈模样，这让他不禁担心师傅会不会为了维护颜面将自己灭口啊。想到这里，洪凌波的求生欲望被激发出来，他不再看着师傅，而是转向宁远，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多谢您少侠相助，若非有您，凌波今日怕是难逃一劫。宁远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没说话。晚饭后，在贾员外和美妇人的房间内，贾员外已经换下了白天尿湿的裤子，此刻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神色间难掩尴尬。贾员外注视着妻子，想起白天自己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羞愧之情。他露出歉然的神色，说道：夫人，白天的事情实在是我失态了，当时那种情况我太过恐惧，以至于无法自控，希望你不要介意。美妇人温婉地笑了笑，轻声安慰道：老爷，您不必过于自责，当时我也很害怕，这并不是您的错，我理解的。贾员外闻言，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感激地说道：多谢夫人的体谅和理解，这次真的是无妄之灾，那个女魔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到现在都想不通，她怎么会突然闯进我们的院子。贾夫人小心翼翼地提醒：老爷，您以后可要谨言慎行，隔墙有耳，万一被那女魔头听了去，恐怕会给我们招来杀身之祸。贾员外顿时惊觉自己的失言，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讪讪地说道：夫人说的是，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贾夫人看了丈夫一眼，对他的毫无主见有些不满，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她与丈夫均出身于名门望族，可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尽管丈夫并未在仕途上取得显赫的功名，可经商有道，将家族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原本以为，即便身处这乱世之中，凭借两家的深厚根基，他们也能过上安稳顺畅的生活。然而今天丈夫的胆小怯懦却让她大失所望。与那闯入屋中的男子相比，丈夫的表现实在是相形见绌，这让她感到有些烦闷，心生散步以解愁绪之念。于是她轻叹一声，对丈夫说道：老爷，我想到下面去散散心，你早些安歇吧。贾员外说道：也好，我确实有些疲累了，你就在楼下走走，不要走得太远。贾夫人微微点头，便离开了客房，向楼下走去。当她走到楼道拐角处时，恰巧遇见了宁远。她微微欠身，礼貌示意：宁公子，您是要下楼去吗？宁远笑了笑，刚吃完饭，想随便走走。贾夫人迟疑了一下，也露出了笑容：真巧，我也想出去走走，宁公子若不嫌弃，我们结伴同行如何？宁远看了他一眼，这位夫人显然已经沐浴更衣过，身上穿着一件淡雅的裙子，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温婉的大家闺秀气质，身上还隐隐散发出淡淡的兰花香，很是好闻。宁远的思绪又不自觉地飘到了白天所见的红都督，以及那肚兜下令人遐想的风景。想到此处，眼神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丝笑意。贾夫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她的脸颊泛起了一抹红晕，宛如盛开的桃花。她有些羞涩地说道：“打扰了。”然后轻轻地欠了欠身，从宁远身边优雅地走过。就在这时，宁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夫人，既然我们都有此雅兴，不妨一起走走吧。”贾夫人微微一顿，然后轻轻地提起香裙的下摆，款款地踏着楼梯下去。那身姿摇曳生姿，每一步都流露出无尽的风情。宁远紧随其后下了楼，两人一同走出了客栈，在街道上漫步而行。慢慢的，随着步伐的交错，彼此越来越近，肩膀不时的轻轻相碰，手臂也微微触碰在一起。贾夫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些微妙的身体接触，她的步伐逐渐慢了下来，眼睛直视前方，陷入了沉思之中。走了一会，街道已经到了尽头，前方是小镇外的土路，一直向前延伸，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宁远停下了脚步，贾夫人也随之顿住了。宁远望着他，提议道：“夫人，要不我们去镇外走走，那里的风景应该别有一番情趣。”贾夫人侧过头来与他对视，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率先向着镇外走去。宁远望着他婀娜的背影，嘴角微微上扬，上前2步，跟他并排走在一起。两人漫步在泥土道上，两旁是庄稼地，绿油油的菜，黄澄澄的花，一副难得的乡间风情，在夕阳最后的余晖中，给这个乱世涂上了一层暖色调。贾夫人的心也是暖的，她少女时代多待于闺中，也就少数几个闺中密友，经红娘牵线嫁给贾员外，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谈不上什么情感，只是习惯性的顺从，说是顺遂，也很无趣。她从未想过会经历今天那样的事。当她躲在窗户后，偷看着那女魔头与6人缠斗，看着那长刀划过身躯带出的血光，当他远远跟在宁远身后，见那侍女杀入官兵中无情屠戮时，他胆战心惊中又感到无比的刺激。那种刺激是无趣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而当箭矢擦着他的脸庞飞过，那枚铜币打入土墙中时，那种劫后余生的后怕更是让他神魂俱颤。那是死亡的感觉，只在一线之间，便是生与死的距离。贾夫人事之后才记忆起那枚铜钱，显然是身边这位男人注意到了箭矢的去向，出手救了他。他不知道对方是无心之举，还是有在暗中留意自己，可宁远救了他后却绝口不提，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这让贾夫人心中充满感激。联想起他看见自己却只有欣赏时，心中的好感就更是大增了。这是一位武功高强、不趁人之危、高风亮节的侠士，关键他还长得很好看。贾夫人估计不知道，宁远当时是心动的，只不过外面李莫愁伤愈，还等着他的衣物，而且官兵随时会到来，这才打消了他的念头。这样的晚风，这样的景致，一切都正好。夫人，这次让你们受了无妄之灾，真是过意不去。你今后有落脚处吗？沉思中的贾夫人忽然听见宁远的声音，她侧头去看他，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你在关心我？宁远道：算是吧。贾夫人没有回应，过了一会才说道：多谢宁公子关心，我夫家是世代经商，还算小有资产，此次打算回族中暂避一段时日，等风声过后再回来。那就好。你夫家做些什么生意？布匹、陶瓷和茶叶，除了盐、铁和钱庄没法碰触，其他什么能赚钱的都会做一些。贾夫人笑了笑，眨眨眼睛，我也负责打理好大一块，我很厉害的哦。宁远听得心中一动，古代轻商并不怎么重视商贸一块，其中自然有道路险阻、绿林猖獗的缘故，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可如果将这一块做好了，利润其实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铁、酒、盐等必需品，哪怕课税繁重，也非普通商户能够插手。假如自己能组建专门的势力，插手这一块，想到此处，宁远对这女人不免又多了一层别的想法。可眼前还不是时候，这想法只是一闪而逝，就被他抛之脑后。前面是一片甘蔗林，甘蔗长的高度超过1人，远远望去密不透风。宁远瞥向身边美人，夕阳的辉光洒在她鹅蛋脸上，添加了几分柔和。美人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直视着前方，脸上却渐渐多了一丝红霞，这红霞跟夕阳晚照相衬，说不出的好看动人。夫人，你真好看。宁远忍不住赞道。贾夫人心里一荡，生出些不易察觉的欢喜，她故作矜持，轻声道：哪里好看了？宁远笑了笑，不答。此时月上中天，四周隐隐绰绰，田间蟋蟀时不时传来夜鸣，楼咕发出咕咕的声音。
我们回去吧。宁远向外走去。过了一会，两人走上了土路，快要抵达客栈门口时，贾夫人凝视着宁远，道：“宁公子，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了，今后不知还能不能相见。”宁远望着这位夫人，也生出了一些不舍，说道：“你家族地在哪里？以后还会回来这个地方吗？”贾夫人眼眸中闪过一丝惊喜，欢快地答道：“我丈夫是南阳人士，在那里是望族，你只需去了南阳打听假事，便能得知。”宁远闻言点了点头，却没说什么。贾夫人没等到宁远的回答，犹豫了下，期待着问：“宁公子，你以后会来找我吗？”宁远想了想，说道：“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北上，也不知需要耗多少时日。不过，我以后会回来找你的。你多些参与家族的生意，我想，或许以后我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贾夫人展颜一笑：“我听你的，我等你，到时妾身会好好款待你的。”他走了几步，顿足，转身再次望向宁远，语气坚定：“我等你，无论多久，都等你。”说着，不待宁远回答，快步走入客栈。不一会就听见上楼的声音。宁远在贾夫人上楼后，才施施然进了客栈。两位夫人跟岳灵珊、郭芙围在一起聊天，桌上摆着瓜果和茶品。两位侍女分别站在黄蓉和陈圆圆身后。“哥哥，你去哪里了？”郭芙见宁远进来，眼神一亮，就要起身去迎接，被黄帮主一瞪，乖乖地坐了回去，摆出一副淑女模样来。这大小姐对宁远的称呼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想做师姐到叫师哥，到宁大哥，到宁哥哥，现在连姓都省了，拿出了一副不把师哥追到手誓不罢休的架势。其热忱程度让宁远都渐渐有些吃不消，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被这大小姐偷袭得手了。宁远走近，搬了张凳子坐在两位夫人中间，轻轻利索地为她沏茶。她端起喝了一口，微笑道：“看你们这么热闹，都聊些什么？”陈圆圆轻笑道：“都是些琐事。”宁远听了一阵，果真是些女人家的琐事，他兴趣缺缺，听了一阵就跑了。他跟店小二问明了李莫愁的客房，去看看他的伤势恢复的怎样。洪凌波之呀把门打开，看见宁远时，脸上挤出一个笑容：“宁少侠，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师傅吗？”宁远闪身进去，见李莫愁在榻上躺着，走过去关心道：“感觉怎样？”李莫愁心中也有些慌乱，别看他是恶名昭彰的大魔头，其实真说起来，他在男女之事上特别保守，不像一般的江湖儿女，反而更像是大家闺秀。所以这么晚看见宁远闯了进来，而他又受伤出狱，说不紧张是假的。宁远一个现代人，还没有习惯古人的习俗，自然不会想到这一层。以前也是夜猫子，这个点对他来说其实还早。见李莫愁紧绷着脸，以为他性格如此，也没多想。他坐在榻边，拉起他的号腕给他把脉，被握住手腕的瞬间，哪怕李莫愁白天跟他有过肌肤之亲，也条件反射的要给他一掌。可论身法手法敏捷，又哪是宁远的对手？况且还是出狱之身，只一个回合就被宁远握住了另一只手。“放开我！”李莫愁气急攻心，对宁远怒目而视。洪凌波在旁看呆了，这宁少侠真的好勇敢，居然敢这么碰师傅，他不怕死的吗？不要乱动，我给你再检查一下。宁远自然不怕死，也不会死，就是这道姑的手滑嫩无比，有点让他分神。他把了下脉，过了好一会，严肃道：“心跳有些快了，导致血液流动速度异常，不过这问题不大，等下心情平缓下来就好了，其他的话都还正常，只需再调养1-2天即可。”“心跳能不快吗？”“那是紧张的。”他扭头吩咐洪凌波：“凌波，这几天让店家熬一些鸡汤，或者鲫鱼豆腐汤也行。”“啊？哦。”洪凌波反应过来，忙不迭答应，偷眼去看师傅。见他俏脸通红，却对宁远无可奈何的样子，心中暗忖：师傅好像遇到克星了。“放手！”李莫愁再次叫道，哪怕是急怒交加，声音依然娇娇柔柔的，非常好听。宁远松开他的手，起身告辞而去。半夜，贾员外的客房内，床边悄无声息站着一个人。他注视着熟睡中的两人，出手点了他们的昏睡穴位，然后将一粒药丸塞入了贾员外的嘴里。这枚毒药能让贾员外永远不举，失去那方面的能力，再也无法对贾夫人行房。接着他如狸猫般从窗户跃出，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贾夫人在深夜中做了一个荒诞的梦，她梦见自己赤足踏在湿滑泥泞的土地上，丈夫变成了一个骑着黑驴的侏儒，在她身后紧追不舍。她惊慌失措之下，逃入了一片奇异的甘蔗林。在这片甘蔗林中，她彻底迷失了方向。然后贾夫人就醒来了。梦境中那些荒诞的画面逐渐模糊，既不真切，最后只剩下那片诡异的甘蔗林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此时天色才蒙蒙亮，没有日光。贾夫人轻轻推醒了身边的丈夫：“老爷，时候不早了，该起床了。”贾员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却感到浑身乏力。眼前这位美艳动人的夫人，竟然无法激起他半点兴致。贾员外心中暗忖，看来是最近太累了。他又重新躺了下去，有气无力地说道：“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贾夫人见状，只好独自起身梳洗。洗漱完毕后，天色仍然尚早，她稍作犹豫，决定去找宁远，临行前跟他作别。贾夫人轻步走下楼梯，发现店掌柜正坐在柜台后打着盹。掌柜的，请问宁公子住在哪一间房？她唤醒他，柔声问道。掌柜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一位端庄的夫人，他有些为难：“夫人，这我可就不太清楚了。那位公子原先预定了6间房，后来又追加了1间，楼上左边一排连着的5间都被女眷们住着。”他带着一丝羡慕的语气继续道：“你可以试着从第1间开始，挨个敲门问问，说不定能在哪一间找到他呢。”原来昨晚宁远觉得岳灵珊和郭芙挤在一间房里可能会有点挤，于是又多订了1间房，让他们各自有一个更宽敞的私人空间。贾夫人听了掌柜的话，心中有些踌躇不定，但想到自己即将与丈夫离开此地，返回南阳家族的祖地，经此一别，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与宁远相见，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迈步向楼上的房间走去。她轻轻地敲了敲第1间的房门，不一会，门应声而开，露出郭芙那张带着些许起床气的俏丽脸庞。看到是昨天见过的那位美妇人，郭芙的语气显得不怎么高兴。“有什么事吗？”她问。贾夫人礼貌地向房间里张望了一眼，并未发现宁远的身影。她带着歉意问道：“打扰了，我找宁公子有点事情，但不知道他在哪一间房，你知道吗？”郭芙大小姐被人从甜美的梦境中唤醒，本就心情不佳，听闻来人是找宁远的，更是心生不爽。昨晚她四处寻找宁远的身影，却始终找不着。好不容易等到宁远归来，茶话会也已经接近尾声，她又瞒着黄帮主再次偷偷去寻找心仪的宁哥哥，然而依旧没有找到，因为那时宁远恰好在与那位道姑谈话。郭芙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宁远特意为她和岳灵珊各订了1间房，让他们分开住，这让她看到了与宁远独处的机会，心中充满了期待，幻想着宁远哥哥会来敲她的房门。然而她左等右盼，却始终不见宁远的身影，最终抵挡不住困意侵袭，不知不觉睡着了。此时面对贾夫人的询问，郭芙没好气地回答道：“不知道。”说完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房门。贾夫人无奈，只好转向第2间房敲门。开门的是陈圆圆。贾夫人对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印象深刻，她对自己的相貌颇为自信，在10里8乡也算得上是个美人胚子。然而与陈圆圆相比，她不禁感到有些自惭形秽。“请问宁公子在吗？”贾夫人挤出一丝笑容，礼貌地问。“您不妨试试隔壁的房间，也许宁公子就在那里。”陈圆圆温婉地微笑着建议道。“非常感谢。”贾夫人心中暗忖，这位陈圆圆的性格比起先前那位高傲的美貌少女可要随和多了。陈圆圆轻轻地关上了房门，贾夫人随即去敲第3间，门应声而开，一位身着丝绸睡裙的夫人出现在门后，她那婀娜的身姿若隐若现。贾夫人眼角余光扫了一眼，心中不禁暗自赞叹，心想宁公子真是好福气，这一位夫人的本钱比起自己来还要丰厚。她不禁好奇，不知宁公子是如何找到这绝色佳人相随的。然而转念一想，宁公子本领高强，魅力非凡，这似乎又变得理所当然了。贾夫人迅速将飘飞的思绪收回，露出一个得体的笑容，礼貌地问道：“打扰了，请问宁公子在您这里吗？”黄蓉上下打量着这位来访的夫人，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神色。她似笑非笑地看着贾夫人，那目光仿佛能洞悉人心，直看得贾夫人心生惬意，差点掉头就走。好在黄蓉并没有过多地为难她，开口说道：“他不在这里，您可以去隔壁房间找找看。”说完便关上了房门。贾夫人在门外站立了一会，感到有些崩溃。她都已经敲了3间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宁公子，可总不能半途而废。她一咬牙，继续敲响了第4间房门。“你好。”开门的是2位年轻的姐妹。贾夫人见状，慌忙道歉：“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敲错门了。”“没事的。”其中一位回应了一声，然后砰的一声将门关上。门后传出一个清脆的声音：“是来找公子的狐狸精。”贾夫人听到这话，脸上顿时感到一阵发烫。他不是狐狸精啊，也从未主动勾引过宁公子。贾夫人深吸一口气，鼓起最后的勇气，反正只剩下最后1间房了，她继续敲响了房门。
门开的瞬间，这位美夫人刚开口，却突然看见了站在房内的宁远。宁远微笑着向她打招呼：“夫人早。”贾夫人贝齿咬住下唇，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宁远往楼下走去，贾夫人默默地跟他，两人之间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氛围。清晨的街道显得格外宁静，寥寥无几的行人匆匆而过。他们顺着长街漫步，一直走到小镇的尽头，在镇口的土路旁停了下来。宁远凝视着贾夫人，声音柔和地问道：“今早你就要出发了吗？”贾夫人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应了一声，透露出几分不舍。宁远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说道：“你安心等我，我向你保证，等事情处理完了，我会立刻去找你。”贾夫人抬头看着他，说道：“我们去甘蔗地那边走走吧。”好。宁远微笑着答应了他，牵起他的手，走过田间的田埂，踏入了那片茂密的甘蔗地。清晨的薄雾弥漫在甘蔗叶间的缝隙，渐渐将两人的身影淹没在其中，于是甘蔗林间只剩下了雾霭和清风。等日上三竿，贾员外雇了一辆马车，与夫人一起低调地启程离开。马车缓缓驶过熟悉的街道，渐行渐远，将小镇的轮廓留在身后。贾夫人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目光随着那渐渐变小的客栈而出神。夫人，你在看什么？贾员外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没什么。贾夫人轻轻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车帘，将视线从那渐行渐远的客栈收回。她微微一笑，掩饰着内心的波动，说道：“只是离开这片生活了10年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感慨和不舍。”贾员外理解地点点头，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以示安慰：“我们只是暂时避开风头，等事态平息后，还会再次回来的。这片土地，这些人情都不会因为短暂的离别而消逝。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告别。”贾夫人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又补充了一句：“我知道，一定还会回来的。”宁远从小镇外回来后，又着手为李莫愁熬制了一副调理身子的中药。当李莫愁起身在窗前悠闲地晒着太阳时，宁远端着一碗中药就过去了。还是洪凌波开的门。这位年轻的道姑在看到宁远的刹那，小嘴张了张，却没有说话，默默地退到了一旁。宁远从他身旁经过时说道：“凌波姑娘，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洪凌波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注视着他，眼神明亮。宁远走到李莫愁身旁，再次握住他的手，为他检查。李莫愁今天换回了那一袭杏黄色的道袍，神情依旧冰冷，他紧闭双唇，不发一言，任由宁远握着。心中已然明白，这个煞星实在是邪性的很，反抗只会自讨没趣。恢复的还不错，喝下这碗药，应该就无大碍了。宁远松开他的手，将那碗中药递到李莫愁面前。李莫愁接过药碗，一口气将药喝光，然后低声说道：“谢谢。”宁远微微点头，接着问道：“那么，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莫愁沉思片刻后说道：“我李莫愁向来不是任人欺凌之辈，这次蒙古人如此欺辱我们，我定要报这几刀一箭之仇。”你计划袭击他们的粮仓？宁远见他双目含煞，再次恢复了赤练仙子的狠辣一面，心中不禁有所揣测。李莫愁点了点头：“没错，我偶然间探听到了那些意图袭击蒙古粮仓的武林人士的藏身之处，打算与他们会合。”宁远露出感兴趣的笑容：“我对这事也有些兴趣，不如我们一同前往如何？”李莫愁瞥了他一眼，虽然不明白宁远为什么要插手此事，但有这样一位武功深不可测的高手加入，无疑会增加行动的成功率，因此他也没有过多询问，回答道：“好，既然官兵搜查的紧，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午后即刻出发。”两人商定了出发时间后，宁远就起身告辞而去。午后时分，四人在楼下会合。这一次袭营，宁远并不打算让黄蓉等人参与，因此只带了浅浅同行。这显然让郭芙羡慕不已，他趁着黄帮主不注意，将宁远拉进了自己的房间，一下子钻进宁远的怀里，开始撒娇：“哥哥，我也好想去，你就带上我，好不好？”宁远对这大小姐的抵抗力又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没办法，郭芙虽然在其他方面并不出众，可就是长得漂亮啊。况且，尤其在她面前表现得如此乖巧粘人时，更是让人心生怜爱。他努力保持镇定，宽慰道：“这次行动涉及江湖人士，人多眼杂，确实不太方便带你同行。下次吧，下次一定带你。这可是你说的哦，不许反悔。”郭芙顿时笑颜如花。不久后，宁远带着持剑的侍女离去了。那群武林人士的藏身之处位于一条偏僻的小巷中，四人穿梭在曲折蜿蜒的巷道，走了一阵，在一扇门前挂着红灯笼的地方停下。李莫愁敲了敲门，宁远抬头望去，
只见一块破旧的牌匾上写着群芳苑3个大字，他不禁对那些人的聚会地点选择佩服不已。这种地方确实隐蔽，不易被人察觉。开门的是一位老鸨，他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一男三女，皱眉说道：“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欢迎女客人。”宁远将一叠银票塞给他，说道：“我们是来找人的，赶紧带路。”老鸨立刻换上了讨好的笑容，躬身说道：“这位公子，里面请。”他转身领着3人穿过一个院落，又拐过一个回廊，才来到一个隐蔽的里间。宁远心中暗自惊叹，没想到这个狭窄的小巷中竟然隐藏着如此幽深的庭院。到了此处，周围已不见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只听得一阵悠扬的琴声自屋中传来。宁远驻足细听，但觉琴声凄惨悱恻，如悠悠神鬼之声，又似那雍雍融融的清泉流淌。随后琴音骤变，旋律中仿佛夹杂着风雨的呼啸，以及金戈铁戟的交击之声，其馥郁慷慨，让人热血为之沸腾，仿佛置身于战场之中。宁远虽然不怎么精通音律，依然感受到这琴声中所蕴含之意，不禁感到惊讶。在这样的烟花之地，怎会有如此音律高手，实在是出乎意料。此人的琴艺与陈圆圆相比，竟毫不逊色。所不同之处在于，两者风格迥异。陈圆圆的琴声更擅长于迷你婉转之音，而这人的琴音则更加慷慨激昂，充满了豪情壮志。那老鸨似乎察觉到了宁远的疑惑，便出声解释：“弹琴之人并非我们群芳园的姑娘，而是这次一众英雄的领头人。”宁远原本以为破坏粮仓的只是一群江湖莽汉的临时起义，没想到其中竟还藏着这样的高雅之事。他顿时来了兴致，问道：“这人叫什么名字？”老鸨见左右无人，低声回答：“回禀少侠，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乃是日月神教的圣姑，名叫任盈盈。”宁远大感惊奇，日月神教不是魔教吗？他们怎么会与蒙古军为敌？再者说，任盈盈是妖女啊，不想今日却在这里遇上了。他身边此刻正跟着一个大魔头李莫愁，如今又碰上这个小妖女任盈盈，这可真是凑巧了。在宁远思索间，那如涓涓细流的琴声渐渐停歇，直至彻底藏在深宅之中，消失不见了，周围重归静谧。他定了定神，举步向前，穿越一座拱门，门后景象瞬间开朗，露出一座雅致的庭院。院中央，一方古朴的石桌上摆放着一具瑶琴，石桌旁，一位女子端坐于石凳之上。她年纪约莫18、19岁，额脸淡，睫毛纤长，眸光流转间透露出几分秀丽与明艳，仿佛集天地之灵气于一身。她抬起头，目光与刚进入庭院的宁远几人交错。初见来人，这女子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随即化作盈盈笑意，不知几位贵客是来寻花问柳，还是寻找故人。宁远微微一笑，上前一步，拱手道：“在下宁远，方才被姑娘的琴声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循声而来。”琴声戛然而止，令在下心生怅惘。想必那美妙的琴音正是出自姑娘之手。女子轻轻颔首，不过是随手弹奏，倒让少侠见笑了。各位既然有缘至此，便请上座一叙。宁远依言在任盈盈对面坐下，李莫愁坐于他的身旁，他的神情冷淡，从始至终没有一言。宁远向任盈盈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同伴，赤练仙子李莫愁。”任盈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赤练仙子的名号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他自然也有所耳闻。他打量了李莫愁一眼，点头赞叹道：“久闻赤练仙子的大名，今日一见，才知江湖传言多有不尽不实之处。”宁远疑惑地问道：“此话怎讲？”任盈盈眼波流转，笑盈盈道：“姐姐一看就是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哪里像是江湖中人人谈之色变的大魔头了？”宁远莞尔一笑，侧过头去仔细打量李莫愁。果然如任盈盈所说，李莫愁伤病初愈，脸色还有些憔悴，让他原本就娇柔的容颜更添了几分楚楚动人的风韵。他不由得轻声笑出声来，赞同道：“姑娘所言甚是。江湖中的传言往往夸大其词，以讹传讹。比如我就曾听闻日月神教的圣姑是个心狠手辣的妖女。”不等任盈盈答话，宁远又接着说：“可是刚才聆听姑娘所奏的琴音，却是慷慨激昂之中不失温柔雅致。所谓情为心声，想必姑娘的内心也是如此吧？”就在此时，庭院中原本静立的几人中传出一声娇俏的笑声。宁远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年轻女子正捻嘴轻笑。她身着蓝布花衫，脖颈间围着一条色彩缤纷的绣花围巾，头戴插着蓝色羽毛的羽冠，耳垂上金光闪闪的耳环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瞧那装束，非是汉人服饰，更像是苗疆一带的风格。这女子年约23、24岁，容貌秀丽绝伦，
宛如盛开的花朵般娇艳欲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裸露在外的白皙赤足，竟然未穿鞋子，增添了几分诱惑与自然之美。他厉声说道：“这位少侠，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听闻琴声寻来是假，借机接近我们圣姑才是真的吧？”他的话语中透露几分戏谑，他的声音娇嫩柔美，充满了难以抵挡的娇媚。那独特的苗家装扮与她的美貌相衬，流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风情。宁远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多看了他几眼。他与宁远对视时，眼中含着笑意，丝毫没有扭捏之态。这种坦率让宁远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宁远抱拳行礼，微笑着问道：“还未请教这位姑娘的芳名？”“什么芳名啊？”蓝凤凰咯咯娇笑起来，声音如银铃般悦耳：“我叫蓝凤凰，是苗疆五仙教的教主。”原来是五毒教的教主。宁远心中一动，他听说过五毒教的凶名，据闻这是一个擅长驱使毒蛇、炼制蛊毒，更擅长使用各种毒药的教派，在江湖上恶名昭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忍不住又多看了蓝凤凰几眼，心中暗自揣测，不知他身上是否藏着毒蛇。如果自己贸然接近他，会不会被突然冒出的毒蛇、蜈蚣、蝎子等毒物咬上一口？想到此处，宁远心中一阵发寒，再也不敢对这位美貌非凡的姑娘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收敛起心中的杂念，正色道：“在下确实是专为拜访圣姑而来，之前的戏言若有冒犯之处，还请圣姑海涵。”任盈盈似乎不怎么在意，对侍女吩咐道：“奉茶。”旁边一名侍女赶紧走上前，为众人斟上香茶。任盈盈端起茶盏，轻轻地啜饮一口，然后放下，目光转向宁远，说道：“不知这位少侠此次来访，所谓何事？”宁远正要端起茶杯，忽然鼻尖捕捉到了一缕淡淡的茶香中夹杂的机不可闻的异香。如果不是他精通万古毒经，对各种毒物了如指掌，怕也无法轻易察觉到这细微的异常。这茶中有毒。他的手缩了回去，脸上却仍保持着笑容。圣姑在茶中暗藏毒药，这便是贵教的待客之道吗？浅浅一直静静地站在宁远身后，此刻闻言，他的小脸立刻紧绷起来，长剑随着一声清脆的呛响出鞘。李莫愁也倏地站起身，脸色骤变。他对毒物同样有着深厚的研究，但某些毒物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察觉。对面任盈盈那几位一直没有出声的手下也纷纷拔出兵刃，庭院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蓝凤凰惊讶地看着宁远：“你都没喝下去，怎么知道茶里有毒？”他配置的毒药极为厉害，只需喝上几口，即使是大象也会应声倒下，任人宰割。蓝凤凰对自己的用毒本领向来极为自信，却没想到眼前这人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识破他的毒药。宁远心中暗自忖度，心想：不愧是妖女，行事毫无忌惮，若不是自己深谙毒理，怕不已经中招。他摆了摆手，示意浅浅将剑收回鞘中，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在下来此并无恶意，只因我的同伴在你们劫粮的事件中受到了一些波及，因而受伤。我们江湖人行事向来讲究快意恩仇，哪有被人欺上头来而忍气吞声的道理？”任盈盈秀眉微蹙，追问道：“所以呢？”宁远坦然回答：“我们想报复蒙君，但势单力薄，又偶然间得知各位的落脚之处，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因此前来一会。可令人遗憾的是，圣姑似乎并不太欢迎我们。”任盈盈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笑容，她再次对侍女吩咐道：“换茶。”那侍女应声而动，迅速取走了先前的杯子，须臾间便换上了新的茶盏，并重新沏上了香气四溢的新茶。任盈盈伸出纤纤玉手，端起茶杯，笑盈盈道：“刚才不明各位的来意，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多多包涵。”说着，她轻啜一口，做了个请的手势。小女子以茶代酒，聊表歉意：“如果这位大哥原谅小妹刚才冒失之举，便共饮一杯，如何？”宁远依旧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任盈盈，冷冷吐出几个字：“这茶同样有毒。”任盈盈眨了眨眼睛，精致的脸庞上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两次精心布置的毒计都被对方轻易识破，即使是她这样的小妖女，也不禁感到些许尴尬。蓝凤凰同样瞪大了美眸，眼中满是不敢置信。这睡圣散可是她亲手配置的，无色无味，一旦饮下，即便是武功高强之人也难以抵挡其昏睡之效。然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怎会一眼看出他是如何发现的？眼见下毒不成，任盈盈心中一横，素手猛拍桌面，清脆的声音中透露出几分果决：“糙家伙，给我上！”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手中突然出现了一双短刃。那短刃形似匕首，又似峨眉刺，
刃锋既短且薄，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神秘而诡异，也不知是何物所致。其上散发出的森冷寒光，却让人一眼便能看出其锋锐。浅浅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场中的动静，此刻眼见情况不对，他早已长剑在手，也不待宁远下令，便口中轻斥一声，身形如电般向任盈盈攻去。半刻钟后，任盈盈的几名得力手下均已被点中穴道，无法动弹，而任盈盈本人则老老实实端坐在石凳，浅浅的长剑紧紧架在她的脖颈之上，真想一个失手将这妖女杀了，好让姐妹俩少个竞争对手。现在我问你答。宁远神态悠然地端起任盈盈的茶杯，作势欲饮，然而手刚举到半空，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眉头紧皱，目光凝视着茶杯边缘，无奈道：你在自己的茶杯上涂抹了毒药。任盈盈笑靥如花，她轻启红唇，声音娇柔，却带着一丝狡黠。我若不在自己茶杯上下毒，又怎能引你上当呢？此为3步逍遥散，只需皮肤上沾染一点，3步之内必然倒下。若是没有我的解药，任你武功再高也是枉然。圣姑说得对，蓝凤凰前2次毒药均被宁远识破，显然极不服气。如今眼见自己的毒药终于发挥了作用，虽然被制住无法动弹，语气中依然难掩得意之意。他咯咯一笑：你呀，还是乖乖不要乱动的好。浅浅见状，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焦急之情，脱口呼道：公子。宁远微微侧目，向浅浅投去一个安抚的眼神，示意他稍安勿躁。随后他转向那位苗族美女，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缓缓道：蓝教主用毒的手法果然精妙，在下对毒术和医术也颇有研究，日后若有机会，定要与蓝教主深入交流一下。他话语一顿，话锋陡然一转：不过这毒还难不倒我。言罢，他运转内力，只见渗入皮肤的毒素竟被他生生逼出体外，化作一缕青烟般的黑气，在空气中缓缓消散无踪。蓝凤凰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毒素一旦混入血液，就如同复古之躯般难以清除，绝非普通高手能轻易用内功逼出。他心中暗自叫苦，看来今日是遇到了真正的行家，怕是要栽在这里了。任盈盈同样震惊不已，但脸上却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语气中带着几分赞叹：宁少侠好功夫，小女子佩服。好茶。宁远不为所动，将任盈盈杯中茶喝一口，品了品，显然对这茶的味道极为满意。任盈盈心中却暗自恼怒，那茶杯是他喝过的，有他的口水，这人真不要脸，敢占他便宜，得想个法子弄死才行。宁远却似乎并未察觉到任盈盈的怒火，他悠然地品着茶，不紧不慢道：任姑娘，现在来说说你下毒害我一事，我也礼尚往来，给你3次机会，如果毒你不死，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扯平如何？任盈盈眼中闪过一丝惧意，她以前仗着圣姑的身份和自持武艺，又有手下众多高手，往往是下毒不成就动刀子，打不赢就群殴，可以说无往而不利。可没想到今天遇到如此强势的对手，把自己吃得死死的。他心中慌乱不已，正要想办法脱身时，身后的蓝凤凰却突然出声道：且慢，这毒药是我配制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宁少侠若有本事就冲着我来。宁远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了蓝凤凰身上。这位苗族女子肌肤白皙如玉，透出一抹健康的红润，身着色彩艳丽的苗族服饰，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异族风情。宁远语气平淡：你若想替圣姑承担此事，倒也并非不可，但你得想清楚了，我所用之毒非同小可，连我自己都没有解药，一旦抗不过去，唯有死路一条。又看了他一眼，说道：我看你长得好看，若因此而丧命，着实有些可惜。蓝凤凰性格直率，不似汉人那般拘泥礼数，听闻宁远夸赞她的美貌，顿时笑靥如花，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你真觉得我好看吗？宁远点了点头，蓝妹子天生丽质，自然是好看的。不如这样，你归顺于我，此事我便不再追究如何。蓝凤凰比宁远还要大上1-2岁，却不介意宁远喊她妹子，她嫣然一笑：多谢你的好意，我们苗家女子向来敬佩有本事的人，要我归顺于你倒也不难，只是你敢不敢跟我对赌一场？宁远眉头一挑，来了兴趣：哦，怎么个对赌法？说来听听。蓝凤凰眼中闪过一抹自信：我们各自服下对方的毒药，若你胜出，我便心甘情愿做你的手下，你觉得如何？宁远哈哈一笑：好个苗家女子，果然有胆识。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说罢，他转头对浅浅吩咐道：浅浅，给他解开穴道。是，公子。浅浅应声，
随即收剑上前，为蓝凤凰解开了穴道。蓝凤凰获得自由后，起身走到石桌旁坐下。他侧过头，对任盈盈说道：“圣姑，这赌约还请你应允。”任盈盈的目光落在宁远身上，皱眉道：“非得如此不可吗？”宁远淡淡的回应：“若是换做他人，我早已一剑杀了你，何必多此一举？”任盈盈好奇地问道：“这又是为何？”浅浅快嘴快舌地接道：“因为你生得貌美，公子舍不得下手。”话音刚落，宁远便投来一道严厉的目光，浅浅吓得一缩脖子，赶忙噤声。这时，蓝凤凰微微一笑，打破了短暂的沉默。都说苗族女子多情，原来少侠也是多情种子呢。既然如此，那就这么说定了。他从衣袋中取出2个蜡丸，小心翼翼地放在石桌上。这是我苗疆特有的琴蛊，一雌一雄。男女双方各自服下后，其中一方必定对另一方忠贞不渝，痴缠一生一世。他嘴角上扬，露出灿烂的笑容。这琴蛊一生只能使用一次，我以前寻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意中人。这次也不知是福是祸，姑且便宜了你。你若有胆量便服下，若是不幸被我俘获，那你也只好认命了。接着，他凝视着宁远，郑重其事地提醒道：“红色蜡丸为雌蛊，蓝色为雄蛊。我五毒教历代深研蛊毒，身为教主，我更是被誉为100年来天赋最高之人。我所精心培育的母蛊，力量之强，绝非寻常可比。你若心存畏惧，不敢服下，那这赌局便算我赢，我们双方互不相欠，如何？”宁远神色不变，从怀中取出一枚黑色药丸，倾置于石桌之上。这是败血毒，毒性猛烈，几乎无药可解。你可考虑清楚了？蓝凤凰心知事已至此，再无退路可言，于是毅然决然地拨开红色蜡丸，将其中孕育的蛊毒一口吞下。紧接着，他又毫不犹豫地服下宁远拿出的黑色药丸，然后静静地注视着宁远不说话。宁远见状，同样面无惧色地将蓝色蜡丸中的蛊毒吞入腹中。蓝凤凰迅速从身上的袋子中取出一瓶解毒药，仰头服下。片刻之后，一丝黑血从他的口角溢出，他脸上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看来是我输了。宁远看着他，轻声问道：“你可曾后悔？”蓝凤凰轻轻地摇了摇头，口中依然有黑血不断溢出，但他的笑容却如春日之花般愈发绚烂。技不如人，我甘愿接受失败的结局。接着叹息一声，真是可惜了我那琴蛊。我听到了他的心声，他也败了，败得彻彻底底。他纤细如玉的手轻轻按在心脏的位置，目光深情地望向宁远，那双原本灵动的眼睛此刻充满了浓浓的爱意与不舍。他凄然地笑了笑，原来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可惜我要死了。在庭院中，蓝凤凰的状况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任盈盈看向蓝凤凰，神色复杂。五毒教是位于云南一带的教派，虽然名义上受日月神教的管辖，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松散。他原本算是任我行的属下，现在听命于任盈盈，其实更像是为了在艰难环境中生存而抱团取暖的附庸，而非真正的下属。蓝凤凰本没有必要替自己接下这场生死赌约，最终却因他而陷入了生死攸关的境地，这让任盈盈心生触动。他转而面对宁远，声音诚恳：“宁少侠，我知道这一切的错都在我，只要你愿意出手救下蓝教主，我任盈盈必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浅浅也忍不住多看了苗族女子几眼，对这位性格率真的姐姐心生好感。不过她可不敢为蓝凤凰求情，公子既然给她服下了毒药，必定有他的打算。她作为公子的持剑侍女，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好了，最多就是在关键时刻助攻一下。比如刚才她对任盈盈说的那句话：“因为你生得貌美，公子舍不得下手。”虽然公子听后眼神严厉，但浅浅相信，其实公子心中肯定是欢喜的。哼，浅浅早已看穿了一切。庭院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宁远的身上。宁远淡然地看着蓝凤凰，见他虽然可血不止，却目光坦然地与自己对视，这让他的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敬佩。唯一显得有些不协调的是，因为情蛊的关系，他的眼中同样流露出了生离死别的爱恨交织。很显然，他体内的母蛊在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后，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进而影响到了蓝凤凰自身。这种蛊虫的影响还真是神奇而不可思议。宁远迅速出手，点了蓝凤凰的几个穴道，以减缓他血液的流速。接着，他将一粒丹丸送入他的口中，说道：“这丹丸可以暂时压制住毒性，可确保你在接下来的24个时辰内性命无忧。”蓝凤凰听后，眼神逐渐变得明亮，他的嘴角露出一抹浅笑，柔声问道：“你似乎舍不得让我死去，是吗？”宁远答道：“
我只是不希望我好不容易收服的第一个教派因此群龙无首。今后你归我了。蓝凤凰嘴角的黑血已经止住，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眼中情意绵绵，欢喜地说道：你说谎，你分明是看我长得漂亮才舍不得我死。被秦谷控制的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宁远懒得搭理她，于是转向任盈盈说道：你先带蓝凤凰下去休息，我等下再为她治疗。任盈盈见蓝凤凰毒性被遏制，心中一喜，急忙唤来侍女扶着蓝凤凰离去。那苗女在离开时还频频回头望向宁远，温柔地说道：好弟弟，你要记得尽快来找我。接着消失在了门廊的拐角处。李莫愁看着脸上一本正经表情的宁远，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可又无法具体说出哪里不对劲，但出于女人天生的直觉，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尽快远离这个男人。刚才蓝凤凰服了秦蛊和毒药，替你挡了2次，还剩最后一次，你怎么说？见蓝凤凰身影消失，宁远望着任盈盈，笑盈盈道。任盈盈沉默片刻，冷声道：你华夏道来。宁远道：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跟我的侍女打一场，生死有命；第二，我也擅长蛊毒，你服下后可以找蓝凤凰帮你解，如果他能解开，那么你下次下毒之举就2清了。任盈盈之前已经见识了浅浅的武功，知道自己跟他动手胜算只有4成，关键是这男人说让自己跟他侍女打，关键时候会不会反悔还未可知。他犹豫了下，知道真要打斗必死无疑，反而服下蛊毒还有一线生机。叹了口气，他说道：我选择第2种。明智的选择。宁远微笑着取出金蚕蛊，这蛊毒名为金蚕蛊，有空你可以问蓝凤凰，他应该知道1、2，我就不详细述说了。任盈盈看着放置在石桌上的蛊毒丹丸，犹豫了下，拿起吞下，然后注视着宁远道：你给我吃这样的蛊毒，想必不想让我死去，说吧，你有什么目的？宁远拍了拍手，赞道：圣蛊好气魄，还有一颗玲珑心。没错，我需要你暗中效忠于我。宁远一字一顿道：不知圣蛊意下如何？任盈盈叹道：我有的选择吗？他清楚，别说蓝凤凰不一定能解开这蛊毒，就算可以，难道宁远想不到？所以他依然是死路一条。任盈盈看了一眼被点穴后扔在地上的属下们，对宁远说道：我已经服下金蚕蛊，现在可以先放开我下属吗？宁远微微颔首，对身旁的浅浅示意了一下。浅浅会意，上前麻利地将那几人的穴道一一解开。不料宁远却说道：你是服下金蚕蛊了，可你的下属我却放心不过，他们也得服下毒药。刚获得自由的几人顿时脸色大变，其中一位愤怒道：我要是不呢？宁远道：那就只好请你去死了。那人低声骂了一句，向着后院奔逃而去，可没走2步，只见一枚铜钱急闪而至，瞬间没入他的后心。他闷哼一声，倒地抽搐了一下，死了。场面一度安静下来。宁远这才不疾不徐取出一颗毒药放置桌上，看也不看死尸一眼，对任盈盈道：不跟我介绍一下吗？任盈盈叹了口气，指着其中一位书生打扮的老者介绍道：这位是祖千秋。祖千秋上前一步，手中拿着一柄破扇，恭敬地拱手施礼：在下祖千秋，见过宁少侠。祖千秋与老头子并称黄河老祖，原本是一介书生，后因家道中落，弃文从武，最终拜入了日月神教门下。此人面皮焦黄，酒糟鼻子，几根胡子稀稀落落，身子瘦削，外表看似不修边幅，但实际上却是个深藏不露的酒道高手。他说完，从石桌上拿了一颗毒药吃下，倒也干脆利落。任盈盈接着指向一位身着浅绿色衣衫的中年人，介绍道：这位是绿竹翁，他是我父亲的徒孙。只见那绿竹翁默默拱手示意，随后服下毒药，站在一旁。场上还有其他几人，分别是老头子、漠北双雄以及天河帮的帮主，人称银然教的黄伯流。等所有人都服下毒药，任盈盈说起前次劫粮一事。此次行动的主要参与者，除了在场的这几位之外，还包括部分日月神教的精英教徒、本地的3教9流以及上千名天河帮的帮众。他们在前些天派遣了几位高手前往敌营进行侦查时，差点全军覆没，这使得原本的计划被迫暂时搁置，因此正在等待时机，策划下一波的行动。宁远在听了任盈盈的介绍后，不禁紧皱眉头。在他看来，这些参与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实则是一群乌合之众，想要凭借这样的力量去劫取粮食，未免也太小看了蒙古铁骑的实力了。他曾经与蒙军交锋，深知他们的战斗力之强大。别说只有2、3千名普通帮众了，就算人数再多1倍，也抵挡不住几百名铁骑几个回合的猛烈冲击。不过，尽管心中有所疑虑，但宁远也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原本就不指望这些人，只要能有人拖一拖猛军的后腿，给他创造一些时间就够了。介绍完后，任盈盈再次唤来侍女，说道：“上茶。”然而他话音刚落，李莫愁和浅浅便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他。见两女警惕的反应，任盈盈尴尬地笑了笑，连忙解释道：“这回的茶水里绝对没有毒，我保证。”茶是上品的碧螺春，清香扑鼻。宁远从襄阳一路奔波而来，那座被围困的城池物资极度匮乏，茶叶几乎是奢侈品，想要品尝到如此好茶，实在是种奢望，没想却在此地喝上。任盈盈亲自为他斟上半杯，这是茶商进献给东方教主的新茶，我顺手取了一些，味道还不错吧？东方不败倒是挺会享受。宁远心中闪过林青霞在湖中红衣飘飘，潇洒饮酒的画面，不禁对这个世界的东方不败产生了好奇，只不知道这里的东方不败是林青霞还是陈乔恩。如果是陈乔恩，那可就有意思了。他收回飘远的思绪，问道：“日月神教怎会对蒙古粮草感兴趣？”任盈盈坦言相告：“如今天下大乱，东方教主有意逐鹿中原，此次破坏蒙古后方的粮仓，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意在摸清对方的底细。东方不败竟有称帝之心，还是女帝？”宁远闻言惊讶不已，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任盈盈瞥了他一眼，肯定的点了点头：“没错，是女帝。日月神教最初定教时，原名为朝阳神教，寓意为太阳崇拜。而在古代，太阳正是地位的象征，至高无上。黑木崖之巅上，那座巨大的牌楼上书写着“则被苍生4个大字，可见其野心不小。”宁远听后不禁陷入沉思，猜测那位教主在创教之初是否就怀揣着这样的宏大使命。至于日月神教后来为何会沦落为祸害江湖的魔教，这其中的缘由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一个打算称帝的东方不败却瞬间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对女帝很感兴趣，于是对任盈盈道：“任姑娘，等以后有机会，还请你帮我引荐一下。”任盈盈微微一愣，似乎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疑惑地问道：“你想见东方教主？”心中却暗想，难道他打算控制东方教主？看他行事作风，似乎并非不可能，只是教主武功盖世，怕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应声道：“好，你什么时候想去，我就带你上黑木崖。”接着他继续询问宁远的下一步打算：“我已派遣了一些得力干将前往蒙古人那边探查情况，想必不出1-2天就会有结果。不知宁少侠接下来有何打算？”宁远吩咐道：“劳烦莹莹为我准备一个大浴桶，并烧些热水，我要先为蓝凤凰驱毒。”是。任盈盈立刻唤来侍女，让他们按照宁远的吩咐去准备。浅浅，你回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接下来几天会留在此地，不回客栈了，让他们安心等待。安排好一切后，宁远转身步入了安置蓝凤凰的房间。房间内，蓝凤凰正静静地躺在榻上，虽然已经没有再咳血的症状，但由于体内余毒未清，血液流速减缓，整个人都显得异常虚弱。听到房门响动，他微微侧过头，用微弱的声音向走进房门的宁远说道：“你来了。”在蓝凤凰的榻旁，4名身着深色苗族服饰的女子正忙碌着。这4人同样是苗族的服饰，不过是黑金包扎头部，身上的衣物也主要以黑色为主。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水蛭附在蓝凤凰的手臂上，利用这些生物来吸取被败血毒侵蚀的血液。不一会儿，水蛭的身体逐渐膨胀起来，体表隐现出黑色斑纹。当吸盘脱落时，他们挣扎了几下便失去了生机。这些苗女熟练地取走死去的水蛭，换上新的一批，整个过程看得宁远眉头紧锁，瞬间想起了当初蓝凤凰在江中为灵狐冲化毒的情景。他虽然知道这种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毒发的速度，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心中暗存，恐怕也只有五毒教这种神秘的门派才能想出如此诡异的治疗手段了。停下吧，取走那些水蛭，你们都退下。宁远终于忍不住开口，对那4个苗女说道。几名苗女犹豫地看了看宁远，又转向蓝凤凰，面露难色。你们都退下吧。蓝凤凰轻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却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记住，以后宁大哥的话就是我的话。是，教主。4名苗女齐声应答，然后恭敬地退了出去。房间内顿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宁远和蓝凤凰2人。宁远坐在榻旁，握住他的手为他把脉。他检查了一会儿后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蓝凤凰柔声道：“我感觉好多了，就是有些困倦，想睡觉。”宁远道：“这是失血过多的正常反应，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到了一个
可以驱毒的办法。听到这个消息，蓝凤凰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欢喜地说道：我就知道宁大哥不会眼看着我死去，我好开心。看着蓝凤凰因为高兴而显得更加娇艳的脸庞，宁远忍不住逗他道：你一会儿叫我弟弟，一会儿叫我大哥，那我到底应该叫你妹子好呢，还是姐姐好？蓝凤凰眨了眨眼睛，俏皮地反问道：那你觉得我老不老呢？宁远深知蓝凤凰的喜好，他钟爱他人的赞美，尤其喜欢被夸赞年轻貌美，他倾慕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而对于俊朗的青年才俊，他更是无法抗拒，当然那只限于初见时的经验。对于最后一点，宁远自信满满，认为自己恰好符合这一标准。至于才华，他虽自谦不已，但在赞美女性方面却颇为擅长。他始终坚信真诚是最大的武器，只需实话实说便足以打动人心。于是他轻轻握住蓝凤凰那如青葱般纤细的手，真诚地说道：好妹子，你不但年轻，还好看。蓝凤凰听了心中欢喜，脸上笑靥如春花绽放，含羞带笑的低声回应道：真的吗？你这样说我好开心。宁远趁热打铁：当然是真的，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哥哥，让我听听？蓝凤凰娇俏的脸庞微微泛红，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声叫道：哥哥。他的声音软软的，说不出的好听。宁远笑道：好妹子，乖妹子，你放心，等我为你彻底治愈败血毒，你就跟着我吧。他心中盘算着未来的计划。五毒教主要在云南的深山中活动，对他来说目前的注意或许有限，但他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想要组建自己的势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能够将蓝凤凰收归麾下，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宁远又想到了万古毒经，尽管其中许多毒方所需的材料需要在系统中兑换，但仍有不少可以在现实世界里寻找得到。假如他能将其中一部分知识传授给蓝凤凰，并以此作为新五毒教的基石，那么或许真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强大教派。就在这时，两名大汉搬着一个大号的浴桶走进了房间，随后有侍女将热水缓缓倒入桶中，蒸腾的热气让房间内充满了温暖的气息。蓝凤凰好奇地看着下人们忙碌的身影，不解地问道：哥哥，他们这是在做什么？这是为了给你疗毒。宁远解释道：我打算利用药水的温度，配合我的一门独特功法，将你血液中的毒素逼出体外，这样你就能彻底治愈了。很快，热水就注得差不多了，侍女们退了出去，并轻轻掩上了房门。宁远从系统中兑换了一些药物，放入热水中。随着药物的溶解，原本清澈的热水逐渐变成了半透明的蓝绿色。他试了试水温，感觉差不多了，便返回到木榻旁。看着有些紧张的蓝凤凰，他温和地说道：好了，妹子，现在我开始为你疗毒。蓝凤凰的俏脸上悄然浮现一抹羞涩的红晕，她低垂着眼睑，声音细若蚊鸣：宁大哥非得用这种方法不可吗？在古代，苗族女性虽然多情，却绝不是泛情，她们性格直爽坦诚，爱憎分明，一旦倾心于某人便会至死不渝，但在这关键时刻也不禁流露出女性特有的娇羞。而此刻，蓝凤凰对宁远的好感已达到了顶峰，情蛊的奇妙作用让她愿意为宁远付出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便内心如此坚定，初次与宁远坦诚相见，她还是难免感到一丝难以名状的羞涩。宁远轻声笑着，将她放入热水中。烫！蓝凤凰微微蹙眉，轻声呼痛。宁远安慰道：稍等片刻就会适应了，乖妹子，你再忍耐一下。说着，他手掌轻抵在蓝凤凰的后背，内力缓缓运转，帮助她逼出血液中的毒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蓝绿色的水逐渐被蓝凤凰体表溢出的一丝丝黑色液体所中和，颜色由深变浅。当水最终变得清澈透明时，水温也降了下来。宁远收回手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道：已经没事了，你体内的毒素已经全部清除。蓝凤凰转过身来，她的脸庞被热水蒸得红扑扑的，如同熟透的苹果般娇艳欲滴。那双圆溜溜的眼睛在水雾的映衬下更显灵动水润，仿佛会说话一般。他盯着宁远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你杀死了情蛊，我再也感觉不到它的影响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对你忠贞不二、至死不渝的爱人，不是你希望得到的吗？宁远抚摸着她湿漉漉的秀发，微笑着回答：那个直爽坦诚、爱憎分明的蓝凤凰才是真正的你，被情蛊操控的傀儡并不是我需要的。你是蓝凤凰，五毒教的教主，一个年轻漂亮的、充满活力的、追逐自由的苗家女子。
蓝凤凰深深地凝视着宁远，突然间笑靥如花绽放，她白皙如藕的手臂轻轻地缠上了宁远的脖子，声音中充满了喜悦和感动。哥哥，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动人的话，你真好，你真好。宁远为他拿起地上的衣物，不料一个衣袋里突然探出一只蜈蚣的脑袋，又迅速缩了回去，而另一个袋子里则隐约露出一只蝎子的尾巴。他动作一滞，心中泛起恶寒，怎么之前没有察觉？想着的同时，已经迅速放下衣物，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妹子，还是你自己来穿吧。蓝凤凰轻轻一笑，开始穿戴那有着奇奇怪怪带子的服饰。他一边穿着，一边说道：他们很乖的，没有我的命令，不会随便咬人。宁远上下打量着蓝凤凰，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你这衣服里该不会还藏着毒蛇吧？你怎么知道？蓝凤凰突然从衣物底下抓出一条1尺来长的小蛇，那小蛇身上黑白相间，竟是极为罕见的银环蛇。他懒洋洋地对宁远吐着信子，仿佛在示威一般。宁远看得心惊肉跳，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是小环，他最听话了，只是有点懒。蓝凤凰说着，手一抖，小蛇便缩进了衣服里，消失不见了踪影。宁大哥只要不欺负我，他们就不会咬你。宁远道：那怎样才算是欺负你呢？蓝凤凰眼珠一转，脸上泛起一抹娇羞：若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随意亲我抱我，那便是欺负我了。宁远暗自琢磨，这妹子真是危险的紧。他的目光落在蓝凤凰的打扮上，这种蓝艳艳的底色衣衫，配上5颜6色的修饰，如果是穿在一个男子身上，就会显得花里胡哨。可蓝凤凰穿着却别有一番风味，非常独特。他由衷地赞叹道：蓝妹子，你这身打扮真好看。蓝凤凰听得高兴，顿时眉开眼笑，喜形于色：真的吗？那你觉得是我人好看，还是衣服好看呢？衣服好看，你更好看。宁远毫不吝啬地夸赞。蓝凤凰咯咯娇笑起来，心情愉悦地说道：既然哥哥喜欢看，那我以后就天天穿给你看好了。好极了。宁远道，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衣服里面不藏毒蛇更好。说着，他取出了丹炉，开始为蓝凤凰炼制驻颜丹和无垢灵丹，这是给自己身边之人的必备之物，人手一份，青青和浅浅除外，他们还得过几年才能服用。见到凭空出现的丹炉，蓝凤凰那双圆圆的眼睛瞪得溜圆，他惊讶地叫道：这丹炉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宁远一边炼制丹药，一边忽悠：你的蜈蚣、蝎子怎么出来的？我的丹炉也是怎么变出来的？蓝凤凰坐在榻上，双手轻撑着床沿，他那白皙的赤足在空中轻轻晃动，仿佛能拨动人的心弦。他带着些许娇嗔地说道：你们汉人总是那么多心眼儿，你不肯跟我说实话就算了，还要来骗我，我才不会信你呢。宁远看着他那明媚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只是些小把戏罢了。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学我的炼丹术？蓝凤凰闻言眼神一亮，他从榻上轻盈地跃下，走到宁远跟前，好奇地绕着丹炉转了几圈。思索片刻后，他开口道：我对炼丹其实不太感兴趣，但你用毒的手段比我高明多了，你能教我吗？宁远心中早有盘算，他打算以万古毒经作为五毒教的盛典，并逐步实施自己的计划。此刻听到蓝凤凰的请求，他觉得这是个传授毒经的好机会，于是说道：这个稍后再说，你先让丫鬟再烧些热水来，过会儿需要用到。蓝凤凰很快就明白烧水是什么意思了。当他被无垢灵丹折腾得死去活来后，他被宁远丢进了浴桶里，此刻又是迷糊又是兴奋。他第5次看着宁远，声音中透着期待：哥哥，你是说我的容颜将永远驻留，再不会随时间老去，对吗？宁远已经懒得回答他了，查看了一下他的好感度，惊讶地发现竟然已经达到了99点。要知道，即便是青青也仅仅只有96点。他心中不禁暗忖，这莫非是琴骨残留的影响所致？99点好感度已然是系统的满值，因此触发了一条隐藏属性，在传授系统功法秘籍时将不再受限于单项，而是以整部为单位。不过这也意味着蓝凤凰原本可以学习的4项武学，如今只能选择一部。宁远回想起之前传授给其他女子的经验，都是从9阴真经中拆解出的单项功法，如内功、达摩剑法等，而如今蓝凤凰可以学习整部9阴真经。这部武学秘籍的博大精深，为天下武学为总纲，其中包含了诸多功法，已非4项那么简单。不过他却并不打算传授蓝凤凰武功。宁远已经发现了，并非拥有系统的传授就能成为真正的高手。系统毕竟是死的，虽然能瞬间让受术者领悟武学的奥义，可怎么用却存乎一心。
武学招式并非刻板不变的套路，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见招拆招，才是一个高手最为核心的要素。青青之所以被宁远看好，是因为他展现出了对武学的超凡领悟力，往往能够不假思索地洞悉招式的奥妙，并做出精准应对。相较之下，郭芙就算把达摩剑法耍得滚瓜烂熟，真正面对高手时也是送菜。蓝凤凰在用毒方面堪称大行家，武功却只能算是二流之列，想来武学天赋也是一般般的了，跟郭芙应该有的一拼，因此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他看了一眼这位明眸善睐的女子，正色道：蓝凤凰，你想不想跟我学习毒术？蓝凤凰见他如此认真，神色也转为严肃，郑重地问道：能跟我详细说说吗？他之前提及跟宁远学习毒术，本是出于玩笑之心，不论是汉人还是苗人，对于传承都极为谨慎，哪怕自己将成为他的女人，也不能说随随便便就学了。宁远缓缓道来：我曾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一本上古奇书，名为《万古毒经》。这本奇书中记载了毒药配置、蛊毒、控尸之术以及毒虫驯养等众多失传已久的可怕秘术。如果你有兴趣学习，我可以教你。他详尽地描述了书中的内容，其中提及的毒虫操控之术让蓝凤凰瞪大了眼睛。通过辅以洞箫之音，竟能操纵万千毒虫，铺天盖地。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便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以免与之正面交锋。而蓝凤凰恰好精通洞箫，吹得一口好口技，修炼控虫术尤为适合。控尸术更是可怖，以秘药炮制刚死的武林高手，制成尸魁，几乎是刀枪不入，不死不灭。面对100这样的尸魁，哪怕是军队，也得出动数十倍以上的兵力，才有可能惨胜。蓝凤凰听完后轻声道：你莫非想将五毒教收归麾下，成为你手中的一把利刃？宁远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原以为蓝凤凰心思单纯，却不料他仅凭万古毒经的描述及自己有意传授的蛛丝马迹，便敏锐地洞察了他的意图。这份心智与洞察力令他感到惊讶，不过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他能年纪轻轻便稳坐一教之主的位置，单靠毒术高超显然是不够的，这份成就背后必然有着过人的智慧与手腕。宁远沉声道：如今天下大乱，云南已沦陷于蒙古铁骑之下，大理国覆灭。五毒教虽在大山中还没有被波及，但蒙古一旦稳住阵脚，势必不会放过你们。毕竟他们绝不允许后方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势力藏在暗处。他目光锐利地看向蓝凤凰：蓝教主，不知我分析的可对？蓝凤凰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事实上，苗族已经遭受了波及，不少聚居地受到侵袭，整个村庄被屠戮的悲剧时有发生。一些村庄为了躲避战祸，不得不向更偏远的深山迁移。五毒教之所以选择依附日月神教，也是在这无奈的现实下寻求一线生机的权宜之计。他看得出宁远有组建势力的雄心壮志，既然自己已经决定跟了他，将五毒教作为一份嫁妆也未尝不可。然而他也清楚事情不会那么顺利。蓝凤凰微微一笑，说道：有了这本秘籍，足以助力你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教派。我愿意帮你，但五毒教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一些长老并不完全听从我的号令，而且苗疆12洞势力错综复杂，五毒教只是其中之一，想要万众归心，恐怕并非易事。宁远对云南那边的情况也有所耳闻，云南地处偏远，多为小氏族间相互形成的势力范围。12洞虽然在对外上保持一致，但内部各自独立，所擅长的也各不相同。笑了笑，说道：等我有空就陪你走一趟云南吧。怎么说，那也是你的老家，我总得去拜访一下才是礼数。他心中明白，想要收归这些势力为己用，单靠蓝凤凰一人之力显然不够，自己必须亲自出马才行。蓝凤凰嫣然一笑：好，我等你。宁远正色道：好了，我现在要传授你万古毒经，你一旦学了这秘籍，就是我的徒弟了。蓝凤凰也收起笑容，郑重道：宁大哥，我需要行拜师礼吗？宁远笑道：那自然是需要拜师的。他坐在床榻上，摆出一副师傅的架子。蓝凤凰乖巧地跪下行礼，声音甜美而软糯：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宁远扶起他，看着这个娇滴滴的徒儿，心中甚是满意。好妹子，乖徒儿，为师今天就将万古毒经传授给你。从今以后，你要为我创建一个万毒教，成为第1代教主。蓝凤凰闻言，惊讶地抬起头：万毒教？没错。宁远傲然道：五仙教算什么？难道我们还要信奉仙、蛇、蜈蚣、壁虎、
掺出这等毒物吗？以后我们就是完毒的祖宗，天下毒宗都以万毒教为尊。蓝凤凰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个名字真好听，比五毒教威风多了。只是师傅哥哥，要不你来当教主，我当教主夫人好不好？宁远听得头疼，道：师傅就是师傅，怎么还要加上哥哥？蓝凤凰却咯咯笑了起来。那你是喜欢我叫你师傅呢，还是喜欢我叫你哥哥呢？他眨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宁远，嘴角噙着笑意。这妹子现在就有点皮了，看来以后还得好好调教才行啊。宁远心中暗想，随你吧，你爱怎么叫都行，只是教主之位我就不当了，我志不在此。他心想，黄蓉以前还是丐帮主呢，若后万一我把周芷若收了，难不成还要去做峨眉派的掌门不成？自己当教主有什么意思？让自己身边人一个个登上教主之位，那才是他心中的成就感所在。他轻轻扶着蓝凤凰，通过系统的力量将万古毒经中的秘法传入他的脑海。霎时间，蓝凤凰只觉脑海中涌入了海量的知识，从各种药物的配方、毒药的炼制技巧，到诡异的蛊术、毒虫的培养与控制，乃至尸魁的炼制之法，无不详尽而深刻。作为世代与毒虫毒药打交道的五毒教教主，蓝凤凰本以为自己对毒的了解已经足够深入，然而在接收了万古毒经的知识后，他才震惊地发现自己之前的认知不过是冰山一角。这部毒经中的秘术与毒方，许多都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即使是他这样的用毒高手，也不禁感到心惊肉跳，惊怖不已。宁远见他愣神的样子，便没有出声打扰。直到过了好半晌，蓝凤凰才将脑海中的新知识整理完毕。他只觉得喉咙干涩，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终，所有的话语化作一声轻叹，他再次拜倒在宁远的面前：师傅，这部万古毒经的知识实在太过深奥庞杂，超出了我的想象。弟子承蒙您的大恩，必将竭尽全力将万毒教发扬光大，不辜负您的期望。宁远扶起他，见他严肃的样子，温和地笑道：你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部万古毒经和万毒教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希望你能从中找到快乐和成就感。然而蓝凤凰却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师傅，这是乱世的开端，群雄并起，东方不败有称帝之心，我英雄盖世，又怎能偏安一隅？我会全力支持你，祝你成就一番霸业。